上班拉着女同事吐槽公司老板，还问候了老板全家所有女性，甚至造谣说老板在米国嫖娼被抓。不料女同事竟然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就是我骂了1个月的公司总裁。而他不但没有让我立马滚蛋，还给我开出了1000万的年薪合同。1个月前我加班猝死，重生获得了摸鱼系统，正笔直的坐在电脑面前低头一脸认真的玩着妲己。耳机中传来厮杀的声音，突然我熟练的把手机扣在桌子上，双手快速的敲击着键盘。与此同时，一个中年妇女走到我身后，小秦，你手上的工作先放一下，这是今天新来的同事，你带着熟悉一下公司环境。我假装吓了一跳，猛地站了起来，知道了程姐，心里却是1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特么的，老子马上5杀了！主管程婉指着我右边的工位，对着新来的同事说道：“夏宁，你坐这里吧。”说完，他用一种复杂的表情看着我：“小秦，你这2天带夏宁熟悉一下公司环境，特别是公司的一些规矩。”规矩2个字，他特意加重了语气。我假装十分为难道：“程姐，我手里还有活，根本忙不过来。”程婉像是没听见一样，转身就走。小秦，你好好带，好好教。夏宁面带恬淡的笑容，伸出了右手：“你好，我叫夏宁，很高兴认识你，以后请多多关照。”我看着他皮笑肉不笑，关照你大爷啊！坐我旁边我还怎么愉快的摸鱼？夏宁则是一脸无奈，自己是这家芒果营销公司的老板，前段时间开业自己因为特殊原因耽误了，结果这半个月公司一直在亏损，他断定肯定有人在摸鱼，所以假扮普通公司员工，打算暗中观察几天。想什么呢？我叫秦巡，是公司的营销策划师助理。说着我在夏宁面前晃了晃手，夏宁这才回过神来，拉出凳子坐在了我旁边，而我看了一眼他腿上的黑色，说道：“夏宁，你以后别这么穿了，搞得自己跟女总裁似的，小心树大了招风。”夏宁听后微微一愣，然后笑着点了点头，自己穿的确实有点过头了。说完我没有再理他，而是专心写起了 PPT， 一直连续工作了20分钟，突破了我这周工作时间的总和。夏宁则在旁边偷偷观察，这个员工不错，虽然看着有些年轻，但是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的。然后他打开自己的电脑，点开邮箱里的一个视频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忽然感觉有些头晕，赶紧从包里拿出3颗巧克力，而我正好伸手去拿水杯，却看到了令我肃然起敬的一幕。只见夏宁一手拿着巧克力，电脑屏幕里还放着母猪产后护理的视频。卧槽，第一天上班就吃零食刷视频。此时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响起，我飞快的一把超过桌上的巧克力塞进兜里，又抢过他手里咬了一半的巧克力，顺便用手抹了一下夏宁的嘴角。夏宁整个人都麻了，他活了20多年，从嘴里抢吃的他还是头一次见，竟然还帮他抹了抹嘴，而我却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右手操作着他的鼠标，左手在键盘上噼里啪啦敲了几下，不仅把电脑屏幕里的视频关了，还打开了一个空白的 PPT， 最后还在标题处打了一行字：公司是我家，维护你我他。夏宁微微张着嘴，愣愣的看着我，这特么什么神仙手速？做完这一切，程婉正好走到了夏宁身后。夏宁，你今天准备个自我介绍，明天陈会讲一下。夏宁点点头，好的，知道了。他看着程婉离去的背影，明白了我刚才的一系列操作。我则面带微笑的看着他，然后压低声音说道：上班第一天看视频吃零食，你就是这么摸鱼的？哪个公司经得起你这么摸？夏宁听完之后竟然有些感动，公司员工要都是这个想法，怎么可能半个月都接不到一单？刚要解释，我却指了指天花板，你不能这么光明正大的摸。听完之后，夏宁脸色微变，他隐隐约约觉得可能和他想的不一样，然后柔声问道：前辈，那请问鱼应该怎么摸？我听见前辈2个字，瞬间觉得神清气爽，而且摸鱼系统忽然传来提示，教会新同事摸鱼可获得1次抽奖机会。我转头看着一脸认真好学的夏宁，微微一笑：你想学吗？夏宁迟疑了一下，假装开心的点了点头，我非常想，既然你诚心诚意的求我，那我大发慈悲教教你。我一边说着，一边拿起扣在桌上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游戏失败的界面。摸鱼要的就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工作和摸鱼之间迅速切换。老板以为你在写 PPT， 其实你在打游戏。我晃了晃举起的手机，如果刚才不是你们来了，我5杀都到手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入职这家公司半个月，我王者已经荣耀1万星了，还追了50部网剧，看了3000本小说。夏宁倒吸一口凉气，难道刚才操作电脑的手速是特么摸鱼摸出来的？按他的意思，这半个月是一点活都没干了。我见夏宁脸色有些不好看，问道：你怎么了？是不是来大姨妈了？夏宁这才回过神来，僵硬的笑了笑：没有没有，就是有点低血糖。我突然想到了什么，从口袋里摸出2颗巧克力塞回他手里。谢谢啊，夏宁下意识的说道。我摆了摆手笑道：谢什么谢，这本来就是你的。听后，夏宁满怀心事的拨开巧克力包装纸，塞到嘴里时发现爱吃的巧克力似乎都不甜了，随后越想越气，刚要出言呵斥，我却对他勾了勾手：你往这边靠靠，这里没有监控。夏宁一脸疑惑，为什么这个位置没有监控？我则是露出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在我刚进公司第2天，就借着帮扫地阿姨清理蜘蛛网的机会，偷偷调整了监控的位置。说着，我在身边比划了一条弧线，从这里开始是监控4角，坐在这里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了。说完，我拿出手机打开了游戏界面，你吃的时候帮我看着点，下次我帮你。夏宁强制压下自己心中的怒火，问道：你这么摸鱼不会有负罪感吗？我听后微微一愣，觉得有些好笑。你36度的嘴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这破公司就给我2000一个月，半个月我都写了30份 PPT 了，狗日的老板才应该有负罪感吧？夏宁听见狗日的老板脸色有些不好看，但是半个月30份 PPT 却让他有些惊讶。上班都在摸鱼，一天怎么可能做2份？我看着夏宁一句话都不说，问道：你不信？夏宁摇了摇头，他确实觉得在吹牛，没有人可以在整天摸鱼的情况下保质保量的完成程婉要求的 PPT。我忽然加重了语气，这狗日的老板真的给我开2000块？卧槽！夏宁差点爆出一句粗口，他特么想的根本不是这个好吗？还有这小子第几次骂他狗日的？你为什么不去网上找个专门做 PPT 的网店？一份 PPT 能卖400-500，何必待在这破公司啊？我笑了笑，感觉遇到了知音。你也觉得这公司破呀？夏宁一阵无语，他这一辈子无语的次数都没有这1小时多。我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也不
不是我不想跳槽，而是有风险。我实习的第一家公司，在我上班的第7天发了一场大火，老板有刑事责任进去了。第2家公司，在我上班的第7天，老板出车祸去世了，没人发工资了，我只好开溜。这是我实习的第3家公司，已经待了15天了，还有15天程姐就会给我盖实习证明。3家公司就这家公司挺过了头期，这老板命硬啊！夏宁听得目瞪口呆，想起半个月前他在米国探险，遇到野猪被吓得在医院躺了半个月，难道是这小子放的？然后看着我露出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也许这公司老板的命也没那么硬，我则瞬间捂住了他的嘴。呸呸呸，你可不能瞎说！我现在每天都祈祷公司老板长命百岁，那可关系到我的实习证明呢。夏宁没有再交谈的欲望，转身坐到电脑面前，登录了邮箱，又点开了一个视频，画面里一颗黄色的柠檬掉入冰水里，瞬间碎成几片。这是一个广告的学习视频。我看着他刷视频，满意的点了点头。你放心大胆的看，我替你把风，谢谢你啊。夏宁生无可恋的说了一句，不用，咱以后都是自己人。我看着他甚是敬佩，看看人家小姑娘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摸鱼，真把公司当成自己家的了。转眼就到了下午5点，办公室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夏宁关掉电脑，看了旁边一眼，有些意外，你还不下班吗？我则嘴角微微上扬，小姑娘格局一定要打开，不然这鱼是摸不长久的。夏宁看着我故弄玄虚的样子，有些疑惑。突然我神色一凛，手指在键盘上飞速的敲击，我星子都敲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跟放炮竹似的。夏宁被惊得张大了嘴巴，不只是速度快，就连逻辑和布局也接近完美。不知不觉5分钟过去了，一份30多页的 PPT 完成，我弄完直接用邮箱发给了程婉。夏宁这才回过神来，有些语无伦次，你都不检查一下的吗？我捏了捏手腕，淡淡的说道，1分钱1分货，2000块钱也就这水平了。夏宁听后忽然想到了什么，难道给你加钱你还能做得更快？我摆了摆手笑道，这破公司怎么可能加钱？我拿到实习证明就准备跑路了。说完我便走向公司门口，看着我远去的背影，夏宁陷入了沉思。程婉见办公室只有夏宁一个人，急忙跑了过去，夏总您今天感觉怎么样？公司是不是到处充满了干劲，有一副积极向上的模样？说着又指了指我的工位。夏总，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您可以多观察一下，不仅工作能力强，还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我建议转正之后给他开到5000。夏宁看着一脸得意的程婉，真想给他一巴掌，心想你特么管打游戏叫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但还是面无表情的说道，这情绪我再观察观察。说完便朝着门外走去。程婉看着夏宁的背影，小声呢喃道，还有什么可观察的呀？而夏宁走到门口却忽然转身，程婉明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给秦巡转正，并且把工资开到1万。主管程婉听到之后整个人都麻了，卧槽，这也太快了，我特么1个月才2万。夏宁没有理会呆住的程婉，继续说道，你明天交给秦巡一件困难的工作。说完便起身离开了办公室。程婉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摇了摇头，一个策划师助理能有什么困难的工作？要不直接让他当策划师得了。第2天夏宁大早上起来就拉肚子，一个屁没忍住直接拉内裤上了。到公司已经迟到了半个小时，蹑手蹑脚的走进站满人的会议室，而此时我正站在前面演讲，我要为公司努力工作，发扬主人翁精神，尽职尽责，地球不爆炸我就不放假，公司是我家，每天都爱他。会议室里程婉带头鼓掌，他十分满意这个小伙子，不但长得帅，演讲的水平也是一流，他果然没有看错人。会议室众人则有种逼良为娼的感觉，慢慢响起了稀稀拉拉的鼓掌声。夏宁站在后面，嘴巴张得都能吞下一只鸡了，这小子整天摸鱼是怎么面不改色说出这种话的？而我演讲完则径直走到了夏宁身边，一把牵住了他娇嫩欲滴的小手。夏宁这时候的嘴已经能吞下一只大象了，站在一旁的程婉也是目瞪口呆，这小子是出卖自己的肉身了吗？发展这么快，刚认识1天就在公司秀恩爱。我则是拉着夏宁对程婉一脸歉意的说道，程姐是我不好，忘了告诉她上班时间了。程婉微微一顿，然后尴尬的笑了笑，没事没事，咱们公司倡导弹性办公，迟到2-3个小时都不叫问题。我听完了心里1万只草泥马经过，这么双标的吗？我上次就迟到1秒扣了我半个月工资。程婉说完刚要转身，好像又想到了什么，对了，秦巡一会儿来我办公室一趟。我点了点头，脸上露出笑容，好的程姐。看着程婉离去的背影，我微微皱起眉头，小声嘀咕道，无缘无故找我肯定没什么好事。夏宁见状笑了笑，没有说话，知道是什么事儿还不得给你美翻了。2分钟后我站在经理室内，一脸惊愕，让我做策划师还每个月给我1万块钱。程婉立即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公司的薪资是保密的，你不要跟别人说。然后看着我露出神秘的笑容，公司高层对你最近的表现十分满意，不仅工作态度端正，人长得也比较帅。我听完之后魂不守舍的回到座位，双手搭在大腿上，整整发呆了5分钟。夏宁看着我皱了皱眉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喜欢捏腿？我不可置信的看着他，你怎么知道的？这事我连我妈都没告诉我，那你能不能捏自己的？我丝袜都特么快拉色了。说完腿往旁边挪了一下，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意犹未尽的把手缩了回来。此时夏宁却有点想不明白了，这货怎么涨工资还一脸不高兴，忍不住开口问道，主管叫你什么事儿？怎么出来之后就变苦瓜脸了？我抬头环视一周，压低声音说道，老板让我提前转正，还给我1个月1万。夏宁听完后眉头皱得更深了，这不是好事吗？你有啥不开心的？我无奈的叹了口气，这狗日的老板竟然画这种没定眼的大饼，你说哪家公司的转正会这么草率，跟过家家似的？你以为老板开公司是做慈善的吗？夏宁听见狗日的老板脸色微变，然后硬生生挤出一抹笑容，万一说的是真的呢？我看着他微微一笑，你看连你都知道是万一，这种口头约定根本就不能信，没有白底黑字的合同全特么是骗人的。夏宁一脸问号，什么叫连我都知道？难道我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在你眼里就是人类智商的下限？我想不明白也就没有再想，拿出手机开始了快乐上粉。小夏你替我看着点，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总感觉今天有大事要发生。
夏宁睁大了眼睛，一脸的难以置信。你都有不祥的预感了，还特么不知道收敛一点。越想越觉得生气，于是拿出手机找到陈婉，开始编辑短信，立刻马上给我开掉秦巡。但是大拇指悬停在发送键上时，忽然想到了昨天秦巡那超乎寻常的手速，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重新编辑短信，立刻给秦巡签合同，转正后的工资从今天开始算。不一会儿，陈婉走了过来，笑着对我说道：“秦巡，你刚才走太急了，合同都没签呢。”10分钟后，我一脸懵逼的回到座位上，想着刚才的一幕，满脸正色的呢喃道：“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想要潜规则我指定不能答应，而且我也不喜欢小马拉大车。”夏宁听见潜规则几个字有些疑惑，没忍住用笔捅了捅我，迟疑的问道：“你刚才说潜规则是什么意思？”我打开手机，一边操作着游戏一边小声说道：“你说怪不怪？程姐刚才让我去签合同，工资还是从今天开始算。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肯定是有人想要潜规则我。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夏宁看着我一脸期待，我眼睛盯着手机一顿操作，拿下4杀。工作我会好好做，等半个月后拿到实习证明我就跑路。开这么高工资我都不好意思在这摸鱼。夏宁皮笑肉不笑的说道：“那你好好干活不就行了？”我转过头，一脸不可思议的盯着夏宁，哪有活？从我进这家公司就没有接到一单。作为一个策划师，没有活我策划什么？然后又晃了晃手机，你以为我喜欢摸鱼？我也是被逼无奈啊。夏宁一怔，莫名觉得有几分道理，然后拿起手机给陈婉发了一条消息：“你下午上班给秦巡布置一个任务，以慈善为主题，策划一场轰动全城的秀，向全城企业展现公司的实力，争取一炮而红，活动经费5万。”陈婉收到短信后竟然有些同情秦巡，他虽然是做的人事榜，但也知道这件事情难度极大。而我此时打开了一下系统面板，发现夏宁的摸鱼值竟然才50，于是站起来笑眯眯的看着夏宁：“我现在是公司唯一的策划师，封你为我的策划师助理，所以你现在是我的人了。”夏宁看着我有些无语，但还是耐着心思问道：“那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我一脸兴奋的看着夏宁：“今天你坐里面，我坐外面。”夏宁有些奇怪：“为什么？”我笑了笑说道：“那个位置没监控，摸鱼可以摸得飞起，既然你都是我的人了，那指定不能亏待你。”说完我拉开了自己桌子下的抽屉，可乐、糖果、瓜子、花生应有尽有。在我温和又期待的目光下，夏宁磨磨唧唧的坐到了里面，一边嗑瓜子一边看母猪的产后护理。刚开始他还有些不自在，不过后来渐入佳境，刷了3遍视频，一上午就过去了。我偷偷看了一眼系统面板，摸鱼值蹭蹭的往上涨，才2个小时就已经180了，还差20就能获得一次抽奖机会。下午2点，我睁开睡眼惺忪的双眸，正准备掏出手机打一把王者，电脑右下角忽然弹出一条消息，点开一看是陈婉发来的：“公司上层决定以慈善为主题，策划一场轰动全城的秀，向全城企业展现公司的实力，争取一炮而红，活动经费5万。你写一下方案，明天上午交给我。”我放下了手机，仔细的看了几遍，不禁有些头大。这1万块钱1个月的活果然没那么好干，做个 PPT 还行，但是策划营销这块我一窍不通啊。看着我发呆，夏宁凑过来好奇的问道：“怎么了？是有工作吗？”不知怎么的，他心中竟然有些暗爽。我转过头看着他，眼睛渐渐亮了起来：“小夏，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夏宁微微一愣说道：“我学的市场营销。”我笑了笑，直接把消息转发了过去：“你正好专业对口，今天下午给我几份策划案，我从里面挑一个最好的上交。”夏宁整个人都麻了，我自己出的题目你特么让我自己做，有些生气的说道：“你是策划师，这不是你的工作吗？”我眉毛一挑，心想这个摸鱼大王叫他干一点点活就不乐意了，然后理所应当的回答道：“我专业不对口，学的不是市场营销，你专业不对口，还来一家营销公司当策划师。大姐，我是以助理的身份进来的，靠着自己不懈努力才转正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策划师。我虽然不会营销策划，但是我的鉴赏能力一流，我能从你写的几个方案中挑出一个最好的。”夏宁又一次有了爆粗口的冲动，但还是忍下来问道：“那你学的什么专业？”我掏出手机，忽然想到他昨天看的视频，我学的母猪的产后护理。夏宁没有再说话，而是缓和了一下心情，开始写自己的策划案，因为他已经给陈婉编辑过去一条短信：5点下班立刻开掉秦巡，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等到4点55的时候，他终于写好了3个策划案，下意识的玩起了手机。叮咚，恭喜宿主的工具人夏宁获得200摸鱼值，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是否立即抽奖？我微微一愣，转头看向一脸冷漠的夏宁，心想这摸鱼大王真是我的福星。然后转过头，心里默念开始抽奖，瞬间一本名为《营销宝典》的书籍没入我的脑海，我嘴角微微上扬，系统真是我的好大儿，想要什么就来什么。此刻时间正好到了5点整，陈婉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不露痕迹的给夏宁递了一个眼色。夏宁点点头，转头看了看一脸吃相的秦巡，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再见了狗日的摸鱼大王！突然我手脚麻利的关电脑，转头看着夏宁：“晚上有没有空？”夏宁吓了一跳，果断的说道：“没有。”我站了起来，叹了口气，有些遗憾：“那算了，我一个人去。本来还想着带你去长长见识，看一个优秀的策划案是如何诞生的。”夏宁一惊，不可思议的问道：“你有灵感了？”我已经走出了工位，扭头看着夏宁，露出一个邪魅捐狂的笑容：“这公司没有我得散。”夏宁被这一瞬间的气势镇住了，那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此时陈婉正好走了过来：“秦巡，跟我来办公室一趟，我有事跟你说。”我忽然感觉菊花一紧，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上午才加了钱，签了合同，这才下班就这么急不可耐的找我潜规则。我正想着怎么开口拒绝，夏宁冲了出来，拉起我的胳膊就往外走：“程姐，我跟秦巡还有策划案要做，今天太忙了没空。”说着还对陈婉眨了眨眼。陈婉看着夏宁的手腕在我胳膊上瞬间抖了，我倒是也没什么重要的事，你去吧。看着2人离开办公室的背影，陈婉感叹这可能就是爱情吧，刚才还刮风下雨，现在就晴转多云了。出了公司，夏宁直接拉着我去了地下停车场，而我却有些摸不到头脑。你拉着我来这干啥？夏宁则看着自己的车位空空如也，忘记早上开车时又一个屁没忍住，自己的车已经开到洗车店让人清洗了。尴尬的转身看着我笑了笑，我忘记我的车子送去洗了。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夏宁，你这么年轻都有车了。夏宁觉得有
些莫名其妙，反问道：“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难道你没有？”一句话犹如一支利箭扎入我的心脏，还晃了晃。我梗着脖子大声喊道：“怎么可能？你瞧不起谁呢？跟我来！”说完，我大步流星的在前面走，夏宁默默的跟在身后，但是越走他越觉得不对劲，怎么从停车场又坐电梯回到1楼了？在他目瞪口呆的眼神下，我跨上了一辆带着外卖箱子的电动车，然后一脸自豪的转身看着夏宁：“上来吧，小夏。”夏宁看着电动车犹豫了一下，说道：“电动车载人被交警抓到要罚钱的。”我则一脸不屑的笑了笑，说是这么说，但也要交警追得上我才行。听完之后，夏宁想象了一下被交警追的画面，然后爬上电动车后座，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可以出发了。而我却划着手机，漫不经心的说道：“不急不急，我先接个顺路单。”夏宁一句卧槽呼之欲出，在我公司里天天摸鱼养精蓄锐，等下了班去别的地方发光发热。突然电动车嗖的一下窜了出去，夏宁尖叫一声，下意识抱住了我的腰，发现自己的胸口已经贴在了我的后背上，他赶紧松开脸颊，瞬间红了起来，心想这货是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却毫无反应，好像完全没感受到刚才背后的那一抹温软。夏宁疑惑的低头看了自己的胸口一眼，这么大的2坨肉，难道一点感觉没有吗？10分钟之后，我把电动车停在海城儿童医院门口，拿着刚才在路上取的餐，转身对夏宁说道：“小夏，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住院部送完餐就回来找你。”夏宁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我已经消失在了原地。他苦笑着摇了摇头，往医院里走。平常见到的男人看见自己都像苍蝇一样，像秦寻这种完全当自己是空气的倒是头一次见。不一会，我慢悠悠地朝医院外面走去，发现夏宁在门诊楼正和一个中年妇女聊天，而她的眼睛似乎已经有些湿润。我走到近前问道：“小夏怎么了？”夏宁深呼吸一口气，声音有些低落：“这位大姐的女儿才2个月就被查出了眼癌，而且她和老公都是从乡下来海城打工的，身上根本没有什么积蓄，把亲戚朋友的钱都借遍了，才筹到3万块钱。”中年妇女低头抚摸了一下怀里的婴儿，眼泪又流了出来。夏宁声音有些哽咽，继续说道：“刚才我在这里等你的时候，大姐就跪在医院门口祈求路过的好心人捐款。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问道：捐款的人多吗？每天都有好心人给我钱，有时候能筹到几百几千，有时候就只有几十块。你在网上有发过帖子或者抖音求助过吗？”大姐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点了点头：“发了不少，但是没多少人看，大多数人都是鼓励，但是捐款的少。”听完，我掏出手机问了大姐的抖音号，然后修改了自己的抖音 ID。不一会，大姐的手机响起了提示音，只见一个名为海城富公子的人在视频底下发了几条评论：“我1个月光足疗就几百万，随便给女朋友买个包都要几10万，但想让我帮你就要付出代价。只要你从华城大道3步一拜爬到仙二桥，我就给你捐5万。”大姐看完之后内心有些挣扎：“小伙子，你评论说的是真的？”我一脸郑重的点了点头：“如果是假的，天打5雷轰。”说完，我又给视频投了2000块的抖价。大姐看我云淡风轻的就花了2000块，貌似有些幸运。做完这一切，我给夏宁一个眼神，示意他起身离开，然后又对半信半疑的大姐说道：“大姐，明天上午10点华城大街见。”此时的夏宁还处于完全懵逼的状态，但还是起身跟着我往外走。走到电动车附近时，才开口问道：“你明天10点让大姐到华城大道干什么？”我一边跨上电动车一边说道：“当然是接受各界人士的捐款了。”夏宁又忽然想到了什么：“你还没有写策划案，而且公司还没有过审，直接就让大姐过去，是不是太唐突？咱们公司那傻逼老板半个月都没出面，他肯定看不懂我策划案的精妙之处，先做了再说，免得被他驳回。”夏宁心中1000万草泥马经过，我特么早晚有一天全都骂回去。回到家，夏宁泡在浴缸里开始刷抖音，一个熟悉的视频映入眼帘，竟然是那位大姐的求助视频。他看到视频右侧已经有3万个点赞，不禁有些疑惑，2000块竟然有这种效果。然后又看了一眼评论区，竟然有10万条评论，发现光是海城富公子的 ID 下就有9万多条。夏宁猛地从浴缸里坐了起来，想起了离开医院时我对大姐说的话，然后立即拨通了我的电话：“你叫大姐从华城大道一路跪到仙二桥。”我拿着卫生纸，兴致不高的说道：“有什么问题吗？你要是给我5万块，我能跪到你破产。”夏宁听完微微一愣，被气得说不出话来。我看那边没有声音，继续说道：“所谓的营销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连你都刷到了，还打电话过来骂我，那网上不是更多人想要真实我？”夏宁一下子就明白了，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样就有很大的概率筹到更多的钱。然后说话的语气变得温和了不少：“秦许，你自己小心一点，骂你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而且现在的人肉技术很容易找到。”我则是毫不在意的说道：“我这几天都住在公园，就算真的找到，我也只会扑个空。”忽然夏宁眼睛有些发酸，觉得我以身入局有一种苍凉的悲壮感，我的身形在他心里都变得伟岸起来。正当他犹豫要不要邀请我过去住时，我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小夏，晚上你加班写一下策划案，写得不好我就给你穿小鞋。”挂完电话，夏宁看着手机发了一会儿呆：“你一个实习生要给我公司老总穿小鞋，你死公园里去吧。”洗完澡，夏宁打开电脑泡了杯咖啡，开始写策划案。1个小时后，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不禁想到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一个男人正缩在长椅上，在蚊子堆里瑟瑟发抖。而此时海城一家洗浴中心内，我泡完澡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第二天，夏宁早早的来到了公司，看着旁边空荡荡的工位，不禁有些担心：秦寻不会在公园让人找到给打进医院了吧？而今天的办公室里却是格外热闹。你们昨天晚上刷到本地新闻了吗？有一个海城富家公子要给5万块钱，让一个可怜的母亲3步1叩，从华城大道一直跪到仙二桥，简直就是畜生！我真想刀了他！什么海城富公子，我看就是一个躲在网吧的穷屌丝在网上口嗨。听着大家言语激动，夏宁脸色有些不好看，想要说什么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在8点59分59.9秒的时候，我踏进了办公室，一进门就对着夏宁说道：“小夏，把昨天晚上写的策划案给我看一下。”夏宁则是毫无波澜的看着我说道：“昨天晚上我就交给程姐了。”我瞪大眼
眼睛有些无语，谁让你给的我还没看呢？夏宁嘴角微微上扬，这叫先斩后奏，你昨天教我的。我无奈的撇了撇嘴，你就等着我给你穿小鞋吧。突然陈婉走了出来，拍了拍手，大声喊道：全体都有3分钟后到会议室开个紧急会议。刚到公司的众人愣了一下，看陈婉的神色似乎有大事要发生，难道公司要倒闭了？3分钟后，陈婉清了清嗓子，开始主持会议。经过高层讨论，为了提高公司的名气，让策划部策划了一场以慈善为主题的营销活动。大屏幕上是策划组的方案，已经通过了公司批准。下面有请公司的策划师秦寻上来讲解一下。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因为在大家眼中，秦寻只不过是个舔狗实习生。我接过陈婉手里的激光笔，走上讲台。想必有些人昨天已经刷到了一条视频，视频评论区有个叫海城富公子的人，让求助人从华城大道一路跪到2仙桥，还承诺会给其5万块钱。听到这，台下的众人开始沸腾起来。仔细一听，讨论声的含妈量极高。我拍了拍手，继续说道：那个叫海城富公子的人正是在下。此话一出，台下瞬间骚动起来，有些脾气暴的甚至要上台，真是我。我见状赶紧出声解释道：你们冷静点，我们都是一伙的。场下立刻有人骂了出来，谁他妈跟你是一伙的？而我则不动声色地按下激光笔，大屏幕上出现以身入局胜天半子的标题，然后我开始简明扼要地诉说自己的思路。最后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沉声总结道：我不敢赌世人的善，但我敢赌世人的恶。他们不一定想让他活，但一定想让我死。话音刚落，夏宁带头鼓起了掌，渐渐的大家也都纷纷开始鼓掌。整整1分钟后，掌声才停止。陈婉走上台，看着众人郑重地说道：大家各司其职，行动起来。9点50之前偷偷在华城大道集合。而此时华城大道上已经人山人海，衣着朴素的大姐抱着孩子站在大街上，周围的众人纷纷上前劝说：大姐，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个海城富公子，我们还可以想别的办法，没必要这么作践自己。大姐有些手足无措，不敢看众人的眼睛。海城的各路媒体也闻着热度赶了过来。大姐，请问你现在心情怎么样？你为什么选择相信海城富公子？如果被骗了，你又能怎么办呢？大姐只是低着头，不知道说什么。她在医院跪了那么久，一个关心的人都没有，可现在仿佛整个世界的好人都冒了出来。10点整，大姐开始3步1跪朝仙二桥走去。在各路媒体镜头和吃瓜群众的护送中，她抱着孩子跪了2个小时，终于到了仙二桥。大姐站起来，抱着孩子环视一圈，发现昨天那个年轻人并没有出现，映入眼帘的则是媒体们举着的几10根话筒。大姐只觉得吵闹，有些无力的坐了下来，小心的把孩子放在大腿上，拿出手机打开抖音，却发现那个海城富公子的评论已经不见了。这件事在各大媒体的帮助之下，很快登上了海城新闻的头条。大姐的抖音粉丝一下涨了30万，视频的评论区也是群情激愤，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畜生？不对，他连畜生都不如，人肉出来发我地址，我反正有前科，不在乎再多待几年。而更多的则是一个个的捐款截图，我还是个学生，钱不多，100已捐。我虽然挣的不多，但是捐500问题不大。其中一条芒果公司捐款10万的截图点赞最多，仅1天大姐就筹到了50万的捐款。她关闭了捐款通道，并且录制了视频，感谢大家的帮助，孩子的治病钱已经凑齐了。还有那个海城富公子，我知道你是在帮助我，谢谢你，还有你漂亮的女朋友。而看热闹的网友却是一脸懵逼，这种人竟然还有女朋友？2个人生出的孩子肯定没有定眼，但是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消息，海城富公子竟然是芒果公司的营销策划师。一时间媒体把芒果公司围得水泄不通，而我面对一群记者低着头，仿佛一个罪人。其中一个记者提问：秦先生，你真的是海城富公子吗？我抬起头看着他，一脸无害地说：没错，就是我。会议室里瞬间沸腾起来，闪光灯咔咔的一顿乱按。又有记者问道：请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一个苦命的母亲3步1跪？我假装思考了一下，说道：我那天送外卖正好看见这位大姐。听完她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说着，我的眼睛已经有了一层水雾。从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到这里，我还哽咽了一下。此时一个记者直接问道：请问你母亲是死了吗？我眉毛一挑，有些生气：你妈才死了吗？我妈活得好好的，一顿能干3碗大米饭。记者一阵无语：没死你说的那么悲伤干嘛？陈婉立即站出来打圆场道：对不起啊各位，秦寻这2天被网暴的有些郁闷，脾气不太好，你们见谅。记者们纷纷点头表示理解。仅2天，海城富公子已经被喷了几千万条，甚至还有人帮他杜撰了生平，什么3岁就偷看女人洗澡，4岁就逼女人偷看他洗澡，70岁才想着去割包皮。我清了清嗓子，继续解释道：当时公司有一个关于慈善的营销策划，经费正好是5万，我就想把钱捐给他，但是钱不够，我就做了这么一场营销。与此同时，陈婉按了一下鼠标，一张微信聊天的截图投影到了大屏幕上，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记者们看我的眼神都钦佩起来。然后一个女记者好奇地问道：那注销海城富公子的账号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吗？我微微点了点头，我担心事情影响力不够，要给网友们攒怒气，所以直接注销了账号。记者们一阵大无语，这就是刀尖舔血啊！你不怕被人肉出来挨打吗？我挠了挠头，苦笑道：我昨天偷偷回出租房，发现我的房门已经被砸了。这2天都是住的网吧，虽然脸皮厚，但是我不能不要脸，所以把洗浴中心换成了网吧。记者们纷纷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陈婉抓住机会又按了一下鼠标，大屏幕上赫然显示出8个大字：以身入局，胜天半子。闪光灯又是一阵咔咔乱闪，随后一阵掌声从会议室内传出。又过了半个小时，访问才终于结束。我松了一口气，瘫在工位上。夏宁转头看着我问道：你的出租屋真的被砸了？我点了点头。那还能有假？我借你的2000块，赔了1500给房东。夏宁掏出手机：我再借给你6000够不够？我看着夏宁上下打量了一番，知道这可能是个隐藏的小富婆，然后摇了摇头：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吧。夏宁觉得有些奇怪，继续说道：为什么不要？我不收利息的。我看着他笑了笑：3番5次借你的钱，让我有一种被包养的感觉。夏宁听后一阵无语，心想鬼才特么会包养你，吃
吃完午饭，我趴在桌子上开始睡觉。夏宁兴致勃勃地刷着抖音和微博，海城副公子的风评正在慢慢转变。夏宁转头看了看这个爱摸鱼的员工，似乎觉得也没有那么讨厌了。然后眼角余光看了眼秦群屏幕右下方，发现微信弹出好几条好友申请。夏宁见没人注意，用鼠标悄悄点开。秦先生您好，这里是东莞国际，这边能约您吃个饭吗？秦先生您好，这里是小日子猎头公司，这边有一个底薪2万的工作。秦先生您好，这里是200最帅有限公司，待遇丰厚，您考虑一下。看着屏幕上的信息，夏宁脸色有些难看，低头又看了看熟睡的秦群，他轻轻擦掉了3条好友申请，并且设置了不允许通过查询添加好友，然后偷偷给陈婉发了一条短信。下午1点59分59秒，我的闹钟准时响起，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伸了伸懒腰。突然陈婉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手中拿着一个厚厚的红包，清了清嗓子说道：大家手里的活停一下，刚才我们远在海外的老总听说公司做了一场漂亮的营销活动，决定周5晚上进行聚餐，一切开销由公司承担。办公室里传来一阵叫好声。陈婉看着热情高涨的众人，把手里的红包举得更高。老总决定给我们的大功臣秦群奖励一个5万块钱的大红包，并且把他当作储备主管来培养。有请秦群上台领奖。我双手接过红包，微微鞠躬，谢谢大家和老板的支持。回到座位后，我一脸严肃地开始打字。夏宁见到这一幕，满脸欣慰，果然还是钱好使。然后瞥了一眼屏幕上的字，不由得发愣。只见文档上写着密密麻麻的：老板祖坟爆炸，老板祖坟爆炸，老板祖坟爆炸。夏宁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对老板这么大怨气？我转头看着他小声说道：老板给我发钱我很高兴，但是把我当主管来培养，我是100个不愿意。夏宁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不愿意？我理直气壮地回答道：要是成了公司核心还不得忙死，我以后还怎么摸鱼？夏宁一脸惊讶，十分不解地问道：难道你上班就是为了摸鱼？我一边打字一边淡淡地说道：那不然呢？夏宁被气得老血差点吐出来，真想上去给他帮2拳。我则认真打了半个小时的字，足足敲了30万字的脏话。夏宁实在看不下去，转头问道：你就这么看不上咱们公司老板？我抬头看没有人注意，这边小声说道：我听说公司老板是一个傻逼富二代，这种人创业10个有9个赔得倾家荡产。夏宁听见自己被诅咒，微微皱眉：你就不能对公司有点信心吗？我冷哼一声，指了指他，又指了指自己：你想想，这么小的一家公司，竟然同时拥有咱们2个摸鱼大王，何愁他不倒闭？夏宁被气得呼吸都有些急促，心想早晚被这货气出乳腺增生。忽然我又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道：你知道公司老板为什么一直不回国吗？夏宁一阵使劲地摇了摇头。我小声继续说道：肯定是在漂亮国嫖娼被抓了。夏宁一阵无语：你才嫖娼被抓了？你全家都嫖娼被抓了？临下班时我捅了捅下你，我觉得这家公司以后会很忙。昨天我看见程姐把公章放桌子上了，然后我眼神诚恳地看着她，明天你找个机会支走程姐，我偷偷在实习证明上盖个公章，那我随时都能跑路了。夏宁看着我目瞪口呆，这家伙脑子里装的是屎吗？又是摸鱼又要偷公章，还带着公司老总一起偷。我看夏宁没有反应，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小夏听见了吗？夏宁点点头，脸色不怎么好看。听见了。我看他有些犹豫，问道：你该不会舍不得我走吧？夏宁一怔，摆了摆手说道：没有没有，我明天就帮你偷。我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看了下时间，已经6点了。小夏用不用我骑车送你？夏宁起身，头也不回的说道：不用，我有车。我顿了顿，突然想到了什么：你车子不是坏了吗？夏宁转过身，默默的看着我，嫣然一笑：难道你家只有1辆车？我忽然觉得他的笑容好讨厌，挺起胸膛傲娇的说道：我家有3辆电动车，1人1辆。夏宁默默的竖起大拇指，然后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了办公室。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微微皱眉，这小助理是不是来大姨妈了？怎么心情忽好忽坏的？千万别耽误我偷公章的大计。地下停车场，夏宁掏出手机给陈婉编辑了一条短信：你下班之后一定要把公章锁起来。主管陈婉看见信息微微一愣，什么世道还有人偷改公章？然后拿起桌上的公章锁进了保险柜里。第二天夏宁早早的来到办公室，发现我竟然趴在工位上睡觉，然后蹑手蹑脚的朝自己工位走去。在他刚要坐下的时候，我猛地抬头：小夏，你终于来了。夏宁有些惊讶的说道：你来这么早就是为了等我？我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根据我半个月的观察，程姐20秒之后会去一趟厕所，到时候我假装去找她，然后顺便盖个章。夏宁沉默了一会儿，问道：那我能帮你做什么？我指着厕所方向说道：你也假装去厕所和程姐偶遇，然后帮我拖住她几分钟，我担心程姐尿尿太快。夏宁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与此同时，程婉脚步匆匆的朝卫生间走去，我看着她的背影起身走向主管办公室，还回头给夏宁使了一个眼色。夏宁随即慢悠悠的站了起来，见我进了办公室又坐了回去，然后拿出手机给程婉发去消息：你在厕所蹲2个小时再出来。程婉回了一句好的，但是没忍住好奇的问道：夏总，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夏宁想了想，微微一笑，如实说道：秦群去你办公室偷公章了。程婉一脸不解，捂着鼻子说道：跟我说一声不就行了，我又不是不给他盖。夏宁微微皱眉思考了一下，除了我谁都不能在他的实习证明上盖章。程婉一边提裤子一边摇头叹息：你们2个闹矛盾，为什么受伤的是我？还有谁特么在厕所吃韭菜盒子？而夏宁打开电脑刷起了新闻，卫行大姐和秦群的专访还在头版头条，随手点开一条评论都是满满的称赞，但是有一张截图非常有意思，是一个人背着包站在红浪漫门口，下面还配文：你们看这是不是秦群？夏宁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秦群，心想这货不仅摸鱼偷东西，还是个大色狼。而我此时却一脸兴奋地坐到了工位。夏宁
宁转过头，一脸好奇地问道：“你这么高兴是成功了？”我开心地点了点头。程姐虽然把办公室的灯关上了，但我还是摸黑把章给盖了。说完，拿起实习证明抠在了桌子上。而当看到右下角的章，我却笑不出来了。实习证明上盖的竟然是蜡笔小新的印章，还竖起一根中指，屁股上写着笨蛋2字。我见状拿起来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夏宁却是乐得前仰后合。我就说单位公章怎么可能乱放？你昨天看到的肯定是这个卡通印章。我摇了摇头，觉得有些晦气，然后忽然感觉肩膀有些酸，抬起手臂活动了几下。夏宁看我黑眼圈有些重，好奇地问道：“你今天看起来状态有点差呀，要不要我请你喝杯咖啡？”我听后忽然露出惊讶的表情，一脸严肃地盯着他。夏宁被看得有些发虚，轻声问道：“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我冷哼一声，嫌弃地说道：“驴拉磨都不会想着给自己两鞭子，你喝咖啡和拉磨抽自己有啥区别？”夏宁脸色一沉，转过身去不再说话。奶奶的，竟然拿我跟驴做比较。随后拿出手机又给程婉发去消息，立刻马上采购一台咖啡机，用提神最好的咖啡全天无限量供应。程婉收到消息满脸欣喜，感谢夏总给全体员工的福利。而我则揉了揉肩膀，继续说道：“昨天晚上我没怎么睡觉，半夜跟人打了一架。”夏宁忽然想到了刚才的截图，在红浪漫和人打了一架，脑海里瞬间有了带颜色的画面。我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继续说道：“我1对2，足足打了他们1分钟。”夏宁看着我笑得有些复杂，心想1分钟值得这么骄傲吗？我喝了口水，继续说道：“那俩货现在估计还在警察局呢。”夏宁听后愣是没想明白，转身一脸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在警察局？”秦寻清了清嗓子解释道：“我昨天去洗浴中心睡觉，2个傻大个指着我说他就是海城副公子，上来咔咔就要揍我，我能惯着他们，反手就把他们2暴揍了一顿，然后送到了公安局。”夏宁恍然大悟，又觉得哪里不对。你说你在洗浴中心睡觉？我毫不避讳地回答道：“对啊，我出租屋不是被人砸了吗？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只好将就几晚。再说了，洗浴中心便宜，后半夜去睡觉只要60块钱。”夏宁听见60块钱，脸色好看了一些，60连加鸡可能都吃不上，更别说野鸡了。忽然夏宁电脑里发来3封邮件，然后转身看着我认真地说道：“这是3个公司的策划需求，你看一下哪些是我们可以做的。”我慵懒地靠在椅子上，点开一封邮件，营销大师的能力瞬间展露出来。这家卖苹果的公司可以合作，跟他们要200万的策划费。夏宁听到要价，一脸惊讶：“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有方案了？”我点了点头，有气无力地说道：“你下午联系传媒公司选几个模特，明天下午我选一个气质形象符合的。”夏宁见我说的认真，随手记在了本上，然后我随手点开了第2封邮件，瞬间困意全无，来来回回看了800遍。这是一家卖情趣小玩具的公司，邮件里还附带了一些产品介绍图，最重要的是还有模特的照片。我转过头看着脸色微红的夏宁，小夏给我来一杯咖啡提提神。接下来的时间，我一直在研究第3封邮件，神色庄严肃穆，比古寺里的和尚都要圣洁。夏宁则在一旁神情认真地写策划预案，伸懒腰时瞥见我屏幕上一张放大的图片，脸上微微发烫，轻声骂道：“你大庭广众之下看这个，难道一点都不害臊吗？”我转过头看着他，一脸的无辜和疑惑：“小夏，不是我说你，对待客户我们要足够的尊重，不管他们卖什么，我们都不能歧视。”夏宁看着我一脸鄙视，深呼吸缓解了一下郁闷的心情，把自己写好的预案发给我，面无表情地说道：“这是我写的直播卖苹果的预案，你看一下。”我在电脑上点开夏宁的文件，忽然看见桌面右下角正好是12点，二话不说，一眼没看直接站了起来。卧槽，太恐怖了，差点加班。夏宁此时看了一眼桌子上的金属笔筒，这玩意砸脑袋应该很疼吧？我则眨了眨眼，打开了系统面板，摸鱼值1650，当达到1万时可获得一次抽奖。看一上午小黄图竟然才涨了10点，忽然瞥到了屏幕上夏宁的策划案，第一步写的就是市场调研。夏宁见我眼神发直，捅了我一下：“你想到什么了？”我兴奋地回答道：“一个好的营销策划案怎么能坐在办公室一拍脑门就想出来？好赖也得去外面做个深入的市场调查。”夏宁看着我用力的点点头，有道理。我嘴角微微上扬，看着夏宁直接吩咐道：“小夏，你去业务部问一下，看看这2天有没有接到大活，我要开始认真了。”夏宁看着我急切的样子，常年清冷如霜的脸上竟然有了一丝微笑。其实那个卖苹果的公司就不错，我刚才上网了解了一下，这家公司的老板实力雄厚。我点了点头，笑着说道：“没问题，就拿他开刀吧。”说完，我背起包，大步流星的往外走。夏宁有些惊讶，喊道：“你现在干什么去？出外勤？”我放大音量，故意让大家都听见。此时大家正准备出去吃午饭，顿时转头朝着我看了过来。不愧是年轻人，就是有干劲，连饭都不吃了。看到众人的目光，我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要把汗水挥洒在外勤的路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为客户带去一丝清凉。”众人张大了嘴，这家伙又开始不说人话了。程婉听见动静，拿着一瓶矿泉水走了出来，塞到我手里，十分满意的说道：“小秦辛苦了，注意防暑。”我一脸正色悲壮的说道：“为人民服务，我不怕辛苦。”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我走出了公司，宛如一个要上战场的英雄。夏宁看着我的背影，眼神忽明忽暗。忽然他双手一拍，想到了什么，又上他的狗当了，他肯定跑外面摸鱼去了。随即提起斜挎包，冷着脸追了上去，在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坐在副驾驶说道：“师傅，追上前面那辆电动车。”司机看了一眼电动车，眼睛顿时亮了起来。这小伙子一看就是外卖骑手，可不好追。夏宁什么都没说，直接拿出红跳子塞到师傅手里。司机大喜，一脸自信的说道：“你放心吧，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插翅难飞。”然后看着后视镜忍不住问道：“美女，你为什么追他？”夏宁一脸认真的解释道：“他上班时间光明正大的跑出去玩，是不是该死？”司机听到之后尴尬的笑了笑：“罪不至死吧？”夏宁有些不满，皱了皱眉问道：“师傅撞死他是个什么价钱？”司机听完不禁全身汗毛倒竖，心想这小子肯定要遭老罪了。不一会我拐进一条小巷子，把车停在一家网吧门口，忽然一声清冷的声音从身后传出：“秦许，你不是说要请我吃中午饭吗？”我回过头不由得一怔，然后摆了摆手说道：“明天吧，我今天有事。”而夏宁却眼神坚定的说道：“我就要你今天请我吃饭。”
饭。我顿时有些无奈，红烧牛肉你吃不吃？夏宁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那你跟我进来吧。我转身走进了网吧，一进门就冲着网管喊道：“来2桶红烧牛肉味的泡面。”由于是工作日，网吧人少得可怜，我和夏宁随便找了个位置吃起了泡面。令我没想到的是，这小妮子长得跟瓷娃娃似的，吃泡面不仅不嫌弃，还吃得津津有味。我好奇地看着她问道：“小夏，你很喜欢吃泡面吗？”夏宁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小时候比较喜欢，一天吃3顿，后来大人不让吃了，长大之后也没怎么吃过。我放下叉子叹了口气，你小时候还真是可怜。等吃完泡面也到了上班时间，夏宁看着我慢慢问道：“一会儿要去考察苹果市场吗？”我摆了摆手，一脸严肃：“现在是上班时间，别谈工作，咱们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当然是要好好摸鱼了。”说完，我带着夏宁走出网吧，骑车带着她去了城中村。小夏，我想去租个房子，但是身上就500来块钱，你能不能借我一点？夏宁刚想答应，我又继续开口说道：“等那狗日的老板发了工资，我立马就还你，再请你吃一顿家常的泡面。”夏宁抿了抿嘴，声音有些冷漠：“你能别动不动就说狗日的老板吗？”我回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道：“你说的没错，咱们老板大概率是个男的，应该是日狗的老板，还是你严谨啊，小夏。”10分钟后，我们到了房屋中介，花600块钱租了一间破公寓。中介走后，我一脸和善的看着夏宁：“小夏，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再请你吃一顿泡面。”夏宁看着我有些迟疑：“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帮你搬家吧？”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搬家这种重活怎么能让女孩子干呢？你就帮我打扫一下卫生就行。”夏宁转头看了一眼满是灰尘的房子，大步流星的就往外走，但是走到门口顿了顿，说道：“打扫完了咱们就开始工作。”我稍微思考了一下，打扫完差不多就下班了，正好到了工作时间。夏宁得到肯定的回答，开始默默的打扫卫生。我则骑着电动车去了红浪漫，因为行李不多，全都寄存在了这里。2小时后，我背着一个书包回到出租屋，看见一尘不染的房子，瞬间呆住了，太他妈干净了。而夏宁则灰头土脸的看着我，一脸惊讶：“这就是你说的重活？”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我也没想到你能这么时尚啊，一点懒都不偷。夏宁闻言把抹布往地上一扔：“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我要按着你的头让你工作。”说完，夏宁揪着我的小弟来到咖啡厅，用一双恶狠狠的眼神盯着我，10分钟之内给我写一篇策划案。我则一脸生无可恋的说道：“我笔记本电脑在公司呢。”夏宁想到自己倒了一下午卫生气就不打一处来，明天上班你哪都不能去，我们一起把策划案写出来。我摇了摇头，十分抗拒的说道：“不行，我必须要出外勤。”夏宁紧握拳头，忍着怒气说道：“你总不能天天都在外面晃悠吧？就不怕老板回来给你穿小鞋？”我摆了摆手，淡然的说道：“怕他干啥？我再熬半个月，拿到工资我就提桶跑路了。”夏宁听完瞬间没了脾气，有些激动的说道：“公司给你待遇这么好，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我看着他激动的情绪，好像明白了什么。作为策划师助理，他的前途似乎和我绑定到了一起，如果我走了，他的靠山也没了。于是脸上露出了有些歉意的笑容：“对不起啊，小夏，等我找到一家好摸鱼的公司，如果你还愿意跟着我，我再把你挖过来。”夏宁看我语气真诚，沉默了几秒，心想找到好地方还不忘我，你真是个天杀的好人。过了一会，又语气温和的说道：“只要你能力足够出色，完全可以申请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到时候还不是随便摸鱼。”卧槽，你还真是个小机灵鬼，以后我的办公室除了狗只有你能进。我听完一脸激动的说道。夏宁则露出一脸尴尬的笑容，身为一个公司老板也是没水了，不但被员工带着摸鱼，现在还要教他怎么摸鱼。而我则一脸认真的说道：“小夏，你要一下卖苹果那家公司的联系方式，我们明天直接上门服务，到时候好好给你露一手。”夏宁抬起头，露出欣慰的笑容，这头倔驴终于开始干活了。第二天，我和夏宁上午就飞到了水天市。出了飞机场，我打算吃个饭，顺便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夏宁却招了一辆出租车，虽然是对方先联系的咱们公司，但是毕竟人家是甲方，还是早到一点比较好。我只好乖乖的上了出租车，司机大概是职业赛车手退役，2小时的路程20分钟就到了。下了车是一个偌大的度假山庄，周围山上是一片又一片的苹果树。我们被迎宾小姐带到了一间茶室，王总您约的贵客到了。只见一个粗犷的中年人笑呵呵的说道：“我叫王德柱，很高兴认识2位。”我看了一眼王德柱的胸口，上面绣着红丹丹化肥几个字，不禁有些佩服的说道：“买化肥送的衣服也挡不住王总的一表人才。”王德柱则叹了口气，起身拉开窗帘：“秦先生，马上到8月底了，苹果陆陆续续就要采摘，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啊。”我看了一眼窗外壮观的景色，点点头。王德柱则双手背在身后，有些落寞。丰收本应该是好事，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然后指了指满山的苹果树，继续说道：“整座山都是我承包的果园，看着这么好的苹果卖不出去，急得我前列腺都发炎了。”我盯着桌子上摆的几个苹果说道：“这苹果看着是挺漂亮，吃起来味道怎么样？”王德柱赶紧拿了2个苹果，给了我和夏宁一人一个。我也没洗，直接咬了一口，入口鲜脆多汁，比一般的苹果口感更好。这苹果确实不错。王德柱听后开心的笑了，这苹果确实是个好东西，不过保鲜期比较短，让更容易储存的红富士占了很大的市场。但是现在的物流这么发达，只要花牛苹果的口碑打出去，我相信一定能够有市场。然后转过身，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这么好的东西，全国人民却吃不上，还请贵公司帮帮我们。我感受到王德柱温热的手掌，王总，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而王德柱却飞快地摇了摇头：“秦先生不能光尽力，要拼命啊！”我尴尬地笑了笑，说道：“刚才我想到了一个绝好的策划方案，要不我先给您大概讲一下。”秦先生果然是才华横溢，那还请你给我展示一下。站在旁边的夏宁一脸懵逼，行李箱里除了内衣内裤，哪有什么策划方案？我则站起来看向窗外，王总，这方案讲究以小博大，花最少的钱取得最大的效果。王德柱听后急忙说道：“秦先生，你就别吊我胃口了，快给我看看吧。”我看着王德柱笑着说道：“预案在我脑子里还没写出来。”听完王德柱脸上笑容逐渐凝固，我没有理他，继续说道：“不过我可以直接给您演示。”王德柱脸上又恢复了笑容：“那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吗？”王总，麻烦你把好看的男员工召集一下，我在他们
们里面选一个合适的模特，然后到果园里咱们直接拍广告。王总一愣，又露出满意的笑容。20分钟后，王德柱站在果园里说道：“秦先生，好看的男员工都在这，你看看哪个比较合适？”我看着他身后的众人扫视了一圈，王总，你们山庄还有别的男员工吗？如果没有更好看的，长得正常一点也行啊。此话一出，10几个男员工看我的眼睛都红了，恨不得上来直接打我一顿。王德柱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员工，我们公司对颜值没有要求，所以都长得比较普通。说完，盯着我贱兮兮的笑了起来。秦先生，你不是长得很帅吗？我微微一愣，摆了摆手，我不行，我顶多就算一般。王德柱见状，看着围观的女员工问道：“你们说秦先生帅不帅？”那几个女员工顿时跟吃了药一样，异口同声扯着嗓子喊道：“帅爆了！”我尴尬的挠了挠头，这该死的魅力。王德柱见我不答应，继续说道：“秦先生，你先受累充当一下模特，我单独给你加钱。”我笑着摆了摆手，跟钱没有关系。说完却直接掏出手机递给夏宁：“我们开始吧。”在众人一脸鄙视的目光下，我摘了一颗苹果，然后回头看向拿着手机的夏宁：“开始录制吧。”果园的员工纷纷伸长了脖子看了过来，我则一脸深情的看着手机镜头说道：“宝宝。”夏宁吓得手机都抖了一下，差点掉在地上。我没有在意，继续一脸笑容的说道：“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然后双手把苹果掰成8瓣，这样粉沙粉沙的苹果，你不想咬一口吗？夏宁看着手机里的画面都惊了，感觉自己看到了一种很新的东西，虽然不理解，但大受震撼。说完，我收敛笑容，跑到夏宁身边看了一眼视频，拍得不错，就是镜头有些抖。下一条你手要稳一点。此时王德柱不明所以的挠了挠脑袋：“秦先生，这就完了？”我摇了摇头：“怎么可能？这才刚刚开始。”王德柱顿时松了一口气，他还以为喊个宝宝就完事儿了。接着我坐在拖拉机上，让夏宁继续拍摄。宝宝，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然后是树上、厕所、女员工宿舍，把能拍的地方都拍了一遍。从女员工宿舍出来，我朝着王德柱一行人走去。王德柱看着我，忍不住问道：“这就完了？”我咳嗽了一声，笑着说道：“还差最后一个。”王德柱尴尬地问道：“不会还是什么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吧？”我竖起大拇指，大声说道：“王总英明！”这操作直接给王德柱干沉默了。他身后的员工也开始窃窃私语：“要是这么拍，我们家狗都行。”就是，这也算广告。王德柱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我见状急忙解释道：“王总，你先别急，前面这些都是铺垫，最后才是点睛之笔。不过拍摄成本会提升很多。”王德柱一听要增加成本，反而有些开心。秦先生，效果才是最重要的，成本高点没关系的，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我笑了笑说道：“一个露天泳池和几百斤苹果。”王德柱听后有些不屑：“这算什么成本？苹果我要多少有多少。”10分钟后，王德柱带着我们来到半山腰，这里是一个200平的露天泳池，水面上飘着一层红艳艳的苹果。我脱了上衣，直接跳入泳池，潜入水里又马上钻了出来，用手捋了捋头发，梳了个3、7分的发型。夏宁也拿着手机对准了我，但是他的脸色忽然有些发红。我冲夏宁点头示意了一下，然后随手拿起一个苹果说道：“宝宝，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拍完之后，我游到岸边，抬头看着王德柱说道：“王总，晚上我剪完视频发你，回来你找个模特照着拍就行。拍完之后上传抖音，再买点流量就起火了。”王德柱低头看着我，一言不发。忽然一个大跳蹦进了泳池，像蛤蟆跳水一样溅起好大一片水花，然后把头露出水面，对着我说道：“秦先生，这就是你的创意吗？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这视频要是发我抖音号上，我的脸还要不要了？”我则邮寄了一些劝导：“王总，你相信我，这个视频的流量绝对爆炸。”王德柱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说道：“流量炸不炸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快炸了。”我又邮进了一些，说道：“王总，你相信我，我是不会拿公司信誉开玩笑的。”王德柱没有理我，而是转头看着一个员工说道：“小孙，给秦先生一个200块的红包，再拿上几百个苹果送贵客下山吧。”说完直接一头扎进泳池里，没有再出来。我看着潜泳的王德柱，嘴角微微翘起，心想小老头有你求我的时候。然后转身朝着夏宁的方向游去。夏宁见我游过来，赶紧蹲下。虽然穿的工装裙一般不会走光，但是我仰望星空就不一定了。等我游到岸边，他礼貌性的伸出一只手，但仅仅是礼貌性的，他觉得我肯定不会拉。而我见他伸出一只手，虽然觉得有些多余，但为了不辜负他的好意，还是拉了一下。结果夏宁一阵惊呼，直接掉进水里。我转头看了一眼扑腾的夏宁，脸色巨变，猛地一头扎进了泳池。10秒钟后，我拿着手机从水里出来，看着屏幕还亮着，瞬间松了口气。还好这手机是防水的，不然视频都白拍了。而夏宁此时正一脸杀意的盯着我，我挠了挠头，有些尴尬。下次我先救你。王德柱在远处看着我，不禁摇了摇头，这小子绝对有病，竟然不救美女先救手机，还是拍了那么多油腻视频的手机。我拿着手机快速游上了岸，转身看着夏宁，略带歉意的伸出了手。夏宁则冷冷的瞪了我一眼，不用，把你爪子拿开，然后手脚并用的开始往上爬，足足20几次都没爬上来。我站在一旁都替他觉得尴尬。后面的男员工还要拿出手机拍照，我则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拍你妈妈的拍。那些男员工被点破，只好纷纷转过了头，而我转头看着夏宁，轻轻挥舞拳头，小夏加油，小夏加油。夏宁加你妈3个字差点脱口而出，硬生生的咽了回去，说道：“拉我一把。”我嘴角微微上扬，呵呵，善变的女人。换完衣服，我们被送到了山庄门口，我把200块钱揣进兜里，身后背着一个没装满的书包，而夏宁提着5大兜苹果，还拉着2个行李箱跟在身后，看着我的背影，有些讽刺的说道：“这一单生意黄了，你的办公室也跟着黄了。”我转过头微微皱眉，宝宝话可不要说得太早，有王总跪下来求我的时候。夏宁一愣，脸颊慢慢红了起来，捡起一块石头就朝我冲了过来，让你
你嘴贱。我则跑得比哈士奇还快。你听我解释啊，绝对是口误。回去的飞机票是夏宁订的，我坐在最前面一排，而夏宁则给自己买了最后一排。上了飞机我就开始剪视频，剪到尽兴的时候浑身都在发抖，而坐在旁边的大姐则不满地说道：“小伙子，不要一边看视频一边抖，还看那种不穿衣服的泳池片子。”我听完之后脸色微红，大姐你不要诽谤我呀，视频里不穿衣服的是我自己好不好？夏宁听到之后噗呲一笑，心情瞬间好了不少。下了飞机我们也没有说话，好像陌生人一样各自回了家。我回到出租屋新建了一个抖音小号，把拍的视频一口气全都上传了，并且还投了3000块的抖加。第二天我踩着点刚到公司，微信里就弹出一条开会通知。10分钟后陈婉走进会议室，昨天秦寻带着夏宁和一个农产品批发商洽谈合作，如今他俩凯旋归来，大家鼓掌，会议室里响起一阵掌声。夏宁的脸色则有些不好看，昨天他通知开会就是想恶心一下秦寻，也没说他们谈成功了呀。而此时陈婉的视线落在了我身上，面带微笑开门见山地问道：“秦寻，我在网上查过了，这个赵老板很有实力，他准备给多少策划费用啊？”我站起来非常骄傲地伸出了2根手指。陈婉看见我骄傲的表情，就知道自己的马屁拍对了，于是略带惊讶地问道：“20万？”与此同时，会议室的员工也都沸腾起来，因为公司赚得越多，他们的绩效也就越高。我则慢慢放下手，弱弱地说道：“200。”陈婉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吓得一张脸都快变形了。200万？我挠了挠头，有些无语。没有万。陈婉整个人都傻了，但还是打着圆场说道：“公司还在初创阶段，口碑比钱重要，只要能合作就行。”我看见陈婉脸色不怎么好看，安慰道：“200只是暂时的。”陈婉心里又升起了希望，那200块钱是不是定金？我则摇了摇头说道：“我们还没签合同，这200块是给我和夏宁的辛苦费。”陈婉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看了看夏宁的脸色也不好看，于是转身对着我说道：“这200块就抵你们的差旅费吧。”我则皱了皱眉，一脸真诚地说道：“我昨天给王总的视频投了3000块的抖加，公司还得给我报销2800块钱。”陈婉再次被我惊到了，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那你能分享一下你的广告视频吗？”我点了点头，大方地说出了自己的抖音号。一时间会议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声音：“宝宝，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宝宝，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众人脸上纷纷露出震惊的表情，这特么是人能想出来的广告吗？说他是白金汉的招新视频我都信。陈婉看完我在泳池的视频，敏锐捕捉到了夏宁通红的脸色。我说昨天怎么突然通知要开会？原来是想当众秀恩爱呀。而此时水天市的山庄内，王德柱用手机拍摄着满山的红苹果。家人们，看看这好山好水好苹果，想吃的赶紧点击左下角小黄车，拍完之后上传到自己的抖音，把音量放到最大听了一遍，这才是广告吗？昨天秦寻拍的那都是什么玩意？然后坐在椅子上开始刷抖音。2分钟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宝宝，水天的苹果，水天的人。”一看点赞，王德柱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在地上。卧槽，5万点赞，2000多条评论，那不得有将近100万人看过？王德柱赶紧点开了评论区，一个男的爱看水天的苹果怎么办？有一说一，水天的苹果挺好吃的，为什么我今天刷到了3次？但是我爱看。王德柱反应过来，直接给视频投了1万抖加，然后走出门，扯着嗓子喊道：“小孙把昨天秦先生的电话给我。”门外小孙的声音响起：“好的，赵总已经发到您的手机里了。”而王德海在打开手机，却发现视频不见了。搜索那个账号，点开主页，一个视频都没有，不禁大惊失色。卧槽，该不会是删了吧？然后反手就给了自己一巴掌。我真是目光短浅，破产都活该。坐在椅子上，直接冲门外喊道：“小孙，订3张去海城的飞机票，越快越好，还有叫上咱们公司的公关小柳。”而此时夏宁捅了捅正在睡觉的我：“你把泳池的那个视频隐藏了是吗？”我趴桌子上轻轻点了点头，打算闭上眼睛继续睡觉，但夏宁却不依不饶地问道：“你为什么突然隐藏了？”我睁开眼，没好气地说道：“王德柱给我买了1万的抖加，我怕他占咱们便宜，所以隐藏了，毕竟咱们合同还没签呢。”夏宁听完有些惊讶，他为什么给你买1万抖加？就在这时，门口传来闹哄哄的声音，前台小妹有些着急的声音响起：“你们别往里面闯啊，这里是工作重地，闲人免进的。”回应的是王德柱那响亮的大嗓门：“我找秦先生，秦先生你在哪？秦先生，求求你出来吧！”我急忙搓了一把脸，打开电脑，又抽出一个文件夹，假装看了起来。夏宁看一眼我手中空白的文件夹，心想这孙子不当演员真是可惜了，然后一路小跑到公司门口：“王总您怎么来了？”王德柱见到熟人，急忙上前握住夏宁的手，热情地说道：“夏小姐，我来找秦先生，昨天时间匆忙，都没好好招待你。”夏宁轻轻一笑说道：“王总您言重了，不是给我们拿了几百个苹果吗？”王德柱听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请问秦先生在不在公司？”夏宁顿了一下，脸部红心不跳说道：“他在忙着处理别的案子。”王德柱这才松了一口气，对着身后2个下属说道：“好好跟秦先生学学，不仅有才华，还这么勤快，休息时间都在工作。”说完还从助理小孙手里拿过一个首饰盒：“夏小姐，昨天你们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准备礼物，这是个小小的心意。”夏宁拒绝了8次，还是拧不过王德柱，最终还是把礼物收了下来。王德柱这才指了指办公室问道：“那我们能不能见一下秦先生？”夏宁笑了笑，跟前台小妹吩咐道：“小丽，你带王总去接待室坐一下，我去看看秦主管忙完了没有。”王德柱坐在接待室，不停地朝门口望去，站在旁边的助理小孙则是满脸疑惑：昨天200块钱就把人家打发了，今天又专门坐飞机过来跟人家合作，还带了公关小柳，这娘们可不是什么好人。而此时夏宁双手捧着礼物盒走到我身后，我则端起保温杯吹了吹凉白开，问道：“小夏呀，是什么人在外面聒噪？”夏宁面带微笑，慢慢俯下身子说道：“赶紧去接待室，别装蒜了。”我微微一愣，在白纸上写了几个字：“等着我回来给你
你穿小鞋吧。然后起身朝着接待室走去。王德柱见我走进来，立马冲到门口，像看见亲爹一样亲切地说道：“秦先生，你可让我好找啊！”身后的助理也急忙走了上来。秦先生，这是我们王总精心准备的礼品。王德柱也指着礼盒介绍起来：80年的老山参滋阴壮阳，长白山的鹿茸滋阴壮阳，东藏的高山虫草滋阴壮阳。我站在原地有些尴尬，我特么看起来有这么虚吗？夏宁则是脸蛋微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王德柱拿出一个盒子，继续说道：“我这还有一块手表，特别符合你的气质，今天就送你了。”我挠了挠头，有些违心的说道：“这些东西也太贵重了，我怎么好意思收呢？”王德柱把手表硬塞到我手里，几万块的手表能戴在秦先生手上。没等他说完，我接过盒子递给夏宁：“那我就不客气了。”王德柱见我收的这么痛快，不由得大笑起来。我就喜欢和秦先生这种人交朋友。然后我和王德柱随意的聊着天，就像多年未见的好朋友。两个人都没提合作的事。忽然我的手机闹铃响了起来，随即关掉闹钟，顺便打开了抖音。王总，这是我们昨天拍的视频，晚上加班加点剪出来的，您看一下能用吗？王德柱看着250多万的播放，有些激动的说道：“秦先生，明人不说暗话，我想要买下你的抖音号，你开个价吧。”听见这话，我挠了挠头，不好意思的说道：“王总，这个抖音号是公司的财产，我一个人也说了不算的。”站在门口的夏宁却有些意外，这小子终于像公司的员工了。王德柱则思考了一下，大声说道：“秦先生，我出200万。”我想都没想，直接开口说道：“成交。”夏宁听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然后急忙通知程婉准备合同。10分钟后，夏宁拿着打印好的合同走了进来。王德柱大概看了一下，就匆匆签了字，因为他知道这个账号200万算是捡漏了。我则抬头看着夏宁问道：“程姐不来谁签字啊？”夏宁把合同递到我手里说道：“老板还在国外，暂时回不来，程姐级别又不够，这一单是你拿下的，你签就行。”王德柱也忙着说道：“秦先生，你签我就信你。”我只好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有一种签了卖身契的感觉。签完合同，王德柱非要拉着我喝下午茶，我心想这白给的摸鱼值不要白不要，便带着他们去了楼下的茶餐厅。路过一家水果店的时候，2个腿长的小姐姐正在买苹果，这就是抖音上的华牛苹果吗？你也刷到那个抖音了？视频里的帅哥身材不要太好，也不知道这苹果好不好吃，人家都喊宝宝啊，还能骗咱们不成？那我买2个试试，拿去送人也有面子。王德柱看到这一幕，露出姨母般的微笑，转身看着我亲切的说道：“秦老弟，今天咱们哥俩必须好好喝点。”我听完有些无语，心想你特么都能当我爷爷了吧？夏宁却突然递给我一只黑色口罩，说道：“赶紧戴上，别让那些花痴把你认出来，要不然非得把你生吃了。”我把口罩戴上，却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转头看着夏宁皱眉问道：“这个口罩你是不是戴的？”夏宁看我好像有些不满，犹豫了一下，轻轻摇头。我则用力的嗅了嗅，那这口罩还怪好闻的。夏宁脸蛋微红，皱了皱眉，本以为这货是看出来的，没想到是靠狗鼻子闻出来的。忽然王德柱的手机响了起来：“老王，下午有没有空？我刷抖音都是你们苹果的视频，咱们2个联手，借着这波东风再赚他几个亿。”王德柱和那人约了个时间就挂了电话，紧接着电话又响了起来，是他们公司一个嗓门很大的员工：“王总，今天有7拨人要收购咱们的苹果，价格压得很低，不过要的量很大，咱们要不要尽快出手？”王德柱一听，劈头盖脸的骂了回去：“你敢低价卖我，扒了你的皮！今天没刷抖音吗？咱们的苹果火了。”电话那头顿了顿，说了一句：“上班时间我们从不玩手机。”夏宁听了这话，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则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往前走。王德柱挂了电话，脸色有些为难，就像是便秘挤不出来一样。我上前一步，笑了笑说道：“王总，酒什么时候都能喝，苹果错过风口就不好卖了，您赶紧回公司吧。”王德柱脸上这才露出笑容，转身对着小柳说道：“接下来这2天你跟秦先生谈一下后续工作，一定要好好照顾我的小老弟。”说完向我和夏宁告别，打车去了机场。看着远去的车子，我松了一口气。站在一旁的小柳却贴了上来：“秦先生，我叫柳吞吞，之后的2天还请你多多关照。”还没等我说话，夏宁开口问道：“柳小姐，你是贵公司哪个部门的？”柳吞吞笑了笑，毫不避讳的说道：“公关部，一般不轻易出手的那种，我会和秦先生深入洽谈工作的。”我则看着2人的表情有些尴尬，一个媚眼如丝，一个冷若冰霜，于是有些头大的说道：“你们聊，我先回去上班了。”柳吞吞却拿出2沓钱说道：“秦先生，王总说必须把这些钱花掉，不然我回去交不了差。”说的同时还咬了咬嘴唇。看我犹豫不定，夏宁冷漠的说道：“柳小姐，你在大马路上能不能收敛点？”只见柳吞吞缓缓转头对上了夏宁那清冷的眼神，我瞬间觉得头皮有些发麻，生怕2个女人当街撕衣服，于是走到2人中间说道：“走，咱们3个一起花钱去。”说完，我带着2个美女去了一家奶茶店，点了3杯奶茶，是柳吞吞付的钱。我们仨坐在角落的小圆桌，谁也没有说话，气氛尴尬到了极点。忽然柳吞吞看着夏宁问道：“你是不是喜欢秦先生？”夏宁微微一愣，急忙否认道：“没有，我怎么可能喜欢他？”柳吞吞则向我这边靠了靠，双手抱着我的胳膊说道：“那我喜欢他，你可别跟我抢啊！”我浑身一震，看了看他快贴上我胳膊的胸口，说道：“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害怕。”柳吞吞松开我的胳膊，撅着嘴喝起了奶茶，假装一副生闷气的样子。我心里则是有些嘀咕：王德柱到底给他下达了什么命令？难道是拍我的裸照，想以后威胁我帮他办事？正想着呢，手机突然响了，我看了一眼，是母后打来的。妈，怎么了？我在抖音看到一个没穿衣服的人在泳池发浪，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我听到之后有些骄傲，挺了挺胸膛说道：“没错，就是我。”没想到老妈却说：“我看评论里很多姑娘都说是你的女朋友，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放假能不能把女朋友带回来我们看看？”我皱了皱眉否定道：“你别听他们瞎说，我没有女朋友，你放屁！那个贵行救女的大姐都说你有个好看的女朋友，还跟你骑一辆电动车，网上都扒出来了，就是你一个姓夏的同事。”我有些无奈，小声说道：“妈，我现在先赚钱买房买车，然后再考虑结婚的事儿。”老妈那边却提高了5个分贝，说道：“买车买房不就是为了娶老婆？那个姑娘既然能上你的电动车，就能上你的床，要是不小心搞大了肚子，我可以帮你带孩子，要是带不回来就别回家了。”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我
听着嘟嘟的声音愣了一下，这特么都叫什么事儿啊？由于电话声音太大，夏宁几乎听到了全部。此时正一脸杀意的看着我，我看着他有些歉意的笑了笑，你别听我妈乱讲。而夏宁的眉头皱得更紧了，眼神像是即将喷发的火山，心想这货不仅想把我骗上床，还要让我给他生孩子。而柳吞吞像是什么都没听见，还是一脸妩媚的看着我。为了彻底解决这两个麻烦，我做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看着两女压低声音说道：“其实我喜欢男的。”夏宁微微一愣，想起我刚才对柳吞吞的态度，安慰道：“那个没关系，秋裤反穿也不丢人。”我看着两人一本正经的说道：“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是一个秘密。”夏宁一脸严肃郑重的点了点头，而柳吞吞心情也稍微好了一些，发现不是自己魅力不够，轻声笑道：“你放心吧，秦先生，我人如其名，只会吞不会吐。”但是眼神带着戏谑，明显是不信。我则拿起手机打开浏览器，什么样的男人可能是基佬？顿时跳出了几个关键词：瑜伽裤、白袜子。习惯伸直了手看指甲。与此同时，夏宁也低头搜索起来，忽然抬头看着我手指，提醒道：“你手指甲里面有鼻屎。”我顿了一下，瞬间懂了，这娘们是想试探我，于是慢慢伸直手指，歪头看了起来。哪有什么鼻屎？不过我的手指真好看。夏宁惊讶中带着一种失落，竟然和查出来的一模一样。我则拿起奶茶抿了一小口，继续说道：“哇，真的很好喝哎，人家第一次喝到这么甜的奶茶呢。”夏宁默默地看着我，发现这货越来越像个老嫂子，而柳吞吞则在心里暗暗吐槽：这助理比我3岁的侄女都单纯，哪天孩子生出来都不知道是谁的。喝完奶茶，我带着他们去了 SM 广场，又给我买了几身衣服和一台电脑。从商场出来后，正好到了下班时间，看我准备回家，柳吞吞委屈地说道：“秦先生还有1万没花完呢，你也不想我失业吧？”我思考了一下，笑着说道：“不急不急，明天再花。”于是他们俩跟着我把东西放到了出租屋。夏宁放完东西转身就走了出去，没有什么事，我就下班了。走到门口，忽然想到了什么，转头向屋内看去，发现柳吞吞正在他打扫了半天的床上坐着，而柳吞吞此时也看着他，挑衅地说道：“秦先生，我晚上没地方睡，能不能借宿一宿？”我则一把拉起他，直接推向门外：“小夏，你给刘小姐安排一个酒店，记得开发票找公司报销。”说完直接把门关上了。柳吞吞看着紧闭的房门呆在了原地，夏宁也没有管他，直接转身下楼。柳吞吞则有些激动地说道：“傻子才信他是个同志。”晚上夏宁坐在床上刷抖音，发现那条泳池视频已经有了60万点赞，不禁有些佩服王德柱的魄力，这200万花的一点也不亏。但是看到那个赤裸上身的男子，他又想起了柳吞吞说的话，于是把视频截图发给了自己的闺蜜：“牛哥，你帮我看看这个人是不是基佬？”马上一个备注为牛爷爷的人回了消息，老子一眼就知道此人绝对是色中恶鬼，狼中霸王，不可能是个基佬。夏宁想到柳吞吞那媚眼如丝的眼神，急忙穿上衣服发了一条语音说道：“牛哥，我发你个位置，10分钟之后我们在那里汇合。”牛爷爷很快回了消息：“你大晚上叫洒家去那鸟地方做甚？”夏宁想都没想，直接回复道：“捉奸。”而我此时正躺在出租屋看着系统面板，一下午就涨了2000摸鱼值，难道柳吞吞是我的福星？那明天单独和他出去会不会涨得更快？与此同时，城中村一处石墩子上正坐着俩人，其中一个有些中性的声音不耐烦地说道：“宁妹在这等着算什么事儿？再不上去都开始第2轮了。”夏宁看着窗户摇了摇头，这才8点多，灯还亮着呢，那个女人应该还没上去。牛啸群猛地转头看着夏宁：“宁妹，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一到那种关键桥段就关灯？”夏宁转头有些疑惑地问道：“做那种事难道不需要关灯吗？”牛啸群拍了拍额头，无奈地说道：“如果躺在床上的人是你，他肯定要欣赏你的玉体，还有你那半死不活的表情，怎么舍得关灯？”他听得有些脸红，轻声说道：“牛哥，你好歹是个女的，说话能不能文明点？”牛啸群嘿嘿笑了2声，摇了摇头：“改不了一点。”夏宁有些无奈，心想如果举办个脏话大赛，他和秦寻是不是能平分秋色？忽然身旁响起了一阵滋滋的声音，还伴随着一阵电光亮起。夏宁转身看去，顿时有些惊讶：“你怎么还把电棍带出来了？”牛啸群则是一脸不屑地说道：“捉奸不带菜刀进去就够文明的了。”说完一脸阴狠地盯着3楼问道：“宁妹，楼上的是不是你男朋友？”夏宁急忙摇了摇头：“不是，你可别乱说。”牛啸群挠了挠头，继续问道：“那是你的暗恋情人？”夏宁头都摇出残影了：“那更不是了。”牛啸群有些失望不满地说道：“那我们捉个毛线的奸？人家那是正常的男女交流，我们不能坏了人家的好事。”夏宁听完沉默了一会，说道：“牛哥，楼上那个人是我公司的员工，我怀疑有人要色诱他，挖我墙角。”牛啸群顿时觉得有些无语，身为一个公司老板，竟然大晚上不睡觉守在员工家楼下，就为了防止有人色诱他。就在这时，夏宁指着前方，压低声音说道：“牛哥，那个狐狸果然来了。”只见一个上身穿着吊带背心，下面套着1分裤的女人缓缓走了过来。牛啸群看到之后惊呼一声：“真他妈骚啊！这要是让他上了楼，你那个员工肯定连渣都不剩了。”夏宁看柳吞吞就要上楼，急着问道：“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牛啸群则扛起电击棒说道：“甭管了，交给我吧。”此时柳吞吞正一扭一扭地朝3楼走去，他虽然长得不如夏宁好看，但是勾人这一块绝对是夏宁的祖宗。突然身后一个低沉的声音喊道：“骚货一晚上多少钱？”柳吞吞顿时一惊，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材微胖似男非女的人站在身后，声音颤颤巍巍，有些紧张地说道：“我是良家妇女，不是干那个的。”牛啸群露出一脸猥琐的笑容：“良家更好了，陪我玩玩吧。”柳吞吞吓得脸色煞白，没想到这城中村还有流氓，于是拔腿就往3楼跑去。秦寻救我！牛啸群上前一步，直接堵住上去的楼梯：“你特么别喊了，再喊我就电死你！”柳吞吞愣了一下，大脑一片空白，吓得转身朝着楼下跑去。3楼房间内，我正戴着耳机看无耻之徒。
忽然好像听见有人叫我，摘下耳机却又安静的一匹，不禁摇了摇头。小小年纪竟然就幻听了。楼下站在阴影处的夏宁有些不满的说道：“牛哥，你这动静也太大了，万一被我那员工听见了怎么办？”牛啸群皱了皱眉，不乐意的说道：“你一个老板还管不住他？”夏宁犹豫了一下，喃喃的说道：“我还真管不住他。”牛啸群甩了甩电击棒，气势汹汹的说：“你管不了我替你管管。”夏宁看着牛啸群，眼睛忽然亮了起来：“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准备一下，明天来我公司当总裁，替我好好教训这个反骨仔。”第二天我刚睡醒，公司群就响个不停，我点开一看是队列整齐的收到。早上8点，陈晚发了一条群公告：“各位芒果的小伙伴，今天公司总裁将正式开始上班，早上临时增加一个晨会，请大家准时出勤。”我放下手机，不由得皱了皱眉，这是嫖娼被放出来了。又看了眼时间，发现已经8点45了，看来得绕路走了，要不半个月工资又没了。于是骑上电摩避开市中心，上了山路。忽然身后传来一阵喇叭声，只见一个体型微胖的人戴着黑色头盔，竖起一根中指，声音低沉的说道：“电摩也配上山路。”说完猛踩油门，狠狠地把我甩在身后。我心底瞬间燃起了斗志，电门拧到底，直接追了上去。因为我知道前面全是弯道，摩托车肯定会减速，而我在超频模式下可以全速通过。果然在第10个弯的时候，我终于追上了摩托车，而摩托上的牛啸群则是满脸震惊，减了减速，转头刚要夸2句，我却大声嘲讽道：“就这手艺还好意思学人压弯？”说完，我一个贴着地面的压弯直接走了。牛啸群愣了愣，狠狠地拧了一下油门，在一段直路又追了上来，大骂道：“我日你大爷的！”我也没惯着他，直接回敬道：“我日你仙人！”接下来的8、9个弯，我把他们家女性全都问候了一遍。10分钟后进了市区，我们俩并排行驶，又对骂了一路。快到红绿灯的时候，我看见几个交警，忽然想起海城摩托和电摩都是不允许上路的。而牛啸群则揭开头盔，冷冷地说道：“小子，你记住我这张脸，我今天还有正事，先放你一马，明天早上6点我在山上等你。”说完，为了避开交警，拐向了左边的岔路。我则看着他的背影冷笑一声，傻叉，那边的路口也有交警。然后把电动车停到路边，扫了一辆共享单车，朝着公司驶去。最后终于踩着点到了公司，坐到工位，发现夏宁戴着口罩，于是转头看着他问道：“小夏，你怎么了？”夏宁清了清嗓子说道：“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有些感冒。”我很暖心的说了一句：“多喝热水。”然后环视一周，轻声问道：“小夏，咱们敬爱的总经理呢？”夏宁有些吃惊：“你怎么不喊人家狗日的？”我连连摆手解释道：“小夏，你可不要造谣，我一直很文明，从来不说脏话。”1个小时后，总经理还是没有出现，办公室响起一阵议论的声音：“不是开晨会吗？再不开都到中午了，总经理人呢？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我则乐呵呵的刷着抖音：“帅哥，这兰博也太猛了。”夏宁见我这么开心，问道：“你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我低头看着手机说道：“总经理上班第1天就迟到，看来跟我们是一路人，以后的日子应该不会太难受。”夏宁有些无奈，这个家伙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摸鱼，好像一天不摸就会死似的。此时，一个微胖穿着骑手服的人走进公司，众人纷纷朝着公司门口看去。我听到周围突然安静下来，也抬头看去，顿时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卧槽，还真是一路人！我上班拉着女同事去 KTV， 还问候了老板全家所有女性，甚至造谣说老板在米国嫖娼被抓，不料女同事竟然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就是我骂了1个月的公司总裁。而他不但没有让我立马滚蛋，还给我开出了1000万的年薪合同。1个月前我加班猝死，重生获得了摸鱼系统，加班路上和机车女骂了一路，结果发现竟然是公司总裁，于是压低声音对夏宁说道：“小夏，还有没有口罩？给我一个。”夏宁见我如此紧张，不禁有些疑惑：“你要口罩干啥？我怕被你传染感冒。”夏宁皱了皱眉，一脸无语：“我就带了一个口罩。”我听后点了点头，说了一声谢谢。夏宁却是一头雾水，心想这货什么时候这么有礼貌了？忽然一只大手直冲他的面门，我摘下他的口罩，直接戴在自己脸上。夏宁满脸惊愕，抬手就要抢回来，我则抓住他的手腕，解释道：“刚才和咱们老板发生了一点点过节，我不能让他看到我的脸。”夏宁还是有些不信，继续问道：“什么过节？说开了不就好了？”我叹了一口气，轻声说道：“我问候了他们家族谱上的所有女性。”夏宁默默转身，然后叹息一声：“那估计你死定了。”晨会10点半开始，但是我没怎么认真听，只知道老板叫什么牛小军，是什么瓦罗兰大学的留学生。晨会结束后，我开始装模作样的认真工作，夏宁却假装上厕所，偷偷溜进了办公室。只见牛啸群正一脸怨毒的回忆着什么，夏宁则忍不住笑着问道：“你想什么呢？怎么好像不开心的样子？”牛啸群气得一拳捶在桌子上：“今天遇到一个骑电摩的大傻逼，我跟他骂了一路，结果车还被交警扣了，明天再碰见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夏宁沉默了1秒，笑着说道：“干嘛还等明天？他就是昨天咱们捉奸的员工。”牛啸群一愣，猛地站起来：“他坐在哪？我现在就要开除他。”夏宁见状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你先冷静一下，现在是他离得开公司，但是公司离不开他。”牛啸群听后微微思考了一下，然后嘴角上扬，露出一抹邪笑：“那就把他留在公司，看我慢慢玩死他。”夏宁皱了皱眉说道：“你不要做得太过分，千万别把他吓跑了。我让程婉把他叫进来，你们2个好好和解，免得影响他的工作效率。”牛啸群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终究还是不爱我了，宁愿委屈我也不委屈他。”夏宁没有说话，转身走出了经理室，回到工位却发现我已经不见了，只有桌子上留了一张字条：“小夏，我去出外勤了，和刘小姐谈下深入合作的事儿，还有你跟程姐提一下，给我申请个独立办公室。”夏宁摇了摇头，有些无奈，这货肯定是跑出去摸鱼了。此时程婉却突然走了过来，轻声说道：“夏总，我同学在一家猎头公司，他刚才给我转了1万块钱，要秦巡的联系方式。”夏宁顿时愣了一下，好像被千年杀了一样。程婉则继续说道：“我钱收了，没给他联系方式，但是听他说所有猎头公司都在盯着秦巡。”夏宁脸色凝重，又看了看空空如也的工位，心想这货不会已经跑了吧？于是起身又走向了经理办公室。牛啸群见夏宁进来，微微皱眉：“你这来的也太频繁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潜规则你。”夏宁没有理会，一脸认真的说道：“
现在有很多猎头都盯上了秦雪，我担心他们去出租屋堵他挖我墙角。牛啸群立马严肃起来，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夏宁思考了一下，继续说道，帮我砸了他的出租屋。牛啸群一脸震惊，怀疑自己听错了，砸人家房子干嘛？直接打他不好吗？夏宁则一脸正色的解释道，我要让他无处可去，想办法让他跟我住一起，监视他3个月，3个月之后他爱去哪去哪。牛啸群听后提醒道，这货可是色中恶鬼，你确定要跟他住3个月？夏宁则拿起拔了笔帽的钢笔舔了舔笔尖说道，我会小心的。牛啸群看了看他手里的钢笔，默默的竖起了一个大拇指。海城一家高档西餐厅内，柳吞吞媚眼如丝的切着牛排，1分钟恨不得抛800个媚眼，我却盯着系统面板有些不高兴，玩了半天才涨了20摸鱼值，跟昨天整整差了100倍，难道是因为妹子太少？于是给夏宁打去电话，很快夏宁接起电话问道，秦许你在哪呢？我在陪甲方吃饭呢。但是听到对面声音有些嘈杂，问道，小夏你在哪呢？怎么那么吵？夏宁有些心虚的说道，我在公司呢，楼上有人装修，你下午还回公司吗？我没有回答，直接说道，我一会发个定位给你，咱们下午一起陪甲方。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说道，好的。与此同时，城中村出租屋内，牛啸群抱起木板床狠狠砸在地上，不解气又过去踹了几脚，而房东站在旁边不但不生气，还脸上带着笑意。10分钟后，夏宁看着房东说道，按照我说的做，事成之后把尾款付给你。房东大姐笑呵呵的说道，放心吧小姑娘，我一定让她住进你安排的合租房。夏宁和牛啸群走后，房东暗暗称奇，现在追帅哥套路都这么深吗？前2天还帮人家打扫卫生，现在却把房子砸了，竟然还骗人家跟他一起合租，小伙子也太可怜了。而夏宁刚走出出租屋就收到一个定位，声声浪 KTV。牛啸群看见不禁张大了嘴巴，带妹子去找妹子喝花酒，他这操作也太牛逼了。半小时后，夏宁来到 KTV 包间门口，他打开门不由得一愣，最右边是4个打扮妖艳的公主，柳吞吞单独坐在中间喝着闷酒，而秦寻却自己躺在沙发的角落，似乎是睡着了。夏宁看我这么吵还能睡着，低声喃喃道，这是刚战斗完累瘫了，然后犹豫了一下坐在柳吞吞旁边。秦寻这是怎么了？柳吞吞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怀疑秦寻真是个基佬。夏宁有些惊讶，急忙问道，为什么这么说？柳吞吞指着4个公主说道，花1万块钱点4个公主，却躺在沙发上睡觉，你说她身体是不是有病？夏宁听后压低声音说道，我觉得她脑子的病更严重一些。柳吞吞重重的点了点头，对，刚才几个妹子认出她是泳池卖苹果的，激动的上来就要吞吞吐吐，全都被她一把推开了。然后刚才4个公主非要跳攒劲的舞蹈给她看，她不仅阻止了，还非让人家唱大悲咒。夏宁一阵无语，他知道这货有病，但没想到已经病入膏肓了。柳吞吞有些激动的继续说道，人家姑娘不会，她就抢过话筒自己唱，结果差点给4个公主唱高潮了，等她醒了，你绝对要领教一下她的情式唱腔。夏宁听完转头看了沙发上的秦许，还能比我爸唱的难听不成？2个小时后，我伸着懒腰坐了起来，走到夏宁身边问道，你唱不唱歌？夏宁转头看了我一眼，微微挪动身子说道，我不会。又看了看已经喝醉的柳吞吞问道，秦许你真的不喜欢女的？我打了个哈气，面无表情的说道，其实也有喜欢的。夏宁沉默了一会儿，缓缓问道，那你能告诉我是谁吗？我嘴角微微翘起，笑着说道，那天让你帮我生孩子的女人。夏宁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但心里莫名松了一口气，然后转过头冷声说道，业务部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有一名女歌手想要一场出圈的营销。我揉了揉压酸了的手臂说道，推了吧，我唱歌不太好听。夏宁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劝道，会不会唱歌又不影响我们做营销？你不会种苹果，不是一样把苹果卖得很好？我见他还是不死心，拿起话筒打算给他一点小小的震撼。4位姐姐麻烦暂停一下，我要送在 KTV 还不忘工作的小助理一首歌。包厢里的歌声瞬间安静下来，4个公主则坐在沙发上瑟瑟发抖。夏宁看着他们4个的表情觉得有些夸张，而我开口就是一个杀人的高音，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夏宁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立刻理解了那4位姑娘的表情。而已经睡着的柳吞吞浑身一震，猛然惊醒，朝着周围看去，发现是我在唱歌，紧紧捂住了耳朵。我则越唱越嗨，直接站在了桌子上。夏宁觉得自己的脑瓜子都要爆炸了，他觉得村口的驴叫都比这声音好听。突然包厢里的歌声戛然而止，我站在桌子上一动不动，脑海中传来一阵机械声，恭喜宿主摸鱼值达到1万，获得1次抽奖机会。我有些惊讶，转头看着夏宁，难道女人越多摸鱼值涨得越快？夏宁见我神情有点怪异，有些不自在的笑着说道，秦许你够谦虚的呀，竟然管这叫不太好听。我则没有说话，直接打开系统面板，在心里默默说道，开始抽奖，恭喜宿主获得完美歌声能力。瞬间无数唱歌技巧涌入我的脑海，而夏宁的心里却开始打鼓，这货怎么一直盯着我看？然后有些紧张的说道，对不起，我不该取笑你。我微微一笑，清了清嗓子说道，没关系，刚才唱的确实不好，我再来一遍送给我的小助理。4个公主一脸的生无可恋，心里想着大哥摸摸吧，别唱了。柳吞吞也整个人瘫在了沙发上，恨不得把整个脑袋都埋进去。夏宁见状也急忙起身劝道，不用，我听1遍就够了。我却旁若无人，直接拿起话筒唱道，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
4个公主都听吃了，抬头含情脉脉地看着我，这长相和歌声，要是来我们这工作，绝对是头牌少爷。一曲唱完，本以为会迎来热烈的掌声，没想到包间里却安静的可怕。我回头看着4个公主问道：“你们怎么了？再不说话，我可上手了。”其中一个妹子带着哭腔说道。我听完觉得好难过，想起了我那200个前男友，而柳吞吞也是眼含热泪，似乎勾起了许多回忆。只有夏宁双眼微红，没有眼泪。我有些疑惑地问道：“小夏，你是不是没有前男友？”夏宁微微一愣，呆呆地说道：“我还没谈过恋爱。”我嘴角微微上扬，一本正经地说道：“那你确实没有遗憾。”说完我就要从桌子上跳下来，夏宁见状伸手想要扶一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我握住他的手说道：“其实都没有。”夏宁忽然脸色变红，微微发烫，然后故作镇定地说道：“谢谢你送给我的歌。”我则松开了手，在裤子上蹭了蹭。不客气。见他一直盯着我的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手上水有点多。”夏宁一阵无语，又被这货嫌弃了。出了 KTV 已经下午6点了，我忽然想到什么，对夏宁说道：“你要一下那个歌手的联系方式。”这一单我接了。夏宁有些不解问道：“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你觉得我现在唱歌什么水平？”夏宁仔细想了想说道：“我不太懂这个，但是比我幼儿园老师唱的要好，应该水平挺高的。”我捋了捋头发，有些骄傲地说道：“你这见识有点浅薄了，我可是 KTV 唱哭6个公主的水平。”夏宁顿了一下，转身就要抓我头发。“你说谁是公主？”我侧身一躲，直接跨上电动车。“小夏，明天见。”说完光速消失在了原地。夏宁看着逐渐远去的背影，微微皱眉，这货竟然是骑电动车来的，那他载着柳吞吞过来，却不愿意带我回去，于是拨通了交警大队的电话，我要举报有人骑电动车超速。20分钟后，我回到了城中村，想着回去要不要直播唱歌挣点零花钱，结果眼前的一幕却把我惊呆了。只见出租屋内像招了贼一样，被子被扔在地上，木板床碎了一地，连马桶盖都被人卸了下来。我拿出手机，急忙给房东打去电话。10分钟后，一个中年妇女急匆匆赶了过来，看见眼前的一幕，坐在地上大喊道：“这是哪个不要脸的干的呀？让我怎么活呀？”足足哭了5分钟才安静下来，然后站起身来看着我说道：“小伙子，这房子你是住不了了，但是押金我是不可能退的。”我一听微微皱眉，握着拳头说道：“砂锅大的拳头你见过没有？我不打少女不代表我不打少妇。”中年妇女见状急忙摆手说道：“你听我说，押金虽然不退，但是我可以再给你找个房子，少要你1个月房租，算是补偿你了。”我放下拳头笑了笑说道：“你早说啊姐！”差点变成凶案现场。中年妇女满意的笑了笑，感觉自己的演技可以拿金马奖了，就是差点挨了一个大电炮。20分钟后，我被带到一个2室1厅的房子。中年妇女指着右边的房间说道：“这里是合租的，那个小房间给你住，只收你600块钱1个月。”说完递给了我2把钥匙。我看了看左边的房间，问道：“姐，跟我合租的是男是女啊？”等了半天没有回答，再转身发现房东已经不见了，又去阳台看了看，也没有晾晒的衣服，根本确定不了是男是女。第2天我照常最后1分钟走进公司，刚坐到凳子上，夏宁就凑了过来：“咱们今天主要有2项工作，先写一份给女歌手的策划案，然后上午还要开个会。”我转头看着他，有些烦闷地问道：“狗日的老板怎么天天开狗日的会？”夏宁愣了一下，有些无奈：“你不看群的吗？说上午要开优秀员工表彰大会。”我皱了皱眉问道：“谁是优秀员工？”夏宁不耐烦地继续说道：“坐我旁边的那个傻狗。”我挠了挠头，笑着说道：“那是个好会，谁给我颁奖？”夏宁理所当然地说道：“肯定是咱们牛总啊！”我听后想起那个表情凶悍的机车女，脸色一变，转身看着夏宁说道：“你口罩呢？我感冒又犯了。”与此同时，牛啸群一群一馆地走进办公室，我看他过来，赶紧压低身子假装工作，等他慢慢走远，才低声骂了一句傻逼。而夏宁则眼神中带着丝丝笑意，还有一种吃瓜人才有的戏谑表情。我抬头有些疑惑地问道：“小夏，你是不是早上捡钱了？怎么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夏宁急忙摇了摇头，我则看着牛啸群的背影问道：“你知道牛小菊走路为什么一瘸一拐吗？”夏宁顿时有些紧张，生怕露出什么破绽，而我没等他回答，自顾自地说道：“肯定是嫖娼被抓的时候跳窗户摔的。”夏宁这才松了一口气，只有他知道，牛啸群是因为昨天拆房子用力过猛受的伤。这货要是知道了，2人是不是得打起来？开会前1分钟，夏宁去了趟厕所，回来时发现我的座位上只有一张纸条：“小夏，王总那边有非常重要的事找我，今天表彰大会的奖励你先帮我领吧。”夏宁看完，把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然后走进经理办公室，皱眉说道：“牛哥，你以后没事不用总往公司跑，秦巡又被你吓跑了。”牛啸群猛地站起来，冷声说道：“你要是这么舍不得他，随便找个理由跟他结婚算了。”夏宁看着发飙的牛啸群，有些头大，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上午10点，我正躺在出租屋玩手机，公司群发来一条消息：恭喜优秀员工秦巡获得30万奖金，月底随工资一同发放。恭喜秦巡晋升为初级主管，并获得独立办公室批准。我见到有30万奖金，立马把窗户打开，空调冷气调到最大。忽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一看是夏宁接通了电话：“你怎么这么喜欢逃避？今天专门为你开的表彰大会，你一个主角不在，知道开得多尴尬吗？程晚恨不得手撕了你。”我尴尬地笑了笑说道：“不是我想逃避，是那天骂牛小菊骂得太狠了，他要是把我认出来，非得把我开除了不行。”夏宁沉默了2秒说道：“你这样躲下去也不是办法，还不如当面和解一下试试。”我急忙否定说道：“你不知道他人品差的不行，一个女孩子比我骂的都难听，我可不冒这个险。”夏宁想了想，确实有风险，接着问道：“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想的是把女歌手的策划搞得全国轰动，到时候他想开我都得掂量掂量。电话那头的夏宁柔声问道：“你为什么非要待在这家公司？”我叹了口气，有些无奈的说道：“之前跟你说过，我第1家公司老总
坐了牢，第二家老总出车祸死了，也就牛小菊命硬一点，半个月了才瘸了一只脚。我怕换个公司碰不到这么命硬的老板。夏宁怕自己被咒死，急忙换了个话题，你是不是在出租屋呢？我现在过去找你。我急忙阻止道，千万别来，我之前的出租屋被生孩子没定眼的人给砸了，房东给我换了房子，你不知道在哪？那你把新地址给我，我过去找你，下午一起去见那个女歌手。我现在是和一个大傻逼合租的，你来也不方便，你和那个女歌手约好地点，我们去那里会合。夏宁听后声音瞬间冷了下来，你见过你合租的室友吗？没有，我现在连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夏宁的声音更冷了，说道，那你为什么骂人家大傻逼？我笑了笑，理所当然的说道，能和一个陌生人合租，不是傻逼是什么？夏宁没有说话，直接挂断了电话。我听着手机里的嘟嘟声皱了皱眉，这小助理越来越放肆了，一点礼貌都不懂。不一会，夏宁发过来一条微信，下午2点200艺术摄影3号棚会合。放下手机，我躺在床上好好睡了一觉。下午1点，我提前到了约定地点，正和一个30来岁的摄影师闲聊，从岛国电影到亚洲电影聊得不亦乐乎，仿佛是多年未见的老友。忽然摄影师捂着肚子把摄影机放到凳子上说道，兄弟，我估计是雪糕蘸冰淇淋吃坏肚子了，你先坐着，我去趟厕所。摄影师走后，我看着凳子上的摄影机有些手痒，于是拿起来试了试，沉甸甸的手感不错。又看到衣帽架上的黑色棒球帽，让我想起了那些拍岛国大片的摄影师，于是走过去戴上帽子，又拿出从夏宁手里抢的口罩戴在脸上，学着摄影师的动作，嘴里还喃喃道，姑娘腿再张开一点。忽然一个女声从门口传来，陈老师我来了。我转头看去，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女匆匆走了进来，我叫宋印，之前跟您约好了拍写真的。然后解开身上的防晒服丢向了我，而我则接过防晒衣直接丢进了垃圾桶。宋印微微一愣，她平常随手扔衣服男生们都抢着接，没想到今天遇到个愣头青，然后指了指垃圾桶问道，老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弯腰捡起来挂到衣架上，尴尬的笑了笑，刚刚手滑了，我以为你不要了呢。宋印看了一眼垃圾桶里的浓痰说道，现在不要了。我也没和她一般见识，问道，小姑娘你是不是？还没说完，宋印转身走进更衣室说道，废话少说，我赶时间。我微微一愣，看来这小姑娘脾气有点冲，刚见面就给我甩脸子。不一会，宋印上身只穿着一件红色母胸，下身穿着红色1分裤走了出来。我有些惊讶，两眼发直的说道，小姑娘你干啥？怎么好好的突然把衣服脱了？宋印抬头看着我微微皱眉，我穿的够保守的了，什么都没露好吧？她也是第一次拍凉快的写真，但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老手，她尽量让语气保持平静。我张了张嘴，刚要解释什么，宋印又强势打断道，大叔你好赖也是搞艺术的，我这么穿在写真里相当保守了，你这么墨迹不会是起了什么邪念吧？我听他叫我大叔还污蔑我，直接打开相机说道，那咱们现在开始吧。宋印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比较专业，什么姿势大胆摆什么姿势，而我也假装成一个摄影大师，来回走动找各种刁钻的拍摄角度。听着相机的拍照声，宋印紧张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而我则开始指挥他的拍照姿势，手放在身体两侧，然后随便插手，插腰上不是往裤衩里插。宋印缩回摸向裤腰边缘的手，微微皱眉，你说话能不能文明一点？他现在有些后悔了，早知道找一个女摄影师了。而我没有理他，继续指挥下一个动作，现在背对着我把腚撅起来，然后露出一个诱惑的表情。宋印则满脸通红，变得扭扭捏捏，我看他不配合，冷哼一声，我看你也就是个小网红，一点艺术水平也没有，连最基本的解放天性都做不出来。宋印听见我的嘲讽，冷冷地看着我，而我也是毫不退让，跟他四目相对。突然宋印决定眼睛微眯问道，老师你说的是这种表情吗？我拿着摄像机频频点头，不错不错，然后从镜头后探出脑袋笑着说道，非常好，现在把抹胸和短裤脱了，我们穿着内衣再拍一组。宋印脸色变得更红，紧张的食指抠地，静静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见状放下相机，笑着说道，你这思想太保守了，穿着内衣内裤不也是什么都不露？只见宋印抿了抿嘴，打算要说什么，我则一脸戏谑地看着他，继续说道，等拍完只穿内衣的，我们再来一组什么都不穿的，一只手横在胸前挡住2点，另一只手捂着下面那点。宋印听完变得更加紧张，又看到我一脸得意生气地喊道，我要投诉你。我耸了耸肩，微微一笑，随便。宋印看着我无所谓的样子，更加生气，我要让你们老板开除你。突然楼下传来一阵救护车的声音，我转头朝着窗户外面看去，发现那个摄影师正被几人抬上救护车。宋印见状，火气已经到达了顶点，我跟你说话呢，你在看什么东西？我看着快要爆炸的少女笑道，我在看你说的那个陈老师被抬到救护车上，他拉的肚子能拉上救护车，是不是很搞笑？宋印微微一愣，皱起眉头问道，他是陈老师，那你是谁？我把摄像机放到凳子上，云淡风轻的说道，我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宋印紧紧的盯着我，刚才的画面一幕幕闪过脑海，然后忽然双手抱在胸前尖叫道，有人非礼啊！我捂着耳朵无奈的说道，你一进来自己就开始脱，我可没有逼你。宋印又提高了一个分贝喊道，那你不先说你不是摄影师，我至少有3次想提醒你，可是都被你打断了。宋印捂着耳朵疯狂摇头，我不听我不听。此时摄影棚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群人，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只见夏宁穿着职业装从人群中挤了过来，看见穿着怪异的我，旁边站了一个清凉的少女，问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没等我说话，宋印抢先开口，姐姐这个流氓想给我拍裸照。夏宁一听急忙转身把门关上，然后看向宋印想要问清缘由，他却跑进试衣间换好衣服说道，我要报警抓这个流氓。夏宁有些紧张走上前安慰道，小姑娘有什么话好好说。我见状也来了脾气，拿起相机说道，小夏你打开看看哪有什么裸照。夏宁低头一看，镜头里是一双双小脚，连宋印的脸都没有照到，然后松了一口气说道，小姑娘都是误会。宋印也走过来盯着相机看了一会，然后抬起
起头盯着我说道：“你这个有恋足癖的变态！”说完打开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你们两个赶紧滚出去，我一会还有重要的事要谈。”我和夏宁挤出人群走到了摄影棚外。夏宁看了看时间，已经1点50了。突然我和他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夏宁急忙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个女歌手的电话。我俩下意识地看向3号棚紧闭的大门，里面隐隐约约传来手机铃声。我忍不住说出了一种植物：“操！”宋应接起电话，正好听见了一声国骂，看向紧闭的房门，觉得有些熟悉。夏宁迟疑了一下，礼貌地问道：“宋女士，我们已经在3号棚门口了，请问您什么时候到呢？”结果电话那头直接挂了。夏宁转头看着我叹了口气，他把电话挂了。我看着紧闭的大门冷哼一声：“现在的小姑娘都这么没礼貌吗？”突然摄影棚的大门被人推开，宋应走过来，毫不犹豫地鞠躬喊道：“秦先生，对不起。”声音洪亮，1公里外的聋子都能听见。整个摄影大楼的人都朝这边看来，有人小声嘀咕道：“这女生道歉这么诚恳，男主角肯定被绿了不下100次。”夏宁见状急忙说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进去说。”3人都进去之后，宋应伸出手笑道：“秦先生，不打不相识。”我看着他伸出的手握了握，不打不相识。夏宁则看着宋应笑着问道：“宋女士，你资料上不是填的28吗？”宋应挠了挠头，有些尴尬：“我怕你们嫌我小不接我生意，所以才写成28的。”我有些不满地盯着他问道：“小朋友，你委托我们经过家长同意了吗？”宋应心虚地摇了摇头：“他们同不同意没关系，反正我从小就不听话。”我叹了口气，直接问道：“我的意思是你有钱吗？”宋应连忙点头说道：“我刚过完生日，收了很多红包。”我想到他在资料预算那栏填的30，问道：“你的预算不会只有30块钱吧？”宋应摇头，赶紧说道：“不是30块，是300万。我生日收了600万红包，还有一辆布加迪。如果我成名了，就把布加迪送给秦先生。”我瞳孔放大，微微一愣：“我特么18岁才收了100块红包，还有我妈的一个大逼斗，因为藏在枕头底下的白雪公主和7个猛男的故事被他发现了。”然后看着宋应有些严肃地说道：“娱乐圈现在水深得很，你知道什么是潜规则吗？”宋应无所谓地说道：“潜规则不就是睡觉吗？我爸都不知道睡了多少女明星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听完之后一脸无语，真诚确实是必杀技，但这小姑娘也太他妈真诚了。我缓了缓，继续说道：“你妈都不管你爸的吗？”宋应毫无表情地回答道：“我妈在我1岁的时候就死了。”听他这么回答，我倒是没有意外，这种极端的做事风格很可能是缺爱导致的。于是站起身摇头说道：“小姑娘，你现在还太小，等10年之后再找我吧。”宋应见状直接急了：“哥哥，你先别走，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其实我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不知道哪天就会发作。临死之前我就这一个愿望。”我微微一愣，犹豫了下，转身说道：“小姑娘，你好好养病。”宋应却有些凄惨地喊道：“哥哥，这是你逼我的。”我顿时一惊，这脑残不会直接跳楼吧？只见宋应冲过来抱着我的大腿，娇声道：“哥哥，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我好不好吗？”夏宁见到这一幕，顿时瞪大了眼睛，撒娇还能这么硬核的吗？宋应则是心里暗笑，这招就连他爸爸都抵挡不住。突然我大腿猛地发力，直接把宋应甩了出去。宋应一个720度的后空翻，狠狠落地，后脑勺好像砸翻了什么东西，他瞬间眼前一黑，还伴随着一股酸臭味。只见垃圾桶正好死不死的套在他头上。2秒钟后，房间内传来呜呜的哭声，由于套着垃圾桶，还有一种高级混响的感觉。夏宁急忙上前摘下垃圾桶，说道：“对不起，对不起，这附近有理发店，我带你去洗个头吧。”宋应一边哭一边说道：“算了，你们走吧。”而我看到他哭个不停，上前说道：“小姑娘，你别哭了，这一单我接了。”只见宋应猛地抬头，扑哧一笑，还带出了2个大大的鼻涕泡。然后我跟着2人去了一家豪华的理发店，花500块钱给宋应洗了一个头。我心里一阵吐槽，这特么在红浪漫都够洗个小头了。洗完之后，我们仨来到一处公园，坐在一处长椅上。我看着宋应问道：“你唱一首歌给我听听。”宋应一点都不拘谨，笑着说道：“哥哥，我有一首原创歌曲，唱给你听好不好？”我毫无表情的点了点头，唱什么都可以。宋应清了清嗓子，面朝湖面唱了起来。可能夕阳沉静上有人誓言不分，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我听完之后盯着宋应说道：“你就准备用这首歌成为网红？”宋应有些尴尬，急忙解释道：“我才刚学作曲不久。”我看着湖面淡淡的说道：“你唱功够用了，但是火不火跟唱功没啥关系。”宋应小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我则闭着眼感受身旁的微风。前世唱歌涨粉100万的案例从大脑中一一闪过，然后睁开眼睛看着宋应问道：“你最擅长什么类型的歌？我给你写一首。”宋应微微一惊，有些担忧的说道：“写歌很难的，不仅要作词作曲后期还要编曲。”我直接打断他说道：“回答我的问题就行。”宋应迟疑了一下，看着我说道：“哥哥，我还是唱网上爆火的歌曲吧，这样也保险一点。”我思考了一下，点了点头。你说的对，是要保险一点，得1比1还原那个营销场景。宋应和夏宁都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要还原什么场景。我则把夏宁随身带的笔记本要了过来，拿起笔在纸上写了起来。5分钟后，我把写好的词曲撕下来递给宋应，宋应接过去，心里默默唱了起来，然后十分感动的看着我说道：“哥哥，这首歌是送给我了吗？”我翘起2郎腿，淡淡的说道：“送可以，但是得加钱。”宋应尴尬的笑了笑，问道：“哥，接下来我要干什么？是直接发唱歌视频吗？”我摇了摇头，站了起来：“你先找音乐公司给这首歌编个曲，然后把歌练好，等我通知。”宋应重重的点了点头：“好的哥。”而我转身看着发呆的夏宁说道：“小夏该走了，策划案还需要一些道具，咱们争取今天下午搞定。”夏宁这才回过神，起身跟了上去。他刚才被秦寻的能力震惊到了，竟然花5分钟写了一首歌。忽然身后传来宋应的声音：“宁姐，能不能把我哥的微信推给我？”听见我哥2字，夏宁莫名的有些烦躁。他这个人比较古怪，从不加女人微信。宋应看了一眼我远去的背影，说道：“那你给我他的电话也行。”夏宁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他的私人号码是保密的，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联系我，我24小时为你服务。宋应拽着夏宁不依不饶，可是我半夜
夜睡不着就想找他聊天。夏宁有些无语，冷着脸说道：“他写的歌你收好，人你就别惦记了。还有他喜欢男的。”宋映听后一愣，呆呆地站在原地，等夏宁走远，他才回过神来，然后走到柳树下，抓住一根柳枝，手微微攥紧，用力往下一撸，本来弯弯的柳枝瞬间变得笔直。宋映也跟着笑了起来，这下不就直了吗？夏宁则紧跑2步追上我，问道：“接下来我们要去干什么？”我转头看向他，神态自若地说道：“咱们去拍一组婚纱照。”夏宁习惯性地点了点头，突然反应过来，一脸惊讶地看着我问道：“拍婚纱照？你要结婚了吗？”我摆了摆手，挑眉说道：“别瞎说，我怎么可能英年早婚？”夏宁皱着眉头，一脸不解：“那是谁要拍婚纱照？”我指了指他，又指了指自己，说道：“当然是我和你了。”夏宁看我说的一脸真诚，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就觉得这货太恶心了，竟然光明正大的占自己便宜。忽然微微一笑，拉起我的手朝湖边走去。我背对湖水，看着夏宁一脸紧张，这娘们不会误会了吧？生怕他下一步直接点脚吻了上来。于是正打算张口解释，夏宁却双手拍着我肩膀，笑着问道：“秦寻，你会游泳吗？”我自信的点了点头，那何止是会，他们都叫我浪里小白条。突然夏宁在我胸口猛地拍了一下，我大叫一声，整个人掉进了湖水里。湖面的鸭子都被吓得骂起了脏话。我猛地钻出水面叫道：“小夏，你这属于谋杀！”夏宁则站在湖边冷冷的说道：“谁让你先嘴贱的？”我爬上岸，忍着把他推下水的冲动说道：“宋映的策划案需要一些道具，婚纱照就是其中之一。”夏宁低下头弱弱的说道：“那你不早点跟我说？”我抖了抖衣服，委屈的说道：“刚才没跟你说下午要准备道具吗？”夏宁想了一下，好像确实说了，有些尴尬的说道：“那为什么非得是我跟你拍？”我抠了抠耳朵里的水，摆手说道：“你也太瞧得起自己了，只不过就你正好在我旁边，这个新娘盛碗也行，掏厕所的阿姨也行，甚至随便找个母狗都行，还非得是你。”夏宁只能默默低着头，一句嘴都不敢问。我则走到旁边的石凳上开始脱衣服。夏宁跟了上来，小声说道：“其实我们可以找模特拍的。”我一边拧衣服一边淡淡的说道：“拍婚纱照要钱，请他们假扮新人参加婚礼也要钱。我开会的时候不是说了吗？公司是我家，维护靠大家，给公司省钱是第一准则。”夏宁听后微微一愣，明显是不信。我则语重心长的继续说道：“省下来的钱正好给我们发奖金。”夏宁觉得哪里不对，又好像很有道理，于是低着头，脸色微红的说道：“那现在咱们就去拍吧。”我抬起头，明知故问：“拍什么？”夏宁的小脸变得更红：“拍婚纱照。”我嘴角微微上扬，笑着问道：“谁和谁拍婚纱照？”夏宁脚趾头都变红了，说道：“我和你。”我果断的摇了摇头：“大姐，你睁眼看看我这一身，我都湿身了好吗？”夏宁双脚抠地，不好意思的说道：“回来去得物给你买一身新的。”我摆了摆手，一脸严肃的说道：“不拍，给多少钱都不拍。”夏宁被气得敢怒不敢言，忽然想起宋映抱腿撒娇的场景，但是他根本做不到，于是走到我旁边，慢慢挤出了几个字：“我回去煲汤给你喝。”我则站起身走向公园外，说道：“先买衣服再去拍婚纱照。”夏宁跟在身后轻轻的哦了一声，像个听话的小媳妇一样。红浪漫影楼我点了最便宜的套餐，前台小姐姐面带微笑的问道：“先生您打算预约到哪一天？”我也礼貌的笑了笑说道：“今天就行，越快越好。”前台看了看旁边美到惊艳的夏宁，瞬间懂了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么猴急。那我立马给您联系摄影师，一会就可以拍照了。祝二位新人百年好合，多生贵子。我摆了摆手，尴尬的说道：“没必要，没必要。”夏宁的脸则宛如刚果的猴腚一样。影楼2层，我和夏宁都换好了衣服，看着一身雪白婚纱的夏宁，我笑着说道：“谁要是能娶你，简直就是30生有幸。”夏宁却绷着一张脸，假装没听到，而手心却紧张的全是汗，心里还一直暗示自己这不是真的，这是角色扮演。摄影棚内，摄影师招手说道：“我们先拍一张抱在一起的。”夏宁顾求了半天，只是手搭在了我肩膀上。摄影师有些调侃的说道：“你们俩中间是有墙吗？都一个炕上的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俩对视一眼，都有些嫌弃对方，但还是脸贴脸抱在了一起。而我则皱了皱眉，有些不满的说道：“小夏，你下面是插了热的快吗？怎么脸越来越烫了？”夏宁听后羞着脸，气哄哄的瞪着我。与此同时，摄影师咔嚓一声按下快门：“不错不错，这娇嗔的模样，以后一定是当家做主的。帅哥，你以后可没好日子过了。”然后拿起相机继续笑着说道：“两个人亲一下。”我则和夏宁对视一眼，同时推开对方说道：“亲不了一点。”摄影师被这一幕整不会了，怎么突然就闹矛盾了？都是一家人了，床头吵架床尾和。而我则看着摄影师解释道：“他口臭很严重。”夏宁一听，伸手揪住我耳朵骂道：“我让你嘴贱！”疼得我都喊出了驴叫声。摄影师则一顿咔咔快门按得起飞，真不错。最近就流行这种家暴风的婚纱照，我准备把你们的照片放到楼下展示。5个小时后，外面天已经黑了。摄影师带着我们在喷泉旁拍最后一组照片。我站在夏宁旁边，有气无力地说道：“早知道这么累，就请模特拍了。”而夏宁看着眼前的一幕，却有些憧憬，他的新郎应该是个既温柔又绅士的男人吧。与此同时，摄影师笑着说道：“二位新人在这美丽的喷泉下许一个新婚愿望吧。”我抬头看向天空，随口说道：“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摄影师听后直接麻了，这个逼也太猛了吧。夏宁则一言不发，转身看着我，双手一推，卧槽！随着一声大喊，我又掉进了水池。在水花溅起的瞬间，摄影师按下快门，非常完美，把家暴风贯彻到底。这一张我要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拍完之后，我们像陌生人一样走出影楼。我拿出手机，正准备扫一辆共享单车，夏宁则挥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说道：“师傅去阿尼玛艺术公寓。”我听后急忙拦住要关上的车门，你说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阿尼玛。夏宁微微一愣，有些紧张的说道：“阿尼玛有一家非常好吃的大肠，准备打包一份回家。我经常跑外卖，知道那家不卫生，提醒道那家处理的不干净，保留了大肠的原汁原味。”夏宁一怔笑了笑，硬着头皮说道：“就爱吃原汁原味的。”
我看着他有些无语，这娘们口味有点重啊。夏宁则忽然笑着说道：“上来吧，我请你一起吃。”我顿时笑得像菊花一样说道：“其实处理的也没有那么不干净。”阿尼玛艺术公寓一家卤煮店内，夏宁点了2份卤煮和1份9转大肠，付了账，夏宁突然转身对我说道：“那个我肚子有点痛，你自己吃吧，我先回家了。”还没等我说话，他已经跑到了外面。我看着他的背影喊道：“推我下水的事情已经原谅你了。”夏宁愣了一下，没说话，继续往前走。他其实也没有想推秦寻下水，但是听见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心里就有一种无名的怒火。10分钟后，我提着卤煮和大肠回到出租屋，进门就发现客厅安了一个摄像头。我微微皱眉看了看室友紧闭的房门，心想要不要叫他出来吃点增进下感情。结果伸手要敲门又放了下来，万一是个女的对我图谋不轨怎么办？就算是个男的，万一也对我图谋不轨怎么办？而此时夏宁盯着电脑监控画面，心都悬了起来。如果这货要是敲门，他就准备假装不在。看见我转身回了自己房间，他才松了一口气。忽然他皱了皱眉，发现自己忘洗澡了。我则吃饱喝足后，拿着干净内裤走进了浴室。3分钟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忽然抬头看见了客厅的摄像头，转身冲进浴室，拿了条毛巾围在了下身，双手捂着胸部，低头冲进了卧室，看了看自己印着天线宝宝的内裤，差一点猛男人设就崩塌了。而夏宁看着监控，摸了摸自己滚烫的小脸，这货拍泳池视频都大大方方的，洗个澡还要穿内裤，没意思没意思。然后起身在柜子里找了一件比较保守的睡衣。第二天我起床洗漱，发现厕所里弥漫着淡淡的香气，洗手盆上放着一支蓝色的牙刷，依然分辨不出是男是女。洗漱完我差1分钟踩点到了公司，坐在工位炯炯有神地盯着屏幕右下角，等到9点立即转身看着夏宁说道：“小夏，你跟程姐说一声，通知所有人上午开一个紧急会议。”夏宁看着我想了一下问道：“可是今天上午牛总没来，要不把会议改到下午？”我则满不在乎地说道：“他不来正好，一个好的老板就应该跟死了一样，从不在公司出现。”夏宁转过头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照这样下去早晚得被这货咒死。然后又回过头问道：“那今天会议的内容是什么？”我看着他稍微挪远了一些说道：“邀请同事们参加我们的婚礼。”夏宁听到后瞪大了眼睛，抄起笔筒就打算朝我砸过来。我则看着他嘴角上扬，笑着说道：“你这是打算谋杀亲夫？”夏宁急忙放下笔筒，伸手捂住我的嘴巴：“你给我闭嘴！”周围的同事全都一脸惊讶地朝这边看来，感受到炙热的目光，夏宁才放下手，小声说道：“我上辈子肯定是欠你钱了。”上午9点半，程晚召集所有人召开紧急会议。夏宁坐在没有监控的角落，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而我则走上台面，带微笑地说道：“大家都知道我接了一个帮女歌手出圈的业务，现在需要大家配合搭建一个假的婚礼现场。”台下的一个男同事闻声说道：“那是不是要选一个胸大的姑娘扮演新娘？”紧接着传来众多妹子一阵娇羞：“秦总，我们都结婚了，不过再结一次也不是不行。”夏宁此时却脸红得像刚果的猴腚。我则示意大家安静，继续说道：“各位姐姐，你们可能要失望了，我确实扮演的是新郎，但是已经名花有主了。”说完按了一下手里的电子笔，大屏幕上出现了我和夏宁的结婚照。台下的人看着屏幕上的照片，瞬间沸腾起来。这小子下手太快了，公司最好看的女生1个月就搞定了，难怪他能力这么强，还不想着跳槽，原来是另有所图。然后众人又朝着角落里的夏宁看去，只见他低着头，看不清是什么表情，但是耳朵却红得好像涂了颜料。程晚看到这一幕，露出姨母般的微笑。为了拿捏小鲜肉，先是给他升职加薪，现在又和他假扮夫妻，夏总真是好手段。然后转头看着我夸赞道：“这结婚照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比我下周要结婚的大侄子的好看了100倍。”我听后微微一愣，急忙看着程晚问道：“程姐，你和你大侄子关系好不好？”这话问的那是我大侄子，关系当然好了。我嘴角微微翘起，笑着说道：“程姐，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既然你大侄子正好结婚，那咱们搭建场景的费用就可以省了，我们直接去吃戏可以吗？”众人听后觉得非常合理，节约成本，利润就高了，他们能拿的提成也就更多。正当程晚觉得不错，想要答应时，坐在角落的夏宁却突然说道：“那我们的婚纱照不就白拍了？”众人一惊，纷纷转头朝着夏宁看去。夏宁见状抿了抿嘴，故作镇定地说道：“我的意思是拍婚纱照花了3000块钱，要是不用是不是就不能报销了？”我一听觉得确实有道理，转身一脸郑重地看着程晚。程晚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怎么报不了？必须可以报。”心想老板自己拍的婚纱照，我要是不给报还混不混了？夏宁则低着头愣了好一会，心里轻松了不少，但却有一些失落。紧接着程晚当场联系了他的大侄子，把公司员工参加婚礼的事彻底敲定。会议的最后，我站在台上笑着宣布：下周参加婚礼大家放开了吃，所有红包由公司承担，而且算加班1天工资翻倍。台下众人一个个兴高采烈，觉得这家公司真是来着了。而夏宁则毫无表情地看着秦雪：“你说公司出就公司出，总经理让给你当得了。”会议结束，我回到工位，随手拿起夏宁的笔记本，这是我主持的第一个大型会议，看看我的小助理都记了什么。夏宁嘴角微微勾起，冷哼了一声。我看到笔记本的内容却愣了一下，上面只写了5个大字：秦寻大傻逼。我抬起头看着夏宁，叹了一口气，写会议记录不用这么真实。然后拿起笔在那一页下面写道：“夏宁，对不起。”夏宁看到我写的字，疑惑地看着我，我则看着他一脸正色地说道：“你把邮箱里昨天拍的婚纱照删了吧？”夏宁忍不住开口问道：“为什么要删了？”我今天看到其他女同事的反应，觉得拍婚纱照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件神圣的事，不应该让它变成一种道具。夏宁看着我的眼神有些闪躲，我则看着他继续说道：“赶紧删了吧，以后被你老公看见不仅要家暴你，还很有可能过来找我拼命。”夏宁犹豫了一下，打开邮箱删除了邮件，又看了看回收站，但是没有清空，然后拿着笔在本子上把大傻逼改成了小傻逼。我看着他改完的话，笑着念了出来：“秦寻小傻逼。”念完我的笑容逐渐凝固，这特么怎么有种打情骂俏的感觉？再抬头看了一眼夏宁，发现他正红着脸一本正经的假装工作，我则打算换个话题缓解一下尴尬。小夏，你知道我有个合租室友吧？夏宁的小心脏瞬间悬了起来，难道这货发现什么了？我则神情快
夸张的继续说道：“我那个舍友就是一个变态，他竟然在客厅装摄像头偷窥我。”夏宁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摄像头确实是他装的，但是说偷窥是不是过分了？我看见夏宁的表情，以为他来了兴致。昨天半夜3点多，我听见对面的门开了，他竟然半夜3更起来洗澡，你说他是不是变态？夏宁皮笑肉不笑的笑了2声，要不是为了躲这货，我能半夜起来洗澡？然后又准备转头假装努力工作。我见状扶着他的椅子，急忙说道：“小夏，你联系一下宋映那个小富婆，咱们一起去出外勤吧，我要对他进行深入指导。时间紧，花样多，任务重。”夏宁看着我叹了一口气，我就最后再相信你一次。然后拿出手机和宋映约定了时间地点。半小时后，环湖公园内，宋映穿着超短裙朝我冲了过来。看到他跑过来的气势，我生怕他一个大跳起我脖子上，于是躲在夏宁身后，只探出一个脑袋。只见宋映愣了一下，先要绕过夏宁，夏宁则像老母鸡一样把我护在身后。宋映见状，微微皱眉看着我问道：“哥哥，难道今天我穿的不好看吗？”我探出头笑了笑，刚要客气2句，夏宁却率先开口说道：“也就一般。”宋映听完站在原地呆若木鸡，神特么的一般，这特么比难看杀伤力还大。夏宁则面不改色看向远处的湖水，一副深藏功与名的高人模样。这一天我带着宋映逛街吃臭豆腐看电影，而夏宁跟在身后像一个好看的电灯泡。等到下午6点，宋映还想去酒吧逛我则摆了摆手说道：“你自己去吧，我还有大事要办。”夏宁则盯着我一脸不满的说道：“这就是你说的深入指导？”我叹了口气，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他是个缺爱的问题儿童，你以为我们在玩，其实我在给他做心理按摩，和他拉近关系，方便以后跟他沟通。夏宁知道我在胡扯，话都没说，转身就走。他知道我一会要去送外卖，要在这货回去之前把澡洗了，免得又被别人说是死变态。我回到出租屋已经8点了，没看见室友，却看见浴室里有一滩水。洗澡一点规律都没有，越发的觉得他是个变态。忽然想到了什么，去阳台看了一下，发现上面挂的只有自己的内裤，不由得一阵吐槽：洗完澡连衣服都不换，这个人不仅变态还脏。夏宁在卧室里看着监控一阵无语，你连臭豆腐都吃还好意思说我脏？回到自己房间，我打开系统面板，摸鱼值一天就涨了9000，那一个星期不就涨到5万了？第二天我带着宋映又玩了一天，在休息的时候指点了他几句唱歌技巧，宋映按照我的指点确实进步了不少，于是凑过来抱住我的胳膊说道：“哥哥你真懂我。”夏宁则气势汹汹地走过来，冷冷地看着他。宋映悻悻地松开了我的胳膊，有些害怕地看着夏宁，这姐们气场太可怕了。第3天，宋映在公园给我和夏宁表演了一遍，我看着他点了点头说道：“已经够用了，再不火就是我的问题。”宋映听后兴奋地跑到我面前：“哥哥，过几天我要剪一个3毫米的卡尺。”我听完微微一愣：“怎么了？看破红尘了？”宋映仰起头看向天空，眨着大眼说道：“这样我就更像一个男人了呀。”我皱了皱眉头，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夏宁则默默地转过身，背对着我们，一副啥都不知道的样子。6点1到，我和夏宁一起离开公园，走到分开的路口，夏宁却小声说道：“等这个策划完成，你离宋映远一点。”我一脸不解，转头看着夏宁问道：“为什么？”夏宁没有看我，目视前方，淡淡的说道：“他在勾引你。”说完直接打了一辆出租坐了上去。我看着远去的出租车背影若有所思，这娘们该不会是吃醋了吧？20分钟后，夏宁下了出租车，忽然看见一个卖油炸臭豆腐的摊子，犹豫了一下走了过去：“老板，给我来1份。”老板低着头略带口音的说道：“要大份还是小份？”夏宁迟疑了一下，心想臭味还有大份和小份之分，然后忍着恶心小声说道：“老板，给我来大份的。”此时我也回到了出租屋，躺在床上打开系统面板，发现摸鱼值已经达到了4万6，看来还得和宋映玩1天才能抽奖。半小时后，我忽然感觉肚子一阵翻涌，准备去卫生间解决一下，却发现里面有人，我心里不由得一惊，这神出鬼没的室友终于出现了。我回到自己房间又忍了10分钟，甚至连一个屁都不敢乱放，而出来时发现厕所的灯还亮着。夏宁则正蹲在马桶上看傅炎洁的配料表，吃完大份臭豆腐肚子就一阵酸爽，进厕所的时候连手机都没拿。突然卫生间的门被敲响，我满头大汗的冲着里面喊道：“大哥，你能不能快一点啊？我都快火山喷发了。”夏宁在里面一句话都不敢说，他一想到以这种方式见面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则满脸痛苦的哀求道：“大哥，你要是便秘先中场休息一下，我拉屎贼快，给我30秒就行。”夏宁紧张的脸色憋得通红，他不是便秘而是窜稀了，并且还一直窜个不停。我看里面没动静，语气透着一丝惊慌：“大哥，你是不是在里面晕倒了？再不说话我就要踹门了。”夏宁一听急忙捂着双腿之间的风光，捏着嗓子压低声音说道：“里面有人。”我听到这似男非女的声音皱起了眉头，这个老变态看来是要跟我硬刚到底，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个老逼灯揍一顿。想着我飞快地冲向小区的公共厕所。1分钟后我释放完毕，回到出租屋，看着客厅的摄像头竖起一个中指，夏宁盯着监控画面轻轻回敬了一个。第二天上午11点，我按着群里发的定位来到一家酒店，程婉安排我坐在夏宁身边说道：“秦主管按照你之前说的，每个桌子都安排了我们的同事，确保在每个角度都能拍摄视频。”我看着程婉满意的点了点头，程姐办事我放心。然后转头看着化了淡妆的夏宁说道：“人家婚礼你还化妆，是不是想抢新娘的风头？”夏宁只是淡淡的瞪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看他一脸性冷淡，有些奇怪，我今天又惹着你了？夏宁看都不看我一眼说道：“你哪天不惹我？”我一脸不解，有些不屑的说道：“大姐，今天咱俩才刚见面，我上哪惹你去？”夏宁想到昨天晚上被堵厕所的画面，脸颊微微发烫，转头看向舞台，不想跟你说话，我也没有再热屁股贴冷脸，但是看着他高冷御姐的模样，不禁有些好奇，这娘们在新婚夜市叫还是不叫？而旁边一桌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才30几桌，这婚礼排场也不大呀，还
还行吧，在海城算是不错的，连花都是塑料的，估计都被酒店用了几百次了。了解大家都是同事，工作中的情绪不要带到人家婚礼上来。我包了200块钱的红包呢，还不让人说话了。我听完之后小声嘀咕道：见不得别人好就别来啊。夏宁突然转过头问道：你刚才说什么？我则扭过头模仿他刚才的样子，我不跟你说话。夏宁也将头转向一边，轻声骂道：傻逼！我却看着他嘴角微微上扬，大的还是小的？夏宁微微一怔，脸红的像红酒一样。看来说脏话的技术还得精进一下，要不非得在这家伙身上吃大亏。突然灯光暗了下来，婚礼的司仪快步走上舞台，欢迎各位来宾，各位好友。女人是黄土大地，男人是打桩机。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司仪卖力地主持着婚礼，很快到了扔手捧花的流程。台下5万多未婚女生害羞地走上舞台，在一阵尖叫声中，新娘扔出了手捧花，手捧花落入人群，被几万只手拍打，最后一个抛物线正好砸到了夏宁头上。夏宁愣了一下，看着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则一把抓起手捧花扔回了台上。我们结婚了。夏宁看着我的操作目瞪口呆，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接下来是表演节目的环节，司仪不知道是哪个厂牌出身，为了暖场先来了一个土嗨的说唱。我就是临时抱抱叫，临时抱抱叫，我就是临时抱抱叫，临时抱抱叫。好好的婚礼瞬间有了酒吧夜店的感觉。此时一对新人开始下台敬酒，气氛一片祥和。台上的主持人嗨够了，接着主持婚礼。下面有请艺人宋映上台为大家表演节目，而我身后却传来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丽丽结婚就请个小丫头过来表演啊。宴会厅是这家酒店最小的一个吧，连鲜花都是用的塑料的。然后笑了一声讥讽道：我还准备在你婚礼上哭一场呢，结果让你给我整笑了。旁边的人拉了这个女人一把：娟姐快吃菜吧，我知道你喝醉了。新娘则是满脸堆笑没有说话，敬完酒转身走到了舞台后面，新郎快步跟了上去安慰道：丽丽都是我不好，你别生气。新娘的声音有些发颤，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下。坐在旁边吃瓜的我叹了一口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我要是新郎上去就是一个大逼斗。然后我站起来环视一周，发现每张桌子都有同事正在录像。与此同时，宋映自信地走上舞台，台下的男士纷纷擦亮了自己的狗眼，这姑娘看起来好嫩好漂亮啊。宋映扫视了一下众人，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轻轻点了点头，眼神中充满了自信的深色。放心吧哥哥，我会讓他們永遠記住我的。喜歡你那雙眼動人，笑聲更迷人，願再可輕撫你。一曲唱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叫好声。和大妈聊天的大爷还在和大妈聊天，乱跑的孩子依然在乱跑，还不如刚才司仪的说唱反响热烈。宋映有些落寞的转身走下了舞台。夏宁放下录制的手机，转头问道：台下一点反应都没有，这能火吗？我面无表情，淡淡的说道：不急，明天就知道了。说完我站了起来。夏宁见状皱眉问道：你这就打算回去了？我看着舞台后边摇了摇头，小姑娘貌似心情不太好，我去后台看一下。舞台后方，宋映见我走过来，笑着说道：哥哥你放心，我不怪你。我微微一愣，走过去正要安慰几句，忽然听见小声哭泣的声音，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爷爷生病花了几十万，咱们的婚礼也不至于这么寒碜。新郎低声安慰道：什么怪不怪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新娘忽然想到什么更难过了，那个姚娜平时就和我不对付，今天明显就是来看笑话的。我被她阴阳怪气几句倒是没什么，还连累你被他们一起看不起。没事，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要不你骂我2句消消气。新娘擦了擦眼泪，轻声说道：不骂不舍得。我听着他们的对话有些感动，互相奔赴的爱情真是幸福。此时司仪的声音从前面传来，接下来有请新郎的侄女献上一首儿歌。我转头看了看要上台的小女孩，起身拉住她的麻花辫，一把抢过话筒：小姑娘我先来。女孩呆呆的愣在原地，一脸懵逼。我拿着话筒缓慢的走上舞台，司仪看小女孩变成大帅哥，疑惑的问道：请问你是？我把即将脱口而出的我是你爹咽了回去，用低沉带有磁性的嗓音说道：我是新郎花50万请来的歌手。此话一出，台下瞬间沸腾起来。50万骗鬼呢吧？但是看见我身姿挺拔干净帅气，一时间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司仪一脸懵逼，流程里根本没有这个人，于是打算讲个笑话敷衍过去，但是我却没给他机会，继续说道：我是整个海城最牛逼的歌手，看在新郎的面子上给他打了个5折，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演唱一首。宴会厅里瞬间安静下来，被我不要脸的气势都给镇住了。夏宁看着我微微皱眉，这是为了哄宋映甘愿上台耍活宝，牺牲可真够大的。新娘在后台看着新郎问道：这是你安排的？新郎则是一脸懵逼的说道：不是我安排的。那完蛋了，又要让姚娜看笑话了。而我则在台上手持话筒微微低头，宛如天籁的磁性声音响了起来：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宴会厅里一对对夫妻都呆住了，想起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有不少人眼里都泛起了泪花，而听到接下来的歌词时，却纷纷忍不住落泪。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
台下陈婉旁边一个男子哭着说道：“婉儿，我昨天不该无缘无故凶你的。”陈婉也眼含热泪的说道：“我也不应该因为你小就嫌弃你。”两人相视一笑，跟着一起哼唱起来。夏宁听着周围的哭泣声有些动容，两只眼睛静静的看着台上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才能从陌生人变成一家人？一曲唱完，陈婉露出姨母般的微笑。以后秦寻在公司能行方便的都行方便，不能行的想办法也得行。太他妈给大侄子长脸了。刚才讽刺新娘的姚娜却是一脸黑线，同桌的人则反讽道：“娟姐，你不是说你是来哭的吗？你倒是哭啊！”姚娜则黑着脸起身说道：“我家里还有事，我先走了。”为了防止被人拦住敬酒，我唱完之后偷偷从后门溜了出来，然后打开手机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所有人把录制的视频发给技术部，除了夏宁，每个人录的视频都要模糊化处理，不能让观众看清宋映的脸。然后每个视频只剪辑一小段，剪辑好由技术部发我统一审核。发完，我骑着电动车回到了出租屋，在电脑上和 Faker 打了2把游戏。忽然右下角传来一条消息提醒：秦主管视频都剪好了，您审核一下。我打开邮箱大概看了一下，非常不错，把这35个视频转发给刚才录制的同事。紧接着我在公司群发去消息，把各自的视频全都上传到抖音，并且投2000块的抖加买10万流量，所有费用公司报销。而此时海城一栋别墅内，宋映却躺在5米大床上连连叹气，希望我的同学不要刷到我唱歌的视频，花300万去别人婚礼上唱首歌，他们肯定要嘲笑我一辈子。10几分钟后，一条少女在婚礼上唱歌的视频迅速发酵，像夏宁窜稀一样搅浑了整个网络。第二天我起床玩手机，发现有个群公告：芒果公司的各位同事非常抱歉，由于特殊原因周末再加1天班。然后下面是牛校群发的一个大红包，我点开一看是44块4毛4，心里暗暗骂到真特么吉利。而为了不让牛小菊认出来，我戴着口罩踩点到了公司门口。一进门，同事们纷纷看着我站了起来。秦主管早上好，不仅声音贼大，还十分热情。我愣在原地，用询问的眼神看向夏宁，而夏宁淡淡的看我一眼就撇开了头。此时陈婉走出来，一脸兴奋的说道：“让我们恭喜秦主管成功策划了小歌手出圈活动。”同事们纷纷自愿鼓起掌来，足足持续了20多分钟。我像老干部一样装模作样的说道：“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们这么搞就显得生分了。”陈婉面带笑容继续说道：“大伙给秦主管汇报一下昨天的战况。”财务主管王大力有些骄傲的喊道：“我有100万播放，20万点赞。”技术部主管朱古力清了清嗓子喊道：“我120万播放，35万点赞。”随后30多个人纷纷汇报了自己的战绩，然后陈婉笑着总结道：“除了夏宁的视频没有发布外，其余同事一共发了32条视频，总共986万播放，102万点赞。”我满意的点了点头。一天时间，这个数据已经相当不错了。陈婉压抑住自己的兴奋，期待的问道：“秦主管，你的视频多少播放啊？”办公室瞬间安静了下来，全都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我看着众人，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当时正好上了一道大肠刺身，由于太好吃，我没顾得上拍。陈婉微微一愣，随即又笑着说道：“秦主管，你负责掌控大局就好，这种小事本来就不应该你操心。”然后为了缓解尴尬，带头开始鼓掌。办公室里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夏宁则凑到我跟前说道：“看着同事们给你鼓掌，你就没有一点点愧疚？”我却忽然猛地拍了一下大腿，我操他大爷的！夏宁被吓了一跳，满脸疑惑，这货怎么这么大反应？而我则一脸懊悔的叹了口气，我特么忘记打卡了，半个月工资又没有了。夏宁见状上前安慰道：“这里是3个公司发来的合作申请，你多接几个策划工资不就回来了？”我转过头看着他，一脸无语，你就是这么安慰人的？而且宋映的案子还差最后一步，等结束了再说。然后叹了口气，继续说道：“这狗日的老板不仅迟到扣我工资，还想上班时间让我工作，真特么该死。”忽然夏宁的手机响了起来，拿起一看是宋映打过来的：“宁姐，哥哥在你身边吗？我昨天一晚上没睡，想跟哥哥说几句话。”没等夏宁说话，我一把抢过手机：“小映，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哥哥你别太愧疚，我真的不怪你。”我听后微微一愣，问道：“你为什么要怪我？”夏宁听见两人的对话，有些狐疑，这货昨晚是不是偷着去找宋映的？然后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什么。手机那边宋映则继续说道：“昨天没反应是我魅力不够，不是你能力不行。”我皱起眉头，一脸不解地问道：“什么你魅力不够，我能力不行？我昨天表现的还不够好吗？”夏宁听完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这货简直就是畜生。小姑娘今年才刚满18岁。宋映则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哥哥你不要生气啊，等我明年长大点再找你。”我急忙摆了摆手说道：“千万别，昨天那种效果都满足不了你，确实是我不行。”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夏宁却一脸惊讶地看着我，眼神中还带着些许杀气。我看着他有些奇怪地问道：“你这么看着我干嘛？难道怪我对他不够温柔？”夏宁听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这货昨晚肯定像老牛一样卖力，结果早上却被宋映打电话嘲讽，真特么是活该他二奶给活该开门，活该到家了。我看他一言不发，把手机递了过去。夏宁则冷着脸指着桌子说道：“你放桌子上就行。”我被他搞得有些摸不到头脑，你怎么神神叨叨的？夏宁没有说话，而是拿起酒精往手机上喷了几下。我看着他的操作，满脸问号，你有病吧？夏宁低着头，一脸嫌弃的说道：“我嫌你脏。”我站在原地想了半天，愣是没想明白，是特么我病了，还是他不正常？而海城的一栋别墅内，宋映拿着手机，一脸失落，自己本来是要安慰一下哥哥的，结果却被当成了嘲讽。果然舔狗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忽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那个喜欢和明星睡觉的爸爸打来的。映映，你是不是昨天拍了抖音？宋映想到昨天的场景，有些尴尬的说道：“我经常拍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个在婚礼上唱歌的小姑娘，是不是你？”宋映听后尴尬的开始抠起了脚趾：“你别瞎说，那个不是我，绝对是你。虽然看不清脸，但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宋映双手捂着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而电话那头却传来惊叹的声音：“映映，
你背后是不是有高人指点？怎么一晚上搞出这么大动静？现在抖音上全是你唱歌的视频。宋映听后一脸懵逼，眼睛发直，然后挂了电话，急忙打开抖音，没想到划了3下就是自己的视频。看到20万的点赞，手都开始有些颤抖，而我却盯着夏宁上下打量个不停。这娘们今天是不是又来大姨妈了？怎么一副要杀了我的表情？正当我想找她问个清楚时，她的手机又响了起来。宁姐，你帮我找一下哥哥。夏宁没有说话，把扩音打开放在了桌子上。我见状也没有在意，直接对着电话说道：“你又找我干什么？”宋映那边一脸兴奋地说道：“哥哥，我错怪你了。昨天你表现得相当好，我非常满意。而且昨天晚上我好像红了，现在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小姑娘了。”我看她这么兴奋，立刻想明白了，肯定是昨天伤心的一晚没看抖音，直到今天上午才看到自己的视频。而周围同事却一脸震惊地朝我看来，不是小姑娘了是什么意思？难不成秦巡把人家一血拿了？夏宁看着同事们一个个表情复杂，犹豫要不要提醒秦巡把扩音关了，而我则低着头毫不知情地说道：“昨晚我才出了3分力，今天就让你再看看我的本事。”夏宁整个脸都红了起来，觉得自己耳朵都已经不干净了。手机那头宋映激动地问道：“哥哥，你还有新的动作？”我自信地点了点头：“必须的，昨天你给人一种若隐若现的朦胧美。”夏宁听到若隐若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然后冷着脸准备起身离开。我则笑呵呵地看着夏宁继续说道：“别忘了你还有夏宁这个好姐姐呢，她身上还有宝贝没用呢，那可是完整的。”夏宁听后整个人都僵住了，这货竟然还想拉自己下水，然后一把薅住我的头发喊道：“你给我闭嘴！”瞬间办公室像静止了一样，连蚊子放屁的声音都能听见。同事们纷纷在心里默默惊叹，刚和公司美女拍完婚纱照，转头就去外面找个小姑娘，还打算拉着2人玩多人运动，还能再渣一点吗？夏宁则恶狠狠地盯着我说道：“我可是海城幼儿园跆拳道的冠军，你要是再敢乱说，信不信我踢爆你的睾丸？”我看了看他薅住我头发的手，一脸懵逼：“你是吃了爆炸果实吗？怎么动不动就发火？”此时手机里的宋映疑惑地问道：“哥哥姐姐，你们别吵了，要一个我露脸的完整视频，怎么还打起来？”夏宁闻言微微一愣，如果完整是在说视频，那貌似一切都不那么脏了。想到刚才自己脑补的一切，脸红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看着他尴尬红润的脸色，瞬间懂了。卧槽，你特么太脏了！夏宁则像个木头一样愣在原地，他确实觉得自己不干净了。而我指了指电脑，冷冷地说道：“小夏，你把完整的视频发给宋映一份。”夏宁听话的坐下，把视频发了过去。电话那头，宋映笑着问道：“哥哥，视频我收到了，接下来要怎么做？”我把扩音关上，拿起手机放到耳边。现在网上都在找你露脸的视频，你晚上等他们最刺挠的时候，把完整的视频发在自己抖音号上。宋映在电话那头重重的点了点头：“我知道了，哥哥，我一定听你的话。”挂了电话，我把夏宁的手机放到桌子上，然后用酒精喷了喷自己的手，并在他面前狠狠地搓了几下。夏宁则低着头不敢看我，恨不得把脑袋塞进裤裆里。下午2点，海城别墅内，宋映一遍又一遍刷着自己的视频，不行，我忍不住了，现在就发。然后把完整的视频上传到了自己抖音，并狠心地投了1万块钱的抖加。1分钟后，宋映刷新自己的抖音主页，发现一个浏览量都没有。5分钟后还是没有变化，宋映有些灰心地苦笑了一下，我是不是太心急了？接着放下手机，躺在床上开始睡觉。半个小时后，越躺越精神。宋映烦躁地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吓得差一点从床上飞起来。宋映看着自己发的视频，胸都吓大了。仅仅半个小时就有20万点赞，5000多条评论。他急忙点开评论区看了起来，头像是本人吗？好像我失恋多年的老婆，刚才私信他本人了，说话很有礼貌，还很关心我，问我是什么品种的青蛙。宋映一边傻笑一边看着评论，哥哥这个大宝贝可太猛了，一下子就给我顶出圈了。此时全国的营销界已经炸锅了，这根本不是随意拍的视频，这是一场精心的营销策划。女艺人身后一定有营销大佬，先发模糊视频吊足了网友胃口，再发完整视频狠狠地吃一波流量。随着有人扒出秦巡在婚礼唱歌的视频，不少策划师都立刻明白了，卧槽，又是那个泳池卖苹果的，就是那个跪行救女的策划师吗？对，就是那个卷死同行的孙子。而一家名为好不了的营销公司内，社会大哥模样的总裁大喊道：“你们10几个人加起来都不如人家身上的一根坤毛，赶紧找猎头公司把人给我挖过来。”而我此时正打算出去摸鱼，夏宁知道一会有秦巡的庆功宴，本想着张嘴提醒一下，但是想到刚才薅头发的场景，却尴尬的不知道怎么张嘴。就在此时，夏宁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急忙冲着我喊道：“秦巡有你的电话。”我转过头看见他把手机递过来，说道：“你不嫌我脏了？”夏宁脸色发红，慢慢把头低了下去。我看到是宋映故意打开了扩音键，想让夏宁知道我到底有多纯洁。瞬间，宋映激动的声音传了过来：“哥哥，我现在都20万粉丝了，你现在在哪呢？我有一件特别贵重的礼物要送你，而且是全新的，还没开封哦。”我一阵无语，脸色有些尴尬。礼物不着急，咱们改日吧。夏宁顿时瞪大了眼睛，这货竟然不要礼物还改成日。我则看着夏宁淡淡的说道：“等你粉丝到了300万那天再说吧。”夏宁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不是动词是名词。然后见我要走，急忙上前说道：“秦巡，你等一下，我们一会要去酒店。”我猛地转身，不可思议的看着夏宁，然后稍微跟他拉开了一点距离，说道：“就是一点小误会，你不用牺牲自己来道歉。”夏宁急得直接站了起来，脸红的指着周围同事说道：“不是咱俩，是大家一起去酒店给你开庆功宴。”我听后则是一点兴致都没有，又特么不能摸鱼了。中午12点，我搭同事的车去了酒店，而夏宁则坐在了陈婉车上。陈婉看了看后视镜的夏宁，有些犹豫的说道：“夏总，我在猎头公司的同学刚才给我发消息，说让我配合他把秦巡挖走，事成之后给我5万块钱。”夏宁听后沉默了几秒钟，说道：“下个月给你涨5000工资。”陈婉开心的笑了笑，继续说道：“为了挖走秦巡，猎头公司还颁布了江湖追杀令。”夏宁冷哼了一声，觉得有些幼稚，而陈婉则脸色有些怪异的说道：“他们还颁布了对秦巡的江湖奸杀令。”夏宁惊呼一声，向前探
探身问道：“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会轮番派出公关去勾引秦巡，直到把他挖走为止。夏宁听后重重的点了点头，然后急忙拿出手机给牛啸群发去短信。除了我昨天说的那些好处之外，再给秦巡20%的公司干股。而酒店的 KTV 套房内，牛啸群把手机摔在沙发上，大骂道：“还要给他20%干股？我特么都没有干股，给他大爷的给！”10分钟后，我推门进入 KTV 套房，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黄色短发女人，正是跟我对喷了一路的牛小群。我假装很恭敬的上前说道：“牛总，中午好啊。”牛啸群瞥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气氛顿时有些尴尬。陈婉见状，急忙走上前说道：“各位芒果的小伙伴，大家好！你们应该都知道，公司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策划了3起轰动全网的策划案。第一个就是贵行救女让公司一炮而红，第二个是水天的苹果，甲方直接花200万买下了秦巡的账号，而秦巡却说账号是公司财产，直接为公司盈利200万。套房里的同事闻言小声讨论道：“要是我早就跑路了，自己独吞200万不香吗？”就是，秦巡这小伙子确实有才，就是有点过分忠诚了。我则对他们的说法毫不在意。前2个公司干一家黄一家，就这个牛小局扛住了，跑路了去哪找这么命硬的老板？此时陈婉做了个晋升手势，继续说道：“第3个就是帮女歌手出圈的策划，而这3个案子的关键先生就是秦巡，让我们掌声鼓励一下。”瞬间套房里掌声雷动。牛啸群见到这一幕越想越憋屈，这个逼那天骂了自己一路，现在不仅要给他庆功，还要给他20%的干股，这特么简直就是奇耻大辱。等掌声停止后，陈婉继续说道：“下面有请今天的主角秦巡上来讲2句。”我假装很害羞的站了起来，环视一周，看着角落里的牛啸群说道：“牛总，中午好。”牛啸群愣了愣，看周围的人都在看自己，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微笑，说道：“中午好。”我顿时松了一口气，看来只要给公司带来的利润够大，骑在老板头上拉屎也不是梦想。然后转头看着众多同事说道：“我知道大家都可能觉得我傻，为什么不拿着王德柱的200万直接跑路？”此话一出，同事们瞬间沸腾起来。卧槽，这是能当着老板面直接说出来的吗？牛啸群也猛地抬头看着我，以这个逼的人品，确实应该提款跑路啊。然后转身看向角落里的夏宁，皱了皱眉，难道这就是爱情的力量？看着一脸懵逼的众人，我继续说道：“我为什么不提款跑路？因为我说过公司是我家，维护靠大家。对于公司，我始终抱着一颗感恩的心。”陈婉听后瞬间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鼓掌，说的太他妈好了。同事们则是一个个被雷的不行，除了陈婉，怕是没人信了吧？但还是很给面子的鼓起了掌。掌声停止后，陈婉笑着宣布道：“下面有请牛总上来讲2句。”牛啸群站起来看着我，似笑非笑的说道：“秦巡，谢谢你那天问候我的家人。”我顿时想到那天和他对骂的画面，于是也轻声笑着说道：“我也谢谢你问候我的家人。”夏宁在一旁听着2人的暗语，皱了皱眉，这2个货不会当着众人的面打起来吧？而同事们听到这话却是不由得一惊，原来秦巡和牛总私下竟然有一腿。牛啸群则盯着我严肃的继续说道：“我这个人不会拐弯，就直说了。第1升职秦巡为初级经理，工资随职位一起调整；第2给秦巡个人发35万奖金，下个月随工资一起发放。”同事们闻言纷纷羡慕的不行，这奖金比他们5年的工资都高。而牛啸群说到第3点的时候顿了一下，清了清嗓子，不情愿的继续说道：“第3我打算给你。”刚说一半，牛啸群又咽了回去。众人见状顿时好奇起来，什么奖励竟然这么难为情？我也是一脸懵逼，这娘们不像是会难为情的人啊。牛啸群则重重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我给你干！”瞬间我觉得整个人都麻了，往后退了几步，急忙说道：“我不干，打死我都不干！”套房里的众人也都瞪大了眼睛，这是我们能听的吗？牛啸群看着众人的目光，脸红的像猴腚一样，突然暴喝一声：“秦巡，我操你大爷的！”然后冲过来掐着我脖子骂道：“谁特么要你干了？老子特么的跟你拼了！”我则挣脱他的双手，薅住他的头发喊道：“死变态，给爷死！”牛啸群被我抓住头发，双手开始乱打，见挣脱不开，右手直接朝我裆部抓去。夏宁见状，冲着我大声喊道：“秦巡，小心你的命根子！”我一个侧身躲过了阴险一击，然后冲着夏宁竖起大拇指说道：“小夏干得漂亮！”牛啸群看着从小玩到大的夏宁，有一种强烈的被背叛的感觉，转身阴狠地看着我吼道：“小白脸，老子今天非得干死你！”我则比了个中指喊道：“老子就不给你干！”见牛啸群又要冲过去，众人这才反应过来，齐刷刷的冲上来将我和他分开。我被人抱住手脚，嘴却没有闲着，死变态，我认你妹！牛啸群也不甘示弱，小白脸，我干你大爷，我约你奶奶！牛啸群急了，语无伦次的骂道：“我连你们家的公狗都不放过！”我微微一愣，随即说道：“你请便。”牛啸群顿了顿，觉得自己吃了大亏，你特么怎么不按套路出牌？我则嘴角微微上扬，冷笑道：“大傻逼！”只见牛啸群气得直接喊道：“老子给你升职加薪，还要给你20%的干股，你竟然还骂老子！”此话一出，套房里瞬间安静下来。陈婉张着大嘴偷偷看了一眼夏宁，秦巡入职还不到1个月，竟然要给他20%的干股。我看着牛啸群也是微微一怔，说道：“20%的干股，我还以为你要睡我呢。”牛啸群气得直跺脚：“我睡你大爷！你睡夏宁去吧，他想跟你睡。”同事们一惊，纷纷转头看向夏宁，还是一样高冷，但是脸上多了一抹红晕。陈婉则叹了口气，心里默默想着，还是夏总的闺蜜懂她心思，但是这种事是能说出来的吗？而夏宁看着众人的目光毫不避讳，一副心里坦荡荡的模样，但是对上我的目光时，眼眸微微下垂，低着头小声的说道：“我没有。”我见到这一幕，转身看着牛啸群冷声道：“牛总不要随便污蔑人家小姑娘，夏宁根本不想睡我。”牛啸群看着我不屑的冷哼一声，那是他不好意思直接说。我则面无表情的看着夏宁说道：“是我想睡夏宁。”当着众人说想睡自己的小助理。此话一出，同事们纷纷一脸震惊，见过送花送戒指送跑车表白的，没见过送小蝌蚪的。夏宁闻言也是一愣，但是他知道我根本不想睡他，而是想帮他解围，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而牛啸群看到夏宁脸上竟有一丝喜悦，挣脱众人的包围，大步朝着门外走去。一对神经病，你们自己玩吧。夏宁见状急忙跟了上去。
去。我则看着牛啸群的背影问道：“牛总还给不给我干股了？”牛啸群微微一怔，头也没回，直接走了出去。直到酒店门口，牛啸群才委屈巴巴地说道：“小宁他把我发际线都薅位移了，你是让我来当老板还是来挨打的？”夏宁伸手整理了一下牛啸群的头发，说道：“牛哥，你再忍2个月，2个月之后你想怎么样都行。”牛啸群冷哼一声，根本不信，而夏宁则一脸正色地继续说道：“但是现在你还是要把干股给他。”牛啸群眼睛瞪得贼大，指着夏宁说道：“你惨了，你已经坠入爱河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夏宁则拿出手机给陈婉发去消息。酒店内，陈婉看着手机，表情复杂，然后拍了拍手，看着众人说道：“牛总说怕他在场咱们玩得不尽兴，所以自己就提前回家了。”同事们纷纷露出骗傻子的表情，明明是被秦巡打跑的好吗？陈婉见众人不信，继续说道：“牛总还说20%的干股依然给到秦巡，并且决定周5就和秦巡签订合同。”闻言，30几个同事全都朝我投来崇拜的目光。这就是所谓的才华打败资本家吗？他都骑在牛总身上拉屎了，竟然还能成为公司第2大股东，这还有王法吗？而我懵逼后，竟然有些佩服牛啸群，资本家格局就是不一样，我这么揍他都不开除我，果然命硬是有道理的。想到这，我不禁心里有些后怕，像牛小菊这么命硬的人不多了，我以后得对他客气点，要不然摸鱼都没地方去了。与此同时，酒店的菜已经上齐了，同事们一个个过来跟我敬酒。秦总，以后我们就跟您混了，您随意我们干了。半个小时后，我已经喝得迷迷糊糊，大家则在 KTV 包厢里开始唱歌。我双眼迷离，大舌头的捧场说道：“王哥唱得好啊，你看给李姐唱的都高潮了。”忽然有人起哄，大声喊道：“秦总来一个！”同事们闻言也纷纷附和起来，我也没有拒绝，拿过话筒说道：“那我就献丑了。”夏宁则坐在下面一脸期待，至今还怀念那首其实都没有，可惜自己根本不会唱。而我则清了清嗓子，直接唱道：“东边不亮西边亮啊，再进餐衣让我晒忧伤啊。”夏宁心里1万只草泥马经过，看来这货是真的醉了。而我唱完之后就躺在了沙发上，感觉自己的头胀得不行，越来越晕。此时夏宁却端着一杯红酒走了过来，我见状急忙摆了摆手说道：“小夏，我真的喝不下了。”夏宁却满脸歉意的说道：“上午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说完把手中的红酒直接干了。我微微一笑，大着舌头说道：“小夏，要我原谅你也可以，但是你要帮我一个忙。”夏宁微微皱眉盯着我说道：“帮你什么忙？”我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道：“一会跟我回家。”夏宁身子明显僵了一下，然后冷着脸死死的瞪着我。我急忙捂着脑袋解释道：“别薅我头发，之前跟你说过我的合租室友是个变态，你今天帮我一起去抓他。”夏宁听到变态2字，脸变得更冷了。我则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万一是个女的，我怕她告我性骚扰，带上你会好一些。”说完，我实在困得难受，趴在沙发上直接睡着了。庆功宴结束，众人都很有默契的没有管我。最后夏宁无奈的把我抬上了出租车，一左一右坐在了出租车后座上。忽然一个拐弯，砰的一声，我的脑袋撞在了玻璃上，随后身子一倒，正好躺在了夏宁大腿上，还无意识的在上面蹭了蹭，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夏宁见状犹豫了一下，选择了什么也不做，但是温热的鼻息却让他有些紧张，于是轻声跟前面的司机说道：“师傅，麻烦开下空调。”司机见是个美女，打开空调笑道：“美女，这零下20度的天气还嫌热呀？”夏宁则面不改色的说道：“我比较怕热。”然后为了转移注意力开始刷抖音，而我的手却在不断摩擦他的双腿。夏宁低头发现是我冷的在摩擦生热，于是又对着前面的司机说道：“师傅，麻烦你再关下空调。”司机关了空调，看了一眼后视镜说道：“这小伙子真是好福气，竟然能找到你这么温柔的女朋友。”夏宁微微一怔，淡淡的说道：“我不是。”司机笑了2声，没有再说话。夏宁则低着头开始继续刷抖音。忽然一阵熟悉的歌声传来，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传来变成了一家人。夏宁愣了一下，发现视频竟然是宋映发的，而且已经有了10万点赞，6000多条评论。他好奇的点开评论区看了起来，太好听了吧！我以后每次结婚都要放这首歌。我2婚的时候可以请你唱吗？我现在正在办离婚手续，请问多少钱才能让他在我婚礼上唱这首歌？我贷款请。夏宁看着底下的评论，忍不住笑了出来。没想到网友竟然这么有意思，但是这视频又增加了秦巡的知名度，肯定有不少公司已经虎视眈眈了。想想自己给他20%的干股，似乎也不算多。然后低头看着抖音继续刷评论，却看到好多很八卦的网友。这是宋映小姐姐的男朋友吗？好般配啊！我已经准备好当宋映小姐姐老公了，但是看到这竞争对手，我退缩了。忽然夏宁觉得网友其实也没什么意思，而司机师傅听到这首歌则有些感慨：“小姑娘，你放的这首歌真有感觉。我今天打算早点下班，给我那个婆娘买点鸡爪吃，也希望你们早点变成一家人。”夏宁什么都没说，只是抬头笑了笑。忽然觉得小腹有一股湿热的气息，低头发现是我把脸转了个方向，但是想到刚才网友磕 CP 的评论，心情顿时就不好了，双手抱着我的头推向了座位角落。突然一个急转弯，砰的一声，我的头又磕到了玻璃上。司机闻声急忙提醒道：“小姑娘，前面还有200多个弯，把你的男朋友扶好了。”夏宁听后见我又要躺到他腿上，伸手直接把我的头按在了玻璃上，然后面无表情地对司机说道：“师傅放心开，这下稳了。”司机看了一眼后视镜，有些无语，果然世界上根本没有温柔体贴的女孩子，一个个都跟自家的母老虎一样。到了小区，夏宁足足花了半个小时才把我搀了回去，把我放到床上后，夏宁正打算离开，此时我的手机却忽然响了。夏宁看到是个陌生号码，觉得一定是猎头公司，果断挂了电话。刚挂完，又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过来，夏宁再次挂断后，用我的手指解了锁。与此同时，一条短信的提示音
铃响起，秦先生，我们是红浪漫猎头公司，现在有多家营销公司都期待您的加入，最高开到了年薪120万外加巨额分红，您看方便接一下电话吗？夏宁冷着脸把短信删掉，然后只把自己的号码设置成了白名单，其余陌生号码全都打不进来。做完这一切，夏宁正打算悄悄地溜走，却被我的左手狠狠握住。夏宁一惊，瞬间想到一个4字成语，这货怕不是要酒后乱性，而我则微微睁开眼，含糊不清地说道：“小夏，你赶紧跑，我室友是个变态，等改天我们再打死他。”夏宁松了一口气，心里却有些愧疚，这货都这样了，竟然还关心自己，越发觉得自己做的是不是有些过分。一边想一边悄悄地回到自己房间，沉思了片刻，便慢慢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夏宁被一阵咚咚的声音吵醒，他坐直身子，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客厅里除了咚咚声，还有隐隐约约的说话声。然后拿起手机打开客厅的监控画面，只见门缝里不断有人往里面塞钱，而我正蹲在地上一张一张的捡。此时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秦先生，你把门打开，这门缝太小，我塞不下太多。”紧接着一个娇羞的女生说道：“秦先生，从门缝里看我一眼，我可是诚意满满哦。”而我则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这要是开了门，估计裤衩子都不剩了。门外的人见里面不说话，有些急了：“秦先生，你别光拿钱不说话，100块钱说一句话行吗？”我则继续默默地低头捡钱，没有说话。忽然听见身后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转头一看，顿时愣在了原地。只见夏宁一身白色睡裙，冷着脸走出了房门。我见到这一幕，语气有些悲怆地说道：“小夏，你还是没能逃掉，被我那个变态室友给糟蹋了。”夏宁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则握紧拳头，眼睛充血地说道：“小夏，你先打110，再打120，我去废了这个畜生，就算坐牢也要让他断子绝孙。”夏宁则拉着我的胳膊轻声说道：“我没事。”我转身看到他脸色平静，也跟着冷静下来，这才发现他左手拿着狼牙棒，右手拿着电击棍，一副要从南天门砍到蓬莱东路的样子。我稍稍退后了几步，问道：“小夏，你打算干什么？”只见夏宁冷着脸，拎着武器打开了房门，门外站着的几人顿时惊叫起来：“秦先生开门了！”而映入他们眼帘的却是一个冷漠的女人。沉默几秒后，有人鼓起勇气问道：“您好，我们找秦先生。”夏宁把狼牙棒耍得虎虎生风，说道：“你们哭错坟了，那个人已经从这搬走了。”其中一个男人则轻声问道：“那你能把刚才塞进的钱还我吗？”夏宁闻言伸出狼牙棒，冷声说道：“给我滚，要不然我就报警了。”男人微微一愣，转身就走。半夜敲女人的房门，弄不好是要蹲局子的。夏宁又看了看旁边站着的女人，她确实很大，有半个都已经露出来了，同样清冷地说道：“你把长大的秘诀告诉我，然后也可以滚了。”穿着简单的妹子先是一脸懵逼，然后在夏宁耳边小声说了什么，也转身离开。夏宁做完这一切，关上房门并反锁起来。我则看着他张嘴支支吾吾地问道：“小夏，你到底什么情况？”夏宁低下头，脸渐渐红了起来：“秦许，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一瓶 AD 钙递给我：“你先喝口奶，冷静一下。”我下意识地接过奶，插入吸管：“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还有你怎么会有冷兵器？”夏宁深吸一口气，抬头说道：“其实我就是你的室友。”我刚喝进去的奶顿时喷了出来，一滴没落全都喷到了夏宁脸上。夏宁抹了一把脸上的奶水，转身忍着怒气冷声说道：“没什么好解释的，明明是我先住进来的，你还天天骂我死变态，懂不懂先来后到？”再一转身发现客厅已经没人了，夏宁这才松了一口气，忽然感觉嘴角有些甜甜的，下意识舔了一下，然后立刻反应过来，这特么是刚才那货吐出来的，我该不会拉肚子吧？而我则回到自己房间，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这特么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让我们成为了一个屋檐下的人。第二天我被一手悟空吵醒，蹑手蹑脚走出自己的房门，发现卫生间湿漉漉的，才松了一口气。上班这么早赶着投胎啊！洗完澡不换衣服的脏女人，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我的衣服每天都会送到干洗店。”闻言我微微一阵尴尬的笑了笑：“小夏，你今天上班有点晚了。”夏宁看着我面无表情的说道：“今天搭个顺风车。”我一边刷牙一边含含糊糊的说道：“那祝你一路走好。”夏宁皱了皱眉，有些无语：“我的意思是让你带着我。”其实他并不想搭这货的便车，只不过自己早上确实拉肚子，生怕一个屁不小心又拉自己车上。20分钟后，我和夏宁踩点到了公司，刚坐到工位，夏宁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他一看是宋印，直接递给了我：“哥哥，我在你们办公楼门口，是你下来还是我上去？”我听后不耐烦的冲着电话说道：“你别上来了，我马上下去。”挂完电话，我严肃的看着夏宁：“千万不要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他，太闹腾了，烦得不行。”夏宁嗯了一声，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我看他一副被白嫖了的表情，心里默默吐槽：“你倒是不闹腾，但是也烦。”然后坐上电梯，按下了1楼。电梯门刚打开，就见到宋印冲了进来：“哥哥，我可算等到你了。”说着飞快按下了去负1层的按钮。到了地下停车场，宋印指着一辆布加迪说道：“这是我之前答应要送你的跑车，落地才1000多万，你不要嫌弃。”我看着眼前的布加迪，连连摆手：“小孩子的东西我不能收，太贵重了。”宋印挺了挺自己的胸脯说道：“我哪里小了，而且我要说话算话。”我看着他有些无奈，转身就要回去。宋印则把头一歪说道：“你不要我就用头给他砸了。”我看着他的动作觉得有些好笑，用脑袋砸车，这特么不是智障吗？而宋印看我没反应，直接一个助跑冲了出去。我见状急忙伸手抓向他的后背，却好死不死的正好抓住一根肩带。宋印身子倾斜，和地面形成45度角，顿时感觉背后凉凉的，呼呼漏风，然后转身看着目瞪口呆的我，四目相对，两个人都尴尬的不行。突然一个带着微微怒意的声音传来：“秦许，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扒人家衣服？”我这才回过神，放开了手中的肩带。随着一声脆响，宋印哎呦一声趴在了地上，顿时眼中有泪花闪过。我则用求助的眼神看着身后的夏宁，他却扭过头，根本不准备管，奶奶的又特么得自己哄小孩了。于是蹲下身对着宋印说道：“车我就收下了，那首黑凤梨的版权给你了。”宋印抬起头，瞬间乐开了花，自己以后也是有代表作的人了，于是撅起小嘴就打算朝我亲过来，而夏宁则薅住我的衣领，直接把我甩了出去。我倒退几步坐在地上，抬头看着他：“你特么是吃大力丸长大的吧？”宋印则蹲在地上一脸优越：“姐姐，我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你不要每次
次都坏我好事行吗？夏宁没有理他，而是踢了我一脚，说道：“最近公司有很多想要合作的公司，你今天老实点，不要乱跑。”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说道：“风浪越大鱼越贵，工作越忙摸鱼才更有成就感。”说完，拉着宋映去办了车子的过户手续，然后带着2个美女去青城山兜了几圈，又去附近的私人影院看了几场有深度的电影。转眼就到了下午6点，我一看摸鱼值正好是49999，特么的还差一点才能抽奖。而宋映则拉着我的胳膊说道：“哥哥一会去城南的夜市逛逛吧。”我看着手机摇了摇头，不去，我已经下班了。宋映继续不依不饶地撒娇道：“哥哥求求你了，陪人家一起吧。”夏宁这次没有打算坏他好事，转身就准备回去，但是走了几步却忽然冷声对我说道：“夜不归宿，你就等着死吧。”宋映忽然想到什么，脸慢慢红了起来。我看了看走远的夏宁，又看了看脸红的宋映，真特么的头大呀。晚上8点，我为了最后一点摸鱼值去送外卖，在经过一家水果店的时候，发现一个美女蹲在地上捂着肚子，似乎很痛苦的样子。有几个路过的男人纷纷上前搭讪，但是美女只是冷冷的摇头。忽然美女抬头和我四目相对，我才看到那个人竟然是夏宁。而夏宁看到我也是一脸惊讶，然后强撑着站起来冲着我招了招手：“你过来一下。”我停下车看他嘴唇发白，问道：“小夏，你这是怎么了？”夏宁想到舔过这货嘴里的奶，有些难为情的说道：“你能不能送我去趟妇幼保健院？我现在肚子有点疼。”我听到妇幼保健院和肚子疼不禁愣了一下，这么年轻就怀了别人孩子，竟然还要流产。然后缓了一会儿，直接拒绝道：“你现在这种情况打车比较好，坐电动车不安全。”夏宁有些不解，继续坚持道：“路上太堵，我怕打车来不及。”我看着他的肚子，心头一颤，那可是一条生命啊！于是抬头一脸郑重的说道：“那你上来吧，我肯定安全把你送到。”夏宁闻言打算弯腰拿起刚才买的水果，我见状急忙从他手里接了过来。夏宁愣了一下，有些诧异，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有绅士风度？忽然我看到袋子上的价格标签，这么点葡萄竟然要598块钱。夏宁知道我在惊讶什么，但是故意装傻说道：“葡萄确实很好吃，酸酸甜甜的，很适合孕妇。”我沉默了片刻，没有再说什么。或许孩子他爹并不在乎这点钱。然后为了避开车流，我走的沿海公路。夏宁看见大海，忽然扯着嗓子喊道：“好大的湖啊！”我心里一惊，这还是我认识的高冷小助理吗？怎么中二里还带着一点智障？而身后的夏宁则有些抱歉的说道：“对不起啊，我最近压力比较大，喊出来放松一下。”我重重的点了点头，说道：“我懂，我都懂。”想到他没有带婚戒，我就已经明白了，这孩子来路不正。夏宁则看着我的背影，无奈的笑了笑：“你懂个坤毛啊，你懂。我的主要压力都在你身上，不仅天天被你骂狗日的，还要防止别人把你挖走。”15分钟后，我平稳的停到保健院门口，看着夏宁，礼貌性的问了一句：“小夏，需要我陪你进去吗？”夏宁摇了摇头，温柔的说道：“谢谢，不用了。”然后看着我的外卖箱子笑了笑：“就不耽误你摸鱼了。”我看着他的笑容觉得好美，但是心里莫名的有些发抖。“小夏，你放心吧，我嘴很严的。”说完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骑上电动车头也不回的走了。夏宁看着我远去的背影有些不解，什么嘴严？他不应该是嘴臭吗？忽然他的肚子又是一阵翻涌，这货不是嘴臭，这货特么是嘴里有毒吧？怎么吐出来的奶水后劲儿这么大？然后忍着屁意疯狂朝厕所奔去。2个小时后，夏宁颤抖着双腿走进一间病房。“妈，你就这么馋葡萄这一口吗？催得这么急？”夏宁的母亲看到女儿笑着说道：“我这不是想你了吗？听保姆说你搬出去住了，你肠胃不好，外面的东西吃得惯吗？”夏宁忽然想到昨天的奶水，忍着腹痛说道：“除了狗嘴里吐出来的基本都能接受。”说完转头看着窗外的一束亮光，正是秦寻骑着电动车在慢慢远去。忽然夏妈轻声问道：“小宁，你在看什么呢？”夏宁紧盯着那束光，下意识地说道：“我在看傻逼呢。”说完2个人都陷入了沉默。过了几秒，夏妈皱着眉头问道：“宁宁，你这是在哪学的脏话？”夏宁拿起一颗葡萄塞进嘴里说道：“被傻逼传染了。”夏母听后一脸的无奈，然后叹了一口气说道：“宁宁，你今年必须带一个男人回家，哪有这么大了还单身的？”夏宁轻轻点了点头，却小声嘀咕道：“男人没有，狗倒是有一条。”此时的我突然打了一个喷嚏，然后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招租广告，想着跟夏宁借点钱，明天去租个房子。突然系统的声音响起：“恭喜宿主获得5万摸鱼值，是否现在开启抽奖？”我愣了一下，笑着说道：“抽现在就抽。”叮，恭喜宿主获得大业级的美食能力，这特么是什么狗屎能力？然后看了一眼系统面板，下一次抽奖竟然要10万摸鱼值。看完我无奈的拿起啤酒喝了起来，结果直接一口喷了出来，这特么怎么有股尿味？而且酒水的配比根本不对。然后我突然愣住了，这难道就是大业级的美食能力？连1/1000的尿液都能尝出来，貌似还特么有点逆天。然后扔掉啤酒，骑车回了出租屋。推开门，夏宁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点头跟他问好，朝着自己卧室走去。忽然夏宁出声说道：“秦寻，你这么晚回来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微微一愣，转头看着他，心想老子几点回来跟你有毛线关系？夏宁见我盯着他也是有些紧张，他生怕这货被猎头挖走，一直等到现在。本想说句话缓解一下尴尬，但是说完现在更尴尬了。而我想到她是孕妇，犹豫了一下说道：“我确实有些话想跟你说。”夏宁强装镇定，转过头看着电视说道：“你说吧。”结果电视里正在放动物世界，此时一头公狮恰好骑在一头母狮身上，夏宁的脸瞬间红了，有一种看小电影被人抓包的羞耻感。我则看着他试探的问道：“小夏，你家里挺有钱的吧？”夏宁心里一紧，这货不会是发现自己的身份了吧？但还是面不改色的说道：“就一般般吧，普通家庭。”我听后犹豫了一下说道：“那你能借我3000块钱吗？等月底发了工资我还你。”夏宁这才松了一口气，直接拿出手机转了3000块钱。“你这次又打算借钱干什么？”我拿出手机点了收款说道：“我打算找个房子搬出去住。”夏宁听后微微一怔，急忙说道：“我不借了，你把钱还我。”“为什么？”我看着他不可思议的说道：“刚才借钱的时候可是连眼都没眨一下。”夏宁则冷着脸盯着我说道：“我觉得你在骗我的钱。”我皱了皱眉，有些无语：“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夏宁转过头思考了一下说道：“昨天不是有人从门缝给你塞钱吗？”我从口袋拿出1沓钱说道：“昨天刚减1000块钱你就出来了，现在租房都押1付3，根本
不够。夏宁听完我的解释，继续问道：“那你为什么要搬出去？”我指着门口认真的说道：“你昨天都看见有人堵门了，所以我的地址肯定已经暴露了。为了避免麻烦，我还是搬出去比较好。”听到这个理由，夏宁轻轻的点了点头。我则看了他肚子一眼，继续说道：“小夏，你以后也不要和别人合租了，特别是男的，也就是我这个人比较正直，要换了别的男人，看见你比刚才的雄狮还要狂暴。”夏宁老脸一红，又看了一眼电视，那头雄狮又骑上了另外一头母狮。突然门口传来了一阵敲门声：“秦先生，我是猎头公司的小张，昨天被您女朋友吓跑的那个，请问你在家吗？”我闻声起身走到门后蹲了下来，不一会儿，一张张红票从门底塞了进来，比昨天的速度足足快了1倍。夏宁见状，怕我收购租房的钱，急忙回卧室拿了一件武器，然后走到我身后，一脚踩住塞进来的纸币。我微微一愣，抬头看了一眼，顿时整个人都呆住。只见夏宁拿着一把金属复合弓站在身后，然后用眼神示意我往旁边挪一挪。我急忙站起身躲到了客厅的角落。夏宁则打开门拉弓，对着外面的男人喊道：“我再说一遍，你们哭错坟了，赶紧滚！”男人看到箭头下的菊花一紧，转身就朝着楼下跑去，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吐槽：“秦先生这么重口味的吗？又是电击棒又是复合弓。”夏宁则关上门，放下武器，不好意思地说道：“如果跟我合租的男人不老实的话，我肯定不会让他活着走出去。”我尴尬地笑了笑，问道：“你是不是还准备了别的？”夏宁嘴角微微上扬，快步走进卧室，然后拉着一个黑色行李箱走了出来，这里面还有水果刀、机关枪和火箭筒。我看了看行李箱，觉得背后发凉，连分尸的刀和行李箱你都买好了。夏宁被说的有些不好意思，说道：“我这是以防万一，还好你是个正人君子。”我则看着他有些同情地说道：“你为什么不从源头杜绝呢？非要买一堆武器，等被人侵犯再反抗？”夏宁听后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总不能告诉这户是自己砸了他的房子，特意设圈套让他住进来的吧？于是支支吾吾地说道：“我就是一个人住，有点孤单，想找一个人陪着。”我微微一怔，看着夏宁的小腹发呆，应该是怀孕被男友甩了，现在一个人确实需要人陪。夏宁则伸出右手继续说道：“把钱还我。”我看着他有些无语，劝了半天竟然又绕回来了，于是有些不满地说道：“你一下买这么多武器，一看就不缺钱，等我月底发了工资，连本带利还给你。”而夏宁则摸了摸肚子，犹豫了下，说道：“我这几天肚子不舒服，需要钱看病。”我看着他的肚子皱了皱眉，叹了口气，把钱转了回去。夏宁收到账则有些诧异，这货居然这么痛快，但是看到我坐在沙发上闷闷不乐，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去冰箱拿了2瓶 AD 钙递给我1瓶，然后自己插入吸管，也打算喝另1瓶。我却看着他大声喊道：“这可是凉的，小心你的肚子。”夏宁嘴角上扬，微微一笑，这家伙好像变了，变得会关心人了。第二天我踩着点走入公司，到工位却发现桌子上放着牛奶和三明治，转头一脸疑问地看着夏宁：“这是你给我带的？”夏宁抬头面带微笑地说道：“我看你经常不吃早饭，特意给你买的。”我看着他小声说了一声谢谢，然后打开包装咬了一口，却发现味道不对，看外面的日期明显是重新贴上去的，于是看着夏宁提醒道：“小夏，这个三明治应该过期了，以后不要再吃这家了。”说完我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夏宁听后有些尴尬：“你不让我吃，你自己怎么吃得这么香？”我一边吃一边说道：“你能跟我比吗？你现在是特殊情况。”夏宁轻轻一笑，这货真的会关心人了，他不会喜欢我吧？忽然陈婉拿着一份合同走了过来：“秦总，这是20%的干股合同，您看一下，如果没问题，过几天牛总会跟您签。”我拿过合同，笑着说道：“程姐，谢谢你，我一会就看。”而陈婉刚要走，夏宁忽然起身说道：“程姐，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陈婉看夏总当众找自己有些不解：“小夏，你有什么事？”夏宁则低头看了一眼我，不好意思地说道：“最近工作比较忙，业务比较多，秦总被这么多人看着脸皮薄，容易害羞，极大的影响了他的工作效率。”此话一出，我刚喝进去的牛奶差点喷出来，竟然说我脸皮薄，你脸皮这么厚的吗？陈婉面带笑容地问道：“那你有什么想法？”夏宁看着陈婉认真地说道：“秦总的独立办公室过几天才能装修好，能不能先借用一下牛总的办公室？”周围的同事闻言全都露出一副无语的表情，这就是传说中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连小助理都敢打牛总办公室的主意了。陈婉看我一脸惊愕，暗暗称奇，这小子撩妹真有一手，夏总自己办公室都不要了，然后装模作样的为难道：“我去跟牛总申请一下。”2分钟后，陈婉从办公室走了出来：“牛总答应你的申请了。”我满脸的不可置信，心想牛小菊这么大度的吗？那下次得少揍他几顿。10分钟后，陈婉看往总经理办公室报文件的夏宁啧啧称奇：“真是女英雄难过猛男关，不到1个月就有了2人的私密空间，千万别发出什么不该听到的动静。”总经理办公室很大很简洁，办公桌上放着一台价值不菲的电脑，而我刚进去就双脚搭在桌子上开始打游戏。突然门嘎吱一声被打开了，我瞬间收回双腿，把手机扣到桌子上，见到是夏宁我才松了一口气。你可吓死我了，还以为是别人呢。夏宁看我在打游戏皱了皱眉：“你去沙发上坐着，把位置让给我，反正你也不用电脑。”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一边低头看手机一边起身说道：“你为什么也进来了？”夏宁打开电脑，面无表情地说道：“我怕你一个人躲在这里看片，而且是看那种只有2个人的片，所以过来盯着你。”我听后猛地抬头皱眉问道：“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你还不相信我的人品吗？”夏宁抬头露出一抹微笑：“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我更确定了一件事，你的人品差的不行。”我竖了一个中指，懒得再理他，低头继续玩游戏，重新掌握了局势，开始疯狂凯瑞队友。一盘游戏结束，抬起头看着正在认真工作的夏宁，沉默了很久，忽然开口：“小夏，你今天有些奇怪。”夏宁抬头看着秦寻，秦寻脸色有些怪异，继续说道：“你今天对我怪好的。”只见夏宁愣了一下，似乎把这话当成了土味情话，有些难为情。除了借钱，其他的都好说。他低下了头，声音小了一些，但是语气一清冷：“人都是相互的，你关心别人，别人就会关心你。”紧接着他就听见秦寻的声音有些低沉：“你以后不用对我这么好。”抬起头，他看见秦寻脸色认真，夏宁心里莫名的有些不舒服，静静地看着秦寻。
秦寻淡淡笑了一下，我会过敏的。夏宁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吐出一个字：欠。秦寻笑了，夏宁也跟着笑了，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上午11点半，秦寻忽然起身走了出去。夏宁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什么也没说，继续查看着邮件，找出能够合作的公司。忽然，他的手机铃声响起，是一个陌生号码。接听了电话，一个陌生男子很热情地说道：您好，请问您是秦寻先生的住下小姐吗？我是利剑猎头公司的公关经理小王。夏宁冷声说道：对不起，你打错了。挂了电话。3秒钟后，电话铃声又响起。夏宁立刻挂断了，有些烦躁，肚子又不舒服起来。他伸手抚摸着肚子，觉得自己刚才说的实在太礼貌了，应该学秦寻。在对方说请问您是夏小姐吗的时候，直接飙一句脏话。他看了一眼关着的房门，清了清嗓子，学着秦寻的样子说道：我是你妈。气势汹汹。此刻门开了，秦寻提着一袋子盒饭站在门口，正好听见了那一句我是你妈，看见了他抚摸肚子的手，心里一声叹息：你是他妈就是他妈呗，也不用那么骄傲啊。夏宁有些尴尬，低下头，一脸认真敲着键盘，假装认真工作。秦寻把2荤1素3个菜2盒白米饭拿到了茶几上，招呼夏宁过来吃饭。小夏，你以后吃饭就去胖大嫂小炒买。我才发现写字楼周围那么多店，就他家的饭菜真正算干净，就是有些难吃。夏宁走过来，坐在沙发上，打开一盒饭，想起了那天请秦寻吃烧腊时，他说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觉得很有意思。他笑道：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秦寻抬眼，有些无语地看了他一眼：只要不怕死，你随意。夏宁有些惊讶：还会吃死人？秦寻低头干饭：大的不死，小的会死。夏宁听不懂，怎么这2天秦寻变得奇奇怪怪的，在沙发上睡了一个午觉。秦寻一觉醒来，继续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夏宁坐在总经理的座位上，满心感慨，想不到第一次坐上总经理的椅子是以一个小助理的身份。他笑了笑。夏宁埋头工作，看着邮箱里被塞得满满的邮件，足足有20多封，都是业务部发过来甲方合作意向。他一封一封打开，认真审查，生怕再被宋印这样的小屁孩给骗了。看了一封又一封，他嘴角的弧度越来越高，都是一些靠谱的公司，而且有几家是很有实力的大公司。再点开一封，是一家连锁奶茶店，想要进行品牌升级。夏宁的脸色突然就变了，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悄悄看了秦寻一眼，见他躺在沙发上专心地打着游戏，在电脑微信上给爸爸发了一条信息：爸，我说过不要你的帮助，要自己把公司经营好，你怎么还给我的公司投邮件？很快，夏宁的爸爸有了回复：你所谓的自己经营，就是玩谍战剧，装成一个小助理，天天跟在一个网红身后摇旗呐喊。夏宁看了秦寻一眼，有些尴尬。他知道牛孝军真的去找他爸爸告状了，我的公司已经慢慢走上正轨了。夏宁爸，单子是集团子公司自己发过去的，我根本不管这些小事，也是昨晚才知道的。夏宁回复：真的？夏宁爸，你不要这么骄傲，你们的策划案不一定能满足这家奶茶店的品牌升级的要求。这奶茶店半死不活的，3年亏了我2个亿，我年底都准备撤资了。看着父亲的回复，夏宁清冷眼眸中渐渐燃起了斗志，抬头看了一眼趴在沙发上打游戏的秦寻。夏宁叹了一口气，眼中的斗志瞬间犹如风中摇晃的火苗。第074章加完，人不狠，站不稳，我替你报仇。夏宁看着电脑上爸爸的回话，眼底闪过一丝埋怨。他家有些钱，但是也没皇位要继承，不过他奶奶却一直对抱大孙子有执念。爸爸也是愚孝，很听奶奶的话。本来妈妈生了自己之后，她的身体就不适合生育，很难怀孕，结果在7年前生下了妹妹。现在父母2人竟然瞒着夏宁姐妹俩，偷偷去做了2年的人工受精，终于在最近成功了，中了一个男孩。对此，夏宁心里是有些怨气的。难道男人做得了的事情，他做不到？想到妈妈整天躺在医院保胎，夏宁心中的怨气更盛，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打字回复：你等着吧，你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你做不到的，我也做得到。过了片刻，夏爸回复：是一个表情包。夏宁小时候的视频被私人定制成了一款表情包，在他们家族内部使用。此时电脑微信上是一个动图，一个5、6岁的小夏宁仰着头，奶凶凶凶。我不信，我不信。夏宁看了秦寻一眼，为了以防万一，退出了电脑微信。见他还在打着游戏，此时斗志满满的夏宁忍不了，他敲了敲桌子：秦寻，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合作邀请，是连锁奶茶品牌嘟嘟茶饮，他们想要做品牌升级改造。秦寻听见嘟嘟茶饮有些印象，店铺数量貌似不是很多，但是也不算少，总能偶尔在大街小巷看见他的身影。价位不高不低，
奶茶味道和它的价格一样，不难喝，也没有多惊艳。他打着游戏，头也没抬。品牌的升级改造，那应该去找品牌战略咨询公司。我们现在侧重的是市场营销。他抬了一下眼皮。小夏，你礼貌性的拒绝他们的合作邀请。夏宁语气坚定。我不要。秦寻听见夏宁的声音大了一些，有些奇怪，不过并不改变心意。咱们能力不够，不耽误他们品牌升级了。却看见夏宁站了起来，冷着一张脸，慢慢的走了过来，抢走了他的手机。他拿起手机，低头操作。秦寻有些惊讶。你也会玩手游？夏宁一边操作一边说道。不会，但是我知道哪个是敌人的泉水。秦寻听见一阵游戏击打的声音，秦寻听出了是自己的游戏角色在前往敌人泉水的途中被人围殴致死。他威风道：就这，你也没走到敌人的泉水啊？你连送泉都不会。夏宁关了秦寻的手机，揣在了自己的裤袋，低头眼巴巴地盯着秦寻。秦寻，这一单我真的要做。秦寻躺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夏宁。二人对视很久，夏宁眼神忽然变得有些暗淡，抿了抿嘴唇，语气里竟然带着一丝央求。拜托。他是第一次见夏宁这么服软。一瞬间，秦寻脑补了一部狗血剧情。曾经有个无知的姐姐和一家连锁奶茶店的总裁的儿子成了一对情侣，后来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再然后，在怀了孕，想要嫁入豪门时，却因为她性子冷淡，不讨喜，被家公家婆嫌弃，丢出了家门。从此那个女人的心更冷了，甚至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症，喜欢收集一些危险的凶器。后来啊，她入职了一家公司，看到了孩子他爸的奶茶品牌升级的合作邀请，激动得快热泪盈眶，想要好好表现，做出一番成绩，狠狠地打他们家的脸。夏宁看着秦寻发了很久的呆，等了一会儿才说道：你想好了吗？秦寻坐起身，想了想，问道：这一单对你很重要？他在对你2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夏宁看着秦寻，默默地点了点头。秦寻犹豫了一下，试探着问道：你想要报仇？夏宁一惊，心里斟酌着，自己的这些怨气应该不到仇恨的地步，却听见秦寻又问：是因为生孩子的事情吗？夏宁一惊，瞳孔微缩，有些惊叹于秦寻的思维能力。秦寻才送了他去一次妇幼保健院，就能推测出他的母亲高龄产子，让他对父亲有了一些怨气。夏宁看着秦寻，就像看着一个怪物，沉默了片刻，缓缓地点了点头。是的。秦寻又问：你想要出一口恶气？夏宁默默地点点头。秦寻又问：动静越大越好？夏宁见秦寻似乎来了兴致，有些高兴，忙点头。越大越好。秦寻再问，声音很大。越狠越好。夏宁有些兴奋，用力点头。越狠越好。秦寻看着夏宁，叹了一口气，默默转身，双手负在身后。给他营销策划赚钱，算什么复仇？人不狠，站不稳，我给你搞一波大的。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看着海边的白云，沉声说道：我倒是有一个品牌策划案，可以让嘟嘟茶饮在前期烈火烹油，看起来欣欣向荣，最后突然间轰然倒塌，最后嘟嘟茶饮倒闭，幕后的老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天被债主堵门泼油漆，连家里的狗都被人抓走煮了吃。秦寻说完，长长舒出一口气，觉得自己真是有三国时期第一毒士的风采。听见身后夏宁久久无语，他转过头，却看见夏宁瞪大了眼睛，嘴唇微微发颤，一脸的震惊。秦寻知道夏宁是被自己的魄力吓到了，他走过去看着夏宁，轻声说道：夏宁，你不要害怕，你这个人就是看起来冷，其实性子还是有些软，不然怎么会？他看了一眼他的肚子，怎么会受这种委屈？秦寻轻轻拍了拍夏宁的肩膀，安慰道：别怕，我们一起弄他们，他们迟早要跪到你面前，在地上磕头求饶。夏宁回过神来，一张小脸煞白，看向窗外的天空，生怕一个雷劈下来。他缓了好久，看着秦寻说道：你没病吧？秦寻一愣，夏宁继续说道：我跟他的仇恨也没那么大，甚至不算仇恨，我只是要把嘟嘟茶饮进行品牌升级，扩大他在全国的影响力，让他赚更多的钱，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能力。秦寻默默地看着夏宁，良久，冷笑了一声：妇人之仁。只见夏宁抿着嘴，静静地盯着他，眼睛一眨不眨。秦寻实在没办法，叹了一口气，说道：给他们报价，全方案1000万，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拉倒。夏宁，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讲什么？看着一脸震惊的夏宁，秦寻冷声解释道：现在我有公司10%的干股，当然是要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1000万少1分都不行。夏宁抬起双手，按着太阳穴揉了揉，有些头疼。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第075章，说好了一起努力，
给你赚孩子的奶粉钱的。你知道1000万是什么概念吗？夏宁看着秦寻，叹了口气。一张100元大钞燃烧，如果要3秒钟的话，1000万可以烧8、9个小时，够你从上班烧到下班了。秦寻听见夏宁还在为那个负心汉讲价，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你数学挺好，但是哪个智障会去烧钱呢？忽然，他的脸色变冷，微微有些冷，缓缓说道：我不是一个圣母的人，但是偶尔也挺热血的。他找不到合适的词语，用了一个热血。他现在心里面就是有气，不想让嘟嘟餐饮好过。看见夏宁一脸疑惑，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他继续说道：1000万的单子，按公司的绩效规定，我们部门会有3%的奖金，也就是30万，部门主管拿40%，也就是我要拿走12万，剩下的其他18万，我有权利按劳分给策划部的专员。不过，我们部门目前只有你一个员工。夏宁心头一颤，看着秦寻有些出神，原来他竟然有在考虑我，想要给我谋取福利。又听见秦寻继续说道：18万足够一个女人养胎、安胎、生产、坐月子，把小孩子拉扯到4、5岁了。秦寻看着夏宁的脸渐渐红了，有些奇怪，只当他是被自己给感动了。他认真的缓声说道：有些男人不是男人，甚至不是人，但是我是个真正的男人。你以后生小孩养小孩的钱，我会给你弄回来。夏宁看着秦寻，脸红了，开始发烫，浑身紧绷，紧紧的抿起了嘴唇。他不知道为什么秦寻突然变得这么的大胆。他说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他还要给我弄养小孩的钱，这算告白吗？直接跳过结婚，奔着小孩去了，和网上那句你死后想葬在我家祖坟吗是一个意思吧？这未免热血过了头。秦寻看着愣住了的夏宁，问道：你听懂了吗？夏宁回过神，看着秦寻，红着脸轻轻点了点头，不知道说些什么。那就好。秦寻点了点头。那我们一起努力。夏宁只觉得脸烫得可怕，大脑一片空白。什么？一起努力生孩子吗？这种告白好无耻。一时间他不知所措，不敢再看秦寻，赶紧转身。他快步走到了办公桌后面，坐在了椅子上，把脸躲在了电脑屏幕后面。他悄悄地深呼吸，想尽快让脸上的温度降下来，免得被秦寻看出了什么端倪。内心纠结了半天，他习惯性的想要拒绝，却觉得有些残忍。从小到大，简单粗暴干脆的拒绝了别人几百次的夏宁，第一次犹豫了。夏宁发了一会儿呆，要么我婉转点。他一颗心却七上八下，悄悄把头从电脑屏幕后探出来，结果却看见秦寻趴在了沙发上打着游戏，还抽空挠了挠腰上的痒痒，一副没事人的样子。夏宁的脸色瞬间恢复了清冷，冷冷的看着跟狗一样趴着的秦寻，完全没有了刚才的一丝窘迫。呵，秦寻，这就是你告白的态度？连1分钟都等不了，就忙着又开了一把游戏，渣男。半个小时后，夏宁看了看手机微信里和爸爸的聊天记录，看着满屏的轻视意味，心中渐渐起了一丝火气。他走出办公桌，看着躺在沙发上的秦寻，语气坚决：秦寻，这一单真的对我很重要。停顿了一下，语气柔和了很多：我可以借2000块钱给你，拜托了。夏宁很少求人，上一次也是因为秦寻不服管教，求牛孝军这个暴脾气的发小过来你制服他，结果却被他打了一顿。秦寻双手操作着，打完一波团之后，才抬眼看向夏宁，看见坚决的表情，有些失望。秦寻原本以为夏宁长着脸颊棱角分明的禁欲脸，整天一副要看破红尘的高冷，这形象怎么也应该是个心狠手辣的心机女，没想到竟然是一个恋爱脑的蠢货，给人怀了孩子，被抛弃，竟然还天真想要去讨好对方，真是贱啊。沉默了一会儿，秦寻冷声道：说好了一起努力，给你赚孩子的奶粉钱的，你下不了手，我下得了。夏宁见秦寻在你流氓式告白上纠缠不休，他有些生气了，正想要狠狠地拒绝他，却听见秦寻还是坚持1000万报价给他，他同意我就做，不同意那就另请高明。夏宁冷冷地盯着秦寻，沉默了很久，忽然笑了一下，笑容淡漠。其实我一直有把你当成普通的朋友。秦寻心头一颗，似乎在这句话里听出了一丝特别的意味。他抬起头，就见夏宁转过身走了。夏宁坐回办公桌后面，沉默了一会儿，不再纠缠秦寻，按秦寻的意思在手机上给爸爸发了一条微信，准备碰一碰运气。夏总，全方案1000万，我们公司接。很快，夏爸发了一个表情包过来，还是夏宁小时候的动图，动图上是小夏宁目瞪口呆，一脸惊掉下巴的表情。不愧是我夏书杰的女儿，心够狠。夏宁脸微红，看了看又趴在沙发上玩游戏的秦寻。我们公司的首席策划大师很有信心，他不会随意要价，我相信他，他很厉害的。过了一会儿，夏爸回复：有人跟我说你惨了，你坠入爱河了。
我之前不怎么相信，现在信了。但是恋爱中的女人是会对自己的恋人有滤镜的。你相信他，但是我不信。夏宁看着这3句话，冷笑了一下。他一眼就看穿了父亲的心思，这是想要套他的话，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恋爱了。他们全家，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甚至7岁的妹妹，对他恋爱的事情都格外上心，仿佛他不是24岁，而是42岁的母胎单身一样。夏宁飞快地瞟了秦寻一眼，回复：我没恋爱。很快，夏爸回复：那秦寻是谁？第076章宣传片，非要搞得这么羞耻吗？他是煞笔，大的那种。夏宁回得飞快。过了好一会儿，夏爸回复：你完蛋了，你真的坠入爱河了。夏宁看着爸爸回复的话，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有些不服气。他明明在几分钟前狠狠地拒绝了秦寻。爸，这单1000万的生意，你到底让不让我们公司做？大不了我们给你做亏本了，我赔给你。夏宁等了一会儿，始终不见回复。等他耐心快要消失，想要走出办公室，躲到写字楼楼道直接打电话时，微信跳出一条信息：1000万？他是谁？他算老几？他配吗？让我看到他的本事，不然夏家的大门他永远进不去。这些回复很不客气，似乎对自己的女儿即将要依靠别的男人充满了怨气。女儿的爸爸和女儿的男朋友好像天生就不对付。夏宁飞快回复，屏幕都快按碎了。再说一次，我没恋爱。等了很久，那边始终没有回复。夏宁坐在椅子上生闷气，觉得自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牛孝军有病，爸爸也有病，秦寻也开始病了。不，他一直有病，只是病情加重了。他看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玩游戏的秦寻，这个罪魁祸首气不打一处来，冷声道：秦寻。秦寻头也没抬，玩着游戏。哎，夏宁见状更气了，我心情不好。秦寻，哦，夏宁，你过来。秦寻还是没抬头。干啥？夏宁站起身来，面无表情。给我扇一巴掌。秦寻转头，一脸惊讶。啊，怀孕的女人跟怀孕的母狗一样，都这么凶残的吗？他看了夏宁一眼，摇了摇头，转过头继续玩手机。夏宁看着秦寻这副死样子，闭上了眼睛，深呼吸一口气，在睁开眼睛时恢复了高冷的模样。秦寻，对方说，你想要这1000万，得让他知道你是谁，你算老几，你配吗？重复完爸爸的话，他又夹带了一句私货，你是个什么东西？说完，他心中暗爽，喷他 Q。 手机里传出一声五杀音效。秦寻翻身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抬头看着夏宁，冷笑了一声，激将法啊。夏宁心里有些紧张，生怕他不上当，却看见秦寻笑了一下，我这小暴脾气就好这口。正他心里有些窃喜时，又听见秦寻说道，有他跪下来求我的时候。夏宁，他怎么老想着让我爸爸给他下跪？秦寻站起身，低着头，皱着眉，在办公室里踱步。忽然他抬起了头，我就让这狗东西看看我是谁，我算老几。夏宁，你有想法了？秦寻点点头，我们是营销公司，光顾着给别人营销了，忘了给自己营销，我们得找一个人给我们公司代言。他双手握在一起，慢慢分开，越拉距离越大。我要把我们这个随时都要倒闭的小破公司营销成一副行业巨头的样子，让以后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公司不拿出几百万都不好意思给我们投意向书。夏宁听见随时要倒闭几个字，微微皱眉。目前公司的营业状况明明欣欣向荣，除非秦寻被人挖走。秦总，他喊了一声，你准备怎么做？听见秦总2字，秦寻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是公司的副总了，第2大股东。他赶紧抬手拍了拍嘴，什么随时要倒闭？我不死，公司倒不了。夏宁松了一口气，想着如果公司营业状况很好，年会时要不要给他奖励一套小房子，把他深度绑定公司，再也挣脱不开。夏宁转身去倒了一杯茶，走到秦寻面前，双手递上。秦总，你有什么想法？秦寻喝了一口茶，我准备把目前公司的王牌，也就是我，打造成行业内的超级明星。他淡淡一笑，我要清楚地告诉他们我到底是谁。夏宁见秦寻自信满满的神色，想了想，问道，你要拍摄宣传片？秦寻点点头，我要拍摄一个让我们名声大振的宣传片。夏宁浅浅笑了一下，心里有些担忧。宣传片这东西是很难出圈的，比如世界上每个明星都有自己的宣传片，可是除了他们的死忠粉，谁会去看呢？无非就是正面夸、侧面夸，变着法子夸他们，最后给一句类似山不见来见我，我就去见山，这种故作高深的文案显得挺有文艺范。明星的死忠粉可能会看得开心，甚至兴奋，当时对于路人来讲，宣传片真的是很无聊的东西，不如树叶上的毛毛虫好看。
不过转念一想，秦寻到目前没有失过手，每次都能给人带来惊喜。夏宁问道：“你现在想好宣传的文案了吗？”他有些期待，毕竟有时候一句宣传片里一句简短的文案，反而能够出圈，而秦寻似乎很擅长这个。秦寻笑了一下：“你想听？”夏宁看着秦寻，轻轻点头。秦寻喝了一口茶，润了一下嗓子，毫不扭捏地喊起了麦：“我姓秦，四龙吟，高山流水轻抚琴。我姓秦，一笑一颦，与你天涯若比邻。我姓秦，威风凛凛，单挑我能干一群。我姓秦，天道酬勤，不谈恋爱先脱贫。”唱完，他举起茶杯，又要喝一口茶水润嗓子，却被一只白皙的手按住了杯口。抬起头，只见夏宁一脸震惊：“秦寻，你谁认真的吗？就这样宣传吗？”秦寻看着夏宁的表情，觉得好笑，摇摇头：“当然不是。”正当夏宁的表情略微放松时，他又说道：“还有你呢。”夏宁：“什么还有我？”秦寻微微一笑：“到时候拍摄宣传片，公司的每个人都要参与，怎么少得了你？”夏宁看着秦寻的笑容，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就听见秦寻开了枪：“我姓夏，习压下，反手能让江湖炸，义薄云天风云叱咤，再举战旗战马胯。我姓夏，我不怕，四海五湖我最大。”突然，秦寻的嘴被夏宁捂住了，力气很大，几乎把他掀翻。第077章，这2000块钱，你还是留着生孩子吧。秦寻吓了一跳，瞪圆了眼睛。只见夏宁伸出的又白又细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的脸上竟然带着一丝慌张。我喊不来。秦寻笑了，他信了，真好骗，难怪被人搞大肚子还被抛弃，很傻很天真。夏宁放下了捂着秦寻嘴的手，脸色有些不好看。他坐立难安，在办公室里走了几圈，想象着公司30多号员工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合唱一样，整整齐齐站在镜头前，一个一个喊着姓氏脉：“我姓秦，起义恩勤；我姓夏，习压下；我姓程，吃义恩诚。”他就感觉这家公司要完蛋。夏宁重重叹了一口气，重新坐回办公椅上。算了，这脸不要了。秦寻每次看起来很扯淡的营销，比如跪行救女、喊宝宝靠卖肉顺带着卖苹果，最后证明都是成功的。夏宁在电脑桌面新建了一份文档，把刚才秦寻喊的麦写了下来。看着这些文字，他越看越难为情，忍着恶心，把手放在桌子上，手指轻轻敲打节奏，悄悄地张着嘴，无声地练了起来。我姓夏，习压下，反手能让江湖炸。啊，好尴尬啊！忽然，他余光看见秦寻走了过来，不由得坐直了一些身体，脸上恢复了清冷的神色。只见秦寻站在了他身后，一个略带笑意的声响起：“不错，你记忆力很好，听了一遍都能默写出来。公司宣传片，你占 C 位。夏宁，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职位低，站后面的角落就好。”秦寻看着夏宁尴尬的样子，笑了笑：“你再练习一会儿，等下你再联系红树林影楼，我记得他们也接短视频拍摄的业务。”夏宁抬起头看着秦寻，想了想，点了点头。企业宣传片一般是找广告公司或者影视公司做，不过秦寻心中应该已经有了短片的完整构想，所以只是要去影楼抓懂拍摄的工具人而已。便宜、听话、好用。秦寻又坐回沙发打游戏，夏宁盯着电脑屏幕，一脸认真的练习，张开嘴无声默念：“我姓夏，习压下，反手能让江湖炸，义薄云天风云叱咤，再举战旗战马胯。”10分钟后，夏宁关掉了文档，又默读了一遍，觉得已经足够熟练。他看了一眼秦寻，见他坐在沙发上认真地刷着手机，心里竟然感到一丝丝安慰。秦寻竟然没有跑到公司外面了，真不错。夏宁的脸上不自觉浮现一丝笑容，随即笑容僵硬了。啊，我对他的要求就这么低了吗？秦寻刷着手机，看一些社会新闻，正看到一则猫咪被嘎了蛋之后报复主人的故事。突然，微信弹出信息提示声，点开一看，是夏宁赚了2000块钱过来。他想了想，点了退还，继续刷着手机。突然，夏宁的声音响了起来，有些冷：“你怎么不收？”秦寻抬头，明显看到他脸上有一丝隐忍的怒气。他随意笑了一下，低下头，继续看被嘎了蛋的猫到底能有多生气。这2000块钱，你还是留着生孩子吧。夏宁说完，不等夏宁有什么反应，秦寻又低下头，继续看被嘎了蛋的猫生气了能咋样？他是个有脾气的，昨晚刚借到的钱被要了回去，再送回来。对不起，我不要了。夏宁沉默着，听见秦寻又提到了生孩子，再想到他之前说的我们一起努力赚奶粉钱，他的脸微红，紧紧抿起嘴唇，渐渐皱起眉头。这个秦寻怎么学会了死缠烂打？是我刚才拒绝的太委婉了吗？过了一会儿，夏宁看着低头玩手机的秦寻，
决定跟他说清楚，冷声说道：“秦寻，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看见秦寻抬起了头，他面无表情，按在办公桌上的手指却微微用力。二人沉默的对视。夏宁又给了秦寻一个台阶。这里是公司，不是谈论生孩子这种事情的地方。秦寻看着夏宁，笑了笑，点点头：“我懂，你放心，我嘴严。”说完，又低头玩手机。他理解夏宁的心情，未婚怀孕还被抛弃，肯定觉得羞耻，不想让公司的同事知道，而且一直隐瞒到通过了实习期，还能有3个多月的带薪产假，岂不是美滋滋？突然，秦寻抬起头，盯着夏宁：“啊，我现在是公司副总，那他不是相当于在骗我的钱？”夏宁一直偷偷地观察秦寻的状态，生怕他被拒绝之后有什么过激的行为。突然看他抬头看向自己，吓了一跳，忙撇开头看向电脑屏幕，心里一声叹息：他还不死心吗？够执着的呀。秦寻心里冷哼一声：瞧，心虚了吧？终于熬到了6点，秦寻起身开门就要走，却听见身后夏宁喊了一句：等我一下，我们一起。秦寻转过身看了一眼他的肚子，有些为难：我骑的是电动车。夏宁低着头，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道：没事，现在是下班高峰，骑电动车还快些。不见回应，抬起头，他的脸冷了下来。门口哪还有人？夏宁摇头叹息，被拒绝之后就没有了一点绅士风度吗？为了掩饰自己的家庭情况，夏宁一直没有开车上班，走出写字楼打了车回去，一路堵，终于回到了小区。走进小区，在单元楼门口，夏宁看见4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围着秦寻拉拉扯扯。秦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吗？我们老板找你有合作，开的酬劳很高很高哦。夏宁看见秦寻胸口的衬衣扣子都被扯掉了一颗，露出了胸膛，上面竟然还有几道抓痕。他脸色冷了下来，这就是成王口中猎头公司的江湖间杀令吗？秦寻被围在4个叽叽喳喳的女人中间，感觉到身体四周时不时压过来的柔软，感觉有些施展不开拳脚，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个又冷又淡的声音响起：哪里来的野鸡？第078章加更，高冷御姐的中二表演。听见有人骂人，4个女子有些生气，纷纷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冷艳的不像话的女人面无表情地走了过来，气质如同冬天的寒风，让他们感到一阵凌厉，顿时不敢说话了，似乎有一种野鸡见到凤凰的血脉压制。夏宁走到他们面前，伸出手牵住了秦寻的手，把他从女人的包围圈里拉了出来。他很自然地挽住了秦寻的胳膊，冷漠地看着4个一脸不忿的女人，轻声道：长得丑就不要学人家来我家门口抢男人。秦寻，什么你家门口的男人？4个女人看着冷艳高贵的夏宁，想要张嘴说些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她们不丑，反而有些美，如果不站在这个高冷美女身边的话。夏宁冷声道：滚！4个女人灰溜溜散开，走出几步，一个女人觉得好没面子，忽然回头装出一副凶悍的样子，问道：你叫什么？夏宁面无表情地盯着那个女人，直到盯得他心里发虚，想要开溜时才忽然说道：我姓夏，洗衣压下，反手能让江湖炸。他脸色冷漠，说得一本正经，更带着一种御姐的腔调，与内容对比，有一种强烈的反差。那个女人，秦寻。其他3个女人猛然回头看向了夏宁，露出了震惊的表情。难道这是个疯子？难怪王经理说秦先生家里有个喜欢 cosplay 的女朋友，看起来一副御姐范，但是战斗力凶悍。现在看来，不但高冷凶悍，而且还中二。夏宁迎着他们的诧异的目光，脸色平静。4个女人自讨没趣，灰溜溜的跑了。惹不起。见他们逃了，夏宁松开了挽住秦寻胳膊的手。秦寻转头看着夏宁，脸色有些怪异。小夏，你刚才是？夏宁目视前方，绷着脸，尽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解释道：我刚才只是忽然想到，如果我都不能在4个人面前说出今天下午练习的台词，那明天拍摄时当着几十号人的面，我又怎么说得出？秦寻，他竖起一个大拇指。不错，优秀员工，态度极其端正。夏宁抿了抿嘴，只当他是在夸奖自己。忽然，秦寻感受到胳膊上残留着夏宁刚才挽着自己的一丝温暖，心情有些复杂。他拍了拍胳膊，看着夏宁，一脸认真地告诫道：你以后不要碰我。夏宁听见这种应该是黄花大姑娘说出来的话，他觉得秦寻是不是把他的台词抢了。他冷声道：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停顿了一下，缓缓说道：小气鬼。秦寻听着小气鬼3个字，有些无奈，觉得是自己把他转给自己的2000块钱直接退还回去，伤了他脆弱敏感的自尊。却不知夏宁则是在想，不就是拒绝了你的告白吗？
有必要跟我在这里拿腔拿调？这一次我拒绝的算很有礼貌了。二人对视着，突然夏宁猛地抬起脚，一高跟鞋踩在秦寻的脚背，力度不大。秦寻仰天长啸，发出了猪叫。啊！夏宁没管秦寻，走进单元楼，上了电梯，莫等秦寻进来，直接按了6楼。回到出租屋，他坐在了客厅，打开电视。不一会儿，秦寻一瘸一拐的回来了。夏宁见状，有些不好意思：“我下脚不重啊。”只见秦寻白了他一眼：“你踩到我小脚趾了。”夏宁：“对不起啊。”却看到秦寻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走进了卧室。不一会儿，里面响起了一阵动静，似乎收拾行李的声音。夏宁赶紧起身，走到秦寻卧室门口，果然看见秦寻挑选衣服塞进背包。他皱眉问道：“秦寻，你这是干嘛？”只见秦寻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继续收拾着东西。他又问：“是因为今天下午你说的生孩子的事情吗？”秦寻拉上拉链，背上包，冷哼一声：“孩子，你爱生不生，关我什么事？”夏宁的脑海里自动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了：“我的表白，你爱答应不答应，也不伺候了。”他看着秦寻，脸色冷了下来。这是多么小气的一个男人！对于别人的表白，他对秦寻已经做了此生最大的让步，可是他却依然不满意，还在耍小性子，跟个娘们儿一样。夏宁冷声道：“你现在没有钱租房子了。”秦寻冷哼一声：“我去做鸭也能赚一点钱。”他背起包往外走，却看见夏宁挡在了门口，没有要让开的意思。他叹了口气，解释道：“小夏，我今天不是在单元楼门口被那4个女人拦住的，我是在出租屋门口被一路架着下去的。这里已经暴露，那些不要脸的猎头公司开始用上了4个女人一起的美人组合技，越来越对我的胃口了。再这么下去，我迟早要中计。”夏宁，秦寻继续说道：“我出去躲2天。”他挤开了夏宁，往外面走去，却听见夏宁的声音有些急：“你走了，那我呢？”秦寻回头看见夏宁脸上竟然有一丝难过：“我走了，你也就安全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夏宁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子，心里忽然好空。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卧室，开始收拾行李，也离开了，回到了他的别墅。忽然，他想到了一种可能：这里的别墅区没有户主的同意，外人根本进不来。要不然，第2天，秦寻踩着点来到公司，直接走进了总经理办公室，见夏宁已经坐在办公桌后面敲键盘。他打了声招呼：“早上好，小夏。”夏宁没有回答，仍旧在敲着键盘，似乎还在他的气。秦寻很无奈，直接走过去，拿起办公桌上的夏宁喝过的牛奶和咬了2口的三明治，仔细看了看，闻了闻。这家便利店的东西干净卫生，你以后就到这家买，不会肚子痛。只见夏宁停止了敲键盘，抬起头，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什么也没说，低下头继续工作。他突然说道：“我昨天晚上练习了很久，已经能够和你一样面不改色的喊完我姓夏了。等下的拍摄，如果你需要人做出表率，请一定要点我上台。”他一脸严肃，想要在宣传片中大放异彩，让爸爸瞧一瞧他的本事。秦寻一愣，笑了：“好，好，好，满足你，我一定满足你。”第079章，加完。夏宁，你自己淋过雨，就要撕烂别人的伞。9点1到，秦寻让夏宁喊成晚，召集大家开会。讲台上，秦寻说的慷慨激昂：“所以，为了把橡树公司打造成业内的明星公司，我们需要拍一个宣传片，10点钟就会有拍摄团队过来，而演员就要在我们同事当中选，好不好？”底下30多个同事们纷纷喊好。谁小时候没有幻想过自己当一个演员？但是又有几人有上台经验？现在竟然有了玩一把的机会，他们非常兴奋，大声地推荐自己，生怕落了选。秦总，选我，选我！秦总，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秦总，我脸皮厚，什么都能演。秦总，我幼儿园舞台剧表演过一块石头，老师都夸我演技精湛。此时，秦寻看了一眼站在最角落的夏宁，见夏宁冲着他轻轻点了点头，他笑道：“昨天我和夏宁对了一下初稿，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夏宁演示一下表演内容。”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夏宁面无表情，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气场十足地走上了讲台，让同事们纷纷惊叹：长得好，气场强，这不就是天生的女1号？她这几步走得比牛总都有气场，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女总裁呢。夏宁到前面站定，微微鞠躬，直起身子看了秦寻一眼，见他点点头，他一点都不扭捏，直接喊了起来：“我姓夏，习压夏，反手能让江湖炸，义薄云天，风云叱咤，再举战旗战马胯。我姓夏，我不怕，四海五湖我最大。”喊完，他又微微鞠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轻声说道：“谢谢。”秦寻绷着脸，
忍笑，忍得很痛苦。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同事们的脸色变得极为精彩，一个个目瞪口呆。夏宁不要面子的吗？这种东西都能喊得出口？虽然他长得好看，但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秦总调教小助理的本事这么高的吗？能把一个高冷御姐变成中二少女？渐渐的，同事们有些后怕，为自己刚才踊跃举手报名的行为感到羞耻。陈婉咽了咽口水，有些为难。秦总，我们要表演这个。我不姓夏呀。他松了一口气，反复强调，我姓程，我姓程。秦寻看了程婉一眼，笑了笑，张口就来。婉姐，你可以这么喊。我姓程，为你沉沦，迷失自己丢了魂。我姓程，黯然伤神，甘愿为你锁心门。我姓程，略有耳闻，岁月不改我单纯。秦寻站在讲台，面带笑容地喊着。众人惊叹，这秦寻的思维这么快的吗？说来就来。程婉羞得不行，双手捂住了脸，想要找一条地缝藏身。秦总，不行啊，这太社死了。我也是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是别人的女儿啊，我还要脸。这话一呼百应，同事们纷纷附和。是啊，是啊，秦总，您三思啊，公司的宣传片您要慎重啊。秦总，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幼儿园演石头时笑场了，不是个很好的演员。秦总，我今天拉肚子。秦总，我来大姨妈了。秦寻看着同事们群情激愤，大有如果逼着他们喊姓氏脉，就要收拾起东西离职的模样。他笑了笑，看来大家对这个方案不满意。我也不是一个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那我就启动第二套方案。听到这话，夏宁一惊，猛地转头看向秦寻。我这是被他耍了吗？想到自己昨天晚上那么认真的练习，刚才又当着同事们的面玩尬的，他的心底渐渐起了一丝火气。夏宁看了一眼底下松了一大口气的同事们，有些人看向他的眼神还有些戏谑，让他有些迟来的羞涩。他再也忍不住，转头盯着秦寻，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语气尽量温柔。秦总，所以我昨天的努力就白费了吗？秦寻摇了摇头，不是，正因为我不想浪费你的努力，所以才让你上台表演，你表演得很好。看见夏宁的笑容僵住了，为了避免等下回到办公室，他关上办公室的门，把自己暴揍一顿。他一本正经的胡诌道，就是因为昨天看见你那么认真努力，我就想，连公司一个小小的员工，还没有转正的实习期的小姑娘，工作态度都那么端正，我一个公司二把手怎么能辜负别人的期望？他走到夏宁身边，学着老领导的样子，鼓励地拍了拍夏宁的肩膀。所以我昨天晚上连夜为你重新写了一个短剧本，你当女一号。夏宁看着秦寻认真的表情，有些怀疑。真的？秦寻认真点头，赌咒发誓，如果我骗你，那橡树公司就会倒闭破产，老板还要被抓。夏宁，他不但骗我，还咒我。夏宁面无表情地走了下去，又站到了角落。秦寻拿出手机，把昨天晚上在网吧写的剧本发到了群里。同事们打开文件，字数不多，很快就看完。剧本里用简短的文字描写了一幅幅场景：美女职场新人的踌躇满志，深夜的加班，甲方的潜规则，家人的对儿子梦想的否定，舔狗的爱情，甲方的侮辱，成功后的春风得意。同事们纷纷松了一大口气，又开始喜滋滋的议论：这个好，这个好。哎，这才是正经的剧本吗？看来我的才华又有施展的余地。这个女一号，确实只有夏宁能演，她的颜值够大。突然，刘红举起手，大声喊：秦总，我觉得里面的那个老色皮，我来演就特别合适。众人一阵大笑。那我演那个舔狗，我演甲方，我特别想当甲方。我演那个追求梦想的儿子，那我演那个爸爸。角色越来越少，画风开始变态。我演路人甲，我演雨水，我演那个被丢掉的文件夹。正当大家满脸笑容，讨论的热火朝天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了起来：秦总，如果是这种普通剧本，几个常见的场景拼凑，而且几乎没有台词，我觉得这种哑剧式的公司宣传片没有办法在业内溅起一丝丝水花。众人纷纷转头看向了角落里的夏宁，只见夏宁一脸正色地看向讲台上的秦寻。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直接找个小明星为公司代言。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我甚至觉得这个剧本还不如刚才的姓氏脉，喊麦至少能够抓住别人的眼球。他说完，沉默地看着秦寻。刚才秦寻让他上台丢了人，他也要把秦寻架在火上烤。同事们急得只想跺脚，要不是顾忌他性子高冷，又是秦寻身旁的小助理，非得上去严肃地批评他几句。他自己喊了姓氏脉，就非得让别人也跟着喊，这就是自己淋过雨，就想要把别人的伞撕烂。还有，这小姑娘怎么仗着秦总的宽容，就敢当众反对老总，一点职场规矩都没有。夏宁沉默的，眼神坚定地看着秦寻。秦寻看着夏宁，忽然轻轻笑了起来，一字一句地说道：谁说这是哑剧？夏宁心头一惊，看着秦寻这副神情，竟然有一些期待。
每次秦寻要露一手的时候，他总会流露出这种神色，淡定平和，脸上带着轻笑，但是出手就是惊雷。同事们纷纷转过头看着前面的秦寻，到时候我会配音的。秦寻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坚定、自信、沉稳的声音说道：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选择。你否定我的现在，我决定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一无所有，我可怜你总是等待。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所有人都愣住了，陈婉一脸惊讶，刘红一脸错愕，不少人被这一段话重重锤在心骨上，燃起了久违的热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恨不得当场耕3亩地。夏宁看着秦寻，眼神微闪。秦寻整理了一下衬衣领子，我叫秦寻，我为自己代言。第080章，秦总，橡树不能没有你，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会议室里，秦寻放下了整理衣领的手，夏宁静静地看着秦寻，心里早就没有了刚才被耍的怨气，眼中秦寻的形象又变得深不可测起来。他似乎总是这样，上一秒还在嘻嘻哈哈，下一秒一出手就能直接把手探入人的胸膛，狠狠地捏住别人的心脏。我叫秦寻，我为自己代言。他心中默念，我叫夏宁，我为自己代言。想到这个宣传片要给父亲看，一时间夏宁有些想要哭。这些话不就是他想对爸爸说的话？众人沉默着，沉默着，沉默着。不知道过了多久，陈婉一脸惊叹地看着秦寻，双手用力地鼓起了掌声，心里十分骄傲。秦寻，我招的，老娘招的，老娘最开始花2000块钱招的。紧接着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众人看向秦寻的眼神又变了，无视他的年龄，无视他的职位，只是被他的才华深深地震撼着。橡树公司成立不到1个月，除了核心部门的主管是通过猎头公司挖过来的，其他的人原先都是其他公司的隐形人，得不到重视的那种。可以说，在公司大部分人心中，橡树公司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加上牛总不靠谱，更让他们觉得公司随时要倒闭。可是自从秦寻崭露头角，创意跟母猪下崽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吸引过来越来越多的业务，还有奖金，他们渐渐有了信心。秦寻似乎要以一己之力疯狂凯瑞同事，带着他们飞速上分，在行业内打出偌大的江山了。这就是抱大腿的滋味吗？爽！有人遏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大声喊：秦总，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神。秦总，橡树不能没有你，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秦总，我要跟你生猴子。刘红，注意你的性别。我不管，我就要生。秦总，我有一个妹妹，今年20岁。秦总，我妈刚离婚，我有福气做您的儿子吗？秦总，我能把您的头像纹在我胸口吗？我要请神。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笑声，夏宁站在角落，脸上只有浅淡的笑意，视线穿过同事们的身影，一直落在秦寻脸上。忽然他回过神，悄悄掏出手机，给陈婉发了一连串的信息。抬头看去，见陈婉没有发现，他疯狂地弹表情过去。会议室前面的队伍里，陈婉忽然感觉手机一阵震动，有些奇怪，下意识转头看了一眼角落里的夏宁，见夏宁使了个眼色，他悄悄掏出手机，一看信息，脸色微变。陈婉收起手机，脸上露出笑容。秦总，您这个宣传片的广告创意实在是太好了，我必须去跟牛总汇报一下，申请更多的拍摄资金。说完，他不等秦寻回答，快步走了出去。过了3分钟，他走了进来，看着还是闹哄哄、充满了欢声笑语的会议室，笑着大声说道：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啊！他一边大喊，一边走到了秦寻的身前，汇报道：牛总很满意秦总的广告创意，批了50万的广告拍摄资金。会议室里立刻安静下来，他们都是营销行业的，对广告行业也了解一点。一个广告首先需要进行策划，包括创意构思、人物塑造、故事的编剧，大概需要2万左右。这些事情秦寻已经做完了，之后就是拍摄、租赁场地、购买器材、道具，还有支付导演、摄影师、灯光师、化妆师等人工费用。这一环节大概要10至30万不等。而牛总一开口直接批下了50万，就算按照最高水准制作，也还能剩下20万左右。难道要拿整整20万宣发，或者是当作奖金？同事们无不震惊。秦寻前几天还薅着牛总的头发，大喊着给爷死呢，转眼3分钟就给秦寻的项目批了50万。牛总对秦总也过分溺爱了吧？明眼人都知道，这一则广告虽然是公司宣传片，但是点睛之笔是最后那一句：我叫秦寻，我为自己代言。最大的受益人肯定会是公司的2把手秦寻。同事们一脸羡慕地看着秦寻，不少人又悄悄回头看向高冷的夏宁。
心里不由得叹息，想不到在小小的一家公司，竟然发生了金钱和美色的力量碰撞。最后到底是牛总的金钱的力量，还是夏宁的美艳，能够获得秦寻的芳心呢？唉，这是畸形的爱啊！秦寻看着同事们羡慕、震惊的眼神，却有一点不爽。50万拿出去拍摄广告，那不就相当于公司的利润少了50万？里面可是有10%是我的呢。夏宁看着秦寻愣住了，有些好笑，觉得他是被巨大的惊喜冲昏了头脑。见他还发着呆，夏宁走了上去，嘴巴贴近秦寻的耳朵，小声说道：“秦总，注意您的身份，现在在开会呢，您不要发呆。”秦寻回过神来，看了一眼同事们，微微低头，跟夏宁说了一句悄悄话：“这50万里面有5万是我的，不舍得花。”夏宁一怔，抬起头看了秦寻一眼，忽然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轻声说道：“我舍得。”秦寻，你舍得？不是你的钱，你当然舍得。他还没想通夏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看见夏宁转过身，面对着底下的同事们，面不改色的说道：“秦总刚才说他只负责公司最核心的工作，其他琐碎的事情一律交给我这个小助理。”秦寻，同事们纷纷鼓掌叫好，给夏宁一个面子，实际是给秦寻面子。好，没问题，一切听从秦总的安排。夏宁挺胸抬头，修长的身姿忽然浑身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场。第一，更换拍摄团队，业务部去终止和红树林影楼的合作，同时去联系海城最好的广告公司，聘用他们公司最好的拍摄团队。业务部主管大声说道：“收到，下注。”夏宁点点头，面无表情，继续说道：“第二，联系海城各大博主，准备对拍摄好的视频进行宣传，如果效果好，申请加大投入资金进行全国宣传，除了各大博主，甚至可以把广告投放到其他视频网站。”陈婉作为人事兼行政主管，对于一些不好界定的杂活，只能揽下来，大声回答：“收到，夏总。”夏宁淡淡的看了陈婉一眼。秦寻，第081章。那个，现在晚上还有女人去敲你的房门吗？收到，夏总。话一出口，陈婉立即变了脸色，赶紧改口道：“收到，夏主。”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有些同事被这一幕逗乐了，刚想笑，却看见夏宁一脸严肃的表情，被他强大的气场惊得绷起了一张脸，不管随意发笑。秦寻看着夏宁的侧脸，微微皱眉：“你丫的，气场这么强，把人家陈婉都吓得语无伦次了。你要篡位啊？你还要加大投入？这可是我的钱。”夏宁没有注意到秦寻的眼神，看着底下收敛了笑容的同事们，继续说道：“第三，开发部停止拓展市场，业务部注意和现有洽谈的合作公司维护好关系，但是不要议价。”此话一出，同事们齐刷刷瞪大了眼睛。夏宁这个小助理竟然敢当着公司副总的面说停止拓展业务，不跟客户进行议价这种话，一个公司不做业务是要等死吗？秦寻，呵，我以为我是个9000岁，没想到夏宁想要做太后啊。夏宁不顾众人的神色，一脸平静地解释道：“等公司宣传片发行，再一次提升了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之后，再去议价，在现有基础上，价格至少提升30%。公司投入的50万，我们要10倍、20倍的赚回来。”同事们倒吸一口凉气，这个小姑娘原来在这里留了一手，够狠。秦寻看着夏宁的侧脸，觉得有些陌生，又觉得有些熟悉，似乎这才是她的本来面目，高冷、优雅、干练。他的视线又落在她的肚子上，叹了一口气，就是在有些方面很傻，很天真。忽然，秦寻看见夏宁掏出手机，低着头，一言不发的往群里发了3个2000块的红包。底下的同事们只能看见夏宁在低头操作，不知道在做什么，感受到裤袋里的手机震动，大概猜到他往群里发了信息，有些疑惑。面对面说不好吗？开会时间又不能随便掏手机。突然，他们看见秦寻急匆匆掏出了手机，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抢红包！”众人纷纷掏出手机，连续点开3个红包，发现都是大额的，几乎每个红包都能抢到快200块，3个红包几乎拿了600。他们抢完，一脸震惊地看着夏宁，不明白这一个月薪3500块的小助理，这是要干什么？却看见夏宁脸上没有什么变化，轻轻笑了一下。他微微鞠躬：“接下来的拍摄，请大家配合我的工作，谢谢了。”同事们神色复杂，过了一会儿才纷纷大喊：“好，绝对配合，保证完成任务。”散会。回到总经理办公室，秦寻等夏宁进来，关上了门，反锁上。夏宁有些紧张：“你这是？”秦寻的目光落在夏宁身上，上下扫视着。夏宁后退一步，却看见秦寻冷笑了一下：“夏总。”夏宁一惊，默默地看着秦寻，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有些心虚地撇开头。正当他有些生气，陈婉说漏嘴，不知道怎么跟秦寻解释时，
听见秦寻的声音冷淡：“小夏，你以后不要这么出风头了。牛啸军这个老虎不在，我就是公司里的大王。你今天骑在我头上，花我的钱，还发红包，是什么意思？你功高震主了，你知道吗？”夏宁转头看向秦寻，沉默了一下，解释道：“我想拿下嘟嘟奶茶1000万的单子，不想浪费你的创意，想要让效果最大化。”秦寻摇了摇头，走到了办公桌后面，坐在了椅子上，右手轻轻在桌面上敲了敲，仿佛在宣示主权。“小夏，倒茶。”夏宁松了一口气，忙去给秦寻泡了一壶茶，倒了一杯，双手递了过去。秦寻喝了一口茶：“你刚才发红包的钱，记得找公司报销。”夏宁：“哦，乖巧又听话。”他见秦寻喝了一杯茶，拿起茶杯走到茶几旁蓄水，却忽然听见秦寻沉声告诫：“你工资不多，一口气发6000，以后生孩子怎么办？你哪有钱？”停顿了一下，声音有些虚：“你家该不会很有钱吧？”夏宁听见他又提到生孩子，脸色微冷：“怎么会有这种人？每天跟人告白一次，还老是用生孩子做隐喻？他不知道生孩子之前的行为是很羞耻的吗？他是看自己脾气好，所以才天天公然耍流氓。”夏宁默默地倒了一杯开水，转身端给了秦寻：“我家就是一般家庭。”秦寻接过，很自然地喝了一口。嗷呜！收了夏宁的红包，同事们跟打了鸡血一样，按照夏宁的安排投入到了广告拍摄的工作当中。很快联系好了广告公司，下午广告公司的人就赶了过来，跟秦寻对了一下剧本，根据橡树公司是个营销公司的性质，稍微改变了一下剧本的场景。在秦寻和广告公司的人打磨完剧本后，夏宁适时上前：“您好，请问最快多久能拍好？”广告公司的人：“3天。”夏宁语气不容置疑，提了要求：“2天。”广告公司的人：“他知道宰相门房、贵人亲婢，还有老总的秘书，虽然看似地位不高，但都是不能得罪的人物。更何况这个女秘书好看成这样，绝对能符合那一句调侃有事秘书干，没事干秘书。但是2天的时间要完成一个高质量的广告拍摄，实在是有些困难。”他有些为难，看向了秦寻。秦寻看了夏宁一眼，点点头：“就2天。”广告公司的人实锤了，绝对有一腿，竟然这么惯着他，这是要烽火戏诸侯啊！6点一到，秦寻打开摸鱼系统面板一看，顿时皱了皱眉头。摸鱼值180，离下一次抽奖还有10万点摸鱼值。这几天有些堕落了，竟然在好好工作，没有摸到什么鱼，烦。夏宁坐在电脑后面，探出头来，看见秦寻皱眉，迟疑了一下，语气有些关切：“你怎么了？”秦寻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夏宁看着秦寻，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昨天睡在哪里？”他现在越发的担心秦寻被人挖走了，更何况他现在不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秦寻转头咧嘴一笑：“床上。”夏宁，他把探出的头缩回到电脑屏幕后面，懒得再理秦寻。过了一会儿，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心，又探出了头，看着正在开门的秦寻：“那个，现在晚上还有女人去敲你的房门吗？”秦寻一怔，回头看了夏宁一眼，什么也没说，开门走了出去。夏宁看着门关上，脸色微冷，喃喃道：“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第082章，不要乱传八卦。已经全都知道了。晚上，秦寻觉得不能再堕落下去，走出宾馆，骑上电动车又去跑外卖了。1个小时10点摸鱼值也是肉。秦寻在接单平台看了半天，找了一个合适的单子，是送到海心妇幼保健院的。因为地点较远，又有些偏僻，几乎没有顺路单，赚不到什么钱。没有骑手愿意抢这种单子，但是秦寻喜欢。忽然，他想到之前宋夏宁去过这家医院安胎，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真是个傻女人。第2天，在夏宁的组织安排下，橡树公司的人全力配合广告公司拍摄。因为追求质量，而秦寻和夏宁还有橡树公司其他同事都没有表演经验，一个画面需要重复拍摄很多次。1天下来，所有人都累瘫了。不过大家都很高兴，觉得自己的演技堪比影帝，马上都要拿奖了。下班后，大家从片场散开，各自回家。当夏宁想要找秦寻时，却发现他已经骑上了电动车，一溜烟走了。夏宁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有些失望。毕竟是室友一场，连问都不问一声要不要搭便车吗？此时程婉走上来，小声问：“夏总，搭便车吗？”夏宁：“不搭。”程婉有些尴尬。夏宁沉默片刻，解释道：“车子容易堵，我喜欢电动车。”晚上，秦寻在宾馆待了一会儿，闲着无聊，又骑上电动车去送外卖散散心。或许是摸鱼值涨得太慢的原因，他最近有些烦闷，想要找人说说话，哪怕是跟顾客大吵一架都行。刚走出宾馆，他就收到了夏宁发来的微信：“你现在到底住在哪儿？”他没有回复。对于一个怀有身孕的女子，
大晚上发过来的信息。他作为一个有基本道德的男人，一定会躲得远远的。没走几步，夏宁的微信语音电话弹了过来，秦寻想也没想，直接挂断。立即，夏宁又发了一条信息过来：小气成这样，不是男人。秦寻看着这句话，看不懂，只觉得好冤枉。只有真正的绅士才能在半夜拒绝美女的电话号码。在送单平台上又找到了一个无人抢的单子，还是海星妇幼保健院的，是一杯热奶茶。他一看备注，笑了，怎么又是昨天那个阿姨？她这么喜欢点外卖，她老公儿子知道吗？他很高兴，因为那个杨阿姨很大方，会在完成配送后额外打赏66块钱，真是个人见人爱的好阿姨。第3天，又拍摄了一天，广告公司的人都累瘫了，收了人家大几十万，对于成片的质量不敢有一点马虎，免得有一种骗钱的嫌疑。金总，今晚我们通宵加班做后期，最晚明天上午就能给到您成片。您有什么意见直接提，我们可以再进行修改。秦寻的点点头，好的。与广告公司的人分别，夏宁看着他们上了车，视线一直落在他们手里的摄影机上，眼中带着希冀。她是宣传片中的女1号，戏份比秦寻还要高。秦寻看着她脸上竟然露出一抹幸福的表情，问道：你在想什么？夏宁想着这几天的辛苦，面带微笑，想到可以在父亲面前人前显圣，他难得的说了一大段话。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现在的心情就像是等待我自己的孩子降生，而且我特别确定这个孩子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宝宝。秦寻，他听着有些怪异，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那我祝你们母子平安。只见夏宁愣了一下，点了点头致谢，微笑问道：你不期待吗？秦寻摇了摇头，走到路边，骑上了电动车，转过了头，静静地看着夏宁，似乎有什么话想要说。夏宁默默地看着他，心里竟然有一丝期待，继而纠结起来。如果他等下喊我上去搭便车，我上不上去？被他发现我住在别墅区不好吧？却看见秦寻鼻子里重重呼出了一口气，我不期待。夏宁，他有些失落，与秦寻针尖对麦芒，冷声道：这个孩子，你可是出了不少力气的，也算是他的爸爸。声音不小。秦寻听见他这么说，脸色有些惊慌。夏宁，你现在这种身体状态，就不要乱比喻好不好？你可真是个大聪明。说完，他拧动电门，疾驰而去。夏宁，他看着秦寻的背影，眼神渐冷。狗改不了吃屎，你又骂我。夏宁有些生气，就许你拿生孩子来隐喻告白，就不允许我拿孩子来比喻工作成功？好大的官威啊！过了一会儿，陈婉悄悄走了过来，低头看了一眼夏宁搭在这肚子上的手，压低声音：夏总，搭便车吗？夏宁转头看去，只见陈婉的脸色有些怪异。夏总，我今天骑的电动车。夏宁有些奇怪，陈婉怎么成结巴了？不搭。陈婉，他松了一口气。不搭也好，电动车不安全，陈婉转头看向秦寻消失的方向，摇了摇头。渣男。夏宁只觉得陈婉今天有些啰嗦，挥手招来一辆出租车回家了。陈婉站在街边，叹了口气。忽然，他发现身旁渐渐汇聚了一些人影，转头一看，发现是财务部的几个女同事，还是贼爱聊八卦的那几个。陈婉一脸严肃地告诫道：明天广告视频就出来了，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你们不许瞎传八卦。说完，他又看见有7、8个男同事渐渐围了过来，他脸色尴尬：你们怎么也没走？过了一会儿，才有人回答：老总没走，我们哪里好意思先走？说着伸手一指：剩下的在哪儿呢？陈婉看见一面墙边还7歪8扭的靠着一群人，只觉得头大，同时又松了一口气。夏总，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乱传你一句坏话。晚上秦寻又去送外卖，拿着抢单平台刷了半天，终于刷到了海星妇幼保健院阿姨的那一单。他去到水果店商家，看着一篮子看起来很高档的紫色水果，叹了一口气，196一篮子，夏宁也爱吃。沉默了片刻，他才赚几个钱，也配。秦寻骑得飞快，没有摸鱼。到达目的地，敲门，进了病房门。柳阿姨，我来了。柳阿姨坐在上，微笑着点点头。小秦，果然又是你。秦寻笑了笑，刚把果篮放在餐桌上，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拿出一看，是夏宁，竟然还在弹微信视频。大晚上的，一个女人怎么好意思给男人谈视频？秦寻有些烦，看向床上的孕妇，脸上忽然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柳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帮我拒绝一下一个无耻的女人。第083章，加更，宣传这种广告还要给别人钱？不给。秦寻看着病床上风韵犹存的女人，他听过这个成熟女人的嗓音，温柔稳重，有一种经过岁月洗礼的风情，感觉只要她一开口，就能让很多女人自惭形秽。
柳阿姨面带微笑地看着秦寻，没有说话。秦寻看着柳阿姨脸上的笑容，挂掉了夏宁的视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怀了身孕的女人。看见柳阿姨的眉毛微微上挑了一下，她知道对方上钩了，继续说道：但是她却在纠缠我，想要我给她的孩子当爸爸。不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不要，我不想喜当爹。她眼巴巴地看着柳阿姨，您能帮我在微信里说一句她睡了吗？柳阿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有意思，又想到自己年轻时好像也不怎么样。她轻轻笑了一下，朝着坐在窗边的保姆招了招手：张姐，你帮一下这个小伙子。只见一个50来岁，肤色黝黑，长得跟牛一样壮实的保姆，扭扭捏捏从床边走到了秦寻面前。秦寻低头看着这个敦厚壮士，感觉能一拳打死自己的女中豪杰，硬着头皮把手机递了过去。名叫张姐的保姆拿起手机，有些紧张，吞咽口水润了润嗓子，按下语音键，嗓音粗粝的如同西北的风沙。你也虽交了。秦寻，他有些后悔，想要拿回手机，却看见张姐说了一句话之后，竟然渐入佳境，激发了表演欲，又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自由发挥着：你以后不要再找他了，我们的感情很好。秦寻一把夺回了手机，赶紧撤回了语音，急匆匆往病房外走去。很快微信里跳出夏宁的回复：幼稚。秦寻，完蛋，还是被他听完了。当天深夜，秦寻就收到了广告公司发来的广告成片，他看了一眼，满意地点点头，效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第二天，秦寻来到办公室，把广告视频发给了夏宁：你传给宋映，让他帮忙传到他的抖音。他现在也是个400万粉丝的大网红了，如果传播范围够广，就不用找别的博主宣传了，可以省不少钱。夏宁听见宋映2个字，淡淡说道：他现在可是400万粉丝的大网红，要价可不会低。他打开视频播放起来：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视频播放完，夏宁想到躺在医院里的母亲、父亲给的压力，还有3次创业失败的经历，不由得鼻子发酸。他立即在微信上联系了宋映，说明了缘由。没想到宋映竟然1分钱不要，还傻乎乎问：我播放哥哥拍摄的视频，需要给哥哥多少钱？夏宁想了想，回复：你免费。宋映很快回了信息：哦耶，我在哥哥心目中果然不一般。夏宁，呵，18岁的年纪真好骗。他似乎玩意识不到一个拥有400万粉丝并且还在稳步上涨的博主转发一个视频究竟能收多少钱。视频传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宋映发了一个大哭的表情过来：感动，爱了，爱了，我是宋映，我也为秦寻代言。紧接着又发了一个疯狂磕头的表情：姐姐，请代我向哥哥磕头。他竟然把这种好东西给我，他对我的好我都懂。夏宁，原来18岁的女生是没有脑子的，我记得当年我有啊。忽然一阵敲门声响起，陈婉走了进来，看了一眼趴在沙发上的秦寻，拿着一些安胎的花茶放在夏宁桌子上：小夏，都是一些对你身体好的茶。夏宁看了秦寻一眼，生怕陈婉莫名其妙的献殷勤会引起秦寻怀疑，他装作很高兴：谢谢程姐。秦寻转头看了一眼陈婉，发现他深深地看了自己一眼，那眼神就像看着一个渣男。他觉得是自己看错了，没声响，继续趴在沙发上打游戏。听见办公室里不停地循环着自己的声音：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一遍又一遍，犹如魔音绕耳。他有些烦，一个操作失误让敌人捅了菊花惨死，忙转头想要瞪夏宁一眼，却看见夏宁盯着电脑屏幕，右手轻轻捂着嘴巴，眼眶有些发红。秦寻沉默了，不去打扰。他理解夏宁的情感，在前世时，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广告也是惊为天人。当年各种魔性洗脑的广告很多，今年过节不收礼，不收礼啊，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奥利奥，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只有奥利奥。我要欧泡，我要欧泡，哦哦哦！嘿，你的益达，不是你的益达，挺美，做女人挺美，慧人排肾宝，她好我也好，洗洗更健康。但是这些广告都是听了一遍又一遍才记住，而且觉得很蠢，甚至很尬，还有些让人脸红。直到我为自己代言横空出世，逼格高，格局大。当时秦寻喝了这碗心灵鸡汤，顿时升起一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妻妾成群的豪气。夏宁现在身怀6甲，正是脆弱敏感的时候，看到这种心灵鸡汤式的广告，肯定会多有触动。忽然，秦寻听见了夏宁的声音，有些激动：秦寻，按计划行事，我们现在就把剩下的20万资金全部用来宣传，请各大博主转发我们公司的宣传片。他原本想看看宋映抖音上的播放效果，再决定是否投钱，现在看了一遍又一遍，有些上头，恨不得立刻梭哈。秦寻打着游戏，头也没抬：不用，别浪费钱，
转发我们的宣传片，我没收他们的钱就不错了，还想要从我身上薅羊毛？夏宁，他看着秦寻，一声叹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宋映这种傻丫头。秦寻没有理会，他很有信心。虽然夏宁看这个广告都快看哭了，但是他还是不懂它的威力。想当年，在前世，凭借这个广告，让聚美优品的创始人直接闯入大众视野，让他一跃成为不甘向命运屈服、白手起家的青年偶像，助推公司急速发展。不到3年，在美国上市，最高的时候身价达到70多个亿。说这是一个价值几十亿的广告也不为过。这样核弹级的广告抛进现在短视频横行的时代，以现在的传播便捷程度，用不了几天是一定能够引起轰动的。夏宁把视频发到公司微信群，发布了一则公告：各位橡树的小伙伴，按秦总要求，请大家把公司的宣传视频上传到自己的抖音，并且投1000元豆加，可以立即找财务报销。3天内点赞数最多的人奖励3000元奖金。他转头看了一眼还在打游戏的秦寻，沉吟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点赞未超过300的，做俯卧撑100个。最后一句的点赞数很低，似乎是一句没有必要存在的玩笑话，用于调节气氛用的。但是夏宁知道，这个公司就是有人做不到。很快，下面回复队列整齐：收到，收到，收到。整个公司除了秦寻这个懒鬼，其余35人每人投1000豆加，一共花费3万5，能够购买140万的流量。夏宁听见办公室外顿时变得热闹起来，自己也不闲着，点开了宋映的抖音，找到他发布的公司宣传片，直接投了1万豆加，又买了40万流量。远在京城的宋映收到抖音提示，看到是一个 ID 为 XL 的网友给自己投了1万豆加，立刻就猜到了是夏宁。他不甘落后，直接投了2万，买了80万流量。他冷哼一声：老女人还想跟我斗？第084章，我是来告状的，不是来给他脸上贴金的呀。下午3点，魔都一栋气势雄伟的写字楼，20层楼的一个大办公室里，一个头发些许灰白、气质儒雅的清瘦中年人看着茶几对面的牛啸军，有些无奈：小菊，你从海城飞到魔都，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夏宁身边有个叫秦寻的人，你之前不是打电话跟我说过了吗？小菊是牛啸军的小名。牛啸军痛心疾首：叔叔，那个秦寻真的不是个东西，你要重视啊，千万不要让夏宁遭了毒手。牛啸军告了状态，等了好几天，看见秦寻还在公司活蹦乱跳，就气得不行，直接飞到魔都当面再告一次。夏书杰见牛啸军怨气这么大，有些奇怪：你跟他有仇？牛啸军指了指自己头上不长的头发，气得直哆嗦：夏叔叔，他当众薅我头发。夏书杰看了一眼他高高的发际线，忍了忍笑意，轻轻点头：薅你的头发是挺过分的。牛啸军听了连连点头，打开抖音双手递给夏书杰：夏叔叔，您搜索秦寻，看看第一个出来的视频就是他泡在泳池里喊人家宝宝的，这多恶心，超级油腻，没有骗上几十个女孩子上床，绝对出不来这种效果。夏书杰当初在电话里听见牛啸军告状时，就已经上网搜索过秦寻，发现这个家伙长得帅，唱歌也好，确实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大男孩。夏宁如果开了窍，愿意恋爱，能跟秦寻谈一段也不算太亏，只要不越过最后一条红线，都可以忍耐。看到牛啸军气愤的样子，夏书杰接过手机，假装没看过，再一次输入了秦寻2个字，立即跳出来一个视频。夏书杰心头一惊，视频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穿着时尚工装裙的美女，她面带微笑，手里捧着几份文件，大方自信地走在大办公室，身旁的穿着男同事、女同事们纷纷侧目看向她，那人竟然是夏宁。紧接着，秦寻低沉磁性的旁白响起：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味。画面切换，半夜，办公室里只剩下夏宁一人，独自在电脑前工作，捂着嘴打哈欠。秦寻的旁白声又稳又缓：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选择。你否定我的现在，我决定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一无所有，我可怜你总是等待。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画面随着旁白不停的切换，夏书杰的脸色变得郑重起来，认真的看着那些与秦寻旁白对应的画面。夏宁要被甲方摸小手，他躲开，直接走人。家长把孩子的画板推倒，颜料盘掀翻，指着他的鼻子大骂。甲方把做好的方案丢掉，资料散落满屏，而那挨掉的人正是秦寻。紧接着，秦寻摇身一变，穿西装打领带，站在记者不停闪烁的镁光灯下，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秦寻的旁白平静且自信：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此时的画面里，秦寻一拳挥出，砸碎了一面镜子，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秦寻踩着碎裂的玻璃，缓步走向镜头，一边用绷带缠回拳的手，面容自信，语气坚定：我是秦寻，我为自己代言。
夏书杰点了一下屏幕，按下暂停，呆呆地盯着屏幕上的秦寻。过了一会儿，他轻轻舒出一口气。他沉浮商场多年，近年来越来越难感受的热血的味道了。刚才竟然有一丝少年时期的悸动。夏书杰抬起头，轻笑道：“这小子比我年轻时还要狂妄。”牛啸军干笑了2声，觉得事情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夏书杰看了一眼，发现名为小鹰公仔的博主，他这个视频的点赞量竟然有了10万，评论有了2万多。哪怕是他不经常刷抖音，也知道这个评论点赞比非常高，达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点进评论区，他发现网友们都燃炸了。我妈刚才问我为什么跪着听广告，燃起来了。我现在恨不得一脚踹开我家的种猪。我来，秦寻大哥，你行行好吧，歇2天吧。你热搜上的比中东战争都勤啊！我为自己代言。妈的，我现在就去跟老板拼了，3000块1个月。刚才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一直想辞职创业，却没有勇气。谢谢你，让我决定踏出这一步。等我创业成功，我请你代言。哟，又是很好的作文水字数名言，太他妈霸气了。有人说今年要天降紫微星，难道紫微星不是娱乐圈里的，而是营销圈？从营销圈杀出的明星。刚才领导骂我不懂酒桌规矩，我去他妈的人情世故，我就吃饭敬 NM9。我踏马直接跳上桌子360度，托马斯回旋扫完一圈菜，然后扑向领导，把领导咬翻。同事也别踏马想跑，全啃了，我踏马吃。夏书杰觉得有趣，笑了笑，看到了一条评论。我觉得这个广告打破人们在职场中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女人也有爱岗敬业、能力强、有事业心的，不是每个漂亮的女人都会接受潜规则。就像那句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燃，超燃！我感觉我要当女总裁了。夏书杰沉吟片刻，心想，这大概就是夏宁的内心独白吧。他总想要跟我证明什么，可是创业哪有那么容易？他都已经搞垮了3家公司，赔了快2000万了。他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看向一脸惊愕的牛啸军。小菊，夏宁能跟你一样听话就好了，你多乖，从来不想着创业。牛啸军被夸，有些尴尬，摸了摸头。忽然他又听见夏叔叔的声音带着一丝惊喜，我怎么越看秦寻这小子越顺眼了呢？我喜欢狂妄的小子。牛啸军脸色跟吃了苍蝇一样难看，他是来告状的，可不是来给秦寻脸上贴金的呀。他知道公司在搞什么宣传片，可是今天上午不是才收到成片吗？怎么下午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了？是拿着手枪顶着网友的脑门点赞了吗？此时夏书杰手中牛啸军的手机疯狂地跳出信息提示，看了一眼是橡树公司群。他看着牛啸军问道：小菊，你介意我看一下橡树公司群的消息吗？牛啸军摇了摇头，不介意。夏书杰起身走到了对面，坐到了牛啸军身边坐下，把手机摆在茶几上操作，方便2人都能看见。他没有偷窥别人隐私的癖好，只是想看看夏宁的小公司。此时只见橡树公司群里同事们一个个在汇报着战绩。报，点赞数6666，报，点赞数1万，报，点赞数1.2万，报，点赞数2万。你追我赶，气氛异常热烈。夏书杰看着，脸上不自觉露出了笑容，心中有些安慰。夏宁开窍谈恋爱之后，财运变得好多了，这一次创业估计能行。要么嘟嘟茶饮的品牌升级方案，这1000万的策划案给他试一试。突然一条消息弹出，整个群立刻安静了，谁也不敢再汇报数据。夏书杰看着那条消息，一向温和的脸上面露寒霜，一脸杀气。秦寻，冤枉啊！夏宁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第085章，我肚子痛还不是因为你。时间往前推，这一天上午，夏宁把视频传给宋映之后，不停地刷新着他的抖音，可是却不见点赞量、评论数有什么变化。他知道投了豆家之后，视频会进入半小时左右的审核期，可是宋映有了400万粉丝，不需要推广也应该有很多流量吧。夏宁心里有些忐忑，时不时站起来在办公室踱步，拿起手机再刷新一次，有些失望。他又走出总经理办公室，在外面逛了一圈，见同事们在手机上呼朋唤友，给自己的抖音点赞，不禁有些安慰。不过令他奇怪的是，他们看向自己的视线怎么躲躲闪闪，还透露着一些同情、失望、不屑的神色。难道他们以为我会成为抖音点赞数不超过300的那个倒霉蛋？又回到总经理办公室，夏宁放下手机，想着忍着过1个小时之后再看，这样数据增长看着会明显一点。时间很难熬，但他熬住了，说不看真的就一眼没看。1个小时后，他的手机响起了起来，是宋映。夏宁接听，宋映的声音有些兴奋：姐姐，我找哥哥。夏宁看着躺在沙发上打游戏的秦寻，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按下了扩音键。秦寻，宋映找你。秦寻头也没抬。你就说我不在。夏宁，他低头看着手机，过了一会儿，
里面传出宋应幽怨的声音，超大声。我听见了，你嫌弃我？秦寻猛然抬头，他赶紧收起手机，坐起身来，一边走过去，一边说道：怎么会呢？我们的400万粉丝大博主小应公仔，是多少网友日思夜想深深爱着的人啊！我刚才只是有些害羞。他说的脸不红，心不跳。只听得手机里传来宋应银铃般的笑声。我知道你在骗我，不过我不介意，我不像夏宁姐姐呢。么？小切，只会欺负哥哥。夏宁，我听见了。宋应，没关系，我故意的。夏宁，宋应，你连哥哥的任何联系方式都不愿意给我，想要守着吃独食，可是现在他的代言广告在网上大爆发，已经成了目前抖音第1红人，你怕是守不住了。夏宁看了一眼脸色有些尴尬的秦寻，是他不让我联系方式给你的，他嫌你吵。秦寻，夏宁的情商就这么低的吗？这是能光明正大说出来的吗？手机那头沉默了10几秒，传出一阵冷笑。呵，我不信。然后电话挂断了。夏宁抬起头，看着瞪大了眼睛盯着自己的秦寻，抿了抿嘴唇，有些不好意思，淡淡的说道：你走开。秦寻扭头就走。有病。夏宁想到宋应刚才说的代言广告大爆发，心中一动，赶紧拿起手机准备打开抖音，就看到微信里宋应赚了5万块钱过来。谢谢哥哥1小时给我涨粉5万，预估最少能涨50多万，感恩。我现在没什么钱了，请不要嫌弃。他一怔，看了一眼躺回沙发不知情的秦寻，点了收款。夏宁面不改色，想着等月底发工资再一起给他。夏宁点进宋应的抖音，发现橡树公司的宣传片已经有了2万点赞，3000多的评论。他有些惊叹，这才过了1个小时啊。突然他听见秦寻的手机响了起来。喂，赵总，好久不见啊。夏宁心头一惊，有些警惕，抬头看向秦寻，只见他一脸笑容和手机里的人对话。赵总，找我去直播卖苹果，您还要挖我去你公司啊？专门为我成立一个部门，1年给100万，还给分红，还配美女。赵总，我不是那种好色的。什么3个？你这话说的啊？滋阴壮阳的补品管够。赵总，你这让我很为难啊。秦寻愣住了。赵德海行事太过简单粗暴，就是堆钱，100万不够就再来一波分红，1个女人不够就再来2个，而且诚意满满，还准备了滋阴壮阳的好东西。正当他愣神时，忽然看见夏宁走了过来，拿走了他的手机。赵总，不好意思，秦寻现在已经是橡树公司的大股东，要和公司同生共死了。不等赵德海回答，他直接挂断了。秦寻，你干嘛？夏宁面不改色，小心上当受骗。秦寻大声道：我相信赵总的人品。夏宁听见人品2个字，想到私吞了秦寻的5万块，有些心虚，默默转身坐回了办公桌后面。秦寻想着那些诱人的条件，悄悄给赵德海发微信：赵总，您的八字能给我一下不？过了一会儿，赵德海回复了一个出生年月日时间，甚至附上了哪家医院。秦先生，这是咋了？你信命？秦寻复制了日期，在手机上搜索了一个算命的网站，花了10块钱问大师：大师，他命硬不？过了一会儿，网站上大师回复：不遇灾厄，可活100年。秦寻一愣，这不是一句废话。骗子，退钱。大师回复：呵呵，不退，傻逼。此时赵德海连续发了好几条微信过来。咋啦？小秦，你要我八字干啥？这是咋了？秦寻叹了口，回复：赵总，你我缘分不够，八字不合，我不能去害你。赵德海，上午过去，到了下午，夏宁看着又在打游戏的秦寻，发现他瞥了自己一眼，心里有些虚，低下了头。他安慰自己，只是晚一些时候给他，不算偷钱。公司的宣传片，我为自己代言，在宋应的抖音号上以一种恐怖的传播着，同事们的抖音号上也渐渐有了起色。夏宁很高兴，脸上却没什么变化。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才能看到呢？夏宁既期待又紧张，起身走到书架前，修长的手指轻轻拂过书籍，有些解压。他的手从一排书左边滑到右边，又从右边滑到左边，指甲在书籍上发出一阵嘟嘟声。秦寻躺在沙发上玩游戏，听见这一阵嘟嘟的噪音，有些烦。小夏，你要闲着没事，去把村里的大粪挑了。夏宁一怔，转过身，看见秦寻低头认真的打着游戏。他今天连演广告的播放数据都没看过，气得肚子又不舒服起来。秦寻听见他没有还嘴，有些奇怪，抬头看了一眼，发现夏宁脸色微冷，轻轻用手抚摸着肚子，他不禁有些担心。你的肚子又不舒服了？只见夏宁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想到那天满脸的茶水，忽然冷声道：我肚子痛，还不是因为你。秦寻，手机落在沙发上，游戏角色被人围殴致死。第086章，我喜当爹了。秦寻愣住了，
他睁大了眼睛，看着面前这个一脸高冷，但是满嘴无理取闹的女人，掐指一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俩才认识不到1个月，时间上来不及。况且自己每天早上起床都能一柱擎天，威武又霸气，这是童子才有的力量。而且我只是那天在庆功宴上喝醉了酒，失去了半天的意识，不可能才隔了2天就怀孕了吧？秦寻睁大了眼睛道：怪我。夏宁盯着秦寻，默默的不说话。秦寻声音有些冷淡：我对你很失望。夏宁一怔，心脏猛地一缩，想到自己刚才那一句都是因为你确实有些无理取闹了，在他把茶水喷到他脸上之前，他的肚子就开始不舒服。宋印可以无理取闹，因为他是脑残，但我不是。夏宁看着秦寻，眼眸微垂：对不起，秦寻。他没想到夏宁认错这么快。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这口锅我背不起。夏宁声音不大：哦。说完，他右手轻轻捂着肚子，往办公室门口走去，准备去上个厕所。秦寻见他捂着肚子，问道：你去干嘛？夏宁回头，一脸惊讶，带着些许窘迫：我出去一趟。秦寻很热心：我送你。夏宁瞪圆了眼睛，脸蛋微红：不用了。他快步走到门口，感觉秦寻好变态，怎么能说出送一个女人去上厕所这种话的？正当他的手拧开了门把手，又听见身后秦寻的声音，很温和：路上小心，注意安全。夏宁僵住了。过了一会儿，他头也没回，快速拧开门把手，走出去，摔门出去了。通往卫生间的走廊上，夏宁脚步很快，脸色阴沉：变态。秦寻越来越变态了。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本来在高兴地讨论自己抖音的播放量，看见夏宁及脚步匆匆，脸色不悦，一颗八卦的心顿时就活络了起来。他们纷纷看向总经理办公室，有人低声叹息：哪有十全十美的人？本事越大的人，越是不会把美女捧在手心的。都是命。见夏宁摔门出去，秦寻怔了一会儿，有些不乐意：狗咬吕洞宾。想到最近几天摸鱼只长得跟龟爬似的，他心情就更是不爽。老子为了给你出气，连大鱼都没摸到，你还给我甩脸子，我能惯着你？秦寻起身走出总经理办公室，快步走向程婉办公室。在走廊上，他看见同事们都抬头看向自己，当他看过去准备打招呼时，却看见他们纷纷低下了头。奇怪，这群人也开始被夏宁传染精神病了。走进程婉办公室，秦寻开门见山：婉姐，你再给我招一个助理。程婉正在低头看自己的抖音数据，听见这话有些高兴，觉得是秦寻怕累到了怀孕的夏宁。抬起头看见秦寻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忽然觉得不妙，他脸上露出笑容，问道：秦总，你为什么要再招一个助理啊？秦寻愤愤不平：夏宁，他最近的脾气有些臭，天天给我甩脸子，都要骑到我头上了。程婉，明明是你骑了人家。秦寻见程婉不说话，又说道：把他调岗也行，不要跟我待在一起。停顿了一下，他沉声道：或者直接给他开除，给他按最高的赔偿金额赔偿，再从我月底35万的奖金里划出3万给他。程婉被秦寻这一番话震到了：开除夏总，这不是倒反天罡？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啊！人事办公室里沉默了一会儿，程婉看着秦寻，不想他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得罪了整个公司真正的大佬，压低声音说道：秦总，女人怀孕了是会情绪不稳定的，您多忍耐。秦寻，他转头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回过头，一脸紧张地看着程婉：婉姐，连你都看出来了？程婉，他听出了一股轻视的意味，有些不服气，说道：整个公司除了扫地阿姨，其他人都知道了。秦寻，说好了要替夏宁保密的，没想到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了。此时他又听见程婉神秘兮兮地说道：秦总，等夏宁把你们的孩子生下来，你这辈子就算圆满了。秦寻，我们的孩子，仿佛有一声惊雷在他脑海炸响，然后又是几万轮火箭炮齐射的声音，再是10万匹草泥马奔腾的声音。他的脑瓜子嗡嗡的，他想到了刚才同事们的表情，回避的眼神，立刻明白了。操！他们这群崽种是把我当成夏宁孩子的爹了，我喜当爹了。程婉又拿起手机，伸到秦寻面前：秦总，你看，这是同事们公司宣传视频的播放量，一个比一个高，都叫上镜了。秦寻扫了一眼，只看到一大串数字刷屏：爆！点赞数6666，爆！点赞数1万，爆！点赞数1.2万，爆！点赞数2万。又听见程婉有些羡慕地说道：秦总，您现在啊，是事业爱情双丰收，不，你们还有一个孩子是3丰收，真是羡煞我们呐。秦寻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虽然他从小乐于助人，喜欢扶老奶奶过马路，但是夏宁的这个忙，他不能帮。他赶紧掏出手机，在微信群发了一条信息：对于谣言，就要及时有力的制止，不然以后不是屎也是屎了。夏宁本来蹲在马桶上，看着群里同事们汇报数据，一个比一个喜人，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忽然，秦寻的信息破坏了对联：秦寻，冤枉啊！夏宁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夏宁，第087章。夏宁，你冷静，这是畸形的爱啊！夏宁看着秦寻发的信息，仔仔细细看了3遍，才确定不是自己眼花了。他脸上的表情渐渐收敛，平静的可怕。突然，他的手机铃声响起，一看是爸爸。夏宁接通了电话，声音平静：喂。手机里爸爸的声音有些急促，没了往日的从容。宁宁，你怀孕了？夏宁脸色如常：没有。只听到手机里爸爸舒了一口气。那群里的消息是……夏宁立即就猜到了是牛孝军又去告状了，而且那么及时，估计就在爸爸身边坐着。他冷声回答：他在造谣。夏书杰，弄死他！夏宁轻轻点头：好的。挂了电话，他发现收到了秦寻发来的微信：小夏，我之前答应过你，替你隐瞒你怀孕的事情，可是今天发现他们所有人都知道了，而且他们全都认为你肚子的孩子是我的。我说过，这个锅我不能背。夏宁眼神微冷，难怪秦寻最近对自己的态度奇奇怪怪的。他绞尽脑汁思考，事情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不对的。夏宁从卫生间走出来，一丝不苟在洗手池洗了手，在镜子前整理了一下额头散乱的发丝，才慢慢的走了出去。只见同事们探头探脑往这边看，他冷冷的扫过去，吓得一片人纷纷低下了头。夏宁抬头挺胸，一步一步走到总经理办公室。一进门，躺在沙发上的秦寻吓了一跳：哎，夏宁，你不是去医院了吗？夏宁脚步停顿了一下，摇了摇头，默默地坐到办公桌后面。此时窗外海风又起，天阴了下来，一副要下雨的样子，正如他的心情。秦寻见他不怎么高兴，叹了一口气，安慰道：没事的，没事的，天底下未婚先孕的妈妈多了去了，我们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你的。夏宁，他深吸一口气，什么也没说。秦寻看着沉默的夏宁，问道：你没事吧？夏宁摇了摇头。秦寻又问：你不会生我的气吧？夏宁沉默了片刻，露出一个浅淡的笑容：不会。秦寻看着夏宁脸上的笑容，松了一口气，走到他办公桌前，拿起陈婉送的花茶，给夏宁泡了一杯。还是婉姐会心疼人，拿了不少安泰的好茶给你。夏宁，他端起茶杯，小酌慢饮。公司里，大家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最后都偷偷看向总经理办公室，竖起了耳朵。等了半天，听不到动静，众人不由得有些佩服。这么安静，是秦总调教小助理的本事太高，还是夏宁真的怀了野种，心里有愧，所以才不敢大吵大闹？总经理办公室，秦寻见夏宁始终不愿意多说话，无奈的摇了摇头，躺到沙发上继续玩游戏。夏宁喝完一杯茶，把桌子上剩下的花茶丢进了垃圾桶。他往手机里发了一张医院的诊断单，诊断结果是慢性胃肠炎。紧接着又发了一句话：我没怀孕。人事办公室，陈婉一愣，忽然笑了起来，笑得趴在桌子上，笑出了眼泪。这叫什么事啊？我说把人家秦总给吓成这样。忽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糟糕，我早上还给夏总送了几包安胎茶，这是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办公室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又不约而同的看向总经理办公室紧闭的大门。我去，无聊，我瓜子都准备好了，我早就叫你们不要乱传八卦吧，就数你传的最凶好吧。总经理办公室，夏宁看了秦寻一眼，发现他还躺着玩游戏，完全没有注意到群里的消息。是了，他屏蔽了公司的消息，公司有任何决策都是自己这个贴身小助理跟他汇报的，他从来不看的。夏宁双手捂着脸，越来越尴尬，脸越来越烫，脑子都快成一团浆糊了。他松开手，看了一眼还在打游戏的秦寻，他气得微微颤，飞快地解锁手机，打开外卖平台，输入电击棒，随手下了单。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到30秒。他要给秦寻一点颜色瞧瞧。15分后，夏宁接到了外卖员的电话，走出办公室，接到了外卖送来的一个精美的袋子，赶紧走回了办公室。他反锁上门，秦寻听见咔嚓一声房门紧锁的声音，抬头看见夏宁站在门后，他的双手背在身后，似乎藏了什么东西，嘴角带着一抹危险的弧度。秦寻心里一咯噔：夏宁，你怎么了？夏宁面带微笑：没什么，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看着夏宁脸上的微笑，秦寻觉得浑身不自在，从沙发上坐了起来，穿上了鞋子，准备随时跑路。你给我准备了什么啊？只见夏宁站在门后，
双手背在身后做着动作，听得一阵塑料袋子打开的声音。不一会儿，一个蓝色的塑料袋落在地上。突然，夏宁右手从身后掏出来一根电击棒，面带微笑，慢慢走向秦寻，一字一句说道：“秦寻，我今天要弄死你！”秦寻愣住了，看了看夏宁手上似曾相识的电击棒，又看着夏宁脸上的危险笑容，再看一眼反锁的门，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极为精彩。眼看夏宁距离自己只有半米，他压着声音，生怕办公室外的同事们听见，厉声道：“夏宁，你冷静！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一个孕妇怎么能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只见夏宁嘴角的笑容消失了，这叫巾帼不让须眉，谁说只有男的才能打人？他举着电击棒按下按钮，冲着秦寻的腰眼对去。秦寻一个转身躲开，这是畸形的爱啊！夏宁扑了个空，用力过猛，一头栽倒在沙发上，就听见身后一阵开锁的声音，砰！门一开一关，一阵急促的叫声远去。夏宁赶紧起身，紧握着电击棒，踩着高跟鞋追了出去。别跑！办公室的地板上，那个被夏宁丢弃的塑料袋上，右下角印着一行小字：调教电击棒，比震动更爽。第088章，嘉哥，这位美女，请放下手里的舞。什么东西？写字楼外，树叶哗啦啦响，天空中飘起了一层细雨。秦寻围着写字楼兜了一圈，甩掉了夏宁，又走回了写字楼，准备收拾东西，风雨无阻的外勤。就是这么敬业。想到刚才那可怕的一幕，秦寻只觉得夏宁疯了，真的疯了，比岛国的电影剧情都要劲爆。这真的是畸形的爱啊！秦寻走进写字楼，还没走几步，忽然感觉腰眼上被什么东西顶住了。夏宁冷漠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我们俩想一块去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秦寻扭过头看着夏宁，视线下移，看到了他手里的电击棒。他叹了一口气：“要杀要剐都行，但是你别这么侮辱我行吗？”此时，大厅内里的保安看到竟然有个女人持棍伤人，畏畏缩缩的走上来，心里很虚，但是嘴上很硬：“那个，你在干什么？请放下手里的武器，不要在这里伤人。”忽然，保安看到夏宁手里的小巧电击棒，又看见夏宁长得美艳异常，脸色变得极为精彩。他不耐烦地挥挥手：“要完情调回家里去，这里是上班的地方，不要在这里伤风败俗。”夏宁听得一头雾水，这明明是凶案现场，这个保安怎么判断出是调情的？秦寻看见夏宁脸上懵逼的表情，想到一种可能，觉得好笑，指了指他顶在自己腰眼上的电击棒：“你这是要干什么？”夏宁眯起双眼，冷声道：“我要给你这个嘴上没个把门的人一点颜色瞧瞧。”秦寻笑道：“黄色？”夏宁听不懂。啊！只见秦寻伸手按了一下电击棒按钮，发出一阵轻微的滋滋声，他的身子随之轻轻颤抖了一下。美元上买的吧？你以后可要看仔细了，这根是夫妻之间用的情趣调教电击棒。夏宁一怔，低头看着造型小巧，不带一丝杀气，反而有些可爱的电击棒，他白皙的脸在1秒钟红成了苹果。夏宁有些恍惚，想到自己拿着这种东西从楼上追到楼下，不知道被多少人看到了，只觉得天旋地转。耳旁又响起保安不耐烦的声音：“美女，你收起来吧，哪有这么秀恩爱的？没眼看啊，没眼看，伤风败俗啊，伤风败俗！”突然，夏宁回过神，把手里的电击棒丢到了门外，滚落到了雨水里。他转过头看着一脸笑意的秦寻：“你还笑？”说着，忽然伸手抓向秦寻的头发：“我的发！”秦寻往后一个潇洒的小撤步：“我早就猜到了你这个跆拳道冠军要薅我头发，不讲武德！”他转身就跑，夏宁立刻就追。秦寻跑进了雨水里，听着身后的脚步声，急声喊道：“你小心流产！”夏宁跟进了雨水里，羞红了脸，任凭雨水都浇不凉。“我留你妈！”他跑，他追。秦寻回头一看，见夏宁身上被雨水打湿了，衣服贴紧了身段，跑步姿势有些怪异，一看是高跟鞋底断了。他叹了一口气，停下了脚步，仰着头让雨水冲刷自己的脸。造孽啊！很快，夏宁追了上来，伸手一把薅住了秦寻湿漉漉的头发。秦寻脸皮颤了颤，盯着夏宁：“过分了哦！”雨水落在二人身上，淅淅沥沥。夏宁盯着秦寻的眼睛，胸膛不住起伏，不知道是气的还累的。他手上一用力，秦寻痛叫了一声：“我尼！”话没说完，他就听见夏宁冷声道：“谁让你到处造谣，说我怀孕了的？”秦寻愣住了：“啊，夏宁，我没怀孕。”秦寻的视线从夏宁脸上缓缓下移，落在了她小腹上。只见雨水打湿了衣服，紧紧地贴着她的肌肤，能清晰地看得到她的腰肢纤细，小腹平坦。夏宁冷声解释道：“我肚子不舒服，是因为慢性胃肠炎。”秦寻，他愣了一会儿，
风从脸上吹过，语声渐渐清晰。忽然，他轻笑了起来：“你没怀孕啊？”夏宁薅住了他的头发，不松手。秦寻又笑：“那可太好了。”夏宁，他看见秦寻有些过于高兴的样子，有些紧张，忙转头看向路边的一棵雨中飘摇的小树，松开了秦寻的头发，却听见秦寻笑道：“我还以为你要来骗我公司的生意津贴呢。”夏宁，他转过头，默默地看着在抹脸上雨水的秦寻。忽然，他也笑了，笑容很浅，也是好看。屋檐下，秦寻和夏宁躲着避雨，写着字楼就在马路对面，公司就在写字楼里，不过100米，但是两个人谁都没有提议回去。或许是浑身淋湿了，怕同事看了糗态；或许是风雨太大，100米也难走；或许是别的什么。雨声淅淅沥沥，两个人就站在屋檐下，静静地看着外面的雨，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但是感觉浑身轻松。过了一会儿，夏宁悄悄拿出手机，给陈婉发了一条信息：“陈婉，去找写字楼物业，把刚才我追杀秦寻的视频删掉，所有角度，只要我出现的，出钱全部删掉。”很快，陈婉回复：“夏总，为什么啊？”夏宁脸一红：“别问。”忽然，他听见秦寻突然笑了2声，夏宁自然地收起手机，脸色冷淡，转头看向秦寻：“你笑什么？”只见秦寻摇了摇头：“你怎么认不出那玩意的？”夏宁想着自己当时拿着那个东西，还觉得挺威风，脸又开始发烫，抿了抿嘴唇，冷哼一声：“我怎么会认识这种东西？”说着加重了语气，反问道：“应该是我问你，你怎么会一眼就认出那种东西？”他盯着秦寻，微微眯眼，一脸狐疑。只见秦寻傲娇的挺了挺胸膛：“鄙人阅片无数。”夏宁，呵，他好骄傲哦。两人无话，又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但是并不尴尬。过了一会儿，秦寻背靠在墙上，转头看向夏宁，发现他静静地看着屋檐外的大雨，挺拔又柔美的身姿，眼眸中没了往日的清冷，反而有些柔软。雨水让他的衣服紧贴身体，勾勒出他婀娜的身材。夏宁头也没转，仍旧看着屋檐外的雨水，声音冷淡：“你看够了吗？”第089章。加完，那个美女看起来怪冷的，你小心被骗。快了。秦寻狠狠地再看了一眼，才转过脸看向屋檐外的大雨：“小夏，你跟嘟嘟茶饮的创始人到底有什么过节啊？”想到当初在办公室，他脑补了一个高冷恋爱脑美女被浪荡富二代抛弃的桥段，就觉得有些好笑。夏宁脸色有些尴尬，半真半假：“其实我曾经有过一次创业，一口气开过几家咖啡店，机缘巧合之下，被嘟嘟茶饮的董事长嘲讽，说我眼光不行，3个月必定倒闭。”秦寻问道：“结果呢？”夏宁的语气有些得意：“我撑到了6个月。”秦寻，这有什么可骄傲的？他又问：“小夏，那当时我问你们的过节是因为生孩子吗？你怎么回答说是的？”夏宁迟疑了一下，转过头看着秦寻，一本正经地解释道：“你知道创办公司为什么经常用孵化这个词语形容吗？”他脸不红，心不跳。孵化一个词语代表着耐心、温柔、细腻、爱心、呵护、陪伴、守护。等你有了公司，你也会把公司当成孩子的。他转过头，不再看秦寻，看着外面的大雨。嘟嘟茶饮诅咒我的孩子夭折，而且咖啡店还真的倒闭了，这不就是结仇了？秦寻转头看着他的侧脸，叹了口气：“女人的思维总是很奇怪，喜欢乱七八糟的比喻。我现在不也是一家公司的副总了？不过我可没觉得橡树是我的孩子。”夏宁转过头看着秦寻，有些期待：“那是什么？”秦寻笑了一下：“野种。”夏宁。屋檐外风起雨落，两人静静地看着。夏宁想起那天秦寻唱过的一句歌：“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的屋檐。”他的脸上不自觉浮现一抹淡淡的笑容。忽然，夏宁眼角余光看见秦寻偷偷靠近了自己一点，气息稍微急促了一些，却听见秦寻说道：“那个小夏，借2000块钱，救急！我昨天住的宾馆又暴露了，随着宣传广告的传播，我怕以后会越来越难租到合适的房子了。”夏宁面无表情道：“不借。”却看见秦寻嘴里无声地骂了一句脏话，掏出了手机，打开了相机，对准了他们：“不借就不借，来，小夏，笑一个。”夏宁转过头看着自拍镜头里自己凌乱的头发：“要干嘛？”秦寻道：“有用，你笑一个。”夏宁轻轻动了动嘴唇，没有笑，也很好看。秦寻不管，按下了快门，然后用微信发给了皇太后，并说了一条语音：“妈，刚刚一场雨把我和一个美女困在了屋檐，我觉得我心动了，现在急需2000块钱的恋爱启动资金，马上就到月底了，骗来过手，马上就还。”他心里没什么负担。夏宁，他怎么能脸不红心不跳的说这种话？他还是人吗？很快，微信有了回复，是语音：“
秦寻点开，夏宁听得清楚，一个妇人的声音。我以为你喜欢甜美型的萌妹子，没想到啊，你喜欢年纪比你还大的御姐。夏宁抿了抿嘴唇，又听见秦寻笑着回复：女大三，报金砖。夏宁，不一会儿，秦寻就收到了2000块钱的转账，还有一条语音。照片上那个女人看起来怪冷的，你小心被骗，当成舔狗耍。夏宁，他知道秦寻的嘴欠遗传谁的了。秦寻回了一句：你放心吧。他准备点击收款，忽然，一只还带着湿润雨水的手伸了过来，抢走了他的手机。夏宁点开转账图标，点击退还，并且发送了一条语音：阿姨，您儿子在骗您，我并不认识他，只是一个路人。秦寻，只见夏宁转过头看着他，轻轻的笑了，一双眼睛眯了起来。秦寻嘴唇都颤抖了。小夏，难道你要我露宿街头？夏宁不答，走进了雨水里。有住的地方不回，那就活该死在外面。他这几天晚上一直都有看手机里的监控，发现秦寻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出租屋。魔都夏书杰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前面站着一个毕恭毕敬的中年男子，是他集团的策划部的主管周强。夏书杰问道：周强，你觉得橡树公司的我为自己代言这个广告怎么样？周强微微欠身：夏董，我曾经在国内知名广告公司任职多年，也做出了一点成绩。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这个广告有很多硬伤。说到这里，他抬头看了一眼夏书杰，见他点了点头，才继续说道：这个广告篇幅太长，足足有1分多钟，一般观众是没有耐心看完的。再者，我根本抓不到他的重点，不知道他在给什么做广告，是宣传公司还是宣传自己？橡树公司是做什么的，他又是做什么的？广告里根本没有体现。夏书杰端起茶杯轻啜一口，放下茶杯，看着周强，他知道肯定还有后话。只见周强继续说道：不过这个在专业人士看起来满是硬伤的广告，却火速出圈，引起数百万人的共鸣，而且将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一句我是秦寻，我为自己代言，一定会把他打造成青年偶像。他停顿了一下，伸出一根手指。以我看来，光秦寻他的个人魅力价值，只要运营得当，就能值1个亿。夏书杰笑了笑，缓声说道：怎么说？只见周强神色有些激动。我认为秦寻不但是一个人才，更是一个天才、奇才、鬼才、怪才。他打开手里的文件夹，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了夏书杰。夏董，您看，这是8月份现在最火的短视频平台抖音上播放量前10的视频。夏书杰看了一眼，周强讲解道：跟秦寻有关的一共有4个，分别是跪行救女、泳池卖苹果、婚礼唱歌小硬公仔、婚礼现唱，给你们。按现在我叫秦寻，我为你自己代言的传播速度，要不了几天也要挤进前10了。您看看排名前10的其他几个，都是一些爆炸性的社会新闻，或者明星塌房出轨，这种天然抓人眼球的。在秦寻的精心策划下，他的影响力已经能跟很多明星在同一水平了。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深深地叹了口气，那神情恨不得当场收秦寻做干儿子。夏董，我强烈建议把这个人挖来，以后他肯定就不是现在的价格了。如果说商场如战场，那用一句老话来说，这秦寻抵得上5个师。夏书杰点了点头，神情平静，挥了挥手，让周强退出了办公室。他叹了口气，喃喃道：1000万拿给你去谈恋爱，我还是有些不爽。当晚8点半，夏野坐在客厅，看着空荡荡的别墅，忽然觉得有些孤单。过了一会儿，他有些拿出手机点了一份水煮鱼。与此同时，秦寻接了一个单，把一份价值218元的水煮鱼送到海城有名的富人别墅区。接到了餐，闻到水煮鱼那股气味，就知道是一个新手练手的作品。他皱了皱眉，真是人傻钱多，这种垃圾怎么好意思卖那么贵？肠胃不好的人吃完，怕是要拉上3天。夏宁坐在客厅等了半个多小时，时不时打开外卖平台看骑手的路径动态图，发现这个骑手贱得很，明明是走直线，却十分缓慢，似乎非要踩着点送达。他摇了摇头，这一单我就不额外打赏了。第090章红龙鱼，保佑我的公司和你一样长寿。窗外月色朦胧，夏宁穿着一件面料柔滑的睡裙，坐在客厅发呆。忽然一声轻微的水声把他惊醒，转头一看，原来是客厅正对面的靠墙处，一个3厘米长的鱼缸，里面一条长约30厘米、血红色的红龙鱼正在悠然游弋。这是他爸爸送给他的风水鱼，作为橡树公司的开业礼物，据说是花了小20万，说是能聚财。夏宁想着最近公司形势一片大好，站起身来，走到鱼缸前，静静地看着它游来游去，似乎这小东西有点用。他想到爸爸说过，如果饲养得当，一条红龙鱼的寿命能活小20年。他轻轻笑了笑，希望橡树公司也能长存吧。突然手机响起，夏宁拿起手机一看，是爸爸打来了视频。
每个星期，爸爸都会打至少2个视频，每一次他都会接听，但是话说的不多。夏宁接通了视频，手机画面里爸爸的笑容和煦。如果是夏书杰手底下的员工看见，一定会吓一跳。想不到一向不怒自威的董事长，竟然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夏书杰的嗓音也温和：“宁宁，你吃晚饭了没？”他点点头：“等下就吃。”手机里，夏书杰微微皱眉，有些责怪：“怎么又吃得这么晚？你别光顾着工作，要准时吃饭。你的肠胃本来就不怎么好。”夏宁轻轻点头：“知道了。”忽然，夏书杰似乎从镜头里看到了红龙鱼。“宁宁，你喜欢这条红龙鱼吗？”夏宁：“喜欢。”夏书杰的声音带着笑意：“这条鱼可是我托了人从国外买回来的，风水大师说摆在家里能藏风聚水，可以招财。”忽然，夏书杰的声音略大了一点点：“这条鱼看起来不太精神，是不是鱼缸的水温不对了？”夏宁的脸稍微凑近鱼缸，见红龙鱼游来游去，看不出什么异常。“我觉得还好。”夏书杰笑了：“你会养鱼吗？”夏宁，他沉默了。其实他从来没管过这条鱼，都是保姆在照顾。不过今天保姆请假去照顾发烧的女儿，所以他才没在家吃上饭。夏书杰笑道：“你把鱼缸里的水温往下调1度，过一会儿我再看看，可别被你养坏了。”夏宁走到鱼缸侧边，找到了水温调节的按钮，把温度调整好了。他脸上始终没有什么表情变化。忽然，夏书杰叹了口气：“行了，行了，真的是，好不容易给你打个电话，又给我摆一张臭脸。过几天，嘟嘟茶饮会派人去跟你们公司的人谈品牌升级的事情。”他加重了语气：“这1000万，你可得花在刀刃上，不要搞不三不四的东西。”似乎意有所指，夏宁对着手机轻轻歪头笑了起来：“爸爸最好了。”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想明天就开始谈这单业务。”只见夏书杰皱了皱眉：“你是甲方还是我是甲方？钱给了你，时间总要我来定吧？”夏宁轻轻笑了笑：“爸，你把这1000万给了橡树，不就相当于给了我，不还是在我们家？”夏书杰一愣，有些诧异，盯着镜头里的女儿，有些狐疑：“你这种歪理邪说跟谁学的？我直接给你，你可不用交税。”夏宁默默的不说话。夏书杰有些无奈，柔声解释道：“1000万的生意，嘟嘟茶饮总要把该走的流程都走完，哪有这么快？你不要急。”夏宁静静地看着夏书杰，不说话，眨了眨睫毛。这就算是撒娇了。只听得夏书杰叹息一声：“真是拿你没办法。最快后天。”夏宁笑了：“爸爸最好了。”父女俩拉了一会子家常。今天的夏宁比往常热情了很多，说了很多话。忽然，他听见了门铃声响起，猜到是外卖到了。挂了视频，夏宁看着鱼缸里的红龙鱼，双手合十拜了拜：“小红，辛苦了。”他心想，这不是封建迷信，这是心理慰藉，是祈福。愿橡树与你同在。夏宁转身走到客厅门口，看了一眼大门旁的显示屏上，有一个外卖小哥站在院门外。只见这个外卖小哥戴着头盔，脸上戴着防风面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夏宁走出客厅，穿过小院子，打开院门，看着包裹的严实的外卖小哥，伸出手微笑道：“谢谢你。”却看见那个外卖小哥明显愣了一下。夏宁面无表情，有些不满。他知道自己很好看，也能察觉到每天偷偷看向自己的目光，不过他不在意，都习惯了。但是你也不能一动一动的盯着看吧，这就不太礼貌了。夏宁伸着手，语气稍重：“你好，请把我的外卖给我。”却看见那个外卖小哥还是无动于衷，一双眼睛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最后视线往他身后的屋子里看去。夏宁怀疑他是在确认屋里有没有别人，有些紧张，赶紧往后退，抓住小院的铁门就要关上。突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抵住了门。夏宁一惊：“你还年轻，不要冲动。”他双手把上了门，使着劲。这个小区的保安很多，只要我喊一声，不用1分钟他们就能赶过来。却看见那个外卖小哥猛地一推院门，夏宁身子连续后退了好几步才停下。只见那个高大的外卖小哥走进院子，高高举起外卖，往地上狠狠的一砸：“吃，吃，吃，吃你个锤子！得了慢性胃肠炎，你点这种垃圾吃！”夏宁听见这熟悉的声音，一愣：“秦寻！”只见外卖小哥把防风面罩拉到了下巴上，露出了脸，带着一脸戏谑的笑意。夏宁松了一口气，然后有些生气，指着地上的外卖，微冷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我还没吃饭。”却看见秦寻抬脚踢了那盒外卖一下，外卖盒滚得好远，撞到了院墙。夏宁双拳握紧，盯着秦寻，却听见秦寻有些不满的声音响起：“一般家庭，这么大一栋别墅，你管这叫一般家庭？”第091章，这红龙鱼才21斤，你买到假货了吧？夏宁，他看着秦寻脸上有些生气的表情，默默的不敢说话，有些担心被他发现什么端倪。秦寻继续说道：“
我在外面流浪，每天提心吊胆，担心被什么恐龙美女袭击，天天都在换宾馆睡觉。你……夏宁心虚看着他下巴上的防风口罩，有些懊恼。他强行转移话题，冷笑：你把自己包裹得这么严实，比那些明星都要夸张。只见秦寻眉头一挑，不服气，表情有些傲娇。现在我在网络上可火了，那些明星能跟我比吗？他们不过是长得帅，或者演戏好，或者唱歌好，而我不一样，我不但长得帅，唱歌好，还会拍广告。夏宁，他想反驳，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只好沉默。却看见秦寻慢慢靠近他，围着他转起了圈，一边埋怨道：小夏啊小夏，你住着大别墅，但是却连2000块钱都不舍得借给我，还让我给你送外卖。夏宁静静地站着，像一个上课偷吃糖果被抓去罚站的小学生，有些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那个，你别误会，这栋别墅不是我的。秦寻一愣，看着夏宁，发现他的打扮和平常上班时不一样，和在他们的出租屋时也不一样。此时他长发披肩，穿着一身宽松的睡裙，柔软的面条微微贴身，凸显出了婀娜的身材。最关键的是，这是一件 V 领的睡裙，虽然不是深 V， 但是秦寻长得高，看得远也看得深。空气中充满了沐浴露的香味，让人想入非非。夏宁注意到了他越界的目光，脸微红，正要发作，却看见秦寻叹了一口气，默默转身走到小院角落，捡起那一盒外卖走了回来，很礼貌的双手递给自己。他的声音冷淡：夏小姐您好，这是您的外卖，请给个5星好评。听见小姐2个字，夏宁一瞬间就想明白了，秦寻肯定脑补出一个狗血剧情，以为他在当小三，是一只被饲养的金丝雀。秦寻的思维很活跃，但是也很爱胡乱脑补剧情，之前就有脑补出她怀孕被抛弃的前科。夏宁盯着秦寻的眼睛，冷声说道：这是我爸的别墅。只见秦寻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突然一个大跳，双手把外卖高高举起，狠狠往地上一砸，跟扣篮似的。啊大，吃你妈卖批！夏宁，他从没想到秦寻的运动天赋这么好，竟然能跳这么高。秦寻从空中稳稳落地，皱着眉头盯着夏宁：是你爸的和是你的有什么区别吗？夏宁，他不知道说些什么，默默弯腰捡起地上的外卖袋子，走到小院角落的垃圾桶丢了进去。他背对着秦寻，轻声道：乱丢垃圾，你什么素质啊？说完，夏宁默默地从秦寻身边走过，看也没看秦寻，只当他是空气，直接往屋子里走。身后，秦寻有些不满的声音响起：小夏，你都不请我进去坐一坐。夏宁脚步停顿了一下，什么都没说，走进了屋子，也没关上门。他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下意识翘起了2郎腿。10秒钟后，秦寻走进客厅，一看就看到了对面鱼缸里的红龙鱼，惊呼道：金龙鱼。夏宁纠正道：应该是红龙鱼。秦寻走上前，弯腰看着红龙鱼，见它身姿优雅灵动，有一种特别的美感，双手合十拜了拜：红龙鱼，请保佑我上班摸鱼顺顺利利。夏宁。秦寻看了一会儿鱼，问道：贵吗？不贵。夏宁迟疑了一下，觉得他可能不会信，又补充道：不到20。秦寻有些惊讶，才21只。夏宁，1斤。秦寻有些失落，21斤，那确实不贵，你买到假货了吧？夏宁，他看着秦寻的背影，轻轻点头：是啊，我不懂鱼，被人骗了，不过好在便宜，不算太亏。秦寻顿时没了兴致，觉得刚才的许愿肯定没用，无声地啐了红龙鱼一口。他转身环视一周，打量了一下客厅的装潢，不禁摇头惊叹。坐到了夏宁身边，他转头看着夏宁高冷的侧脸：小夏，你是怎么想的？家里都这么有钱了，你上什么班？夏宁目视前方，没有看秦寻，想了想，说道：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曾经开过几家咖啡店，最后亏出去几百万，我爸生气了，就不许我继续创业。可是我又闲不住，就随便找了一家公司打发时间。秦寻点点头，表示理解。对于他们这种富二代来讲，不亏钱就算是给家里赚钱了。在前世，有很多家庭殷实的人，没有不良嗜好，就喜欢去找一家清闲的公司干活，美其名曰充实。忽然，夏宁察觉到一束目光，知道秦寻在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他低头看了一眼睡裙开口处，里面有一道沟，而一双修长的腿也因为翘起了2郎腿，露出了大半，在灯光下散发着一种绸缎的柔光。夏宁悄悄吸一口气，转过头，冷冷地看着秦寻：好看吗？秦寻回过神，露出一个不要意思的微笑，赶紧撇开了头：那个，小夏，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夏宁顿时有些紧张，视线落在了茶几果盘上的水果刀上，就听见秦寻说道：你能不能借我2000块钱？夏宁松了一口气，站起身，穿过客厅往里面走去，只留下一句冷冰冰的话：你把我的外卖砸了，还有脸问我借钱？秦寻有些恼火，一个公司老总3番5次向小助理借钱，
还借不到，这还有王法吗？他看着夏宁高挑的背影，我向你借钱是看得起你。只见夏宁回头，一脸惊讶，略带嘲讽。啊！秦寻继续大声说道：如果我非要借钱，陈婉、赵德海、宋应，还有公司里那么多人，向谁借不到这么点钱？忽然他愣了一下，对哦。他伸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我这猪脑子，之前怎么没想到？说着，他掏出手机给陈婉发了一条微信：婉姐在吗？却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抬头一看，只见夏宁站在了他面前，迅速弯腰，立刻抓住了他的手机。夏宁冷声道：把我的水煮鱼赔给我，我借给你2000块。秦寻有些恍神，点点头。哦。夏宁觉得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忽然感觉胸口有些透风，心头一颤，呼吸乱了起来。他松开秦寻的手机，当作什么都没发生，面无表情地直起身子。厨房里有鱼，调料都有，你去给我做。夏宁声音平静。秦寻呆呆地点点头。听得一阵脚步声远去，他才慢慢回过神，背靠在沙发上，长长舒了一口气，喃喃道：又大又圆，还白。第092章，家务活吗？多少会干一点，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2楼衣帽间，夏宁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肉眼可见的变红。他紧紧抿起了嘴唇。他知道秦寻看见了，也知道秦寻知道他知道被看见了，但是二人心照不宣，免得场面更加尴尬。夏宁下意识的双手抱住了胸，结果却挤出了一个夸张的弧度，几乎要撑出来。他触电似的放下了手，一颗心脏砰砰直跳，太吓人了。缓了好一会儿，夏宁才从衣柜里挑挑拣拣，从一大堆睡衣里排出那些露背的、露胸的、露腿的、薄纱的、镂空的，挑了一件最保守的睡衣。她只是性子淡，不是个古板保守的人。作为一个女人，任何漂亮的衣服她都愿意尝试，不论款式。平常这里没有男人，她怎么舒服怎么穿，可是今天闯进了一个不速之客。夏宁叹了一口气，开始慢慢脱衣服，准备换睡衣。忽然秦寻的声音从楼下传来，隔着门听不太清。小夏，鱼在哪？夏宁大声说道。厨房里的鱼缸。他从小就喜欢吃鱼，而且喜欢新鲜现杀的。他爸给他买了这栋别墅后，就在大厨房隔了一间房，摆了几个鱼缸，常年养着一些鱼虾，方便保姆做活鱼。推开厨房最里面的门就能看到。门外又有模糊的声音传来。什么？夏宁衣服已经脱了一半，不好打开门，只好扯着嗓子大喊。鱼缸里。门外。晓得了。楼下客厅里。秦寻站在客厅里的鱼缸前，看着浑身血红、身姿优美的红龙鱼，叹了口气。谁让你贱呢？才20块1斤，你活到头了。刚才他在楼下兜了一圈，找到了厨房，不由得被大厨房给震了一下，接着在冰箱里翻找了半天，发现了很多很好的食材，可是就是没有鱼，才跟楼上的夏宁喊了话。秦寻看着鱼缸的悠哉悠哉的红龙鱼，原来这个小可怜养在这里。他围着鱼缸研究了好一会儿，才把鱼缸的盖子揭开，一个无情铁手抓住了滑溜的鱼身，潇洒地走进了厨房。夏宁换好了一身纯黑色睡衣，在镜子前左看右看，转圈看，又弯腰看，确定不会走光，他才走下了楼，听见厨房里有动静。走进厨房一看，只见秦寻身上围着围裙，已经处理好了鱼肉，码在了案台上的一个盘子里，不由得一惊。这么快？他虽然没做过饭，但是也知道一条鱼要剖肚、刮鳞、切片、腌制是需要费一番功夫的，一般只有在大超市天天杀鱼杀到心冷的师傅才有这种手艺。夏宁悄悄走进去，站在了秦寻身后看他做饭，渐渐张大了嘴巴。只见秦寻麻利的加油，煎鱼骨，倒入开水，煮出了一锅奶白的鱼汤。5分钟后，他把鱼汤盛到一个盆里备用。焯豆芽、木耳，再起锅烧油，下入葱姜、花椒、麻椒、豆瓣酱，小火炒出香味，再把鱼汤倒了进入，调味，下鱼片，盛出之后撒入葱花、蒜末，泼上一勺热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闻到了诱人的香味，夏宁轻轻鼓掌。厉害，厉害！秦寻转过身，就看见了夏宁脸上不可思议的表情。夏宁问道：你怎么这么会做菜？秦寻昂首挺胸，端着盆子往外走。我记得我之前说过，从小我妈妈就告诉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务活嘛，多少会干一点，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夏宁把水煮鱼端到餐厅，放在餐桌上。夏宁坐了下来，看着热气腾腾的水煮鱼，脸上露出了笑容，却忽然看见秦寻一脸惊讶地看着他。怎么了？夏宁有些紧张，生怕他从特别的角度又看到了自己走光。只见秦寻的视线缓缓落在了他的手上。夏宁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抬起头有些疑惑，到底怎么了？只见秦寻眉毛一挑，碗筷呢？夏宁他没有拿碗筷的习惯，
有些不好意思，站起身来，去厨房拿了2副碗筷回来，一副放在了秦寻面前。夏宁坐下，见秦寻已经开动，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鱼肉放入口中，鱼肉香弹爽滑，口味浓郁。他不由得眯起了眼睛，仔细咀嚼完一块，把鱼骨吐在骨碟上之后，才看着秦寻赞道：“好吃呢。”说完，他觉得这种评价不够，又稍微加大了声音：“真的好好吃呢。”他又夹了一块，仔细吃完，忍不住摇头赞叹：“怎么会这么好吃啊？你的厨艺从哪里学的？”秦寻笑了笑，没有夏宁的优雅仔细，嘴里含着鱼肉，说道：“上班摸鱼时，我不是看了很多做菜的视频吗？看得多了，自然就会了。”夏宁，他忽然觉得这鱼肉好像也没这么香了，然后又夹起一块放进了嘴里，眯起了眼睛。吃完这块，他有些遗憾地叹息了一声：“可惜了，没有米饭。”只见秦寻立即放下筷子：“小夏，你等我一下。”夏宁看着秦寻起身，转身穿过客厅，走出了大门，立刻想到了什么，脸色微变，赶紧大声喊道：“秦寻，大可不必。”只见秦寻停下了脚步，转过身，笑道：“那份外卖鱼肉虽然做得很垃圾，应该是学徒的练手作品，不过米饭还是很好的。”夏宁连连摆手：“不用，不用，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米饭，他是下不去嘴的。”秦寻走了回去，低着头默默地吃着。忽然听见夏宁说道：“秦寻，嘟嘟茶饮那1000万的单子，我们拿下来了。”他抬起头，看见夏宁的脸上没什么变化。“嘟嘟茶饮董事长诅咒你的店倒闭，你也让他倒闭得了，何必接这一个单子？”只见夏宁低下了头，夹了一块鱼肉放入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道：“我不是因为他诅咒我的店倒闭而生气，而是因为他轻视我的能力而生气。”他仍然低着头，加重了语气：“我只是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秦寻摇了摇头，有些不太明白女人这有些圣母的脑回路。别人轻视你，弄死他就好了呀，还需要跟他证明个什么？夏宁似乎看出了什么，看着秦寻，脸色有些为难，有些扭捏地说道：“其实我有私心。”第093章加更，我鱼呢？我鱼呢？说说看，你有什么私心？秦寻身子前倾，稍微靠近夏宁，问道。夏宁看了秦寻一眼，轻轻笑了一下，转头看向窗外的夜色，缓缓说道：“我之前不是开过几家咖啡店吗？半年后倒闭了，让我认识到创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踩的每一个坑都要大把的钱。”他转过头看着秦寻：“所以我想用嘟嘟茶饮的钱去踩各种坑，长自己的经验，方便我下一次创业。”见秦寻的脸色没有什么变化，他迟疑了一下，轻声说道：“你说这样算不算摸鱼？”只见秦寻眉毛一挑，脸上露出了醍醐灌顶的神情，竖起大拇指：“有想法，有想法，真有可能哦，我看好你。”夏宁轻轻笑了起来。秦寻低头想了想，转头看了一眼窗外，夜风吹的树叶哗哗作响。马上就到8月底，早已入秋。海城白天虽然还很热，但是太阳下山之后，风一吹就会有些阴凉。他有些为难，现在早就入秋了，再过1个月都要到中秋了，现在对一个奶茶品牌进行战略升级已经太晚了。见夏宁抬起了头，静静地看了秦寻一会儿，缓声说道：“不晚，我反而觉得正是时候。”秦寻一愣，他第一次见到夏宁脸上露出这么郑重的表情。夏宁看着秦寻，面带微笑，娓娓道来：“一家连锁餐饮要进行品牌升级，一般都是要在一个城市先开始试点，然后推广到第2个城市、第3个、第4个。在这个过程中，会根据遇到的困难、冒出的问题，及时调整方向，重新制定计划。”他停顿了一下，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然马上就要进入奶茶行业的淡季，但是并不是全国都像海城4季分明，有些地方4季如春，也有些地方会一直热到10月底，甚至11月。嘟嘟茶饮在全国有2000多家门店，总有些地方适合作为试点，进行品牌改造。秦寻从没听过夏宁一口气说这么多话，知道他对这个案子特别的重视。他想了想，认真地看着夏宁，提醒道：“虽然你想用别人的钱踩坑，但是我们不能故意去踩，我一旦接手，就一定会负责。”他正了正衣领，毕竟我现在也是个有身份的人了。夏宁笑了一下，飞快地点点头，有些高兴。虽然他嘴上湖州要踩坑，也担心秦寻故意去糟蹋他爸爸的钱。看见秦寻脸色郑重，心里松了一口气。只听得秦寻继续说道：“我们公司目前侧重的是产品营销，根本没有对一个连锁餐饮品牌进行战略级的品牌升级改造的经验。”他的尾音拖得很长，显得有些为难。夏宁看着秦寻的表情，生怕他说自己不行，一个心悬了起来，却听见他说道：“我们部门的招人扩大规模，我们2个人搞不定。”夏宁松了一口气：“那招呗。”秦寻眯起眼睛看着夏宁，微微皱眉：“小夏，注意你的语气和态度，你说得轻巧，又不用你出工资。”
他轻轻敲了敲桌子，告诫道：“你作为橡树的一员，要时刻想着为公司开源节流，知道吗？”夏宁，呵，这家伙的心态转变得这么快吗？他似乎能够理解打工仔对老板的情感了，那可真是讨厌啊！此时，秦寻的手机响起一声提示音，他低头一看，是陈婉回的信息：“秦总，有什么事？”秦寻抬起头，看着夏宁，问道：“你到底借不借给我钱？”夏宁想到黑了宋印给他的5万块钱，害得他到处流浪，有些不好意思。他看着面前的水煮鱼，沉吟了一会儿，看似漫不经心地说道：“你做菜还行，如果你能给我当厨子，我可以把家里多余的房间租给你。”他抬眼，脸色平淡：“这个小区的安保很好，不会有人骚扰，我给你算便宜些，1个月只收2000。”却看见秦寻毫不犹豫，向着他比了一个中指。夏宁，他不再纠缠，默默地拿起手机，转了2000块钱过去。“谢谢了。”秦寻看到了转账，不由得一愣，有些意外，赶紧点了收款。“夏宁，正好婉姐给我回信息了，我不说点什么，有一种半夜骚扰已婚女性的嫌疑，你给我编辑一条招聘要求，我发给她。”夏宁眼睛微亮，刚才说要招人，现在立刻就行动了，这家伙的行动力变得这么强了。夏宁有些期待，这家伙吊儿郎当的时候都能做出那么多惊艳的策划案，现在这么认真，那岂不会更加厉害？他低头想了想，手指飞快地打着字，编辑了一段招聘要求发给了秦寻。秦寻收到，点开一看：01本科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专业优先；02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沟通能力以及敏锐的洞察力；03具有较强的工作推进能力和优秀的执行力；04他草草看完，抬起头，面带微笑地看着夏宁：“写得很好。”夏宁浅浅一笑，却看见秦寻收起了手机，并没有转发给陈婉。难道他要再进行一定的修改？呵，领导们似乎都喜欢这样，在别人的劳动成果上稍微修改几处无关紧要的地方，然后当成自己的成果递交上去。这个秦寻，老总的派头越来越足了。秦寻夹了一块鱼肉吃了，站起身来跟夏宁告别，转身离开了。“明天见，明天见。”夏宁默默地看着他走出客厅，一句挽留都没有。他静静地看着窗外的夜色，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忽然，手机响起，夏宁低头一看，又是爸爸打来的视频。他接通了，夏书杰脸上笑呵呵的：“宁宁，给我看看红龙鱼怎么样了？根据我多年养鱼的经验，刚才调整了温度，过了这么一会儿，肯定已经活蹦乱跳了。”夏宁轻轻笑了笑，拿起手机点了一下，翻转摄像头，对准了鱼缸。他愣住了，手机里夏书杰的声音有些大，完全没有平时的儒雅淡然。“我鱼呢？我鱼呢？”第094章，加完，震惊！大网红深夜竟然被坦克袭击。夏宁快步走上前，把脸凑到鱼缸玻璃前面，睁大了眼睛看了看，只见里面只剩下一缸水，鱼缸底部散落着几片红色的鱼鳞。夏宁猛然转头，看着餐桌上的那盆水煮鱼，张大了嘴巴。他慢慢走过去，摄像头对准了汤盆，声音平静：“爸，鱼没丢，在这呢。”只听得手机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响起了一声苦笑：“宁宁，你不是说很喜欢这条鱼吗？怎么把它吃了？”夏宁有些无奈地深吸一口气，挤出一丝笑容：“我喜欢，好吃。”手机里夏书杰的笑声响了起来：“20万的鱼说吃就吃了，你这个败家女，真是拿你没办法。”笑着笑着，他忽然感觉不对劲，有些警惕：“这鱼是谁做的？”夏宁点外卖叫了个厨子，他面不改色，手艺挺好的。夜渐深，夏宁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回过神之后拿起手机刷抖音，发现公司宣传片，我为自己代言，已经有很多博主转发，而且还有各种大博主进行专业分析评述。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刷了一会子评论，夏宁又刷下一个，竟然是一条本地视频，而且是刚刚发布不久的。标题是：网络红人秦寻被一辆重型坦克疯狂攻击。他一愣，坦克？什么坦克？秦寻摊上什么大事了？他睁大了眼睛看着视频，只见夜色下，一个宾馆的楼道口，一个男子光着上半身，背着包，急匆匆地跑了出来，一步三回头，十分惊慌的样子。紧接着，一个胖乎乎的妇女球一样的追了上去，声嘶力竭的大喊：“你别跑啊！我真的只是想和你做朋友。”看到这里，夏宁明白了坦克的意思，觉得真是无聊，摇摇头。真的是。夏宁点开了评论，发现视频主在评论区解释了来龙去脉。好家伙，我在烧烤摊吃喝啤酒呢，就听见对面小宾馆2楼有人大喊：“你干嘛呢？”“我洗澡呢。”“你出去。”“卧槽！”紧接着就响起一个女人浑厚的大笑声。“我可算找到你了，没想到竟然是大网红秦寻。”
被一辆坦克狂追一条街，连电动车都差点丢了。底下有网友跟评论：不是吧，秦巡长得挺帅啊，怎么口味这么重？这是约炮被照骗了吧？我看那人不是秦巡，他都这么火了，会住这种小宾馆？他有这么穷吗？哎呦喂，果奔呢？夏宁翻看着评论，嘴角竟然露出了笑意，活该。突然，夏宁的手机响起，是秦巡的电话。他收敛了脸上的笑容，接听了电话，冷淡说道：喂，有事？只听得手机里秦巡喘着气：小夏，江湖救急，江湖救急！刚才我洗澡的时候，有一只恐龙破门而入，吓得我连洗澡水都没擦，穿上衣服就逃跑了。夏宁无声地笑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道：恐龙？那你该去找科学家。只听得手机那头秦巡愣了一下，有些气急败坏：小夏，领导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严肃点，不要嬉皮笑脸的。夏宁笑了笑，鼻子轻轻一声：只听得秦巡继续说道：2000块钱就2000块钱，你在家里随便给我安排一间房子，我不挑，赶紧把我放进去吧。海城的夜晚实在是太可怕了。夏宁一怔，他之前还想着把秦巡骗进来，好看着他不被人挖走，现在他主动提出要住进来，又有些担忧。他伸手捏着被子往上提了提，遮住了肩膀，淡淡问道：你现在在哪儿？手机那头的秦巡明显松了一口气，急声道：你家小区门口，这个狗约的保安不让我进去。夏宁点点头，这个小区一般都是刷脸进的，对于没有身份识别的人需要进行登记，并且要跟户主确认之后才会放行。他轻声说道：你先登记，登记好之后，他们跟我确认之后就会放你进来了。只听得秦巡的声音有些气，这个狗约的保安看我只穿了一条裤衩，又见我长得帅，觉得我是一只鸭，不给我登记。紧接着就听见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这位先生，注意素质，请不要说脏话。夏宁捂嘴而笑：你等一下。说完挂断了电话，跟物业打去了电话，告知他们把门口一个叫秦巡的半果男子放进来。放下手机，夏宁有些紧张，掀开被子，赶紧又去换了一套保守的睡衣。他下了楼，坐在客厅，有些忐忑。时间一分一秒过去，5分钟之后，他一摸额头，发现竟然有了一层薄汗。突然，手机响起一声信息提示声，夏宁心头一颤，赶紧拿起手机，打开一看，有些失望，是陈婉发了消息过来：夏总，我有个事想了很久，想得一直都睡不着，还是决定跟你汇报一下。他有些奇怪，陈婉经常向自己打小报告，每一次都格外积极，怎么从这一句话看来，他好像是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夏宁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打字回复：你说。很快，陈婉回复：秦总，他要再招小助理。夏宁笑了一下，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发了过去，又补充了一句：你全力配合。过了几十秒，陈婉才回复：夏总，收到。夏宁轻轻笑了一下，觉得陈婉可能想多了，以为自己当小助理当上了瘾，生怕别人跟他抢活。忽然他想起晚上吃饭时自己编辑好的招聘要求发给秦巡后，秦巡直接收起了手机，没有发给陈婉。夏宁看着窗外的夜色，微微皱眉，难道……他赶紧给陈婉发了一条信息：陈婉，把秦巡发给你的招聘要求复制给我。很快，陈婉回复了过来：01形象好，气质佳，身材棒；02性格活泼，能歌善舞，钢管舞最好；03脸皮厚，最好不要脸；04听话，绝对服从的那种。婉姐，这是我想要招聘的小助理的要求，帮忙用专业术语润一下色，发到招聘网上。谢谢。看完，夏宁一张脸冷了下来：你这是招小助理还是招 KTV 公主呢？此时听见门铃声响起，他走到客厅门旁，看着监视器上，只见秦巡赤裹着上身，一手扶着铁院门，一手扶着腰，低头喘着粗气。夏宁转头看了一眼只剩下一缸水的鱼缸，眼眸冷了下来：小红，我不会让你白死的。打开门，他默默地向秦巡走去。第095章，小夏，那你要我怎样？夜色下，别墅院门外，秦巡撑着大门喘了半天气，始终不见夏宁出来开门，掏出手机打了电话过去，却被秒挂断。他一怔，脱掉背包放在地上，手脚并用爬上铁门。当他爬到最上面，一条腿跨过铁门一侧，双手把着铁门，准备把另一条腿也收进来时，听见了夏宁的冷淡的声音：你这是在干嘛？秦巡转头一看，只见夏宁冷着脸站在小院子里，抬头看着他，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我说，我担心你煤气中毒晕倒了，你信吗？夏宁，那我谢谢你。秦巡摇摇晃晃地坐在铁门顶端，笑道：不用谢。夏宁，他威风道：你身手这么矫健，还会怕胖女孩的袭击？只见秦巡脸上露出一丝后怕的神情：那个吨位我真打不过。夏宁冷哼一声，走过去打开了门锁。开完门，他转身就走。
秦寻翻过院门跳进院子，拉开门把背包拿了进来，看着早就进去的夏宁有些不满。我好歹是出房租的，一来就给我甩脸子。他摇了摇头，感慨道：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啊。走进客厅，秦寻看见夏宁全身上下穿戴整齐，睡衣、睡裤连袜子都穿上了，似乎因为之前的走光留下了心理阴影。他坐到沙发上，想到从宾馆楼梯逃下来时，身后那女中豪杰发出的地动山摇的咚咚声，不禁长长舒了一口气，竟然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突然，秦寻听见夏宁微冷的声音：逃了这么久，你渴了吗？他转头看去，只见夏宁看也没看他，盯着前面没有打开的电视，脸上冷若寒霜。他有些生气，解释道：晚上我不是故意看你的，而且我什么都没看见。他违心地说自己没看见，希望能给看似高冷实则容易害羞的夏宁一点心理安慰，却看到夏宁身子似乎僵住了，缓缓闭上了眼睛，脸渐渐的红了。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睁开眼睛，仍旧看着前面的电视，声音更冷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他转过头看着秦寻，一脸严肃地重复一遍：我问你，你渴了吗？我给你倒水。秦寻不爱喝水，随口答道：我不爱喝水，有奶吗？我喝口奶，冰的最好。话一出口，他就看见夏宁的脸红得像鲜艳的草莓，一戳就破的那种。他意识到不对，赶紧改口道：水，我喝水就可以了。说完，秦寻感觉这句话貌似更无，但看夏宁脸上的红晕消散了不少，知道他某方面的知识配不上他的年纪。只见夏宁从茶几上拿了一个杯子，站起身，走到鱼缸前，打开盖子，轻轻舀了半杯水，放在了秦寻面前的茶几上。秦寻目瞪口呆：小夏，你大半夜的把我骗过来，是想要做什么？却看见夏宁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冲他招了招手：你跟我来。秦寻，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看见夏宁往厨房里走，而不是上楼进卧室，才松了一口气，随后又疑惑起来：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夏宁没有回答，秦寻只好跟上，进了厨房，看见夏宁站在最里面一扇门前，只见他轻轻一推，一阵水声传来。夏宁默默地看着秦寻，秦寻看了他一眼，走过去，探头往里面一看，立刻明白了什么。顿时他尴尬地像岛国电影里假装熟睡的姐姐：啊，只见这是一间小房子，摆着4个水产鱼缸，养着几十条各种品类的鱼，还有甲鱼、虾蟹、贝类等水产品。秦寻看见夏宁的脸冷漠得像岛国电影里的电车乘客，有些尴尬的挠头：你说的鱼缸是这里的鱼缸？夏宁淡淡看了他一眼，却没有提鱼的事情，反而问道：程姐刚才给我发了一些助理招聘的要求给我，说把握不住秦总的心思，让我这个小助理参谋。他盯着秦寻的眼睛：我看了半天，觉得你就是想要招一个 KTV 公主，或者说你想要用公司的钱包养一个二奶。秦寻一愣，这个程婉真的是一天到晚揣测领导的意思，这有意思吗？他想要招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助理，只不过是因为最近摸鱼值涨得太慢，想到之前和宋映在一起时那摸鱼值飞涨，猜测是宋映活泼好动的性格适合在外面玩，加速了摸鱼值的飞涨，就想要招一个替代品放在身边。秦寻叹了口气，看着夏宁认真解释道：小夏，跟我相处这么久，我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这个人的工作效率和心情直接挂钩的，摸鱼越多，我心情越好，心情越好，效率越高，效率越高，工作就完成的越多。他提高了声调，所以摸鱼越多，工作越多。夏宁看着秦寻，想了想，他似乎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招一小助理，其实不是要他辅助你工作，而只是照顾你的心情。秦寻点点头：是的。夏宁沉默了片刻，问道：我在你身边，你心情不好？秦寻想了想，摇了摇头：也不是，就一般。见夏宁微微眯眼，他赶紧反问道：你会跳钢管舞给我解压吗？夏宁一怔，摇摇头：不会。秦寻又问：你会跟我开黑打游戏给我解压吗？夏宁：不会。秦寻再问：你会讲笑话给我解压吗？夏宁愣了一下：这个我会。秦寻反倒一愣，他一向高冷，连听笑话都听不明白，别说讲笑话了。只见夏宁似笑非笑：客厅鱼缸里的红龙鱼20万一条。秦寻，他尴尬地笑了2声：小夏，你真幽默。他有些紧张，他知道这可能是真的，之前夏宁说20块1斤可能是逗他玩，却看见夏宁收敛了笑容，一副认真的样子。秦寻苦笑：月底发了工资我赔给你。却看见夏宁摇了摇头：不用，我吃的比你多。这不能怪你。秦寻一怔，不明白。夏宁继续说道：但是这不是钱的事情，这是一条风水鱼，我家人送给我的礼物，为我祈愿，希望我健康快乐长寿。秦寻，他知道很多有钱人是信风水的，
杀了他们的风水鱼，相当于掘了他们的祖坟；把鱼肉做成了菜，就相当于把他们的祖坟里的尸骨拿来熬了大骨汤。秦寻看着夏宁冷淡的脸，顿时觉得有些头皮发麻。小夏，那你要我怎样？第096章，这非要玩得这么变态吗？夏宁看见秦寻的脸色，心中莫名的有些高兴，忽然觉得他也没那么讨厌，至少算得上有担当。他决定狠狠地激发秦寻的才华，冷声道：嘟嘟茶饮的策划案，我要你全力以赴，给我狠狠地出一口气。秦寻顿时松了一口气，比了一个 OJK 的手势。夏宁看着他的手势，冷着脸微微点头，转过身朝着厨房外走去。一转身，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好看的笑容，然后立刻又绷起了脸。这鱼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啊。夏宁走到了客厅，坐在沙发上，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但是看起来却柔顺多了。忽然他看见秦寻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抄网，走到鱼缸前面，把里面的东西倒了进去。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只甲鱼。夏宁睁大了眼睛看着秦寻，只见秦寻转过身看着他笑了一下，说道：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小夏，我祝你健康长寿。秦寻看见夏宁的脸色有些不好看，觉得今天还是不要再惹他。他赶紧忙一拍脑门，急声道：小夏，我脑袋里刚刚冒出一丝丝灵感，有了一点头绪，我好像快有了把嘟嘟茶饮打造成全国奶茶巨头，全国门店超过1万家的方案。他把抄网靠在墙上，拍了拍赤果的胸膛。小夏，我现在要沐浴焚香，放松心情，完善头脑里的方案。浴室在哪儿？夏宁有些紧张，生怕他断了思绪，忙道：2楼。秦寻再道：给我准备好衣服。夏宁：好的。秦寻又道：给我准备好1瓶牛奶，洗完澡我要喝。夏宁：收到。秦寻道：要冰的。夏宁：好的，秦总。秦寻上了2楼，兜了一圈，很快找到了卫生间，走了进去，开始沐浴打游戏。秦寻上楼后，夏宁脸上终于露出一抹有些得意的笑容。他拿起秦寻沙发上的背包打开，发现里面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充电线、充电宝，还有一包薯片。哪里有衣服？他放下背包，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夜色，有些为难。秦寻躺在鱼缸里泡着，发现竟然是恒温的，舒服的不行。忽然他听见夏宁的声音在浴室门口响起：衣服我给你放门口了。秦寻大声道：谢谢。只听得门外的夏宁沉默了一下，才说道：那倒也不用。秦寻觉得夏宁的语气有些奇怪，不过也没多想。洗了一会儿，他起身冲洗干净，光着脚走到了浴室门口，站在门后面。他手抓住了门把手，犹豫了一下，低声道：有人吗？有人在外面吗？听见无人回应，他才拧开门，就看见门口摆了一张小凳子，上面放着一件叠放整齐的黑色衣服，旁边还放着一瓶牛奶。他半开着门，伸手把衣服拿了进来，关上门，手一抖，衣服展开落了下来。秦寻愣住了，卧槽！他看着手里拎着的一条纯棉女士睡裙，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他才回过神，非要玩得这么变态吗？秦寻拎着睡裙回到浴缸旁，拿起手机给夏宁打去电话。电话接通：小夏，你给我一件裙子是什么意思？只听得夏宁沉默了片刻，淡淡解释道：我家里没有男人的衣服，找来找去，这一件最宽松了，不至于被你撑破。秦寻他看了看手里的睡裙，迟疑了一下，问道：那没有宽松一点的裤衩子吗？只听得对面沉默的时间有些久，传来微微的喘气声，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带蕾丝花边的，你穿吗？秦寻叹了口气：那算了。夏宁声音平静：早点洗完，早点出来，明天还要上班。电话挂断，他看了看手里的睡裙，呵，还是深 V 的。夏宁平时在家这么穿，够闷骚的呀。随手一丢，睡裙挂在了衣帽架上。他捡起自己刚才脱掉的裤衩子，犹豫了一下，又放下，然后在衣帽架上找到一条大浴巾，裹住了下半身。走出浴室，秦寻看见站在门口的夏宁，吓了一跳：卧槽，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只见夏宁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慢慢撇开了头：你嫌弃我的衣服？秦寻大声道：士可杀不可辱。夏宁侧脸对着秦寻冷笑一声：我以为你这种人不会在乎这个。秦寻，我哪种人吗？夏宁转过头，强装镇定地看着秦寻的脸，缓缓说道：吊儿郎当的人。却看见秦寻愣了一下，慢慢低下了头，看向了下面。一瞬间他明白了，原来吊儿郎当这个词还能这么用。这个秦寻真的是变态。夏宁赶紧转身在前面带路：你别乱想，跟我来，我带你去你的卧室。秦寻两只手紧紧地把着浴巾打的结，生怕它掉落下来，默默地跟在他身后。第二天，秦寻还在睡觉，就听见了敲门声，咚咚咚。他睁开眼，只觉得脑袋有些胀胀的，
拿起手机一看，才8点钟，哪有9点钟上班，8点就敲人门的？什么素质？他摇了摇头，脑袋一片混沌，掀开被子，穿上拖鞋走了过去，打开了门。只见夏宁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袋子。秦寻打着哈欠，有些不耐烦，等我10分钟，我补个回笼觉先。却看见夏宁跟见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样，瞳孔剧烈收缩，一张脸红的可怕，跟丢了魂一样。他伸手轻轻拍了一下夏宁的肩膀，小夏，你怎么了？却看见夏宁忙撇开头，把手里的袋子丢在地上，小跑着冲进了他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秦寻看着他紧闭的房门，一脸懵逼。不是，他有病吧？秦寻低头捡起袋子，打开一看，是几件新衣服新裤子，顿时全身跟被点了穴一样僵住了。我的发！他赶紧缩回房间，关上了门，捂住了关键部位，一脸欲哭无泪。这下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他肯定以为我是个变态。换好衣服，秦寻在房间里心里建设了半天，才开门出去，慢慢走到夏宁卧室门口，敲了敲门。小夏，上班了。没听见里面回应，他又说道，我送你。却还是不见回应。他已经能够脑补出夏宁躲在被子里嘤嘤哭泣的画面了。他叹了一口气，先去上班了。今天迟到就不扣夏宁的钱吧。踩点到了公司，走进总经理办公室。秦寻看见夏宁竟然已经到了，他面无表情地坐在办公桌后面。夏宁抬起眼，有些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冷淡说道，秦总早。秦寻有些心虚，早。接下来的3个小时，两人一直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办公室的气氛有些诡异。秦寻玩游戏都玩得不开心，抬头看着夏宁，有些尴尬地说道，小夏，其实我们算扯平了吧？只见夏宁猛然抬头，一脸惊讶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又默默地低下了头。他胸膛不住起伏，什么扯平了？明明是我吃了亏，还是2次。办公室里又安静下来。秦寻自讨没趣，又继续玩游戏。忽然听见夏宁冷淡的声音响起，秦总，程姐上午9点就发布了招聘信息，已经收到了几十份简历，经过筛选，有10几个比较优秀的求职者，其中有8个下午有时间。秦寻抬起头看向夏宁，只见夏宁低着头，一边敲着键盘，一边淡淡说道，您看，您为了做好嘟嘟茶饮业务而开展的第1轮选妃大会安排在下午3点。他抬起头看着秦寻，可以吗？第097章，闭嘴，我原谅你了。下午3点，在会议室上面摆了一张长桌，秦寻坐在中间，坐着程婉，右边坐着夏宁，中间是一大片空地，最后面摆着一排8个凳子，8个求职者正坐在上面。会议室一旁是大楼的落地窗，对面那一堵墙也是透明的隔音玻璃，此时放下了帘子，遮挡住了外人的视线，免得有公司同事来偷看面试场面。程婉面带笑容的开场，说起了一些客套话，感谢大家能够选择橡树。秦寻看着底下坐着的8个求职者，压低了声音问夏宁，怎么还有3个男的？夏宁面不改色，声音很冷，我让程姐写上男女不限。秦寻，他知道夏宁这个小气鬼因为走了光，又看见他走了光，肯定要生好几年的气了。没听清程婉说了什么，底下8个人鼓起了掌，脸上带着期待的神色。程婉转头看向秦寻，接下来有请我们橡树公司的副总，也是现在网络上炙手可热的大网红秦寻秦总对大家进行面试。底下又响起一阵掌声，经久不息。他们在招聘网站上随意浏览，没想到了竟然看到了橡树的招聘广告，就是那个公司宣传片，我为自己代言，还在网上疯传的公司。顿时觉得自己很幸运，点进去一看详细信息，竟然是给秦寻本人招助理，那岂不是可以天天跟在他身边？跟在高手身边，总是能够很快的成长。于是他们纷纷投了简历，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没想到竟然收到了下午的面试邀约，简直跟做梦一样。等掌声停息，秦寻面带微笑的站了起来，朗声说道，各位，我这个人其实习惯了单打独斗，但是自从身边有了一个贴心小助理，他伸手指向穿着职业装的夏宁，也就是遇到了夏宁美女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好汉3个帮的道理，助理越厉害，我才能越厉害。夏宁抬头看了秦寻一眼，有些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只见底下8个人纷纷看向自己，他有些不好意思。又听见秦寻继续说道，以后无论你们谁成为我的助理，希望你们牢记一件事。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夏宁抬头看着他，程婉也抬头，底下8个求职者也眼巴巴地看着他。秦寻的声音提高了一些，我的话可以不听，但是夏宁的话一定要听。你们的顶头上司是他，而不是我。看见下面的8个求职者连连点头，他满意的笑了笑。忽然秦寻感觉裤腿被人扯了扯，低头一看，原来是夏宁。他把一张纸悄悄铺在桌子上，上面写着，闭嘴，我原谅你了。程婉瞟了一眼，
眼睛亮了起来。哦，有猫腻！底下8个面试者面面相觑，脑海里冒出同一个念头：搁这秀恩爱呢？秦寻轻轻一笑，深藏功与名。这小夏宁看似高冷，其实不过是一个容易害羞、心底又软又细心的女娃娃罢了。早上8点钟就能给我买好衣服，那得起多早？应该是大早上起来去大超市买的，而且尺码竟然合适。除了我妈，谁能对我这么好？秦寻有些感动，大声说道：夏宁美女，我敬她如妈，希望以后你们成为橡树的一员之后，也能敬她如妈。底下的求职者们张大了嘴巴，看了看秦寻，又看了看夏宁。陈婉微微眯眼，脸上似笑非笑。哦，秦总有恋母情节。夏宁把桌子上的纸张狠狠地揉成了一团，呼吸已经微微紊乱，想着今晚回家一定好好收拾他一顿。啊，这话听着怎么这么熟悉？哦，妈妈经常说。秦寻看着底下的面试者，笑了笑。我这次招聘助理，是因为马上有一个1000万的大业务要做，嘟嘟茶饮全国2000家门店的战略级的品牌升级改造，我需要帮手。听到这话，求职者们顿时热血上头，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什么？才刚入职就能接触这么大的业务吗？不愧是当前网络第一红人，玩的都是大手笔啊！他们纷纷把做得笔直的身体做得更直了，希望给秦寻留下一个好印象。秦寻看着他们的反应，越发的满意了。而我招聘助理只看一个点，心理素质好不好，抗压能力强不强。求职者们认真点头，他们理解，毕竟1000万的大业务肯定要经常通宵加班，抗压能力一定要强。秦寻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走到了中间的空地上，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们。所以现在我要对你们进行考核，通过考核的面试者可以进入下一轮，但无论你们能不能进入下一轮，都能拿到200块的劳务费。听到这里，求职者们一脸惊喜，有些不敢相信，只要来求职就能拿到200块？有些公司连实习期被开除就没工资拿呢，这秦总这么大方的吗？这公司福利这么好，那非进不可了。夏宁看着秦寻，微微皱眉，不知道他又想玩什么花样。陈婉看着秦寻的背影，有些感慨，前一阵子还是一个实习生，一直是一副乖乖巧巧的样子，现在成了老总，气场都强了不少，一开口就是200。秦寻环视一周，心情很好。这些天摸鱼值没有什么涨幅，今天就放开手脚玩一把，看看能不能涨多一些。他看着底下坐着的求职者们，微笑着说道：我会教你们一首歌，需要你们学，谁学得好，谁就能挺进下一轮，就有机会跟我全国到处出差，打造一个国民奶茶品牌。听到这里，求职者们有些人顿时表情就变了。当众唱歌吗？啊，好羞耻。而另外一些则是挑起了眉头，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忽然秦寻就唱了起来：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一开嗓，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让在场不少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求职者中的一个女生忍不住尖叫了一声，然后赶紧捂住了嘴巴。她在抖音上看过秦寻唱给你们，那也是清唱，可是那是拿了麦克风，有了混响的加成，而且网上有人怀疑是假唱。此时亲眼见到，不由得心头大震，一双眼睛泛起了桃花。夏宁看着秦寻的背影，有些震惊，目光柔和了起来。忽然就看见秦寻转过了身，看着他，眼睛里竟然含着泪花，深情款款。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夏宁对上了秦寻带着泪光的眼睛，顿时愣住了，仿佛心间有一根羽毛轻轻撩拨着，又痒又麻，还有些微微刺痛。他下意识地握紧了双拳，垂下了眼眸，有些纠结。他这是当众告白吗？因为他被我看光了，要我负责，还是他看见我的之后对我动歪心思了，拒绝他？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拒，会不会让他太难堪了？第098章，参加了秦寻的面试将会是毕生的耻辱。歌声还在继续，夏宁面不改色的秦寻对视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受不了他眼中的泪光，慢慢低下了头，放在桌子上的2只手有些局促地握在了一起。忽然啊，他听见身旁的陈婉一声惊呼，忙转头一看，发现陈婉一脸的无奈，脸色有些微红。顺着陈婉闪躲的目光看去，夏宁就看见秦寻正在对着陈婉唱歌，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依然嗓音温柔，依然深情款款，依然恬不知耻。正当陈婉骚得满脸通红，不知道往哪里躲的时候，夏宁又看见秦寻忽然转过身，慢慢走向底下的面试者。往事匆匆，你总会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只见那些面试者们神色尴尬又激动，不一会儿，有个女孩子带头伸起手，
在头上挥舞。渐渐的，8个人全部轻轻挥舞着手臂，像演唱会上歌星的粉丝。秦寻的歌声依然稳定，往后余生，冬雪是你，春华是你，夏雨也是。夏宁看着秦寻的背影，悄悄吐出一口气，露出一抹复杂的笑容。这么好的歌，用来耍人，差点就上了你的当。他想到之前牛孝军见他一个人住在别墅，劝说他买一条狗当儿子养，好有个伴儿，不禁苦笑了一下。狗儿子，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个敬他如妈又狗的不行的室友，有了一个狗儿子了。一曲唱完，底下纷纷鼓掌，气氛热烈。秦寻问道：你们想不想学？众人齐声想。秦寻又问：你们能不能学？众人齐声秦寻再问：你们要不要学？众人大声要。夏宁看着热闹的场面，有些疑惑，以他对秦寻的了解，事情不应该这么发展。难道不应该教他们喊姓氏脉吗？比如我姓夏，洗压下。此时听见秦寻话锋一转，但是很可惜，我要教你们的不是这首歌。底下众人一愣。秦寻继续说道：当众学习并且表演这样的歌曲，不能体现你们强大的心理素质。我刚才唱那首歌，只是为了接下来真正的考验做铺垫。他看着求职者们，略带节奏感地问道：准备好了吗？众人有些愣神，轻轻点头。突然秦寻就开了嗓，嗨到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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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嘿，嘟嘟嘟嘟，哎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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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众人面面相觑，想到等下要表演这首歌曲，尴尬地抠起了脚趾。陈婉一脸震惊，忙看了一眼玻璃墙，见帘子放下来了，稍微松了一口气。这秦总还真是没有一点偶像包袱。夏宁看着唱得带劲的秦寻，稍微一怔，扶额苦笑，这才是他。忽然他听见秦寻继续唱下去的内容，脸色就冷了下来。 Everybody 嗨起来，骚就骚了，怎么了？我就不穿衣服，我怎么了？我就是最骚的牛马，你要拿我怎么了？夏宁双拳攥紧。陈婉他又看了一眼玻璃墙，只希望他能足够隔音。求职者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张大着嘴巴看着秦寻。啊，要不说人家秦寻能成网络红人呢？这心理素质，这是不要脸吧？一曲唱完，众人脸上没有了刚才的笑容，或者脸色尴尬，或者垂头丧气，或者脸色通红。忽然有个女孩子弱弱的举手：秦总，我心理素质没有这么强，抗压能力也不够看，我先回去了。说完她起身逃也似的走向了门口，拉开门出去了。有人带头，剩下的人纷纷举手：秦总，我从小脸皮就薄。秦总，我忽然想起了，我家里还煲了一锅羊肉汤，忘记了关火，我先回去了。秦总，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但是我不行，要脸。不一会儿，8个人就跑得只剩下了一女孩。秦寻走上前，先低头看了一眼她的腿，判断应该没有问题。他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这位美女，你想要学这首歌吗？只见那个女子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下定决心的神色，似乎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认真点头。秦总，我想挑战一下。秦寻眼睛一亮：年轻人，我看好你。他缓声道：你准备好了吗？女子双手攥在一起，抬头看着秦寻，认真的点了点头，深呼吸几口气，艰难的开口：嘟嘟嘟嘟嘟。声音越来越小。突然他站了起来，满脸通红，朝着秦寻鞠了一躬：对不起，秦总，打扰了。说完他低着头小跑着逃出了会议室。公司办公室，同事们看见8个求职者一个接一个的跑了出来，跟逃难似的，不禁有些佩服。不愧是秦总，招聘助理的要求就是高，让这些人自愧不如。唉，竟然没有一个人合适，要是能转岗，我都想给秦总当助理。看着求职者们都跑光了，陈婉有些无奈。这些人可是他们人事部的小姑娘聊了好久，才一个一个筛选出来的，结果就这算哪门子的面试？先是当众喊夏总妈，然后深情唱歌，让人家夏总觉得他要告白，结果却是雨露均沾。每一个人都享受到了秦总温柔的嗓音和目光，无论男女。最后又唱我不穿衣服怎么了，把面试者们都给吓跑了。不穿衣服犯法了，你知道吗？夏宁看着秦寻的背影，微微皱眉。秦寻调出系统面板一看，不禁眼前一亮。摸鱼值3260，下一次抽奖需要10万点摸鱼值。他很高兴，一口气涨了快3000点摸鱼值。这路子对了，就是要野性上班，怎么浪怎么来。秦寻转过身，看着沉默的夏宁和陈婉，笑道：现在的年轻人抗压能力就是不强。夏宁，陈婉叹了一口气，如果事先告诉求职者们面试的内容，怕是连一个人都不会来。秦寻笑道：婉姐，请加大力度，明天我还要面试。忽然他看见夏宁欲言又止的样子，脸色还有些不好看，问道：你怎么了？我找小助理，
你这个大助理吃醋了。第099章，老登，几句客套话，怎么还说急眼了呢？你唱那个嘟嘟嘟的意义在哪里？夏宁冷声道。秦寻一挑眉，一本正经地说道：嘟嘟茶饮，嘟嘟茶饮，嘟嘟嘟嘟，当然是嘟嘟茶饮的主题曲啊。夏宁，完蛋，嘟嘟嘟茶饮要倒闭。第二天上午10点，又有一场面试。陈婉说她肚子不舒服没来，夏宁只是冷淡看了她一眼，说我还有事。说完他就离开了办公室。秦寻笑了一下，知道他们2个女人是不想丢人，不过他也不在意，没了他们俩的束缚，他能够进行更加野性的发挥。10点半，陈婉和夏宁陪同着2男1女2个西装革履的人走进了橡树公司。路过会议室时，隐隐约约听见里面有人声音慷慨激昂。为了认真对待嘟嘟茶饮的方案，我特地给他创造了一首主题曲，一首温暖、治愈，能够体现嘟嘟茶饮核心价值观的歌曲。你们今天的面试内容就是谁学主题曲学得好，谁就能进入下一轮面试。紧接着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会议室外，被众人围在中间的秃头男子停下了脚步。他叫钱运发，是嘟嘟茶饮的总经理。3年前，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他被夏书杰招揽，一直负责嘟嘟茶饮的运作。钱运发转头看着程婉，微笑着问道：我能听一下我们的主题曲吗？他有些惊讶，他知道秦寻的本事，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火，但是也没想到秦寻竟然这么快就准备好了主题曲，真是的才华横溢。一瞬间，他对嘟嘟茶饮起死回生有了一丝期待。程婉想到昨天秦寻唱的歌，嘟嘟嘟，我骚怎么了？我不穿衣服怎么了？脸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看了看钱总，又悄悄看向夏宁，却意外地发现夏宁轻轻点头。程婉无奈，悄悄拧开了会议室门把手，露出了一条门缝，里面秦寻的声音清晰地传来：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下你就会来啊。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下花就会开啊。夏宁，程婉愣住了，这歌曲似乎更魔性了。他看向随行的嘟嘟茶饮的方案对接团队，只见那个秃头总经理脸皮微颤，似乎有拔腿就跑的冲动。完蛋了，这单生意要黄。夏宁嘴角却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让你昨天假装告白，害得我那么尴尬，今天还给你。毫无意外，当秦寻的歌声停止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的面试者们灰溜溜地冲出了会议室。秦总，我先走了。秦总，我家里的母猪要生孩子。秦总，我还没结婚啊，我还要相亲的呀。秦总，这200块钱面试劳务费我不要了，还不行吗？钱运发看着一个一个逃跑的面试者，想到那魔性的歌曲，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程婉见势不妙，满脸堆笑。钱总，您跟我到会客室先喝一杯茶，我马上跟秦总汇报，有贵客光临，他应该马上就能面试完，出来招待您。钱运发脸色难看，悄悄看了夏宁一眼，只好轻轻点头。这可不是能马上面试完吗？这会议室里哪里还有面试者？都特么跑完了，要不是夏董下了死命令，我特么的也想跑。本来嘟嘟茶饮还能半死不活的吊着，虽然不能给股东们带来盈利，但是作为职业经纪人的他，丰厚的工资可是不会少一分。现在要秦寻接手嘟嘟茶饮的战略级品牌升级改造，嘟嘟茶饮怕是要加速死亡了。不愧是大户人家，拿一家2000家门店的连锁奶茶店给女儿练手玩。程婉带着钱运发3人去到了会客室，夏宁则是走进会议室。只见秦寻站在只剩他一人的会议室，双眼微闭，嘴角勾起一个夸张的弧度，似乎很得意。夏宁有些无奈，问道：好玩吗？只见秦寻睁开了眼睛，转头看向他，面不改色。好玩，我还想玩。刚才查了一下系统面板，他发现摸鱼值已经到了6500了。这种在公司大张旗鼓摸鱼的方式，效果好的出奇。夏宁，他很无奈，脸上似笑非笑。刚刚嘟嘟茶饮的总经理一行3人到了公司，听见了你为他们倾情创作的歌曲。秦寻，他看着夏宁，有些埋怨，人家甲方大人亲自到我们公司，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知道提前跟我说一下？只见夏宁冷笑一声，我以为你不在乎。秦寻尴尬地笑了笑，是的，其实他不怎么在乎。会客室里，秦寻满面春风地推开门，只见一个顶着地中海发型快50岁的男子，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青年女子坐在茶几旁喝茶。程婉在一旁小心地招呼着。见秦寻推开了门，程婉松了一口气。钱总，您说曹操就到。秦总来了。钱运发放下茶杯，赶紧起身，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秦总，久仰久仰，今日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秦寻走上前去，热情地握手。钱总，久等了，招待不周，招待不周啊。两人紧紧地握着手，笑容满面，仿佛对方是自己走失多年的儿子，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几人落座，
陈婉一一做起了介绍。秦寻在他的介绍中知道了几人的身份。地中海中年男子是嘟嘟茶饮的总经理，那个肤色有些黝黑的中年男子叫孙华，是嘟嘟茶饮市场营销部的经理。而那个一直坐在一旁，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笑容，看起来安静温婉，充满知性的女子，是钱运发的助理。客套话说了几分钟，终于进入了正题。钱运发看着秦寻，笑容亲切。最开始秦总提出要1000万的费用，说实话，我是骂了您1-2句的，说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是个什么东西，毛都没长齐，就敢要1000万，在网上火了几天，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他越说越激动，加重了语气。操！会议室安静下来。秦寻，老邓，这特么叫1-2句？夏宁，怎么还说急眼了呢？第100章，要不是你傍上了大富婆，这单子能交到你手里。会客室里一片安静。钱运发醒过神来，发现自己刚才过于性情了，心中有些无奈。实在是，那一首嘴巴嘟嘟的主题曲，给他不再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深深的震撼，觉得公司要完蛋，他要失业了，半截入土的年纪失业了，真是仇人啊！哈哈，我话多了。钱运发端起茶杯，凌空敬了一下秦寻。秦总，我以茶代酒，给您赔罪了。他一饮而尽。秦寻哈哈一笑，端起茶杯也一口闷。钱总，作为长辈教育几句晚辈，是我的福分。只见钱运发跟着笑了几声，继续说道：最开始我听到报价1000万是很生气的，不过在您拍摄的公司宣传片，我为自己代言爆火网络后，我不但没有一点被打脸的感觉，反而有些高兴。我问您是什么东西，您回应我叫秦寻，我为自己代言。当时我就觉得您可能是上天派来帮助嘟嘟茶饮的福星，当即就向集团递交申请书，提议把嘟嘟茶饮的品牌升级改造，交到您手里了。秦寻又哈哈笑了几声，郑重地说道：钱总，我会让您知道，贵的东西除了贵就没有其他缺点了。钱运发微微愣了一下，心中腹诽：马乐隔壁的，我就跟你客气客气，你还给我装上了。要不是你傍上了大富婆，这单子能交到你手里。可是他脸上却是满脸笑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指着身旁的孙华：秦总，对于市场营销这一块，孙经理专业的，接下来就由他跟您简单聊一下吧。秦寻看向孙华，点点头，问好。孙经理您好。秦总您好。孙华简单问好，直接进入正题。嘟嘟茶饮自从第1家店开业到现在，全国2000多家店都是我带着营销部一手操持这个品牌的推广。秦寻点点头，孙经理厉害。只见孙华苦笑了一下，在外人看来，嘟嘟茶饮还算不错，但其实做连锁茶饮的都知道，这种程度还远远不够。我们能够迅速扩张，3年开到2000家店，一是钱总领导有方，二是背靠财力雄厚的夏氏集团。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是往左还是往右的问题？秦寻一怔，转头看向了夏宁。什么他妈的夏氏集团？只见夏宁面无表情地站在他身边，连看都没看向他，似乎都注意到他投去的目光一样。孙华咳嗽了一声，秦寻赶紧转过头看着孙华。孙华脸上的笑容淡了很多，似乎为秦寻刚才的分心而有些不满，不过声音依然坚定。现在嘟嘟茶饮站在了十字路口，公司分成了2派，一派是继续扩张，增加店数，扩大品牌影响力，先把店数开出来，占领有利的位置，然后再把别的店熬死，之后开始疯狂盈利。秦寻笑了一下，他理解所谓的商战最浅显的解释就是从对手的口袋里抢钱。孙华继续说道：当然还有另外一派，他们则是认为要减少店数，把一些不赚钱的店关掉，只留下一些赚钱的，先求盈利，给夏氏集团一些信心，才会继续给公司投钱，等市场环境好的时候再重新扩张。秦寻笑了笑，没说什么。他知道一些连锁餐饮店、便利店其实前期投入非常大，甚至2年、3年甚至5年都不能盈利，需要拿钱砸市场，期待以后大赚特赚。孙华说的关店进行精细化管理，提升营业额，这也是一种理智的做法。但是一旦关店开始，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外界不好的传言，公司内部人心不稳，继而引发更大的问题。等市场适合奶茶行业扩张时，再想把关掉的店开出来，那可不是短短2-3年的事情了。孙华叹了一口气。正当我们公司内部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集团董事给了最后通牒，只给我们半年的时间，半年没有改善，年底他将要撤资，让我们自负盈亏或者转手卖掉止损。话音刚落，秦寻就看到钱运发无奈地摇了摇头，怪我无能，2年花了集团那么多钱，最后没实现盈利，连最基本的收支平衡都没做到。他盯秦寻的眼睛，可是马上就是秋冬季节，短短半年，实在是，我觉得是夏董说的委婉了，他应该就是不想再投钱了。秦寻点点头，表示理解。只见钱运发搓了搓手，声音里透着不甘。现在的茶饮行业市场其实挺好，
各种大大小小的奶茶品牌都在趁着国民消费升级的浪潮，忙着品牌升级。我觉得再熬一熬，总能熬出头的。他苦笑一声，可惜夏董已经没了耐心。秦寻的注意力却不在这里，转头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夏宁，又看向钱运发，认真问道：“夏董？”钱运发有些奇怪，悄悄看了夏宁一眼，才看着秦寻说道：“是夏董啊。”秦寻捕捉到了钱运发那似有似无的一眼，心中猜到了个8、9分。夏宁这个老鹰比原来藏着这种秘密，他心中冷笑，脸上却没有表现出什么。钱运发看着秦寻，问道：“秦先生，现在我们向公司争取到了1000万的品牌升级费用，说真的，这应该是最后一波了。”他前倾着身子，神色郑重。我想要了解一下，您对于嘟嘟茶饮的品牌升级改造，没有一个初步的构想吗？秦寻听着这话，笑着说道：“做大做强，创造辉煌。”钱运发一愣，听着这二愣子一样的口号，有些无奈。那具体的方向是？秦寻立即回答道：“从门店改造、产品结构宣传、品牌营销，全方位进行改变。”钱运发听见这些专业术语，知道他是懂一些的，心情好了很多。却听见秦寻又说道：“我们要在其他奶茶品牌随着全民消费升级的机遇，把价格打上去的时候。”他提高了音量：“我们要把价格打下去。”第101章加更，钱总，您的尊严呢？不要了吗？把价格打下去。此话一出，钱运发、孙华，这和他和钱总想要把奶茶做成中高端的想法背道而驰。钱总也是想要进行品牌升级，扩张店数，把嘟嘟茶饮做成高端牌子，不然他为什么要带着自己来谈，而不是带着另外一派的代表？孙华看了钱运发一眼，见他默认了，转头看向秦寻，声音有些不太友善：“秦总，逆势而为会不会太冒险了？而且我们公司是甲方，您是不是先要听一下我们的意见？我们要的是品牌升级。”升级2个字，他咬得格外重。会客室内顿时充满了火药味。秦寻看了孙华一眼，还没有说话，就听见夏宁开了口：“贵公司在你们的营运下，用了快3年的时间都没有达到损益平衡，为什么不是一世外来的和尚？换一种思路。”他看了秦寻一眼，或许他的经验的真的很好。话音一落，秦寻有些诧异，这个夏宁有些飘了，不但在他没资格开口的场合说了话，还狐假虎威，仗着他在业内的小小名气，竟然说话不怎么客气，还嘲讽起甲方的营运不行。虽然事实如此，但总要给人留几分脸嘛。秦寻看向对面3人，只见孙华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那个钱总的助理还是面带微笑，而钱运发脸色尴尬，干笑了2声，说道：“我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夏董把这么大一家公司交给我打理，是看得起我。这一次又拨了1000万，而且这1000万是全部给到贵公司的，其他需要进行门店改造、产品研发的钱，我们还要向集团申请，这可能会是一个无底洞。”他看向秦寻的方向，提高了音调：“虽然夏董说了会给我养老，但毕竟是这么大一笔钱，我不能乱花。我一直把公司当家。”秦寻听着钱运多答非所问的话，微微眯起了眼，心中起了疑心。公司是我家，维护靠大家，当初他可是写过 PPT 的，是一句标准的废话。这个老登好像在表忠心。夏董，洗衣阿夏的夏，夏宁的夏。秦寻心中冷笑，已经确定了9分，还装模作样的来谈合同，我今天就是骑你头上拉屎，你应该也会把合同给我签吧？孙华见钱总说的客气，有些奇怪，但是作为钱总的第1号恶犬，他向来是唱黑脸的那个。他看着秦寻，质问道：“秦总，恕我无能，不能理解您的意思。请问你所谓的品牌降级，把价格打下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秦寻没搭理阴阳怪气的孙华，知道无论怎么说，他都是要抬杠的。他面带微笑，看着钱运发，两手一摊，说道：“钱总，我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我不准备说服你们。况且口头上争个输赢，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缓缓说道：“不过我脑海里已经有了嘟嘟茶饮品牌升级，不，应该是降级的全套策划案。”看见钱运发脸色有些难看，却依然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没有直接甩手走人。他笑了笑，眼角余光瞟了一眼夏宁，轻声说道：“我是个实干家，这个案子出来了，我就一定要落地。如果嘟嘟茶饮不给我这个机会，那我就会主动寻找别的公司。”此话一出，会客厅安静下来，众人看向秦寻，有些吃惊，这话语说的这么强势，而且竟然带着一丝威胁的意味。任何别的奶茶品牌都是嘟嘟茶饮的对手，他竟然当着甲方的面说要去给嘟嘟茶饮的对手助力，这特么的是对待甲方的态度，哪个甲方受得了这种态度？秦寻脸上带着微笑，手里捏着茶杯，似笑非笑地看着钱运发。只见钱运发的嘴角微微动了动，似乎想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口。而一旁的孙华气的脸色铁青，看了一眼钱运发，
没有得到暗示，也不敢发作。此时，一直安静地坐在旁边，面带微笑的助理，那个叫安可的女子，忽然慢慢起身。只见她脸上仍旧带着淡淡的笑意，非常优雅地从茶几上端起茶壶，依次给钱运发、秦寻、孙华和他自己倒了茶。秦总果然是年少有为，1000万的业务都还需要甲方助理来倒茶呢。他放下茶壶，抬起头，微笑着看着秦寻，声音又轻又柔：“不过我们还没有签合同哦。”秦寻看着安可笑了一下，抬起头看向夏宁，眉头微皱：“小夏，同样都是助理，你看看人家多专业，你呢？你是瞎眼了吗？”此话一出，满场皆惊。安可愣住了，他脸上的微笑第一次消失了，一脸惊讶地看着秦寻，又看向夏宁，有些同情他，怎么就跟了这么一个说话不分场合的愣头青？虽然是小助理，但是助理就不要尊严的吗？孙华看着秦寻，实在忍受不了了，看着钱运发：“钱总，我们走吧。”钱运发没有听见孙华的话，惊得张大了嘴巴，飞快地看了夏宁一眼，额头冒出了一些热汗。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压压惊，压压惊。刚放下茶杯，就看见夏宁走了过来，给他添了茶。钱运发脸色有些紧张，手指在桌子上扣了扣，以示感谢。秦寻把这一幕看在眼里，笑而不语。他看见了钱运发的扣指里，食指和中指并用，在桌子上轻轻敲击了3下，这是平辈之间的扣指礼。唉，这个夏宁看看把人家小老头吓成什么样了。孙华见钱运发坐着不动，觉得有失甲方的尊严，俯下身子在他耳边说道，声音却不小，在场的人都能听见：“钱总，这1000万在秦先生这里不好使，我们先回去吧，就不打扰他们了。”钱运发回过神，有些不耐烦地看了孙华一眼。孙华心里一咯噔，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看钱总嫌弃的眼神，我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不，应该是拍到了马局上。第102章，加完。好家伙，难怪夏宁性子冷，原来是缺失父爱。秦先生要在别人进行品牌升级的时候，进行品牌降级，行事不拘一格。钱运发看着秦寻，忽然哈哈大笑：“不拘一格，降人才啊，人才！”他笑了几声，反正我们公司都吵得不可开交，按他们这个情况，吵到年底都不会有结果。忽然，他站起身，秦寻伸出了手，郑重地说道：“多多茶饮的品牌，降级改造就拜托秦总了。”他放慢了语速，沉声道：“我的职业生涯也交给秦总了。”秦寻起身和他握手。孙华一脸懵逼，觉得活见鬼了，钱总疯了吗？啊，以前没觉得他是个脾气好的人啊。安可看着钱运发一脸愕然，视线又移到秦寻脸上，最后轻轻落在了夏宁脸上。他微微皱眉，若有所思。接下来的2个小时就是按流程走，看合同、审合同、签了字，整个过程顺利的让陈婉以为在做梦。几人吃了一顿午饭，大家推杯换盏，一片喜气洋洋的样子。吃完饭，到了分别的时候，在酒店门口，钱运发指着面带微笑的安可：“秦总，我这边就留下小安在这里了，参与到你们的工作当中，有任何需要配合的，您随时跟他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孙华仍旧有些气闷：“妈的，这甲方当得跟乙方一样，花1000万当孙子。”安可面带微笑，伸出手和秦寻握了握：“秦总，请多多关照。”秦寻看着他令人如沐春风的笑容，心中微动，脑海中冒出一个词语：顶级绿茶。愣了会儿神，又听见安可微笑着说道：“秦总。”秦寻回过神，赶紧松开了他又软又嫩又滑的小手。夏宁在一旁看着，面无表情。送走了钱运多一行人，秦寻让夏宁带着安可去酒店安排住宿，他独自一人回到总经理办公室，反锁上了门，打开电脑搜索嘟嘟茶饮董事长是谁，很快就弹出了结果：夏书杰。他脸色微冷，又输入夏书杰的女儿叫什么，却发现跳出的那些搜索结果根本没有有用的信息。正当他有些失望，想着要不要严刑逼供时，忽然看见浏览器底部有一条相关搜索：高冷白富美，夏氏集团董事长的侄女在校园走红。秦寻点进去一看，发现发布时间是3年前。这条新闻讲的就是夏家千金因为高冷和颜值，在大学俘获了众多男人的心。而这一天，有一个长得帅、家世好的学霸向他告白，夏宁却淡淡说了一句：“你配不上我。”学霸伤心地跳进了学校里的湖里，而高冷的夏宁却仍坐在湖旁的凳子上看书，仿佛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上面还有一张配图，是夏宁安静地坐在湖边一棵大柳树下，低着头看书的图片。看到这里，秦寻往椅背上一靠，双腿架上了办公桌。好好好，这么玩是吧？骗我给你叔叔打工，等你回来，看我不把你按在办公桌上乱捶。紧接着他又想到了什么，赶紧在企业查询的网站输入橡树，
发现上面的法人真的是牛孝军，他才松了一口气。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天天当着总裁的面骂总裁是狗约的呢。1个小时后，敲门声响起，秦寻走过去，拧开了锁，看见是夏宁，把他放了进来，然后立马又反锁上门。夏宁看了一眼反锁的门，转头看着秦寻，微微皱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只见秦寻脸色微冷，一脸的不爽：“夏总，你就没有什么东西想要跟我解释一下吗？”夏宁的脸色顿时有些紧张，看向了别处：“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秦寻气得一把抓住了夏宁的手，把他扯到了办公桌旁，指着电脑桌面上的新闻：“你跟我解释解释，这图片上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学生，到底是谁？”他看着夏宁，大声说道：“你别说是你的双胞胎妹妹。”只见夏宁脸色带着一丝略带嘲讽的笑容，他犹豫了，改口道：“难道是你的双胞胎姐姐？”夏宁摇摇头：“是我。”秦寻：“那你刚才还那么硬气？”夏宁不答，俯身浏览了一下这条新闻，冷哼一声：“现在的自媒体也真是无聊，连这种东西都能写成新闻上传到网上。”看见他把网址复制到了文档里，秦寻有些疑惑：“你要做什么？”只见夏宁头也没抬，冷声回答：“我们家很注重个人隐私的，我要给这个自媒体新闻人发律师函。”秦寻：“呵，算你狠。”秦寻看着夏宁的侧脸，质问：“你要做嘟嘟茶饮这个业务，真的是因为想要给你叔叔一点颜色看看？都是一家人。”夏宁淡淡看了秦寻一眼：“你家的亲戚之间的关系那么和谐吗？”秦寻一愣，无言以对。他爸爸是独生子，但是舅舅家有3个，现在他们互相之间已经吵得不说话了。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家庭聚会，大舅二舅突然在餐桌上动了手，搞得他大鸡腿都没吃上，那些好菜全砸地上了。夏宁继续说着，声音有些冷：“嘟嘟茶饮是夏氏集团的，集团的董事长是的我叔叔夏书杰，但是嘟嘟茶饮最开始的 CEO 是我爸，钱运发之前是我爸的手下。”秦寻愣了一下，脑补了一系列家族内部血腥惨烈的斗争，问道：“你爸？”他把死了妈咽了下去，转而问道：“叫什么？”夏宁，夏书豪。秦寻挤开夏宁，坐在了椅子上，在浏览器上输入夏书豪，竟然跳出了好几条信息：嘟嘟茶饮 CEO 夏书豪酗酒打人被拘，夏书豪深夜飙车被拘，夏书杰随地大小便被罚做义工，夏书豪包养女大学生被原配捉奸在床。他脸色变得怪异，赶紧关掉了浏览器，抬头看着脸色不好看的夏宁：“小夏，你爸真是个性情中人啊！”只见夏宁的脸色更冷了：“不聊这个。”秦寻点点头，他似乎明白了夏宁为什么性子这么冷淡，是因为从小缺失的父爱吧。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尴尬，一阵沉默。秦寻有些不好意思，而夏宁却眼底却闪过一丝浅浅的得意，有一种奸计得逞的暗爽。忽然听见秦寻问道：“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你夏家千金的身份？”夏宁默默转头看着秦寻的眼睛，认真说道：“我怕你觉得配不上我。”第103章，女人的第6感。这个安可似乎很危险。听见夏宁的话，秦寻吓了一跳，察觉到情况不妙，悄悄往后退了一步。他一脸警惕地看着夏宁，却听见夏宁继续说道：“我担心你知道我家是夏家千金之后，你会自卑，会觉得配不上我。”秦寻微微皱眉，上下打量着高冷的夏宁：“你没事吧？我又不打算追求你，我为什么会觉得自卑，配不上你？”夏宁一怔，也皱起眉头：“你没病吧？我的意思是，你会觉得当我的上司，你不配。”秦寻看着他的眼神，想要判断他是否在撒谎，却看不到他眼神有什么变化，尴尬挠了挠头：“怎么会呢？”然后音量高了很多：“我配不死你。”他停顿了一下，看着高冷美艳的夏宁，脸上露出一抹有些坏坏的笑容：“我不但不会觉得不配，反而会更加激动了。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土豆国的王子曾经在学校被同学踢屁股，狠狠地踢。为什么？因为以后他们可以吹嘘踢过国王的屁股。”他有些兴奋地看着夏宁：“你懂了吗？”见夏宁脸露出微微不屑的神情，秦寻只当他没听懂，又说起了另一个例子：“你知道吗？ AV 里有很多剧情片，女主角的设定都是高官的千金，社长千金的女儿，倭国的公主。因为这样。”夏宁瞪大了眼睛，打断了他：“停！我懂。”他伸手指着秦寻：“欺负所谓的大人物，会给你们一种重要人物的感觉。”秦寻点点头，夸奖道：“你果然天资聪颖。”夏宁，他没再理会秦寻，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有些不悦地伸手扶着额头，闭上眼睛休息。忽然，他的嘴角又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有一种把秦寻这个自以为是的聪明蛋玩弄于股掌的快感。3年前的新闻，只要钱给够，也是能够进行修改的。
夏宁只不过是要求把女儿变成侄女而已，很简单。他这次故意露出破绽，让秦寻起疑心，暴露所谓的身份，是因为想要免去后面的麻烦。对一家全国门店超2000家的门店进行品牌的升级改造，后续方案的推进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到处都是阻力。如果没有嘟嘟茶饮内部绝对的配合，几乎不可能完成。但是推进的太顺利，嘟嘟茶饮服从性过高，以秦寻这鸡贼的性格，肯定会有所怀疑。夏宁生怕他到时候查得太多太细，暴露了他是这家公司老总的身份，于是他干脆半真半假的暴露出夏家千金的身份，让秦寻知道他才是方案顺利进行的最大推动力。过了一小会儿，夏宁暗爽的差不多了，睁开了眼睛，脸上还是带着高冷疏离感。他抬头看向身旁站着的秦寻，问道：秦寻，嘟嘟茶饮迟早要落到我手里，到时候我带你一起走，你跟不跟？只见秦寻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认真思考，忽然笑着摇了摇头。算了。夏宁有些失望，却听见秦寻又说道：我怕你命不够硬。夏宁想到那条惨死的红龙鱼，只觉得晦气。你的脑子真是有病。秦寻只是笑，没有解释什么。忽然他看见夏宁又抬起头看着自己，说道：如果你真的能把嘟嘟茶饮做出一番成绩，也算是为我以后接盘做出了贡献，我个人格外再给你一些好处。秦寻眼睛一亮，问道：钱？夏宁浅笑：俗了。秦寻有些失望，钱怎么俗了？某些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有些不满，随口说道：我不看。夏宁听得一头雾水。你不看什么？只见秦寻的视线在他的脸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微微往下瞟了一眼。他立刻明白了，脸色微红。秦寻见势不妙，转身就跑，手刚刚打开大门，就感觉头发一紧，被拖了回去。秦寻背着夏宁，皱起眉头，双手紧紧地抓住他的手。夏宁，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个坏习惯？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光头还有帅哥，秃头全是丑男？你看看钱运发，发型对一个男人很重要的。夏宁狠狠地抓着，始终不松手。秦寻和夏宁的第3次薅头发世纪大战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交火。夏宁骂道：你个变态！秦寻回骂：你个冷酷无情、无理取闹的灭绝师太！突然，啊！一声惊呼声响起。秦寻和夏宁听见，同时看向门口。只见安可脸色有些尴尬，忙低下了头，往后退了一步，轻轻关上了门。打扰了。安可有些尴尬。夏宁刚才给他安排好酒店之后，他是和夏宁一起回到橡树公司的。不过夏宁让程婉带着他去参观了一下公司，夏宁自己则是走进了总经理办公室。橡树公司实在不大，没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几分钟他就逛完了。谢绝了程婉的带路，他也走向总经理办公室，想找秦寻确定一下方案的具体进度。看见门半开着，里面似乎有吵闹声，就故意往里面看了一眼。没想到，世风日下啊！关上门，安可站在门口，见四下无人，悄悄拿出手机，在备忘录上写上：秦寻夏宁关系亲密，公然在办公室打闹。而备忘录上面还有一条：谈判期间，秦寻公然辱骂夏宁眼瞎。安可正要转身离开，忽然听见门内秦寻的声音响起：安助理，你进来吧，我们完事了。安可，这话听起怪怪的。过了3、4秒，他脸上重新露出了温婉的笑容，轻轻推开了门，走了进去，随手关上了门。秦总好。秦寻笑了笑：你好。只见安可又看向夏宁，微笑问好：夏助理好。听着这个称呼，夏宁一怔，深深看了安可一眼。莫名的，女人的第6感告诉她，面前的这个女人似乎很危险。第104章，同样是小助理，人家才是专业的。夏助理这个称呼是夏宁第一次听，在橡树公司，其他同事都喊他小夏。作为秦寻的贴身管家，不但要负责给他写各种材料，还要负责他全天的行程、出差、交通、食宿、迎来送往。有点古时候的太监总管的味道。虽然权力很大，但是总管2个字听起来似乎不太光荣，所以在公司一般人不喊他夏助理。夏助理这个称呼，语气稍有不对，就会让人感觉被轻视。夏宁看着眼前这个似乎永远带着微笑，让人感到放松愉悦的女人，却莫名的感觉有些排斥。夏宁看着安可，笑着回应：你好。安可脸上笑容恬淡。夏宁看着安可脸上的笑容，忽然想到秦寻对自己的评价灭绝师太，不禁有些烦闷。他走到会议室冰箱，拿了一瓶水递给安可：谢谢宁姐。安可接下，拧开轻轻喝了一口。夏宁立刻捕捉到他改了称呼，把夏助理换了，甚至不是夏姐，而是听起来更加亲密的宁姐。夏宁迟疑了一下，问道：你多大？安可一愣：我22，怎么了？夏宁：没什么。
宋英这个叽叽喳喳的小屁孩比自己小，只能认了。怎么这个看起来沉稳老练的安可也比自己小？24，真的很老了吗？安可看着夏宁轻轻笑了一下，把手里的矿泉水放在茶几上，慢慢走向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秦寻。在秦寻身旁站定了之后，他右手轻轻握住左手食指，放于小腹前，呈现出一种优雅礼貌的姿态。安可面带微笑问道：秦先生，您别怪我心急，只不过这1000万的品牌营销费用可能真的是嘟嘟茶饮最后一舞了。他停顿了一下，观察到秦寻神色没有不悦，才继续说道：所以我想知道策划案的进度到哪儿，我每天需要向钱总汇报的。说完，他露出了一个轻柔的笑容。秦寻抬头看着安可，看见他脸上的笑，他知道这是职业微笑，也知道这可能是装出来的，甚至猜测他是个优雅安静的绿茶。可是这种笑容真的让人很舒服啊。秦寻回答道：策划案还有10分钟就做完了，你稍微等一下。只见安可脸上露出一丝惊喜的笑容，原来秦总早有准备，竟然都到了收尾阶段。他曾经陪着钱运发参与过不少策划案，知道一个案子从灵感到落笔，再打磨成一个成熟的方案，少则3-5天，多则几个月。秦寻刚才和钱总谈判的时候，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说有全套方案在脑海中，这或许是他的谈判手段。其实他很重视，在谈判之前早就在写策划案了。正想着，安可看见秦寻在电脑桌面新建了空白文档，写下了主题：嘟嘟茶饮最后一舞策划案。安可，原来是现写的吗？10分钟？可是这个标题，我刚才的用词里用到了最后一舞，他就写上最后一舞，这会不会有些不吉利？安可脸上仍旧带着微笑，目不转睛地盯着秦寻。只见秦寻扭了扭脖子，把手指扭得噼啪作响，忽然神色一凛，开动了。秦寻的手指开始在键盘上弹钢琴，发挥了和游戏有对喷的手速，尽显祖安狂人的风采。1行2行3行，安可在旁边看着，不由得愣住了，一直到秦寻写完了一页，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盯着别人写策划案和盯着别人写作文都是很没礼貌的行为。据某位名人说，这和被人盯着上厕所一样，容易便秘的。但是秦寻却完全没有被影响，指尖在键盘上起舞，一行行文字如同瀑布一般一泻千里。安可的视线落在了秦寻脸上，见他双眼炯炯有神，脸上有些发红，额头沁出了一层薄汗。他赶紧转过身，脚步轻盈的像一只小猫，蹑手蹑脚的走到了坐在沙发上的夏宁身边。他微微弯腰，面露微笑，非常小声的问道：宁姐，我能用一下你们的冰箱吗？夏宁点点头，你随意。只见安可轻轻笑了一下，走到了办公室里的冰箱面前，拉开柜门，用手背在矿泉水上一瓶一瓶试过去，最后挑了一瓶出来。他轻轻拧松了矿泉水瓶子，慢慢走回到秦寻身边，把水放在了桌子上。整个过程，无论是开冰箱门、拧盖子，还是把水放在桌子上，都没有发出一丝声音。夏宁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跟安可比起来，我这个动不动就薅上司头发的小助理，貌似真的有些不称职。不对，我才是秦寻的上司。5分钟后，秦寻重重敲下最后一个按键，长长舒了一口气，下意识拿起桌边的矿泉水，猛喝了一大口。冰凉的水沁人心脾，他轻叹爽。只见安可从口袋里拿出一片独立安装的湿纸巾，撕开包装袋的口子递了上去。秦寻一愣，接过擦了擦额头的汗，悄悄向着夏宁挑了挑眉。夏宁一愣，他看见秦寻的神色，就似乎听见了秦寻内心的咆哮。大概是这样的，小夏，你看看人家。夏宁看了安可一眼，微微眯眼，他有一种感觉，他的小助理的职位岌岌可危。只见安可面带微笑看着秦寻，声音里充满了惊叹：秦总真是神速。秦寻心情很好，笑道：我做事都很快的。说完，他觉得不妥，重新说道：我做大部分事情都很快的。夏宁冷冷地看了秦寻一眼，以他对秦寻的了解，他觉得他剩下的那一小部分，那些不快的事情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安可却纯洁的跟白开水一样，脸上还是带着温婉的笑容。那这些天我跟着秦寻多多长见识，多多学习了，心里却在盘算，要不要把秦寻喜欢隐晦的说一些黄段子写到备忘录里面去。秦寻笑了笑，把写好的策划案发给了夏宁。夏宁，策划案我发给你了，你发给安助理。说着，他看向面带笑容的安可。安助理，你收到之后就可以发给钱总了。安可看了看秦寻，又看了看夏宁，最后视线回到了秦寻脸上。秦总，要么我们加一下联系方式，您可以直接发给我。秦寻下意识看了夏宁一眼，却看见夏宁的略带冷淡的目光看来，缓缓说道：你想加就加，看我做什么。第105章，小夏，你给小安让个位置，我们要开黑了。夏宁说话很不客气。安可看向夏宁，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似乎想不通，一个小助理怎么敢这么跟领导说话。再看向秦寻，又惊得张大了嘴巴。
只见秦勋一个公司的副总，竟然当着甲方代表的面，对着自己的小助理竖起了一根中指。安可暗自想着，备忘录上得再加一条，当众对夏宁竖中指。秦勋和安可交换了联系方式，策划案发了过去。安可立马点开，看领导的邮件，在职场是犯忌讳的，不过他被钱总委派跟踪这一次的品牌升级策划，也是有一定的权限查看。更重要的是，秦勋写策划案写得太快，他担心漏洞百出，错别字都还好，最怕出现低级的逻辑错误，万一传给钱总，惹得领导震怒。他这个所谓的甲方代表人，在外人看来应该是威风凛凛，甚至是可以颐指气使的，但是他知道这一点在秦勋这里行不通。秦勋吃软不吃硬，而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够软，这也是能够成为夏董的小密探的关键因素。安可打开策划案，不由得一愣，这份 PPT 让给他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无论是文字、颜色、图片的选择和搭配，还是页面排版，整体风格的统一，这 PPT 视觉3要素都做得很好。安可看了秦勋一眼，眼中有些惊讶，这么快的速度，竟然能有这种效果，换我来做，也至少要2个小时吧。安可收回视线，继续阅读 PPT， 随着不断的看下去，脸上的表情变得渐渐郑重。PPT 写得很简练，但是抓住了关键，完整的呈现出了要表达的观点、重点、核心点。低价、下沉市场，逆势而为，一线城市数品牌，战场放在2、3、4、5线城市，合理的产品结构，引流品、利润品、竞品的合理搭配，病毒式传播，创造洗脑主题曲，打造品牌公仔，进行网络营销，吸引年轻人进行网络狂欢，会员狂欢日，狂送1万杯，改变核心赚钱方式，参与整个供应链，包装、材料、设备、装修。渐渐的，夏宁感到头皮发麻，这是花10分钟写出来的东西。安可看完了，长长舒了一口气，虽然能看懂，但是他还是无法理解秦勋的理念。完整的看下来，只有一个感觉：简单、粗暴、蛮不讲理，有一种不疯魔不成活的变态感。不过他并不是公司高管，不对秦勋的 PPT 提出任何质疑，直接把策划案发给了钱运发，附带了一条信息：钱总，其实秦总对我们的案子非常非常重视，请领导放心。发完信息，安可走到冰箱前，打开门，在里面拿出了一瓶啤酒，转身走向秦勋。秦总，能够跟在您身边瞻仰您的风采，学习一段时间，真是我此生的福气。今天恕我唐突了，借您的酒，我敬您一个。说着，他的视线在办公桌上的矿泉水上轻轻一点。您日理万机，以水代酒就好了。秦勋呵呵笑着，被人拍马屁是很高兴的事情，被一个美女拍马屁是一件更开心的事情。他看向夏宁，手一伸。夏宁？秦勋的手指轻轻勾了勾。夏宁？忽然，他看见安可把啤酒起开，从茶几上拿了一个一次性杯子，倒了满满一杯，小心地递到了秦勋掌心。秦总，还是您体谅下属，愿意替我分担一杯。安可拿着酒瓶，我干了，您随意。秦勋一饮而尽。安可微微仰头，露出了修长白皙的脖颈，优雅的如同一只白天鹅。他喝了1分多钟，不快，但是也没停，把酒喝完了。他微微低头，伸出手背，轻轻擦拭嘴角的余酒。在抬起头时，他的脸上泛起了点点红晕，灿若桃花。夏宁看着相视而笑的秦勋和安可，忽然觉得遇到高手了，真是一对狗男女。秦勋看着安可，感慨道：谁能有你这样的助理，真是此生。说到这里，他忽然感觉有杀气，悄悄看向了夏宁，果然就看到他脸上带着浅浅的笑容。迷人又危险，他赶紧说道：此生第2大的福气。安可轻轻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安可见秦勋看着他，明白了什么，脸上露出笑容，问道：那什么是您此生第1大的福气呢？秦勋看着安可越发满意，真是有一颗七巧玲珑心。他指着夏宁，大声说道：此生第1大福气，那当然是有夏宁这样的助理。夏宁脸上危险的笑容消失了，恢复了高冷，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鼻子里冷哼一声。这个秦勋真的是贱啊！安可面带微笑，看着秦勋，问道：请问秦总，那接下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却听见秦勋问道：安助理，你会打荣耀王者吗？安可一愣，轻轻点了点头。秦勋越发满意了，笑道：我这个人喜欢今日事今日毕。安可笑道：秦总，好习惯。却听见秦勋话锋一转：但是今日事毕了，就不再工作了，这叫劳逸结合。他走到沙发旁坐下，伸手推了推夏宁的胳膊：小夏，你给小安让个位置，我们要开黑了。夏宁微微一怔，看见秦勋低着头在开游戏，抬起头，又看见了安可脸上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情。他默默起身，让出了位置。就听见安可说道：秦总，我玩的不太好。又听见秦勋说道：没事，
你弯摇，一直骑在我头上就好了。我巨能凯瑞。夏宁听见骑我头上几个字，回过头就看见两人已经坐在了一张沙发上，中间只隔着1米的距离，过于亲密了。他坐到办公桌后面，听着秦寻和安可两人打游戏的欢声笑语传来，不禁觉得自己有些多余，是不是该走出办公室？他悄悄看了他们一眼，借着电脑屏幕的遮挡，在手机上下载了《荣耀王者》这款游戏，静音观看了新手教学，然后打了一把人机，被人机杀得找不到北。夏宁默默卸载了游戏，腹诽道：这游戏哪里好玩了？他心情有些不好。忽然他听见安可的声音：听说秦总最近在招助理。其实我做助理还有一些小小的心得，如果您不嫌弃，我这段时间没有这个福气跟在您身边学习。夏宁挑眉：砸场子。第106章加，我大概是世界上最卑微的甲方代表了。夏宁微微皱眉，把头从电脑屏幕后探出去，只见两人都低着头打游戏，秦寻头也没抬。正好明天有一场面试，你明天和他们一起通过面试就可以当我的助理了，我额外给你开工资。夏宁就看见安可猛地抬起头，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秦寻，秦寻却没有任何反应。他笑了起来：甲方？在秦寻眼里，别说甲方，就是牛孝军这个总经理都得挨他骂，又得挨他打。安可低下头继续操作着，轻声应了一句：好的，秦总。那秦总能提前泄露一些面试题目吗？秦寻头也没抬。唱歌跳舞很简单的。他唱了起来：你爱我，我爱你，嘟嘟茶饮甜蜜蜜，你爱我，我爱你，嘟嘟茶饮甜蜜蜜。夏宁，安可。钱运发回到魔都，下了飞机，有了信号，他立即收到了安可的信息，打开一看，是转发过来的秦寻的策划案。他看了一会儿，不禁愣住了，叹了一口气。要不说盛名之下无虚事呢，这个秦寻确实是个狂人。他把文件转发给了孙华，孙华拿出手机打开，看完也不由得心头一惊。从产品定位到产品组合，最后到产品营销，甚至包括了后续的危机公关，都有了一整套的方案。我承认这份 PPT 做得很好，但是他看着钱运发，但是这是要动我们嘟嘟茶饮的根基啊！这种改革几乎是把一个牌子推倒重来，这哪里是一个品牌营销案？这除了嘟嘟茶饮4个字还保留，哪里还有一点品牌原有的样子？孙华越说越气愤，他一路陪着嘟嘟茶饮走来，给他做了3年的营销推广，把他当成孩子看了。现在的情况就像突然冒出一个毛头小子，指着他的孩子说道：你的孩子是个机器儿，得回炉重造。他看向钱运发，加重了语气，吹着耳旁风：钱总。秦寻他一个搞品牌营销的，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现在竟然摆出了一副要否定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部推倒重来，重新打造一个品牌的架势。他既然这么自信满满，为什么不拿着这份策划案去找天使投资人？孙华想到秦寻在谈判时竟敢说出你不要，我给别人做这种话，更是气得牙痒痒。这个秦寻给甲方画饼倒是有一手，可是这个饼太大，公司哪里还有面粉来做？钱运发看着气得不轻的孙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小孙，我理解你的心情，这后续全国2000家门店改造、产品研发、产品营销，哪一环节不要大把花钱？又要几个1000万，还是1、2个亿？这些面粉是你要得来，还是我要得来？他停顿了一下，提高了音调：但是这个钱有人要得下来。孙华一怔，看着钱运发似笑非笑的神情，忽然感觉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就听见钱运发说道：如果这一个策划案把嘟嘟茶的品牌升级成功了，集团不撤资，继续追加投资，我们还能继续过上好日子。要是失败了，全国2000家门店倒闭或者打包贱卖，又关我们什么事？说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我们不过是陪着太子读书而已。孙华想了想，忽然想起了秦寻身边那个美艳高冷的不像话的女子夏宁，难道说？只见钱运发脸色一冷，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你知我知天知地知。顿时孙华的冷汗都下来了。沃日，我今天给夏董的女婿甩脸子了，前程堪忧啊。下午，秦寻和安可打了一下午的游戏，夏宁坐在电脑前尝试工作，却时不时听见他们的喊叫声，始终无法集中精神。上！小安干得漂亮，秦总，你操作犀利，走位风骚，真是带我上了好大一波分呢。小安，后面有人，小心菊花。小安，小心草丛里有人埋伏要轮你。小安，你替我挡一下大招，你死了我会替你报仇。对不起，没报成，他逃了。小安，你怎么不说话了？没事，我只是被秦总的风采折服了。哎，小安，你这个人竟说大实话。秦寻和安可玩了一下午，夏宁呆坐在电脑面前，什么也没干，脑袋被吵得昏昏胀胀的。突然，他听见秦寻声音有些大：下班喽。小安，你真好玩，我们明天再玩。安可，
他脸上露出微笑。好的。刚说完，他就看见秦寻收起了手机，背上背包，朝着夏宁喊了一声：“小夏，走，回家了。”夏宁什么也没说，安静的起身，默默地走向秦寻。路过安可身边的时候，他轻声说道：“你等下回酒店的时候，记得关一下门。”安可，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秦寻说了一声：“明天见。”安可呆呆站在办公室里，看着二人远去的背影，傻眼了。啊，这就把我一个人抛下了？刚才我还给你挡子弹呢。他苦笑了一下，满心感慨，我大概是世界上最卑微的甲方代表了。晚上，酒店房间里，安可坐在桌子前，拿出手机备忘录，把上面的内容在笔记本上汇总了一下，发给了夏书杰。魔都，夏书杰刚和妻子挂了电话，就收到了安可的信息。安可是他安插在钱运发身边的眼线，他知道钱运发知道，但钱运发也只能装作不知道。不过他肯定的是，夏宁不知道，秦寻更不知道。看着上面的内容，夏书杰脸色有些不好看。01钱运发和秦寻谈判期间，秦寻公然辱骂夏小姐眼瞎。02秦寻和夏小姐关系亲密，公然在办公室打闹。03秦寻当着我的面对夏小姐竖中指。04秦寻和夏小姐已经同居了。看到最后一条时，夏书杰的脸色阴沉。想到那天给夏宁打视频，看见红龙鱼被做成了一锅水煮鱼，当时就觉得有些奇怪。没想到夏宁也学会撒谎了。什么外卖叫的厨子，怕不是在家里藏了个厨子。忽然又弹出一条信息，是安可发了一份嘟嘟茶饮最后一舞的策划案。他点开看了一下，脸上露出了欣赏的神色，频频点头。不错，很好，这小子有想法，有才华，野心也大。夏宁也是个不安分的，这两个人要狼狈为奸，迟早要把我的家产败光。夏书杰给安可发去了消息，拆散他们。很快有了回复，收到。第二天上午9点50，橡树公司会议室又有一场面试。会议室最前面的投影屏幕上有着几行大字：今日面试内容：01唱歌跳舞，02画画。底下坐着20个面试者，最角落坐着的是安可。他安安静静地坐在凳子上，忽然淡淡笑了一下，心想：为什么男人总喜欢看人跳舞？这可是容易把心跳乱，把鞋跳烂，把家跳散的。10点1到，秦寻带着夏宁走了进来。第107章，好好的一个女王气质的大小姐，怎么就成了这副模样？秦寻长得帅，身后又跟着一个高冷美艳的夏宁，更衬托的他气场逼人。二人沉默地走进会议室，在最前面的位置上落座，一瞬间就把面试者们镇住了。安可看着一脸正色的秦寻，心中微动，没想到在他盛气凌人和玩世不恭的面貌外，还有这样一副派头，这气场比钱总都大。落座，秦寻看了一眼夏宁，却看见他与自己对视一眼，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只好自己站起身来做开场白，给面试者们画大饼。还是之前的那套说辞，说得非常的溜了，宛如一个听懂掌声的传销大师。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今天要招聘助理，是因为马上要对嘟嘟茶饮全国2000家门店做战略级的品牌升级改造。这一单业务，橡树公司拿了1000万的劳务费。说着，他有意无意地看了夏宁一眼。我需要一个贴心又懂，能力还强的帮手。夏宁，他知道秦寻在当重点，他不懂事又不贴心。话音刚落，秦寻就看见底下20个面试者们眼中透露出兴奋的神色，一个个摩拳擦掌。角落里的安可面带微笑，视线始终落在秦寻脸上，心中却感觉有些遗憾。1000万的单子，就现场招几个助理吗？看他们青涩的脸庞，大部分应该是应届毕业生。嘟嘟茶饮这1000万花得可真值。幸好是我在你这里全程跟踪方案进度，要是你换做孙华，怕是要跟秦寻打进 ICU 了。秦寻的声音继续响起，仍旧富有煽动力。而我招聘助理最看重的就是心理素质，抗压能力强不强？简单点说，就是看谁最不要脸。这话说得太直白，下面的面试者们脸色有些尴尬。不过想到能参与到1000万的策划案，相当于给自己的职业生涯镀金，别说是不要脸，哪怕是免费工作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况且只是唱歌跳舞而已，听说别人应聘鸭子还得从肥猪肉的切口里舔硬币呢。屎难吃，钱难赚，可以理解的。秦寻看见面试者们的表情变得郑重，有些人握紧了拳头，他们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了。他直接进入主题，说道：那我们开始第一项面试，唱歌好不好？众人纷纷鼓掌。好，好的，我最喜欢唱歌了，我是麦霸。夏宁看着他们轻轻叹息，一群可怜虫。只听得秦寻面不改色地唱了起来：你爱我，我爱你，嘟嘟茶饮甜蜜蜜。你爱我，我爱你，嘟嘟茶饮甜蜜蜜。你爱我呀，我爱你。I love you, you love me. Do do ice cream amp tea。秦寻唱完，
众人面面相觑。儿歌，嘟嘟茶饮甜蜜蜜，这倒是不难唱，不过对于小学生来讲过于幼稚，对于他们这群刚毕业的应届生正好，也不谁不能挑战一下。安可脸上仍旧带着微笑，心里却有些苦涩。他昨天陪秦寻打游戏的时候听过歌曲的一部分，今天是第一次完整的听完，没想到竟然还有英文部分，没有更洋气，似乎更土了。秦寻看着众人，笑着问道：听完这首我呕心沥血为嘟嘟茶饮创作的歌曲，你们没有特别想喝一杯嘟嘟茶饮？众人看着面带笑容的秦寻，尴尬的抠脚趾，纷纷避开了秦寻的目光，谁也不想开口说话，却看见秦寻向着他们走了一步，提高了音量，又问了一遍：不想吗？嘟嘟茶饮可是甜蜜蜜哦。众人更尴尬了，江湖规矩，交闪不杀，怎么这个秦总还追着人的屁股后面疯狂攻击呢？忽然一个温柔的嗓音响起：我想。众人看去，只见一个面容姣好、气质温婉的女子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举起了手。秦寻满意的点了点头，难怪有些明星参加活动要买粉丝呢。底下有人瞎捧臭脚的感觉真不错。秦寻的视线一个个扫过众人，问道：那现在谁第一个上来表演？他看见一个扎着马尾的女生似乎想要站起来，补充道：在唱的过程中需要跳舞哦，舞姿随意，你就是一边唱歌一边跳广播体操都行。话音刚落，秦寻就发现那个姑娘刚刚离开凳子的屁股又落了下去，脸色有些尴尬，默默地低下了头。他看着众人尴尬的表情，有些欣慰。今天这一波面试者至少没跑路，看来你爱我，我爱你给人带来的羞耻性远远不如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秦寻看着众人鼓励道：我理解大家都是年轻人，脸皮薄，但是做我的助理就是要脸皮厚。他转过头看着脸色冷淡的夏宁：小夏，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姓什么，给大家看看眼。只见夏宁一愣，秦寻带头鼓掌，底下陆陆续续响起了掌声，越来越热烈。十几秒后，夏宁迟疑了一下，站了起来，淡淡看了秦寻一眼：我姓夏，洗衣压夏，反手能让江湖炸，义薄云天，风云叱咤，再举战旗战马胯。我姓夏，我不怕，四海五湖我最大。姓氏麦喊完，会议室安静了。众人看着一身工装裙，长相御姐，气质高冷的夏宁，脸上纷纷露出了震惊的神色。难道这个长得天仙一样的姐姐不是靠的事业线上位，成为秦总的助理，而是真的是靠的不要脸？这么中二的喊麦和姐姐，你的形象有着太剧烈的反差啊。安可知道夏宁的身份，更是震惊，连脸上始终保持的恬淡笑容都消失了。据说夏小姐不是一直高冷无比吗？怎么现在跟个逗逼一样？要是让夏董听见了他的女儿喊这个，是会把她逐出族谱，还是把秦寻的腿打断？好好的一个女王气质的大小姐，怎么就成了这副模样？秦寻他好手段。夏宁冷着脸坐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变化，根本不在意众人的目光，仿佛刚才那个喊麦的人根本不是自己。不过他放在桌子下的拳头已经轻轻握紧，暗自发誓：秦寻，你要不能做出让我满意的东西，今晚就睡马路吧。第108章，请问这个初具人形的东西是个雪人吗？感谢夏助理的亲情表演。秦寻满意的看了一眼夏宁，转头看着底下的20多个面试者。那现在谁愿意为嘟嘟茶饮的主题曲献唱呢？众人陷入了纠结当中。有了夏宁的表演打样，他们觉得秦寻不是在故意刁难他们，连人家的贴身高冷助理都能放下身段，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挑3拣4？而且这首歌旋律简单，听一遍就能记住，也能唱，但是还要跳舞吗？不会啊。忽然有一个温柔的嗓音响起，唱了起来：你爱我，我爱你，嘟嘟茶饮甜蜜蜜。你爱我，我爱你，嘟嘟茶饮甜蜜蜜。众人看去，只见在角落默默坐着，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气质美女忽然站了起来。她面带微笑，声音轻柔，慢慢走出了人群，走到了中间的空地。你爱我呀，我爱你，嘟嘟茶饮甜蜜蜜。歌声从她嘴里如同溪水一般轻柔淌出，竟然去掉了几丝土味。秦寻看着安可，有些诧异，他以为安可坐在下面只是想要叫几声好，捧几次臭脚当个托捧场而已，没想到他竟然走出来唱歌。忽然秦寻瞳孔微缩，只见安可面带笑容，嘴里歌声不停，一双手慢慢摸着上了上身的黑色小西装，一个一个解开了扣子，轻轻脱掉了外套，露出了里的 V 领职业白衬衫。安可随手把外套递向了他，秦寻下意识伸手接过，感受到衣服上温热的气息，才回过神来。只见安可又踩掉了高跟鞋，穿着一双薄薄的短款黑袜，踩在会议室的地毯上起舞，竟然还是动感、活力、小动作特别多的韩式舞。安可站在秦寻身前跳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面向众人继续跳，后背露给了秦寻。
随着舞姿的扭动，安可的腰肢、臀部、腿部在秦寻面动感十足。秦寻安可有些惊讶，这个看起来安静如水的姑娘，蕴藏的能量这么大的吗？忽然，他发现安可的西装裤布料柔软，非常的贴身。此时随着舞姿的摆动，竟然把她一双修长浑圆的大腿轮廓清晰地衬托了出来。再看一眼，他又发现裤子紧贴着臀部，却没有衬出她内裤的轮廓。秦寻不由得一怔，丁字裤、无痕裤，还是挂了空档？秦寻想着，安可平日里总是温婉安静的样子，心情有些怪异。呵，真够闷骚的呀，不像夏宁看起来高冷御姐，一晚上能弄死10个男人的样子。其实私底下单纯，害羞的不行，还挺可爱的。秦寻目目不转睛地看着安可，夏宁目光微冷，盯着秦寻。唱完跳完，谢谢。安可面对着面试者们微微鞠躬致谢。众人愣了一下，鼓起了掌。安可又转身看了秦寻一眼，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又鞠了一躬，然后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伸出了双手。秦寻一怔，反应过来，把衣服还了回去。安可很自然地穿上，又坐回到了角落里。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大家被安可的舞姿给震撼到了，想到那么土气的一首歌，被他演绎的时尚洋气，不禁有些自惭形秽。而夏宁则仍旧脸色冷淡，他看向角落里的安可，见安可也正看向他，脸上还是带着微笑，他也轻轻笑了笑，不禁有感慨，这个女人有颜值，有野心，有手段，要是得到了秦寻这样的帮手，势必能够做出一番大事业。他转头看着秦寻的背影，心中冷笑，不过好在这家伙现在在我手里，而且他也没那么好色。秦寻看着众人问道，请问还有谁要表演唱歌跳舞吗？众人你看我，我看你，无人回应。刚才还有几分勇气唱一唱跳一跳，可是安可一下子把标准拉得那么高，瞬间让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勇气。过了一会儿，秦寻看见他们失去了斗志，忙道，好的，那个20号面试者安可女士暂时领先1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第2项。他指着投影屏上的字，画画。众人看向投影屏，有些人眼中又升起了斗志，还有一些人则是更加失望了。画画不会啊。他们看见秦寻走到了讲台，在电脑上按了一下，投影屏上的画面变了，是一幅拿电脑画板画的卡通图案，笔触稚嫩，歪歪扭扭，只能大概看出个模样，似乎是一个圆头圆脑圆肚皮，长着红萝卜鼻头的雪人，头上戴着一个痰盂，手里举着一把扫把。秦寻用激光笔指着投影屏，这是我呕心沥血为嘟嘟茶饮设计的品牌形象，嘟嘟茶饮的首席品控官，还是终身代言人，相信大家依稀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雪人。众人看了看投影屏上的画，都替秦寻感到尴尬，这确实只是初具人形。夏宁看着投影屏上的画，不禁皱起了眉头，想到以后嘟嘟茶饮可能会让自己接受经营。他想到刚才秦寻不但让自己喊麦，还盯着安可目不转睛，就有些不悦。秦总，这种2个圆圈叠放在一起的图画，像是3岁小孩的画作，未免太过童真了。您能跟大家说一说您的灵感来源吗？他面带微笑看着秦寻。角落里，安可脸上带着笑容，心里却叹了一口气。身为一个助理，是不能这样当众拆老总的台的。这不是打秦寻的脸吗？不，这是在拿脚在踹。夏大小姐，你的小助理演得不像。秦寻转头看，只见夏宁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眼神里却有寒冷的意味。他知道他在故意让自己难堪，笑了笑，转过身准备给夏宁一点颜色看看，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秦寻看着众人，语气低沉，富有磁性，娓娓道来。说起灵感来源，倒是有一件趣事可以讲。当我在给嘟嘟茶饮做策划案构思的时候，想到了要做一个品牌公仔，但是呢，经过好几天的思考，绞尽脑汁，一无所得。他叹了一口，又回头看了夏宁一眼，才转过头看向众人，大声说道，直到一个秋风沉醉的夜晚，我做了一个梦，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流落街头，坐在雪地里瑟瑟发抖，像极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忽然来了一个女子，她低头弯腰递给了2个又大又白又圆的馒头。夏宁忽然想起了什么，睁大了眼睛。第109章，完蛋，要用10分钟把嘟嘟茶饮定在业界的耻辱柱上。秦寻面带笑容，似乎在回味。那一夜，我也曾见到了女菩萨，也曾见到了万里雪光照耀人间，也见到了比雪更白的颜色。他说的慷慨激昂，仿佛在朗诵现代诗。面试者们不禁微微动容。有一个精灵鬼立刻捕捉到了关键信息。秦总，那你的灵感来源就是那个女菩萨的2个雪白大馒头吗？秦寻冲着那人比了一个大拇指。不愧是你，聪明。安可听懂了他的故事，也确定是编造的梦境，只是不知道他在隐喻什么。雪白的馒头在一些通俗小说当中会用来形容女人的仪态美，可是公共场合
秦寻不至于这么放肆吧？忽然，他看见了夏宁，发现夏宁满脸通红，红得不成样子了。这是咋了？难道说这个雪人的形象来自于……安可的视线落在了夏宁的胸口，一脸的震惊。秦寻，我小看你了呀。那今晚给夏董汇报，要不要加上一条？以下小姐为素材，创作并且公然朗诵小黄诗。秦寻转头看了夏宁一眼，见他满脸通红，狠狠地瞪了自己一眼，又赶紧低下了头。他有些高兴，小样，跟我斗！容易脸红的人就不应该走御姐路线。秦寻继续说道：各位小伙伴们，相信大家看出来了，我画画的水平一般。面试者安可，一般？这是真正的鬼画符啊！秦寻继续说道：第二个面试环节是今天最重要的环节。我这个人做事就讲究效率，所以今天就要把嘟嘟茶饮的品牌形象定下来。他用激光笔指了指投影屏，请大家根据我的草图，准确地把握住画作的风格特点，完成嘟嘟茶饮的品牌形象设计。请大家认真对待，因为这是要在嘟嘟茶饮全国2000家门店展示的。但是无论我是否采用，今天参与画画的人，每人都能拿到额外的500元劳务费。一旦采用，将会有2000元的劳务费。会议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们都觉得自己撞了大运，没想到能碰到这种好事。他们不奢望会被采用，因为毕竟不是画画专业的，但是也有500元劳务费，加上面试的200，一共就是700。今天中午的泡面都能加根火腿肠，再买一个大瓶的冰红茶了。听见这话，夏宁却猛地抬起头看向秦寻，安可也是一脸震惊。在面试会议上把一家全国2000家店铺的奶茶品牌的形象定下来。大哥，这可是面试会，来的都是非专业人士，你收了1000万的费用，怎么的也要请几个业内有名的公司设计师，花个几十万，最少10万8万，请人精心设计一个吧。现在让一群毕业生照着这一幅人不人贵不贵的画临摹，这才花几个钱，这和诈骗有什么区别？不，诈骗犯没秦寻这么狠。面试者们却跃跃欲试。刚毕业的人总会有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使命感，觉得他的降生就是为了做大事。刚毕业，对社会充满了向往。在秦寻的提醒下，夏宁才站起身去找陈婉找了一沓 A4 纸，又给一人发了一盒水彩笔。面试者们低头认真画画，安可也在画着，认真又仔细。秦寻在一旁加油打气：加油！安可抬头看了秦寻一眼，有些无奈的笑了笑：你这明明在打扰我们，好吗？他低头继续画，又听见秦寻在鼓气：只有10分钟时间哦。安可没有抬头，轻轻叹了口气：唉，嘟嘟茶饮要完蛋，要用10分钟把嘟嘟茶饮定在业界的耻辱柱上。安可继续画着，又听见秦寻说：提早交卷有加分哦。安可10分钟很快过去，夏宁把大家的画好的图画收集起来，一张一张拍了图片，传送到了讲台上的电脑上。秦寻点开，面试者们的画作就出现在投影屏上，他一张张播放，一张张点评，大小不统一，比列不协调。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笑声，氛围愉快。他们本来就是抱着随便画画的心态，只是为了那500的劳务费，被点评几句也没有不开心。秦寻点到下一张，嘿，还有画画比我还差的，我画的出具人形，你这都不具人形啊！会议室里又响起一阵笑声。再下一张，这个不错，有鼻子有眼的，就是看起来有些呆板，像是被人打劫了，不是那么高兴的样子。又是一阵笑声。再点击下一张，投影仪上出现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雪王形象，笔法细腻，线条流畅，配色合理。在秦寻画的雏形上做了大胆的修改，更细腻的线条，更生动的表情，细节满满，处处透着洋气，仿佛一个高贵的雪地公主。秦寻微微一怔，笑道：这个确实画得很好，这个给1000块的劳务费。说着，他图片往上拉，放大了纸张右下角画作者的名字：20号安可。他有些诧异，看向了角落里面带笑容的安可，想不到安可女士还是一个才女，会跳舞，能画画。众人看向安可，心里有些无奈，想不到一场普普通通的面试，竟然出现了一个长得好看、气质温婉、会唱歌、能跳舞，还会画画的6边形战士。看来他要进入下一轮，成为秦总小助理的有力竞争者了。正当他们感觉没戏的时候，却忽然听见秦寻的声音带着笑意说道：但是安可女士，你随意篡改我的画作风格，就是画蛇添足。安可轻轻笑了笑，不以为意。秦寻继续点击播放一张一张图片，脸色渐渐有些不好看，没有发现一张贴合前世蜜雪冰城形象的图片。难道是我的原稿画得太抽象了？突然点到了最后一张，一个可爱、俏皮、充满童真的卡通雪人出现在了投影屏上。秦寻眼前一亮，大赞道：大家看看，这个才叫专业，可爱、
俏皮、童真。大家看着投影屏上的图画，有些疑惑。这确实是一幅不错的图画，但是也太卡通了吧？大概就是一个幼儿园小朋友认真画出来的水平，在他们看来，比起安可的那一幅差得很远。夏宁抬头看着秦寻，有些诧异：我都没标名字，他是怎么发现是我的画的？刚才当众羞辱我，现在又来拍我马屁。呵，拒绝原谅。却听见秦寻话锋一转：你们看，这个雪人多土，多憨，多蠢。第110章补一：男人都很喜欢绿茶吗？憨、蠢、土。夏宁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感觉自从安可出现之后，秦寻在他面前越发的放肆了。他正想甩手走出会议室，又听见秦寻的话锋再一转，但是这卡通形象完全呈现出了我想要表达的样子，一个可爱蠢萌的雪王大人。他看向秦寻，只见秦寻拿着激光笔在投影屏上的雪人身上画圈圈。你们看，这位小伙伴在雪人头顶上画的是王冠，可是很多人画成了花环、袜子或者是帽子。再看雪人手里，这位小伙伴画的是举着的冰淇淋，而其他很多人画的是扫把、烧火棍、魔法棒等等，就没看出来这是个冰淇淋。众人无语，这明明是你的原稿画的不像好吧？能看出来是王冠和冰淇淋的，只有你肚子里的蛔虫吧？夏宁听到这里，脸色好看了很多，还隐隐透着一丝骄傲。秦寻继续说道：在奶茶店门口看到这种形象，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喝得起的牌子，土的不行，非常接地气，一看就贵不了。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笑声，秦寻大声道：我决定了，嘟嘟茶饮的品牌形象就用这个。秦寻把图片往上拉，看见右下角用行书写了一行潦草的签名，笑道：哟，这名字写得够潇洒的。他放大一看，仔细辨认这些字，皱着眉头念了起来：大煞比。秦寻一怔，立刻知道了是谁画的，却装作不知道。他抬起头看向底下的面试者：那个，请问哪位是大先生？感谢你为嘟嘟茶饮设计的拍品牌形象，同时恭喜你获得了2000块的劳务费。大先生，你在哪儿？面试者们面面相觑，不知道秦总是真傻还是假傻，哪里会有人叫这个名字？夏宁坐在桌子后，伸手撑着下巴，神色冷淡，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安可看了看夏宁，又看了看秦寻，不禁摇了摇头。表面上是让我们来这里面试的，实际上是骗我们来看你们秀恩爱的。大傻比，这种爱称倒是挺少见的。面试结束，20多个面试者们去到了财务那里领钱。安可没有半点不好意思，跟了过去。除了200块的面试费，还有1000块的做图费。当他推开门回到总经理办公室的时候，发现秦寻和夏宁吵了起来。安可一怔，赶紧关上了门，免得被外人听见，自己却跟没事人一样站在了里面。只见秦寻和夏宁面对面的站着，中间只隔着一只胳膊的距离，是一抬手就能掐住对方脖子的长度。夏宁瞪着秦寻，冷声道：你能不能认真一些？毕竟收了1000万，不要因为想要哄我开心，就违心的选择我画的画。秦寻微微皱眉：普信女，你怀疑我的格局？夏宁，他是第一次听见普信女这个词，但是一瞬间就懂了他的意思。秦寻神色认真，继续说道：而且我也没有追求女孩子的习惯，如果有一天我们2个真的不幸走进了爱情的坟墓，那也一定是你追的我。夏宁，一瞬间他有些羡慕秦寻的脸皮真厚，吵架无敌。忽然夏宁感觉不对，转头看了安可一眼。安可，他有些尴尬，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应该出去还是原地去世。愣了1-2秒，他才说道：我先出去了。刚转身就听见秦寻叫住了他：安可，等一下，等下我把嘟嘟茶饮甜蜜蜜主题曲和雪王的形象发给你，你发给你们公司的营销部，赶紧去找几个童声歌手唱主题曲，再做雪王的广告人偶100个，3天内一定要做完。明天我们启程去天气还热的岭南省，选一块区域50家店铺进行全店改造，给当地奶茶行业带去一点小小的震撼。秦寻越说越兴奋，握紧了双拳：我要开始要搞事情了，搞一波大的。夏宁看见秦寻这副神色，高冷的脸上也闪过一丝兴奋。他从未见到秦寻这么上头，这一波大的到底会有多大？秦寻正斗志昂扬时，忽然看见安可站在门口，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问道：怎么了，小安？只见安可略带尴尬的笑了一下，声音不大：秦总，这个按合同上的条款，这个阶段主题曲的制作、广告人偶的制作，这些营销费用不是你们应该出的吗？秦寻一愣，转头看向夏宁，见他点了点头，他叹了好大一口气：完蛋，这1000万要少了。夏宁，安可，他现在心里有一种强烈的不安。不是吧？那天他看合同看得频频点头，还时不时发出嗯嗯的声音，难道是在假装自己看得懂合同？
难道嘟嘟茶饮真的要完蛋？作为秦巡的小助理，他非常干练地找到各部门的同事，让他们全部动员起来，去完成秦巡下达的任务。当他交代清楚事务，回到总经理办公室时，看见秦巡和安可又坐在沙发上打游戏，两人中间只隔了30厘米左右的距离，是那种几乎能察觉到对方体温的暧昧距离。夏宁淡淡看了他们一眼，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走到办公桌后面，开始在网上查明天飞往岭南的机票，却忽然听见安可说道：“秦总，好身手，又拿了一个5杀。”秦巡难得谦虚，那是小安你辅助的好。只听得安可沉默了一下，声音带着笑意：“秦总，我比你大1岁，你得叫我姐姐。”夏宁赶紧把头探出电脑显示器，微微眯眼盯着二人。只见秦巡头也没抬，随口就喊了一句：“姐姐，替我挡子弹。”安可发出一声轻笑：“来了，弟弟。”夏宁把头重新缩回显示器后面，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栏输入：“男人都很喜欢绿茶吗？”第111章不二，喜欢我女儿，你说她品味存疑。很快，浏览器里弹出了很多答案。夏宁看着看着，渐渐皱起了眉头。上面说，男人之所以喜欢绿茶，是因为绿茶看起来人畜无害，无辜且单纯，善解人意，又能撒娇示弱，让男人成就感爆棚。底下还有一些网友的评论：这哪里是绿茶，这分明是我的好妹妹啊！绿茶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这也是善解人意、温柔善良的好妹妹。有没有可能绿茶就是贴心妹妹？对绿茶的歧视就是那些坏女人搞出来的？夏宁默默地看了10几条评论，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下午6点1到，秦巡收起了手机，不带1秒钟犹豫的。安可有些愣神，叫了一下午姐姐弟弟，原来2个人的关系还是没有一点进展吗？在他秦巡眼中，下班似乎比天大。秦巡正要喊夏宁一起跑路回家，却看见他先开了口：“你再玩几把游戏，我有事跟安可说。”秦巡有些奇怪，也不想探究女人间的小秘密，只好坐下，拿出了手机。那你快些。安可有些奇怪，跟着夏宁出了办公室。一出门，却看见夏宁转身就关上了门，掏出钥匙轻轻反锁上了。安可睁大了眼睛：“宁姐，你……”夏宁淡淡看了安可一眼，气势十足，让他立即闭上了嘴巴。安可心中有些不安，被夏宁的气场压得有些难受，默默地跟着他走到了楼梯间。四下无人，夏宁冷冷地看着秦巡，开门见山：“安可，你勾引秦巡，我不管，我也管不着。”安可一怔，看着夏宁冷淡的表情，不由得有些紧张，却忽然听见他用更冷的语气说道：“但是如果你敢玩弄他的感情，我会要你好看。”说完，夏宁转身就走，就听见身后安可有些急促的声音响起：“宁姐，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吗？”夏宁停下脚步，没有回头，深吸一口气：“我是他妈。”安可，总经理办公室，秦巡游戏玩得嗨起，一连打了5把，见窗外天色都黑了，同事们都下了班，可是夏宁还没有回来，有些奇怪。他准备给夏宁发微信问一下，却发现他在半个小时前给自己发了一条信息：“秦巡，你今天调侃我的，我不高兴，关你1个晚上禁闭，下次再犯我就更不高兴了。”秦巡，他看明白了，被夏宁用省略号代替的文字是凶，觉得夏宁的脸皮实在是薄的可以。什么叫下次再犯就更不高兴了？哎，夏宁这小姑娘还是嫩，威胁人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他笑了笑，给夏宁回复了信息：“小夏，下次你要这么说，下次再犯，我要你好看，这样才有气势，才唬得到人。”很快，夏宁回复了消息：“知道了。”秦巡一愣，笑了笑：“这孩子怪宝气的。”他往沙发上一躺，调出系统面板一看，不由得从沙发上弹了起来。我日！只见面板上显示摸鱼值12000，备注：下一次抽奖需要10万点摸鱼值。秦巡愣愣地站着，仔细思考今天做了什么，怎么忽然从昨天的6500一下涨了5500，到了12000？面试、唱歌、跳舞，和安可打游戏，还是开夏宁的玩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秦巡也懒得再想，干脆全部重复一遍呗。他看着12000点摸鱼值，心情大好，放声唱起了歌。今天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小看我。宝宝巴士教我上厕所秘诀，我等不及了，我要上厕所。唱着歌，他走到门后，伸手拧上了门锁，威风道：“想要从外面把里面的人锁住，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傻逼的人！”一拧，锁拧不动。他一惊，皱起了眉头。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傻逼的锁！酒店里，安可把主题曲的乐谱和夏宁画的雪王发给钱运发和夏书杰，同时向夏书杰汇报了今天的信息。01秦巡不太好色，并没有落入我的圈套。02秦巡今天当着20个面试者的面，隐晦地开夏小姐的黄色玩笑。03夏小姐生气了，把秦巡锁在了办公室。
04秦寻似乎有恋母情节。05秦寻的品味存疑。06夏小姐警告我不许玩弄秦寻的感情。很快，夏书杰发了信息过来，这个主题曲是请的哪家公司写的？安可回复：秦寻原创。夏书杰发来信息：真是愚蠢的音乐，安可不敢发表意见。很快，夏书杰又问：这愚蠢的雪人又也是秦寻画的？安可，他立刻回复：夏小姐首作。过了一会儿，夏书杰发来信息：下次发消息，关键信息要标注清楚。安可不敢怠慢，立刻回复：收到。魔都。夏书杰躺在阳台上的躺椅上，喝了一小口酒，看着没有星星的夜空，微微皱眉。秦寻喜欢我女儿，安可你跟我说他品味存疑。他笑了一下，又喝了几口酒。他品味好着呢。想到今天钱运发来的邮件内容，橡树公司要在岭南省划出50家奶茶店作为试点，要对门店从门头到产品结构、引流手段全方位的升级改造。而为了顺利的推进，夏宁悄悄向钱运发下达了指令，要该区域负责人的绝对服从，不能说一句不。夏书杰拿出手机看了看那个越看越可爱的雪人，想到了小时候教他画画的时光，那时候的夏宁多可爱。夏书杰叹了口气：宁宁，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次要是失败了，你以后再也别想从我这里骗钱创业了。一夜过去，第二天，夏宁6点半就赶到了公司，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次。今天要飞岭南省，如果秦寻要吵架，提前来早点吵完算了，免得一路上生闷气，影响工作。他站在门口，听了听里面没有动静，掏出钥匙，轻轻拧开门，探头往里面一看，只见秦寻趴在办公桌后面，似乎睡着了。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去，把一个三明治和一杯热咖啡轻轻放在桌子上，低头看着秦寻。只见他趴在手肘窝里，安安静静地睡着。夏宁忽然想到了那一次庆功宴上，秦寻喝醉的样子也是很安静很乖地躺着，比他清醒时可爱得多。忽然他看见秦寻皱了皱鼻子，以为他冷，轻轻走到办公室里的衣架旁，取下一条小毯子，轻柔地盖在了他身上。咦，夏宁看见电脑屏幕上多了一个文件夹，名称是嘟嘟茶饮门头设计，应该是昨天晚上秦寻无聊时弄出来的。他不禁一笑，看来秦寻这家伙应该放到监狱里才能发挥最大才能。他悄悄点开一张图片，脸色立刻变得有些不好看。啊，好土啊！第112章补3，在我的主场，你跟我斗。啊，好土啊！夏宁忍不住低声呢喃。图片上的门头就是大红色的底，上面几个白色的字嘟嘟茶饮，在最左边是他昨天画的雪王。好土的配色，好土的图案，好土的字体，真是土到姥姥家了。夏宁下意识再点击了一下，滑到了下一张图片，一样的风格配色，只不过有些粗糙，应该是练手的作品。而招牌上的文字是夏宁的茶，他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抹浅笑。再点击一下，又滑到了下一张图片，图片上门头的招牌是秦寻的尿。夏宁一怔，皱起了眉头。秦寻的尿等于夏宁的茶，这是什么逻辑？忽然，夏宁感觉手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低头一看，是秦寻的手，不禁有些紧张。紧接着又听见秦寻趴在桌子上，似乎在说梦话。宋英，宋英，你有没有骚一点？夏宁脸色有些不好看，抽出了手。这家伙真是个人渣败类，人家才进入大学校园，就急不可耐地问人家有没有骚一点。他才刚成年不久。此时又听见秦寻说：骚一点的网红，我要。好热。夏宁脸色冰冷，拿起桌子上的三明治和咖啡丢进了垃圾桶。他走到了秦寻身后站着，面无表情地拿出湿纸巾擦了擦手，慢慢把手伸向了秦寻的头顶，准备薅他的头发，让他清醒一些。忽然，秦寻猛地坐了起来，抓起肩膀上的小毯子丢在了地上，右手撑着脑袋，揉着有些昏沉的头。热死了！秋老虎咬人的时候，沙比才盖被子。忽然，他看见了桌面上的影子，慢慢转过头，就看见了夏宁面无表情地站在身后。秦寻赶紧弯腰捡起被子，紧紧抱在了怀里。我好冷。夏宁，他好贱。夏宁一言不发，把机票信息发给了秦寻。秦寻拿起手机一看，10点就飞岭南省了，好早。却看见夏宁没有理会自己，默默地坐到了茶几旁，开始泡茶。秦寻看着夏宁冷着一张脸，有些不服。大姐，被关了一个晚上的人是我，你现在过来甩脸子是什么意思？只见夏宁抬起眼皮，淡淡看了秦寻一眼，又低下了头，没有理会。秦寻叹了一口气，懒得理会这个似乎天天处于大姨妈状态的女人，敲了敲桌子，说道：小夏，你今天跟宋颖联系一下，她现在是一个大网红了，你问一问她认不认识一些骚一点的网红。只见夏宁猛然抬头，眼神锐利。要多骚？秦寻一怔，知道他误会了，苦笑道：大姐，我们两个之间似乎有代沟。
我说的骚不是指的轻浮放荡，而是指思维天马行空，行事与众不同的意思。我要他帮我找网红给嘟嘟茶饮做宣传了。夏宁盯着秦寻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确认他没有撒谎，脸上露出了一抹浅淡的笑容。按这个解释，我觉得你也挺骚的。只见秦寻笑了一下，学着电视剧里的豪侠一样做了个拱手礼。俺也一样，我觉得你也挺骚的。把人关在有饮料、有零食、有电脑的办公室里关禁闭，把我喂得饱饱的，真是骚操作。夏宁轻轻一笑，回敬了一个拱手礼，承让。忽然，他们俩感觉不对，同时看向门口。只见安可手里提着一袋早餐，脸色有些为难地站在门口，进也不是，不进也不是。安可想到昨天秦寻被关了起来，想要来早一点，争取第一时间给他送早餐，温暖他的胃口，也温暖他的心。没想到夏宁更糟，而且一来就看见了二人互相恭维对方好骚，真是尴尬啊！夏宁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低下头默默地泡茶。秦寻跟没事人一样，招手让安可进来。安姐，进来吧。安可走了进来，她面带微笑，把三明治和咖啡放到了桌子上。你的早餐。秦寻有些高兴，正要伸手拿，却听见夏宁有些冷淡的声音响起。他不吃这个。他看向夏宁，只见夏宁慢慢走了过来，站在了安可身边。安可脸上的笑容有些尴尬，怯怯弱弱的，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夏宁弯腰从垃圾桶里捡起三明治和咖啡，又看见里面还有一瓶红茶，也顺手捡了起来，放在了秦寻面前。垃圾桶里只有一些废纸、零食包装袋，不湿也不脏，没有污染这一份早餐。夏宁低头看着秦寻，秦总，这里的饮料零食都是公司的财产，不喜欢喝也不要喝一口就丢，浪费可耻。安可一怔，看见夏宁面不改色，不禁有些佩服，还教育别人不要浪费呢。那这三明治和咖啡又是怎么进垃圾桶的？秦寻看着这满满当当的一瓶红茶，脸色有些尴尬，抬头看着夏宁，轻声说道：夏宁，这个不是茶。只见夏宁一愣，似乎明白了什么，脸上飞过一抹极淡的红晕。他默默地把那瓶红茶重新丢进垃圾桶，敲了敲桌子，指着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早餐：吃。秦寻，夏宁的关心霸道又汹涌，他有些承受不了。忽然他意识到不对，看着夏宁问道：这份早餐怎么会在垃圾桶里？夏宁面不改色，手滑。秦寻，忽然安可笑了一下，指着桌子上的2份三明治配咖啡，柔声问道：宁姐，这2份早餐有什么区别吗？夏宁看也没看安可，冷声道：我带的是辣的。安可，我也一样。夏宁，我带的是拿铁咖啡，热的。安可，我也一样。夏宁转头看了安可一眼，忽然觉得跟泼妇一样争吵，有些跌份，转身走向茶几，留给秦寻一句冰冷的话：秦总，你自己选。秦寻看了看夏宁，又抬头看了看安可，视线又在2份早餐上来回移动。忽然他抓起2份早餐统统丢进了垃圾桶。去你的三明治和咖啡，我支持国货，我爱吃包子，喝豆浆。安可。夏宁低头泡着茶，泡好，喝了一杯，很自然地掏出手机玩，然后悄悄地给陈婉发了一个200块钱的红包，3个包子，1杯豆浆，8点之前带到公司，麻烦了。放下手机，他自斟自饮，心情有些好。在我的主场，跟我斗。上午9点20分，海城机场候机厅，秦寻、夏宁、安可3人坐在一旁等候登记。忽然秦寻说道：夏宁，时间紧，任务重，7天之内我们要让嘟嘟茶饮的名声传遍全国。现在宋印应该起床军训了，你给他发信息，看他认不认识一些网红，让宋印建群，把他们拉进去，人数越多越好。他停顿了一下，看着窗外的远空的白云，沉声道：群名就叫起风了。第113章加更。给我个交代，我自己都不知道要个什么交代。夏宁给宋印发了微信：在吗？不到3秒钟，电话铃声响起，宋印的电话打了过来。夏宁1秒都不带犹豫的，直接把手机交给了秦寻。秦寻接过，按下接听键。手机那头，宋印活泼的声音响起：姐姐，我找哥哥。秦寻，我就是。宋印发出一声惊喜的轻呼：哥哥，是我，我是宋印。秦寻，我知道。手机那头又传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秦寻没有和宋印叙旧的心思，直接开口说道：小印，你现在有没有人认识很多网红？有一些网红朋友。宋印，没有。秦寻一怔，有些奇怪，同一个圈子里的人不是会互相加好友吗？宋印的声音有些气愤：前几天倒是有很多人来加我，但是后来他们都暴露了真实意图，想要通过我要到你的联系方式。他叹了口气：我自己都没有，怎么给他们？他们非不信，天天问，我嫌烦，就把他们骂了一顿，给删掉拉黑了。秦寻，他叹了口气，苦笑：那你能把他们加回来吗？然后
把他们拉到一个群里，3天后我会进群，请他们帮个忙。宋英问道：什么忙？我一个人就可以帮的。秦寻笑道：我想抓他们做壮丁，给我宣传东西。只听得宋英的声音带着一丝奸诈的笑意。你好坏哦。秦寻继续说道：小英，你先找那些骚一点的，能整活的网红加，越多越好。宋英笑道：做网红的哪有不骚的，都是一群显眼包。夏宁听见了一点，转头看着秦寻，抿了抿嘴。宋英没有因为秦寻说骚而有任何过激反应，只是把骚当成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词语。他们俩之间就没有代沟吗？我真的老了。手机里，宋英继续说道：哥，那群名叫做秦寻的敢死队怎么样？秦寻摇了摇头，笑道：叫起风了。宋英问：什么风？秦寻回答：妖风。下了飞机，在往机场外走的时候，秦寻吩咐夏宁：现在到了别人的地盘，我们2个就不能这么吊儿郎当了，要装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夏宁：装？我一直都很认真，好吗？安可脸上的笑容也略带尴尬。别人的地盘？哎，原来当了这么久的游戏陪玩，我始终还是别人，终究是错付了。秦寻继续说道：我们出了飞机场，直接跟嘟嘟茶饮的岭南省的子公司负责人商量，要一块区域50家店铺作为试点，从今天晚上起就进行门头改造。夏宁点点头，安可也有些高兴，跟了秦寻这么多天，今天貌似第一次见他认真工作。出了飞机场，秦寻准备去打车，忽然发现夏宁脸色有些不好看，而安可这个脸上始终带着温婉笑容的姑娘，脸上竟然寒霜一片。秦寻有些纳闷，大姨妈也是会传染的吗？忽然，安可走到秦寻面前，鞠躬道歉：对不起，秦总。秦寻一头雾水，转头看向夏宁。夏宁冷声解释道：没人接机。他看向安可：这是当地的负责人想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啊。秦寻，他刚才真没发现什么不妥，下了飞机自己打车去找人家谈生意呗。原来按道理还得有人接机，看来我秦某人还是太过平易近人了呀，架子不够大。安可直起身子看着秦寻：秦总，对不起，是我们怠慢您了。秦寻，他看着一脸歉疚的安可，有些不好意思。如果没有接机就是怠慢了，那安可在橡树公司待了2天，我连一碗拉面都没请他吃，那这都不是怠慢，而是侮辱了。安可拿出手机打通了电话，声音不小，故意让秦寻和夏宁听见：钱总，岭南省的区域经理没有来接机，不知道是迟到了还是有什么别的情绪。好的，拜拜。挂了电话，安可看着秦寻，脸上重新露出了温婉的笑容。秦总，钱总说会给您一个交代的，公司总部已经强调了要全力配合您的工作，他们似乎还没有领悟到全力配合几个字的含金量。秦寻，他不知道他应该要一个什么样的交代。安可打了出租车，几人入座。10分钟后，安可收到了一条消息，笑了笑，转发给了秦寻：秦总，您看一下是否满意？秦寻有些奇怪，拿出手机一看，只见微信里安可发了一份文件来：任免书，根据公司工作实际需要，现对嘟嘟茶饮岭南子公司负责人做出如下调整：免去李红海嘟嘟茶饮岭南子公司主管的职务，任命安可暂时主持该公司的全面运作。此任命书至下达之时即可生效。秦寻看完，心头大震。沃日，一个省的区域负责人说凉就凉了，这个叫李红海的倒霉蛋我都还没见到呢，他就被撸掉了。秦寻看着安可，脸色有些尴尬：安姐，万一人家起晚了呢？安可冷声道：那他活该被撸掉。秦寻想到自己经常起晚，有些不好意思：万一人家路上堵车呢？安可立即回答：如果他真的重视，就绝对不会想着踩点，一定会提早到达。听见这话，夏宁非常认可，点点头，然后一眨不眨地盯着秦寻。秦寻，李红海，我对不起你啊，你死得好惨啊。他看了安可一眼，伸出手握了握：安总，恭喜你篡位成功。安可，秦寻继续说道：既然安总已经成了岭南省的区域负责人，那我们就不去当地的公司总部了，直接去找一家门店。安可有些奇怪：秦总，你去门店是要？秦寻道：我要在今天之内研发出几款产品，完成嘟嘟茶饮的产品组合。安可，一瞬间他觉得压力好大，竟然有些羡慕李红海。1天之内研发产品，还是几款，还要完成产品组合。第114章，嘉哥，大哥，你别搞我啊，我找这么一份工作不容的。安可静静地看着秦寻，犹豫了一下，认真问道：秦总，您是认真的吗？只见秦寻点点头，回答得很快：认真的。安可抿了抿嘴唇，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不过他已经确定秦寻对于奶茶行业的认知不太够，一款产品最快都是要半个月到1个月才能研发出来，并且让公司试吃小组先试吃，通过公司内部的试吃之后，
再在一些门店试点销售，效果好了之后才会全国推广的。就比如市面上常见的珍珠奶茶都烂大街了，可是它的成功研发背后至少牺牲了近100款奶茶。这款经典奶茶是从血海里一路杀出来的，一个下午就要研发出新品奶茶，还是好几款，还有完成产品组合。安可看着秦寻有些忧愁，虽然秦寻说的跟戏一样，但是安可接到的任务就是全力配合秦寻的工作，只要他不随便把手伸进自己衣服里，其他的一切都好说。安可在地图软件上搜索入嘟嘟茶饮，选择了一家生意可能比较冷清的店铺，让司机师傅换了路线。半个小时后，秦寻、夏宁、安可一行3人拖着行李箱来到了岭南省花市天鹅广场商业街，站在奶茶店门口。安可面带微笑解释道：秦总，这个天鹅广场人流还没有起来，这一家是生意不好的嘟嘟茶饮的店铺，一天到晚生意不多，您在里面搞研发不会有人打扰。秦寻很满意。好的。奶茶店里，奶茶小妹看着门口一男2女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评头论足，一脸懵逼，以为摊上了什么大事。安可笑了一下，进去亮了一下工牌，笑着说道：你好，我是嘟嘟茶饮岭南省新上任的子公司主管安可，我需要借用一下你们店铺进行产品研发。奶茶小妹愣了一下，看了安可一眼，走到角落，压低声音打电话给店长确认：店长，这里来了3个骗子，说是子公司新上任的主管，这可怎么办啊？但是他的工牌好像是真的，总部的工牌哟。店长一脸懵逼，又给他的上司区域督打电话确认：督导，天鹅广场店门口来了3个人，说是岭南省的子公司主管，你说会不会是什么流窜作案人员，带着总部的工牌？督导也是一脸懵逼，按照汇报机制又给区域经理打去了电话。岭南省天气仍旧炎热，一个明晃晃的火球挂在天上，炙烤着大地上的打工人，烤得滋滋冒油。花城某栋写字楼底下，一行15个人站在底楼门口，一个个穿着衬衫，带着工牌，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安可一行人的到来。今天早上公司就下达了任务，要求去全力配合安可一行人完成嘟嘟茶饮的试点营销。行政主管本来想去接机，结果李红海总经理淡淡说了一句：他们自己没有脚吗？结果他就被撸掉了，气得摔了工牌离开了公司。这一下他们哪里还不知道总部的决心，一个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在楼下列队迎接，等了好久都不见人来。忽然某个区域经理接了一个电话，当他放下电话的时候，一脸愁苦的笑容，跟其他人说道：不用等了，那个新来的安总已经到了天鹅广场店。店员还以为他们是骗子，众人面面相觑，这特么叫什么事啊？怎么才下飞机，人还没见到就做掉了一个子公司主管？他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站在楼下等了这么半天，都快晒成黑人了，却告诉我们人已经到门店了。特么的，来找茬的是不是？心里虽然怨气满满，但是他们谁也不敢表露出来，生怕被安可裹挟而来的莫名的杀气给误伤了。这事情太反常，反常必有妖。更可怕的是，不知道这股妖风从何而起。大家要苟住，不能当出头鸟。嘟嘟茶饮一行10几个公司骨干又风风火火地赶往天鹅店，消息一层一层传递下去。奶茶小妹知道了面前这个面带温柔微笑的女子竟然真的是新上任的子公司主管，顿时变得十分紧张。安可安慰她：没事，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们。却听见秦寻忽然说道：小妹妹，你不用管他们，但是得管我，你得教我做奶茶。安可，她看着秦寻，脸上的笑容终于维持不住。秦总，您真的连一点都不会做？秦寻理直气壮：你这话说的，谁一生下来就会做奶茶？安可笑不出来了，心好累。夏宁上前看着秦寻，认真告诫道：秦总，您一来就把人家的子公司主管拉下马了，估计公司其他人心里都憋着气。他停顿了一下，为了接下来的工作顺利进行，我建议您还是认真一些，毕竟是踩着人家李红海的头过来的。秦寻有些不服气，看着夏宁：怪我了？夏被他这硬气的态度惊了一下，反问道：难不成怪我？只见秦寻挑眉：不然呢？夏宁一怔：似乎也没错。如果钱运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也是不会轻易动一个子公司主管的。一家公司同事关系盘根错节，这样强硬的撸掉一个人是很不明智的。夏宁和安可坐在奶茶店里面的休息区，看着秦寻跟着奶茶小妹学做奶茶。秦总，这个原味奶茶一杯的配比就是茶叶5G， 水80毫升，牛奶200毫升，当然茶汤是要提前熬好的。秦寻一惊，还真有牛奶和茶叶？奶茶小妹笑了笑，解释道：之前是没有的，半年前不是进行了一次产品升级吗？慢慢的
就往里面加一些茶水和牛奶了。秦寻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这品质高不高，低不低的，怪不得要倒闭了。奶茶小妹一惊讶，赶紧抬头看了休息区的安可一眼，却看见他露出一个鼓励式的微笑，他才放下心来，心里有些埋怨秦寻，我找这么清闲的一家店可不容易，你口无遮拦，别把我工作搞没喽。忽然奶茶小妹听见秦寻问道，小妹妹，那之前那种用奶茶精各种添加剂勾兑出来的奶茶你还会做吗？奶茶小妹又是一惊，大哥你别搞我啊，用旧品当新品卖是违反公司规定的，被抓到了要罚钱。奶茶小妹又悄悄地看向安可，却意外地发现他点了点头。第115章，又是羡慕被撸掉的主管的一天。得到了新老总的点头示意，奶茶小妹松了一口气，从后仓拿出了一些原料，开始教秦寻做奶茶。奶茶小妹教得仔细，秦寻学得认真，氛围非常好。秦总，兑出来的比例是这样的，您记一下。我知道了，是这样吗？是的呢。秦总，您真聪明。那柠檬水怎么做？哦，这个虽然要加东西，但是也要切几片柠檬片。酸溜溜，甜滋滋，好喝呢。那是秦总学得好，学得快。忽然，秦寻问道：“小妹，你说话好温柔哦。”奶茶小妹掩嘴轻笑：“以前我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天天跟小孩打交道的，跟小孩子说话都这样。”秦寻，你礼貌吗？过了片刻，他笑了一下：“那你会唱哇呀哇呀哇吗？”奶茶小妹一怔：“不会啊。”秦寻一边做奶茶一边笑着说道：“那我教你好了。”奶茶小妹噗呲一笑：“好啊。”秦寻毫不扭捏，立刻就唱了起来。在小小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夏宁一怔，安可也是一怔，他们俩对视一眼，同时摇头叹息，都戴上了耳机听音乐，免得污染了自己的耳朵。半个小时后，秦寻已经跟着奶茶小妹把店里所有的奶茶品种全部学会了，还学会了打冰激凌，是漂亮的3圈半的火炬状，而不是一坨软塌塌的便便样。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体内大爷级的美食能力发挥作用，瞬间领悟了各种粉料的作用，配比的差异对口味、对口感的区别。秦寻学完，深吸一口气，开始一个人鼓捣研发奶茶了。不一会儿，甜品、奶茶一共8个杯子被摆在了柜台上。秦寻递给奶茶小妹一杯，然后冲着戴着耳机的夏宁、安可喊了一声：“夏宁、安可，你们可以过来喝奶茶了。”只见他们2个同时摘下了耳机，走了过来。安可看着柜台上摆放着7、8杯颜色艳丽的各式甜品、奶茶，有些吃惊。我记得这不是嘟嘟茶饮的奶茶款式。秦寻傲娇道：“这是我刚刚做好的，拿现有的原料配比，重新组合出来的新品。”听到这话，安可下意识看了一眼垃圾桶，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几个废弃的奶茶杯。又想到从进店到现在还不到半个小时，他一脸震惊：“秦总，你是都没试探一下，一口气直接做成品吗？连半成品损耗都没有？”秦寻点点头，觉得理所当然。安可，他有些无奈，再一次羡慕起被撸掉的李红海。现在秦寻给他的感觉就像是他是一个被委以重任的将军。忽然有个叫秦寻的小兵冒出来，跟他说：“哎呀，今天闲着无聊，我去做一个核弹玩玩吧。”然后秦寻被带进了核试验基地。半个小时后，秦寻就说：“核弹做好了，你拿去发动世界大战吧。”而他只能躲在角落瑟瑟发抖，不敢，根本不敢啊。安可看着那几杯奶茶，内心一声叹息，难道真的要靠这些产品突破嘟嘟茶饮的困境吗？夏宁看了有些忧愁的安可一眼，心里有些舒坦。刚认识秦寻时，他也经常被秦寻的一些反常，甚至是反制行为雷得外焦里嫩，现在已经习惯多了。看着柜台上摆着的7、8杯奶茶和甜品，他觉得颜色鲜艳，搭配合理，似乎很好吃的样子。他想到秦寻对做饭很有天分，或者食品都是相通的。他好像对唱歌、对营销也很有天分，除了在跟女生和谐相处这一块，脑袋一直缺根筋。夏宁拿起一杯喝了一口，不错的。安可见状也拿起一杯喝了一口，不由得愣住了，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哇，弟弟，你真棒！我的天，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秦寻背着双手微微挺胸，看向在一旁默默吃瓜的奶茶小妹。是这个小妹教的好。安可笑了笑，掏出手机：“谢谢你，奖励你1000块现金红包。”奶茶小妹高兴地捂住了嘴，今天真是幸运日，能够跟网络红人秦寻一起做奶茶，还有1000块红包。安可一杯一杯尝了过去，眼睛越来越亮。秦寻在一旁坐着介绍：“这是冰鲜柠檬，这是珍珠奶茶，这是蜜桃四季春，这是摇摇奶昔。”尝完了所有的奶茶，安可有些震撼。用粉料兑奶茶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各种原料的配比很重要的，稍微不对
就会过于刺激或者味道怪异，喝到后面是会有一种恶心的感觉，所以配比极为重要。忽然，安可对着秦寻微微鞠躬，笑着说道：“秦总，我有刚才对您的一丝丝怀疑，向您道歉。”秦寻，一丝丝？只见安可直起身，面带微笑，端起奶茶，似乎不经意啃咬着吸管。糟糕，被您发现了。我其实心底就没有一丝丝相信。秦寻听见这话，笑了起来，成就感反而爆棚。忽然，他听见夏宁有些冷淡的声音响起，据说喜欢啃咬吸管的女人性极强。瞬间，他就看见安可怔了一下，两颊绯红，把奶茶杯放在了柜台上。秦寻转身看着夏宁，颤抖着伸手指着他：“你呀，没大没小，你一个小小助理，竟敢在安总面前放肆！”安可低着头，眼底闪过一丝温柔的笑意：“夏宁，你始终拿捏不了男人，你这是把他往我这里推啊！”奶茶店里安静下来，夏宁跟没事人一样，脸色清冷。秦寻盯着夏宁，再替他尴尬。最终还是安可打破了沉默，问道：“秦总，产品的研发和组合是已经完成了吗？那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只见秦寻摇了摇头：“没有，这些都是不合格的产品。第116章，把价格打下去，一打到底。不合格就这么好喝了，要是合格，那不是更好喝？”安可眼睛亮了起来，声音带着惊喜。只见秦寻还是摇了摇头：“不，我要找这些原材料的平替，价位更低再更低的原料，包括珍珠、柠檬，甚至是吸管、奶茶杯，全部用更加便宜的。我说了，要把价格打下去，首先就要把成本打下去，一打到底。”安可是懂一些奶茶的，听见秦寻的话，不禁又开始忧虑起来，问道：“秦总，如果把材料换成更便宜的，换作味觉灵敏的人，可能会在某几款奶茶里喝出香精味。”秦寻指着柜台上摆着的奶茶：“甜筒，我只卖2块钱；一杯柠檬茶只卖4块钱；这一大杯珍珠奶茶，我只卖9块钱。”他提高了音量，笑着说道：“朋友，几块钱而已，你不喝出香精味，你还想喝出一头牛奶来啊？”安可，秦寻说的好有道理，他竟然无言以对。秦寻跟奶茶小妹告了别，带着夏宁和安可走了出去。走，我们去原材料批发市场选择便宜又好用的。夏宁面无表情，已经习惯了。安可内心十分忧愁，难道钱运发是故意让我当这个子公司主管，为了的就是给我难堪，敲打我？哎，小间谍不好当啊，名牌当小间谍更不好当啊。秦寻一行人刚走5分钟后，嘟嘟茶饮领男子公司10几个高管满头大汗的赶到了天鹅店，店里面只有一个奶茶小妹正在清理柜台上的7、8杯奶茶，哪里还有安可、秦寻的身影？一个中年女子急忙走进去问道：“小姑娘，新上任的安总不是在你们店吗？还有秦寻秦总。”奶茶小妹看见门口穿着衬衫、西裤、带着公司工牌的人，吓得说话都有些困难。那个安总和秦总去买便宜货了。那女子不明白，你说什么？奶茶小妹解释道：“秦总拿我们之前的原料粉亲手研发了几款产品，然后觉得成本太高，去原材料市场买便宜的平替产品。”中年女子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点，问道：“拿之前的粉兑的？”奶茶小妹觉得说错了话，忙捂住了嘴，看见女子的眼神冷淡下来，才有些为难地说道：“是的，产品升级之前剩下来的粉料兑的。”女子有些不信，拿是粉兑，她都嫌便宜。奶茶小妹点点头。见状，门外的众人纷纷摇头：“唉，以后这么傻的店员就不要招了吧，说话乱七八糟的，听都听不懂。这才不到1个小时，一个门外汉就说研发了产品，还嫌弃粉兑的不够便宜。这还不够便宜，还说安可和秦寻2个人去原材料市场找原材料，这不是搞笑呢。”随行的一位副总拿起手机给安可打了电话：“喂，安总，您现在在哪儿？”只听得安可还没说话，手机那头闹哄哄的环境下，一个年轻男子跟人争得声嘶力竭：“老邓，你看我这拳头大不大？就这种档次的冰淇淋粉，你敢卖我15一斤？10块一斤，就这个价，我要买5000斤，以后可能还要更多。”紧接着，一个老登一个老头的声音响起：“卖，量大众优嘛，你早说嘛，什么10块不10块的，我9块一斤卖给你。”那副总一愣，手里的手机几乎滑落：“啊，真的在买原材料，才9块一斤？这，现在稍微上点档次的品牌奶茶店，哪有用这么便宜的冰淇淋粉？”这个副总大脑一片空白，都不知道跟安可说了什么。挂了电话，看见众人看向他的视线，他笑容苦涩：“我们赶紧找下家吧，嘟嘟茶饮要完蛋喽。”秦寻在一个巨大的批发市场挑挑拣拣，跟各种大爷大妈大叔讲价，
吵得面红耳赤，有时候甚至要动手。最终把所有要的原材料都定了下来。秦寻抹了抹额头的汗，花城可真是热啊。忽然他看见夏宁和安可的脸色也有些红。你们也热坏了吧？安可笑而不语。夏宁冷哼一声，他们不是热坏了，而是跟在秦寻身边，看着他跟人家讲价的气势，觉得跟在他身边有些难为情。走出批发市场，秦寻吩咐安可，东西的价钱我都讲好了，你派嘟嘟茶饮公司采购部的人再在我谈判好的价格上再往下压一压，他们给我的肯定不是最低价。安可点点头，公司出面采购，卖家都会当作大主顾，想要稳稳当当赚长线钱，甚至会主动把价格再降低。夏宁热得身上的衬衫都贴在了皮肤上，他从没有受过这种累，有些烦闷。既然最终还是要公司出面采购，你今天下午来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呢？秦寻转头看着夏宁，笑了笑，我怕我直接去躺在酒店的空调房里，你们会觉得我工作态度不认真。夏宁莫等他说什么话刺秦寻，秦寻就转过了头看着安可，你一定要求公司采购只允许讲价，绝对不可以擅自改变定好的产品，这些东西不贵，但是质量不差的。安可点点头，收到。秦寻一笑，安总，你是老总了，不是我的助理，要拿捏点派头。安可笑道，收到。黄昏时分，嘟嘟茶饮一行10几人终于撵上了秦寻一行人。按江湖规矩，被拖到酒店又是一顿推杯换盏，各种马屁拍得飞起。安总年轻有为，秦总年少有为，这一次是从岭南区域的升级改造，就仰仗二位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两位真是珠联璧合，雌雄双煞啊。夏宁全程默不说话，安静地坐在秦寻身边，低头喝着一碗汤，宛如一个外人。直到听见雌雄双煞，他才抬头看了一眼那个马屁精，心中冷哼一声。嘟嘟茶饮队伍里有些人的文化素养应该提高一些了，成语都不会用。酒局散了之后，天色已经黑了。秦寻只感觉自己在一左一右两个女子的搀扶下走进了一个房间，他迷迷糊糊靠在了沙发上睡了过去。夏宁站在房间里，发现这是一间套房，有卧室有客厅的套房。他冷着脸看着安可，你安排这种房间给我们是个什么意思？只见安可轻轻一笑，指了指他和秦寻，然后又指了指他自己，不是你们，是我们仨。第117章，秦寻麾下第一猛将小硬公仔参见大魔王。夏宁，他冷冷地盯着安可，视线上上下下打量，看了一眼躺在沙发熟睡的秦寻，压低声音说道，你勾引人的方式就这么简单粗暴，不带一丝女性的矜持吗？只见安可面不改色，轻轻笑了一下，小声说道，宁姐，你说笑了。他伸手一间指着房间解释道，这里有3间房，我们一人一间。又伸手指了一下客厅，而且这里还有一间客厅，可以当做我们的临时办公室，方便我们开小会。嘟嘟茶饮这一战，无论是你们公司还是我们公司都输不起的。他嫣然一笑，要不然我们谈论一些营销策略时，是要去子公司会议室、奶茶店还是咖啡厅被人偷听去，还是我们3个人挤酒店的一张床上？夏宁看着安可，微微皱眉，似乎有那么几分道理。一夜无事。第二天，秦寻从沙发上醒来，发现怀里裹着一条小毯子，自己似乎躺在一个酒店的套房里，宿醉未醒，正懵逼呢。他就看见客厅左边的一间房门吱呀一声开了，安可披散着头发，穿着睡裙，踩着拖鞋走了出来，冲着自己轻轻笑了一下。秦总早啊。秦寻看着慵懒的柔弱的安可，一脸懵逼。我背完了。又听见一声门响，客厅右边一扇房门开了，夏宁也披散着头发，穿着睡袍，踩着拖鞋走了出来，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还没死呢。秦寻，我被2个人玩了，还差点玩死。3人围着客厅里的茶几吃早餐的时候，秦寻才终于弄明白，哦，我懂了，因为工作需要，所以我们3个人暂时住在了一个有3间卧房的套房里。只见安可笑着点点头，又低下头喝粥。夏宁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秦寻一手把一个鸡蛋狠狠攥在手里，没抓破，但是气势很足。那你们为什么不把我拖到第3间卧室里的床上呢？只见安可抬起头，有些歉疚地笑了一笑，我尝试过，但是力气不够。秦寻，一个尼姑没水喝，2个尼姑抬水喝啊。安可看了夏宁一眼，有些无奈。夏宁抬眼，面不改色，我给了你1巴掌，没打醒。秦寻，他一脸震惊地看着夏宁，只见他低着头，用小勺子搅动碗里的白粥，又轻声补充了一句，打得不重。吃完饭，秦寻进入了认真工作模式，给2个助理下达了指令。安可，安可大声喊道，在。秦寻一脸正色道，安可，你今天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圈定一块区域的50家店铺，
根据我设计的门头图纸联系施工队，在3天之内完成门头改换。第二，更换这50家店的菜单，换成我昨天设计好的那几款，价格我会发给你。第三，让嘟嘟茶饮对50家店铺的店长进行培训，让企业内训师教会他们我的配方，并且让店长教会店员。标准制作流程我一会儿发给你。第四，让嘟嘟茶饮公司采购好足够的原材料，配送到这50家店。第五，让嘟嘟茶饮营销部根据我的新品制作5万张宣传单页。安可拿着笔记，一边做笔记一边点头。收到。秦寻看着安可，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又郑重提醒道：“你注意效率，记得早点回来休息。”安可有些感动，谢谢秦总关心。却听秦寻继续说道：“陪我打游戏。”安可，他愣了一会儿，无奈笑道：“收到。”秦寻又转身看向另外一旁的夏宁，夏宁，却看见夏宁淡淡看了他一眼，神色没有什么变化。秦寻又叫了一声：“夏宁。”夏宁深吸一口气，觉得他有些无聊，但是在安可面前也只能给足他面子。在。秦寻冷哼一声，下达指令：“你今天也有几件事。第一，追踪主题曲《嘟嘟茶饮甜蜜蜜》和《雪王人偶》的进度，3天之内一定要完成。第二，今天我会教你一首新的喊麦，你学会之后，在嘟嘟茶饮店长进行新品学习的时候，教会他们喊麦。”夏宁想到姓氏麦，本能的想要拒绝，忽然看见了安可脸上的笑容，点点头说道：“收到。”秦寻满意地点点头，又转头看向安可：“安可，我又想到能给你的一件事。”夏宁淡淡看了秦寻一眼，有些不满，而安可面露笑容，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秦总，您说。”秦寻说道：“你这几天招聘100个大学生兼职，能够钻进人偶的，几天后的50店重装开业做宣传用。”只见安可还没说话，夏宁却先开了口：“这件事我也能做。”秦寻一皱眉：“小夏，招聘100个兼职不得花钱吗？”夏宁一听明白了，立即改口，淡淡说道：“哦，那我做不了，人生地不熟的。”安可，唉，我终究是个外人啊。接下来的3天，事情如火如荼的进行。50家门店的门头在3天之内全部换成了大红色底，白色的字，外加一个雪王形象，把一些店员都给吓了一跳。卧槽，店招牌怎么都给换了？怎么透着一股土气？好低级的感觉，不会我的工资也跟着降低了吧？难道传闻的公司经营出现问题，要破产了？是真的？5万张宣传单页做好了，50个店长已经接受了公司的新品培训，并且学会了一首特别尬的宣传麦。不过好在是一个漂亮的不像话的高冷御姐教的。宣传主题曲做完了，100个雪王人偶也发到了花城，配送到了50家门店。当晚，秦寻站在酒店客厅，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转身看着沙发上的夏宁：“小夏，你去问一下宋印现在群里现在有了几个人。”夏宁点点头，给宋印发送了消息。很快他就被拉到了一个群里，忍不住惊一声：30多个！秦寻、宋印已经拉了32个网红在群里，他们的备注都写上了网络 ID 和粉丝数量，最少的只有5万粉丝，最多的是宋印468万粉丝，其他大多都是一些30-40万的小博主。安可看着夏宁，欲言又止，30-40万粉丝其实不算小了，不过以秦寻的造网红能力，在他眼里30-40万粉丝的博主估计跟素人一样。秦寻微微一笑，沉声道：“夏宁，拉我进群，我要让这群人替我卖命。”夏宁点点头：“好的，我跟宋印说一声。”安可看着秦寻，心头一惊，觉得他此刻的气势变了，变得霸气十足，犹如神明降世。秦寻被拉进群，看见群名，不由得一愣，起妖风了。突然，群里一个叫小印公仔468万粉被著名的群友发了一张熊猫人疯狂磕头的表情包。秦寻麾下第一猛将小印公仔参见大魔王。一瞬间，秦寻尴尬的都想退群了。第118章，还敢跟我哥谈钱？认不清大小王了？一旦激起千层浪。随着宋印一句参见大魔王，谁还不知道进来的人是秦寻？群友们纷纷问好：“秦总好，秦哥好，秦先生好。”刚开始大家还挺正经的，不过网红大多都是一些显眼包，后面画风就不对劲起来。我可想死你了，香一个，亲亲，抱抱，举高高。秦先生，请叫我女王大人。安可站在了秦寻身后，大大方方地盯着他的手机看，见群里一群吊儿郎当的网红，心情有些复杂。一个营销等级是什么层次的，其实看投资金额就能知道。1万，大多数小公司用的比较多的；10万，在大多公司都是要走流程，审批好几次；100万，那肯定是要开了好几次会议，层层申报，层层审批，才有可能下来；1000万，放眼全国都没有几个公司有这种手笔，更何况是嘟嘟茶饮这种看似光鲜亮丽，
实则随时要倒闭，经常被供应商堵门要债的公司了。1000万几乎是把棺材本掏出来了。如果这次不行，那公司倒下的时候会毫无体面，连一副棺材板子的钱都不会有。安可看着群里热闹的气氛，高兴的是，秦寻竟然在网红界竟然有这么高的地位，隐隐有一股教父的气势。忧的是，他们只是一些网红啊。网红终究和明星有区别，明星有专业公司全程包装，喜欢拿腔拿调，给人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能够吸引一堆铁杆粉丝。明星们能够经营粉丝经济，但是网红主要是娱乐大众的，网友看他们也就图一个乐呵，很少会形成脑残的粉丝群体，形成实际的粉丝购买力。如果嘟嘟茶饮的最终的宣传只是启用一堆小网红，有一种用泥腿子打攻坚战的感觉，让人觉得就是在送人头，也就给人看一乐呵，甚至会有副作用，把嘟嘟茶饮原有的一点品牌格调也拉到泥潭里。秦寻看着群里的消息，只是笑，一句话都没有发送。等群里渐渐安静，才有一个群名是小暖啊42万粉丝的人提出一个正经的问题：秦先生，你叫小鹰公仔把我们聚集起来，是想要做什么啊？秦寻打字发送：我最近在为嘟嘟茶饮的品牌改造做营销，在岭南省花城有50家店，3天后就要重装开业，想要邀请你们前来整活做宣传。此话一出，群里安静了片刻，马上又有人捧臭脚：好啊好啊，能够为秦先生鞍前马后，是我等的福分。只要秦先生一句话，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那请问秦先生给我们多少酬劳呢？奶茶呀，我最爱喝了。此时群里安静了一会儿，因为有个人问出了大家都想要问出的问题。虽然他们是因为宋映的名气，再者加上想要攀附上秦寻这个传说中的流量之父，但是千里迢迢飞岭南，总不能白跑一趟吧。况且他们知道秦寻是营销圈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出手一定不会小气。群里的人都在安静的等着秦寻的回答，满怀期待。秦寻笑了笑，正要打字，却看见小鹰公仔468万粉丝往群里发了一张截图，是一张把人移除出群的截图。您将挣钱多多12万粉丝移出了群聊。紧接着宋映又发了几行字：我给你们拉到了这个起妖风的群里，已经是你们的福分，你们还跟我哥谈钱？没钱白干，这都是你们的荣幸。夏宁抬头看着秦寻，一脸震惊。秦寻，宋映对你的崇拜是不是有些过于盲目了？秦寻尴尬的笑了2声，他知道宋映发在群里的话不是斗气，而是发自真心的。他看着夏宁，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不是宋映对我的崇拜过于盲目，而是夏宁你对我的认知不够不清楚。夏宁，只听得秦寻继续说道：宋映懂我，知道我这个人比较省，不爱花钱，喜欢白嫖。夏宁，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大男人能把这种话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安可悄悄叹了一口气，心里越发的没底了。群里安静了片刻，然后疯了，6666 9999 6番了。我万万没想到，你们竟然是这种人，比资本家还要狠毒。秦寻，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我好歹也是60万粉丝的博主，一条广告也是要几万块的。紧接着又是一条截图发了出来：你将爱唱歌的小猫62万粉丝移出了群聊。宋映又打字，气势汹汹：还敢跟我哥谈钱，认不清大小王了？我哥是金钱如粪土，你一口一句钱的，不是恶心人吗？群里又是安静了片刻，然后就炸了：欺人太甚，这就是你们求人办事的态度？那个博主受得了你们这种态度？还有没有王法？我今天就是死，就是从楼上跳下去，都绝对不会帮你做宣传。秦寻见情况有些失控，生怕吵着吵着这些人都被宋映清退完了，他赶紧拿起手机直接发了语音：大家不要急，要钱没有，但是我看大家大多都是唱歌博主，我可以拿出一首歌作为交换，你们给做的嘟嘟茶饮的宣传视频，谁的点赞量最高，谁就能获得一首歌的演唱权，可以用作商演。群里安静了下来，似乎在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首歌敢让秦寻说话这么大口气，要白嫖一个群的人。不等群里的说话，秦寻按住语音录之键唱了起来：翩翩秉烛夜游，午夜星辰似奔走之友。才唱了一句，他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高跟鞋的声音，一个人影就栖身到了自己面前。他吓得松开了语音录之键，抬起头一看，夏宁冷着脸抢过了他的手机，撤回了那一句歌曲。只听得他冷声道：换一首。秦寻歪着头看着他，有些莫名其妙。只见夏宁眼神更冷：这首歌你之前送给我了。秦寻反问：你会唱？夏宁反问：你教了吗？秦寻脸色有些尴尬：哦，下次一定。安可在一旁看着，虽然只听见了一点只言片语，但是也推测出了故事的轮廓。他看了秦寻一眼，心底一声叹息：直男。
真是太直了，钢铁型的。群里正纳闷，怎么那条语音还没点开就被撤了回去。紧接着又看见秦寻发了一条语音，一首起风了送给你们，第119章。我这辈分未免高得过分。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流连，看着天边似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清唱完发送，夏宁看着秦寻，一向冷淡的目光变得稍微柔和了一些。忽然他看见安可目不转睛地盯着秦寻，眼神里尽是湖水一样的温柔，不禁微微皱眉。安可抿起嘴唇，安安静静地盯着秦寻，心里却掀起了波澜。这是什么情况？说换一首，真的就换一首，而且竟然那么好听。群里立刻就炸了。秦先生，好听，好听，太他妈好听了。秦先生没有进乐坛，真是对现在歌手的仁慈。您老人家一出手，不得不得把他们吊起来打呀。秦先生，请容许我叫你一声义父。爸爸，爹，发者。夏宁看得直接想要笑。网红圈的人就这么会整活吗？忽然有人意识到不对劲。秦先生，按点赞量来看，那现在粉丝数最高的肯定最有优势啊。我们其他人都是几十万的，就小印公仔一人快500万，那这……紧接着小印公仔发了信息，我哥最宠我了，我走个后门怎么了？群里又吵了起来。不公平啊，秦先生，不能这样，这是一首可能改变我命运轨迹的歌，您要三思啊。爸爸，我叫你爸爸还不行吗？爷爷，太爷，祖宗，元谋人，猴子，草履虫，蓝藻。眼看辈分越来越高，就快要完成进化论的逆推，成为一个小细胞了。秦寻笑了笑，发了一条信息，世界上的事情很难做到最公平，但是我可以提一点，小印公仔不参与你们的竞争。突然他微信里弹出一条信息，群主小印公仔已解散该群聊。秦寻、夏宁、安可。很快夏宁的手机响起，一看是宋印，他递给了秦寻。秦寻一接听，就听见了宋印隐忍、委屈、哽咽的声音。哥，只有一个字，再也没有的话，只剩下一阵低气声。秦寻看了看夏宁和安可，分明在他们的眼中看到了2个字：渣男。他有些尴尬，柔声安慰：我会给你另外的歌曲。只听得宋印哽咽着说道：不，这首起风了，谁听不出来会大火？我就要这首。秦寻无奈：我可以给你另外一股风。宋印问：什么风？秦寻回答：我在那一角患过伤风。只听得宋印有些惊讶：什么破伤风？秦寻笑了一下，直接轻声哼了起来 Da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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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ling。 听着这首纯音乐，夏宁一瞬间就沉进去了，缓缓转头看向窗外的夜色，几乎沉沦在这夜风里。听着听着，心里又起了一丝遗憾，这首歌跟下雨天更配吧。一曲哼完，夏宁看着秦寻，忽然想到他刚才那一句，不是宋印对我的崇拜过于盲目，而是你对我的认知不够清楚。现在他信了，他确实看不清秦寻了。忽然夏宁又注意到了安可看着秦寻的眼神，往日里都是温润柔软，最深处带着一丝野心，而现在只剩下柔情。他知道以前安可可能有绿茶婊见到优秀男人就要勾引的意味，而现在安可似乎是真的心动了。手机那头的宋印停止了哭声，过了很久，他才说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哥，你听见了吗？秦寻有些奇怪，听见什么？宋印，我现在跪在学校草坪上，我给你跪了，如果不是其他同学都看着我，我还要给你磕头。秦寻，他叹了一口气：小印，别胡闹了，你赶紧把群再拉起来，我还要他们帮忙呢。只听得宋印冷哼一声：哥，我觉得你把我排除在外的规则太野蛮了，凭借那一首起风了的诱惑，我可以再拉几个100万粉丝博主进群，但是规则我们来定，起风了和破伤风我全都要。秦寻无奈笑道：可以，但是一定要力求公平，不要让其他小博主太寒心了。只听得宋印声音大了很多，有一股张飞的气势：哥哥，我保证完成任务。挂了电话，秦寻发现夏宁和安可2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见他们还是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又往后退了一步，咽了咽口水，却看见他们仍旧盯着自己。他再往后退一退，靠到了墙角。2位姐姐，你们要冷静。忽然只见夏宁冷哼一声，声音也冷：秦寻，你以后不要对宋印唱歌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否则余生皆是意难平。人家宋印还小，心智不够成熟，你就别再作妖了。秦寻，不是，这个女人有病吧？却又看见安可温柔的目光看了过来，脸上露出微笑：秦先生，我在年少时没有遇见你，真是幸运。
秦寻一怔，又听见他继续说道：“不然我就没办法专心读书了。”只见他微微低头，又抬起头，脸上笑容更柔了。更幸运的是，我长大后竟然又遇见了你。在你哼唱歌曲的时候，我仿佛回到了校园，在夕阳下奔跑，似乎抓住了你歌声中的那一缕风。他微微鞠躬：“谢谢你。”秦寻，他似乎察觉出一点不对劲的味道。他这是在现场写情书吗？忽然，他察觉到了一道冰冷的视线，转过头，看见了夏宁冷冷地盯着自己。秦寻张嘴，无声道：“冤枉啊，不关我的事啊。”深夜，夏宁收到了宋映的信息：“姐，我找哥，我重新建了群，并且拉来了更多的博主，目前已经有40个了。除我之外，还有3个100万粉丝大博主。我们重新讨论了规则，决定采取抽奖模式。在给你开店宣传完之后，统计1个星期内所有的点赞量，比如总量是100万，那就做100个签，在唯一一张签里面写上起风了。每个博主按在点赞数拿取相应的签数，点赞量越多，拿的签越多，中奖概率越大。但是小博主也可以凭借运气逆天改命。我们所有人都同意了这个规则。”夏宁转发给了秦寻，秦寻回话：“同意。”第二天，一群大大小小的网红从全国各地陆陆续续飞向岭南省花城。第120章，秦寻是何方神圣？竟然白嫖了这么多网红。岭南省花城市嘟嘟茶饮50家升级改造店铺重装开业，只剩下1天时间了。各个大大小小的博主已经到了花城酒店里。上午11点，秦寻穿着睡衣躺在酒店的沙发上打游戏。夏宁静静地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安可又顶着大太阳去那50家店铺巡店，确保明天的开业万无一失。忽然，手机一阵消息提示声响起。夏宁拿出手机一看，是齐瑶封了群里的消息。一个名叫一个 W 男士3-5万粉丝的群友在群里发了一个视频，内容是一个穿着蓝色 T 恤的瘦男人站在嘟嘟茶饮门口，喝了一口奶茶，娘里娘气的说道：“这嘟嘟茶饮的珍珠奶茶特别好喝哟。”然后眉飞色舞的做扩胸运动，好吃，好吃，好吃。群里一些人跟评：“一个 W 男士为了这么一首歌，你至于吗？你就不考虑你那35万粉丝的死活了？猛男，请受我一拜。不过我明天准备玩更骚的操作，为了这首起风了，我愿意围着花城果奔3圈。哎，真羡慕你们男的，可以这么理直气壮的不要脸。咱们大多是唱歌博主，能不能不要玩尬的？”忽然，小印公仔发了一条消息：“大哥，你哭错坟了。重新装修的门店门头是红色的，有一个很可爱的雪人的，一个 W 男士。刚才我被大爷大妈围观了半天，终究是错付了。”夏宁轻轻笑了一下，转头看向秦寻，发现他翻了个面，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又继续在玩游戏。他不禁叹息了一声，明天就开业了，不知道是该夸他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还是骂他对什么事情都不上心。忽然，手机又响起提示音。夏宁拿起手机一看，是嘟嘟茶饮试点门店群，里面都是这50家门店的店长、店员。安可偷偷把夏宁拉进去，两人以店员的身份潜伏在里面。安可也邀请了秦寻，但是被他嫌吵拒绝了。此时，只见群里发了一张偷拍的照片：“兄弟们，你们看这像不像那个叫米仙儿的网红？他刚才鬼鬼祟祟的往我们店里看，又不进来，是不是看上我了？又害羞不敢进来。”这一番言论引来了一阵嘲讽。忽然，又有人甩出一张照片：“你们看，138万粉丝的大网红宁小宝，刚才进来买了一只甜筒。”刚发完，又有人晒出了一张合照，是一个奶茶小妹和一个高挑清瘦的蛇精脸美女的合照。哇，白骨精的脸真的有这么尖哎，人很好，很有礼貌。不一会儿，群里不少人晒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网红的照片。这时候，大家都意识到不对劲了，怎么回事啊？怎么花城突然冒出了这么多网红？附近要举行什么网红大会吗？奇怪，他们怎么都到我们店门口来看啊？难道说是公司请过来明天表演节目的吧？此话一出，众人纷纷震惊。此时，一个奶茶小妹发出了一张照片，和宋映的合照。兄弟姐妹们，实锤了！他们就是来给我们明天开业助阵的。听小英公仔说，一共来了52个网红，平均每家店都能分到一个呢。此话一出，顿时激起了群里热烈的讨论。小英公仔460多万粉丝的大网红吗？长得很漂亮的那个，出场费要10来万吧？公司一口气请了这么多网红，52个，那不得花掉几百万？这么大气的吗？要是明天没生意，我感觉都对不住公司的大手笔啊！突然，刚才那个晒和宋映合照的人又说：“我刚才问了小英公仔，他说我们嘟嘟茶饮没这么大的面子，他们52个人都是看在秦寻的面子上才来的，不要钱，连食宿、机票都自费。”话说完，群里安静了一会儿，有人问：“
秦巡是何方神圣，竟然白嫖了这么多网红？底下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反驳他：你连秦巡都不知道，就是那个现在在网上很火的大帅哥啊，小印公仔背后的推手。连他也来了吗？此时，天鹅广场那家嘟嘟茶饮店的奶茶小妹看着群里的消息，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打字回复道：人家秦巡大帅哥几天前就来了，现在我们店里的新品奶茶都是他设计的，不过是我把手教会的他做的奶茶哦。他可聪明了，一学就会。看见群里那些小姐妹们发出羡慕、瑟瑟、跪地的表情包，他的虚荣心爆棚，继续打字发消息。除了奶茶设计，听说连主题曲、门头设计、雪王人偶都是他一手操办的。人家的副业是网红，玩一玩而已，主业是一家营销公司的老总。打完字，他脸上笑容满面，感觉能和秦巡有短暂的师徒之谊，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想着等下要去把监控调出来，把自己教秦巡做奶茶的视频下载下来，当成传家宝一代又一代传下去。此时群里又有消息：你错过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啊！看见这话，他立即明白了是什么意思，叹了一口气，回复道：什么错过不错过，等你们看见了秦总的助理长得多好看，就不敢生起一点歪心思了。还有我们新上任的安总，在秦总面前都跟小绵羊一样乖，我怎么敢乱打主意？秦总这种人，我们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夏宁看着信息，脸上不自觉露出一抹浅淡的笑容，抬头看了一眼趴着的秦巡，觉得有些对不起他，自己站在他身边，竟然能让他损失一些桃花运吗？和他怕是要孤独终老。与此同时，秦巡在岭南省花城搞风搞雨的消息也在全国营销界传开了，引发了一阵热烈的讨论。第121章，加更，小酌一杯。跟他拼了！全国各处知道秦巡消息的营销公司正在热烈的讨论着。秦巡出了海城，飞往岭南省，据说拿下了嘟嘟茶饮1000万的大单子。什么？给了橡树1000万？嘟嘟茶饮之前找过我们给拒绝了啊！才50万的预算，哪有什么搞头？给橡树1000万，秦巡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秦巡这个名字这么值钱了吗？这才几天，秦巡又开始着手下一个营销方案了。他是个工作狂吗？嘟嘟茶饮连锁茶饮很难搞营销的，这也是很多营销公司并不太愿意接这种业务的原因。秦巡就这么不爱惜羽毛，接这种单子？如果秦巡搞砸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低价邀请秦巡加入我们公司了。再看看吧，我不信嘟嘟茶饮真的会花1000万买个教训。此时，一份花城的业内人士经过多方踩点打听推测出来的一份营销方案悄悄流传开来。嘟嘟茶饮营销方案：01低价冲量，降低成本，采用粉料冲兑；02用土味主题曲和网民共情；03设计幼稚雪王人偶。营销界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完蛋，明天就重装开业了，还真有人花1000万买教训？嘟嘟茶饮的高层们都没脑子的吗？这种策划案是怎么通过审批的？秦巡在营销界要身败名裂喽，嘟嘟茶饮也要给秦巡陪葬了。岭南省，安可撑着伞，在一行人的陪同下，在各个店铺巡店，检查物料，准备情况，也给店长们打气。他始终面带微笑，表现得很干练，似乎始终不会累。随行的人也不敢说什么，只能跟着。一天过去，岭南天黑的晚，在7点多的时候，安可终于下了班，和嘟嘟茶饮一行人分开了。见他们一行人一瘸一拐的走远，消失不见，他挺直的身体顿时垮了下来，撑着路边的一棵树。他低着头，伸手擦着额头上的汗，身上也已经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他看见路边有一个石墩子，走了过去，不顾形象地坐在上面，轻轻脱了鞋子，又脱掉袜子，用指甲把一颗豆大的水泡挤破了。疼痛感没有让他的眉头皱上一丝。安可穿好袜子，穿上鞋子，整理了一下贴在额头的刘海，又站了身，身姿重新变得挺拔。他在暮色下行走，端庄、优雅、干练。想到今天有同事夸他身上有一种贵气，他不禁觉得好笑。哪有什么贵气？不过是父母望女成凤的期待过高，自己心底又有几分清高，时常端着，自然就能迷惑一些人。不是每个人都像夏宁含着金汤匙出生，自己不过是一个没伞的孩子，在雨中跑得比别人快些而已。突然，手机铃声响起，安可拿出来一看，竟然是夏董。他等了5秒才接听了电话。夏董好。只听得夏书杰的语气有些低沉。安可，你现在方便说话吗？安可环视一周，映入眼帘的都是行色匆匆的打工人，轻声说道：方便的，夏董。立刻就听见夏书杰质问道：我今天听见一点风声，说秦巡白嫖了53个女网红，是什么意思？秦巡这个人下贱又滥交。安可被夏书杰的直白吓了一笑，知道他怕夏宁吃亏动了真火。他赶紧解释道：不是的，夏董，
秦巡请了52个博主，明天给嘟嘟茶饮重装开业做宣传，男的女的都有，少的10万左右粉丝量，多的200-300万，最多的有460多万的大网红。这些人一共加起来粉丝量过了2500万了。夏书杰知道一些大网红的身价不低，发布一条广告就要几十万，一个月赚的钱比很多明星都要多。他有些惊讶，请这么多网红要多少钱？安可回答道，不用钱，所以说白嫖。白嫖是网络词汇，指的是不花钱却获得某件商品或者服务的意思。只听得夏书杰声音有些惊讶，只给了1首歌。安可想到那天晚上的情景，微微动容，面带微笑说道，是的，这些是流量为生命的网红们，为了获得一个可能可以跟秦巡合作的机会，食宿自费飞到花城给明天的开业助威。只听得手机那头沉默了一阵子，安可知道夏董无法理解这种行为，在他眼里肯定很蠢。他补充道，秦巡的一首叫做《我在那一角落患过伤风》的歌曲，夏小姐也很喜欢，但秦巡当着夏小姐的面送给了一个大网红。手机那头夏书杰的声音很快响起，夏宁，他没说什么。安可回答道。夏小姐始终保持沉默。挂了电话，夏书杰躺在阳台上的竹躺椅上，喃喃道，喜欢的东西都不去争取，宁宁什么时候能受这种委屈了？他有些烦闷，这要真和秦巡结婚了，那不得被欺负死。夏书杰看着并没有星星的夜空，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忽然笑了笑。52个网红，一共超过2500万的粉丝量，搞这么一场网络大狂欢，要是搞砸了，嘟嘟茶饮就要成为过街老鼠了。晚上9点，安可在客厅吃饭，秦巡和夏宁已经洗完澡，秦巡躺在沙发玩游戏，夏宁则是在翻看邮件，忽然看见了陈婉发来的消息，是陈婉的朋友发来的一些对秦巡不好的言论。他抬头看了秦巡一眼，淡淡道，秦巡，陈婉刚才给我发了一些你的负面消息，说其他营销公司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觉得明天之后你就要跌落神坛了。听见这话，秦巡好无所谓，仍旧打着游戏。他们懂个尖儿，他们要这么看穿一切，怎么不能拿下这1000万的单子？夏宁，或许他们公司没有一个叫夏宁的人吧？安可低着头吃饭，速度慢了很多，脸色有些不好看。其实他也不看好，所以今天才走了一整天，想要让众人看见身为一个暂时的子公司主管，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忽然安可抬头露出微笑，秦总，喝酒吗？或许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能坐在一起喝酒的机会了。秦巡一翻身，那就小酌一杯。夏宁一听，清冷的脸色闪过一丝忧愁。喝酒吗？不能怂，跟他拼了。第122章加完可不咋地，这份工作可累死个人。安可叫了外卖，点了一些啤酒，几个人喝的都有些多。安可喝了3瓶啤酒，但脸色没什么变化，仍旧带着淡淡的笑容。秦巡是因为待在酒店一天，摸鱼值没怎么涨，想要多喝点。夏宁对明天的开业心里没底，想到如果浪费了爸爸的1000万，肯定要被嘲讽一顿，甚至在年底家族聚餐时被叔叔姑姑们阴阳怪气。他喝了1瓶啤酒，无奈酒量太差，脸就成了一颗樱桃，还发起了酒疯。秦巡，我真的输不起了，我爸爸不会再给我更多机会了。秦巡第一次见夏宁喝醉，心里有些鄙视他的酒量，跟小孩坐一桌都要怕被嫌弃的。听见他说的话，想起了他那个酗酒、飙车、斗殴、随地大小便、包养小三的父亲，弄丢了嘟嘟茶饮的管理权，不禁觉得夏宁有些可怜。他大声说道，小夏，你放心，我一定把嘟嘟茶饮安安稳稳地交到你手里。安可一惊，难道秦巡知道了她是夏董的女儿？只见夏宁脸色依然高冷，却有些傻傻地笑了一下。你不是敬我如妈？他冲着秦巡张开了手，来，给妈妈抱抱。安可，秦巡有恋母情节，安可有恋子情节，倒是般配。只见秦巡愣了一下，转头看向安可，摇了摇头，小声说道，他酒品不好，下次让他跟狗一桌。突然秦巡就感觉头发被人薅住了，抬头一看，果然他们的又是夏宁。秦巡，我听见了。一夜睡去，睡梦中秦巡梦见了自己在上厕所时，突然门外响起地动山摇的撞击声，转头一看，竟然是2只恐龙在咆哮。被惊醒，就听见门被敲得咚咚作响，夏宁和安可的声音传来，秦巡，起床了。秦总，秦总，今天要早一些哦。秦巡，秦总，秦总，再不起床，我可就要叫开锁公司了哦。秦巡，今天你是作为橡树公司的代表做开业致辞的，快些起床。秦巡顶着昏沉的头，一看时间才6点半，差点流下委屈的泪水。重装开业仪式选在了花城金石广场商业街，今天是周6，人流量特别大。上午10点，
秦寻混在嘟嘟茶饮领男子公司管理人员中间，脸上露出了一脸疲惫。10点半才搞开业庆典，提前2个小时就来这里罚站了。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辛苦的工作？他四周张望了一下，只见这家嘟嘟茶饮店是在商业街的转角处，门口外是一大片广场，很适合用来搞活动，前面空地够大，不会造成大范围的拥挤。门头下面挂了一副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嘟嘟茶饮50店重装开业庆典。门口铺了红毯，两旁摆了花篮。再转头一看，夏宁扎了一个马尾，已经换上了嘟嘟茶饮的红色工服，黑色的鸭舌帽，清丽可人，在阳光下皮肤白得发光。一时间他看傻眼了，却看见夏宁冷冷看了过去，淡淡说道：“你把头转过去。”秦寻只好转过头，一声叹息。明明是夏宁前几天强烈要求要在嘟嘟茶饮开业典礼上刷出存在感，增加像素的符号印记，这才让自己做开业致辞。这让秦寻感觉工作增加了不少，也不想让夏宁好过，要求他当一会儿奶茶小妹，第一杯奶茶要由他制作。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唉，真是一个爱刷存在感的女人。时间越来越近，忽然人群中一阵骚动，秦寻看去，只见是钱运发带着孙华等几个人一路笑呵呵地走了过来。来晚了，来晚了。安可赶紧迎了几步。钱总，您来了。他有些惊讶，前几天跟钱运发申请让他这个总经理下来开业典礼镇场子时，他婉拒了，说有一个重要会议。没想到他还是赶来了。钱运发眼神悄悄扫了一眼夏宁，直接走向秦寻，跟他握手。秦总，辛苦了，辛苦了。秦寻想到这几天待在酒店，几乎没怎么出去，憋得慌。今天6点半就被喊起来，困得慌。他叹了口气，可不咋的，真是累死我了。安可，夏宁。钱运发拍了拍秦寻的胳膊，晚上我为您设宴庆功。二人相视一笑，周围陪同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笑完这一阵，钱运发忽然看向安可，笑眯眯道：“小安，我们再做最后一次的工作确认。”安可点点头，直接汇报：“好的，钱总。”50家门店，奶茶原料、奶茶杯按平常10倍的量备齐。门店所有人员排班已经确认，统统上早连中。门店收银机、网络、喇叭、宣传单业物品已经确认妥当。100个雪王人偶已经配送到门店，100个学生兼职也已经到了门店。嘟嘟茶饮甜蜜蜜已经发放到每个门店，等10点一到会全店循环播放。钱运发轻轻点头，安可非常专业的汇报着，脸上神情认真，看不出一丝疲惫。但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这些天有多累。经过这些天的思考，他已经确认这是钱运发对他这个小间谍的敲打，故意把他的心腹李红海撤掉，换他上马，承担着品牌升级改革失败的风险。因为只要不是个傻子都能看出来，秦寻的这个方案寻。不过哪怕再苦再难再累，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毕竟没有伞的孩子除了努力奔跑还能怎么样？摔倒了起来继续跑呗，又摔不死。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商业街上的人流越来越多，渐渐的很多人被这阵仗吸引，或者被宣传单页吸引，纷纷驻足看热闹。渐渐的聚集了快100来号人。忽然从入口处浩浩荡荡走进一群人，一个个穿得光鲜亮丽，或者穿着奇装异服。有些人长得很好看，有些人长得很抽象。突然有吃瓜群众惊呼：啊，这是大网红米歇尔吗？啊，这里也有一个网红，搞笑唱歌博主一个 W 男士。快看这里，小硬公仔，小硬公仔，抖腿女神小硬公仔啊！还有干饭男神、骑牛大少、白骨精、爱你妈1万年。我的天哪，怎么回事？怎么这里突然冒出一大堆网红？难道是因为这家土里土气的小破店开业？人越聚越多，几乎有了200-300人。秦寻看过去，只见一群网红探头探脑的看过来，与他对上视线之后，都热情的挥挥手。忽然他注意到一道幽怨的目光，只见宋印小嘴微撅，看了他一眼，冷哼一声，又转过了头。秦寻有些尴尬，也有些无奈，因为早上夏宁就提醒过他，秦寻今天小心被宋印带到。为什么？他昨天到了岭南，要求和你住一个酒店，方便叙旧。我回话说说，秦寻嫌你吵，拒绝了。人越来越多，秦寻热的都快炸了。10点半终于特么的到了。第123章，卧槽，这刺鼻的土味都要冲出天际了。马上就到10点半，人越来越多，人群里混入了5-6个当地的营销公司的人。他们听说嘟嘟茶饮当了一把冤大头，被秦寻骗了1000万，闻着味儿就过来了，赶过来看热闹。作为专业的营销人士，看见嘟嘟茶饮的大红色门头、呆萌的雪王形象时，他们还是被深深的震撼到了。这刺鼻的土味都几乎冲破天际了，1000万就搞了这么一个玩意，
这哪是做生意啊，这是赤果果的抢劫啊！这个秦巡要是去搞诈骗，哪里还有缅北什么事情？他们看了一眼嘟嘟茶饮的高管团队，一眼就找到了那个秃头的钱运发，见他满脸礼貌性的笑容，不禁有些好笑。钱总，你还笑得出来？你给了秦巡1000万，他给了你一个大鼻窦，外加几个大脚丫子，你这不去柜台拿一把水果刀把秦巡刀了？10点半到了，嘟嘟茶饮金石广场店的店长拿着麦克风，哆哆嗦嗦的走到了门口，用小学生演讲的腔调说道：各位领导，各位嘉宾，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今天嘟嘟茶饮50家门店重装开业庆典在这里隆重举行。现场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围观的100多号人听了一会儿套话，都失去了兴趣。这都是一些老掉牙的客套话。正当有些人想要转身走人时，突然从店门招牌下面的音响里传出一阵轻快的音乐：你爱我，我爱你，嘟嘟茶饮甜蜜蜜，你爱我，我爱你，嘟嘟茶饮甜蜜蜜，你爱我呀，我爱你，你爱我，我爱你，嘟嘟茶饮甜蜜蜜， I love you, you love me。 音乐轻快，旋律简单，但也是透着一股土味。吃瓜群众们很快被音乐吸引过去，几乎没人在听店长激情四射认真练了好几天的开业致辞。钱运发听着这首歌曲真的在大庭广众下放了出来，他的脸色有些不好看，悄悄看了一眼周围的观众，见他们脸上露出了笑容，却只觉得那是嘲笑。一瞬间他有些后悔飞来花城丢这个人了。混在人群里的营销人士们听见这首歌，又看见了钱运发尴尬的脸色，不由得笑出了猪叫。怎么会有这么傻逼的歌在开业庆典放啊？这是生怕自己生意太好，这不倒闭天理难容。听说这首歌也是秦巡写的，哈哈，笑死我了。他要跌落神坛了，我就说嘛，营销圈不可能有常胜将军。这几个人看向四周的吃瓜群众，想要看看客户群体们的反应。今天是周六，主要是附近几所大学里的学生们会涌入金石广场逛街。这几个其他公司的营销策划师环视一周，不禁皱起了眉头。怎么回事啊？那些男男女女的大学生们脸上虽然带着笑容，却不是嘲讽嫌弃的笑容，反而透着一股欢乐。还有一阵热烈的议论声音时不时传入他们的耳朵里。这首歌好幼稚啊，我好喜欢。小学生唱有些幼稚了，不过我唱正好。你爱我，我爱你，嘟嘟茶饮甜蜜蜜。嘿，我这唱歌天赋一学就会。 I love you, you love me。 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上头？有一种土嗨土嗨的感觉，我要嗨翻了，太欢乐了。顿时从花城赶来的营销策划师们对视一眼，纷纷露出了震惊的神情。王德发，是我们老了吗？跟不上时代了吗？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会喜欢这种东西啊？啊，还有没有天理？有人惊叹，完蛋，这种东西一旦有人跟风，传播起来是很快的。其他几人听见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秦巡这个人是有几分本事的，但是作为1000万级别的战略级品牌营销，这会不会太跌份了？战略级没看出来，我最多出5000块，多1分钱都不行。妈的，秦巡这钱也太好赚了。正当这几个营销策划师怀疑人生、阴阳怪气的时候，人群里忽然响起一阵少女们的尖叫。哇，什么东西？好可爱，肉嘟嘟的。他们赶紧转头看去，只见店里突然冲出来2个圆滚滚、胖嘟嘟、白溜溜，身后披着大红色披风的雪王人偶。那大红色的披风就像是把化肥袋子割开做成的一样，整个雪王人偶也散发着一股土味，配色简单，造型简也单。一冲出门口，2个雪王就跳起了舞。舞姿也是魔性，一个挺着大肚皮在那里摇头晃脑的，也不怕把自己的脑浆甩出来，更不怕皇冠会掉。另外一个就2腿笔直的站着，浑身剧烈的小幅度颤抖着，浑身的肉肉飞快地颤动起来，跟屁股上被人插了一根电线一样。人群里发出一阵笑声，不少人掏出手机拍摄。这也太可爱了吧，头都差点甩掉了吧。哈哈，雪人的披风都打结了。这2个家伙，一个一看就是经常去夜店的不正经雪人，另外一个就是电工雪人，手艺不精，经常被电的那种。 QQ 弹弹的，跳得这么骚，还不快去参加街舞大赛？几个营销策划师早就获得了一手资料，知道秦巡的策划内容里包括了主题曲，还有品牌形象设计。他们在 PPT 里见过这个雪王人偶，但是当时遭到所有人都嘲笑。可是现在为什么这么讨那些小年轻们喜欢？忽然大家看见2个雪王冲向了对方，开始斗起了舞蹈。2个人各显神通，一个暴躁短胳膊短腿的在抖动抽搐着，一个妩媚又骚又浪又贱的扭屁股，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人群中响起一阵阵尖叫声，不少人瞎起哄。亲一个，亲亲抱抱举高高，干脆打一架吧，你们是兄弟不能相爱啊。安可看着雪王人偶斗舞，莞尔一笑，悄悄看向秦巡，心中生出一丝遗憾。
第124章网红们的疯狂。义父，我在你这里。可惜，差一点，就差一点，我画的雪王形象就能够秦巡被选中了，真是可惜。他偷偷看了一眼柜台里面无表情的夏宁，有些羡慕，也有些不服气。你只不过是比我早一些认识秦巡而已。夏宁没有注意到安可的视线，正穿戴着工服工帽站在了店铺柜台里面，看着门口的2个活宝雪王。渐渐的，他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笑容。这雪王是我画的，那算得上是我的孩子吧。看着秦巡的背影，他默默许诺，以后非必要绝对不薅秦巡的头发，免得老了长得跟钱运发一样。四周气氛更加热烈了。钱运发看见周围的欢声笑语，心情好了很多。见气氛吵得差不多，安可看向了秦巡。秦巡点点头，安可微笑着回应，转过头向着紧张的站在门口的店长比了一个手势。店长看见，赶紧走进店里，拿出了2杆红色大旗，分别递给了2个雪王。雪王们非常傲娇的一把接过，一前一后挤开围观的人群，往商业街里面走。众人有些奇怪，视线一直跟着他们，想要弄清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见2个雪王举起红旗摇晃了几下，抖开了旗面上的字。前面那个雪王旗面上写着雪王驾到，统统闪开。身后那个雪王旗子上举着的是大王叫我来巡山。人群中又响起了一阵欢乐的笑声，真是太有活了。这2个公仔一看就是闷骚的性格。看这旗子的意思，前面那个是雪王妖怪，后面那个是小妖怪了。哈哈，尊卑有序，等级森严。这一条商业街奶茶店秘籍。众人眼睁睁看着2个雪王走到了一家奶茶店门口，就站着不动了，在门口摇了一会儿旗，又跳了一会儿舞。人们大跌眼镜，卧槽，这2个雪人这么贱的吗？这不是砸场子吗？赤果果的挑衅啊！电视里的商战斗智斗勇，现实中的商战就是去堵门吗？突然，那个奶茶店里一个女员工板着脸走了出来。滚！2个雪王见势不妙，小短腿飞快的抽动，跑远了。旗帜随风招展，像打了败仗的逃兵，又引得众人一阵哈哈大笑。那个冷着脸走出来的店员也忍不住噗呲笑了一声，真是好贱啊！营销专业人士看向秦巡，见他站在嘟嘟茶饮高管团队里，越发的觉得他高深莫测了。这首歌，这种形象，倒是让他玩出境界来了。除了人偶的外形，他连人偶的人设都设定好了吗？还搞了这么多剧本出来，给雪王立一个贱兮兮的形象。蠢萌的外形如果很贱的话，就会让人觉得很可爱，而且极为接地气，不惹人讨厌。正当他们沉浸在深深的震撼当中时，忽然听见人群中又爆发了一阵哄笑声。卧槽，真是贱人啊！啊，怎么回事？2个雪人做坏事了？转头看去，只见2个雪王一前一后，把一对小情侣夹在中间，慢慢的往嘟嘟茶饮门店绑架。那一对小情侣看见大家看过来，又是喜又是害羞。那男生有些不好意思，大喊道：同志们，我跟我女朋友走在路上，牵着手聊着天，就随口说了一句要喝一杯奶茶，突然就窜出来2个雪人，把我们给绑架了。人群中爆发了一阵大笑声。哈哈哈！世界上怎么会有种这么贱的公仔？不行了，我肚子笑痛了，要喝一杯奶茶补补。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营业啊？钱运发看着周围的笑脸，听着一直没有断过的笑声，心情又好了很多，正了正衣领，感觉头发都要焕发第2春了。他看向秦巡，心里有了一丝信心。难道我错看他了？这个人不但是个营销奇才，还是个商业奇才。安可目不转睛地盯着秦巡，双手微微攥紧，手心里都在冒汗。这一系列雪王的动作、舞蹈、旗子，甚至是绑架一对情侣演员，都是秦巡之前设计好的。在前几天培训雪王时，他觉得好尴尬啊，可是没想到效果竟然好成这样。娱乐至上的时代，难道真的跟秦巡说的一样？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乐子人，你得把他勾出来。忽然，他觉得能跟秦巡共事一段时间，真是幸运。尽管他大部分时间都躲在酒店的空调房里打游戏。奶茶店里，夏宁冷冷地看向秦巡，心中有些不满。这个雪王绑架客人的剧本，我事先都不知道。这些雪王是我的孩子，秦巡竟然没有通知我，反而背着我让安可去调教他们。正当众人沉浸在笑声的海洋中时，一个低沉磁性的声音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大家好，秦巡站在奶茶店门口，拿着麦克风，我是今天的嘟嘟茶饮开业的表演嘉宾，橡树公司的职工秦巡。众人转过头，看见一个身材挺拔的大男孩正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们，一时间觉得有些眼熟，还没想起来是谁，就听见一阵阵排山倒海的尖叫声、喝彩声、鼓掌声，吓了他们一跳。好帅啊！秦巡，我爱你，我爱你，秦巡！啊啊啊！终于见到活的了。秦巡，我是你的粉丝，义父，我在这里。
义父！吃瓜群众看过去，只见声音是来自对面几十个网红聚集的地方，他们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疯狂而毫无廉耻的向着秦寻献媚，说出来的拍马屁的话，尴尬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而他们却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梗着脖子嘶吼着，喊得面红耳赤，生怕自己的声音淹没在人海里。众人一阵疑惑，不是，这些不都是网红吗？有些还有100多万粉丝的，这么一点架子都没有，反而这么谄媚啊！那个主持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啊？第125章，不要再墨迹了，快给我尝尝甜头吧！渐渐的，吃瓜群众里有人认出了秦寻，不禁心头一震，这就是那个唱歌很厉害，在婚礼上把人唱哭的秦寻吗？这就是那个愿意光着身子卖苹果给我，还叫我宝宝的秦寻吗？我上网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讨网红喜欢。他是将近500万粉丝小印公仔的幕后推手，短短几天让一个素人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络红人。在网红们眼中，他大概就是相当于黑道教父吧，想睡谁就他妈睡谁，无论男女。羡慕。秦寻等到此起彼伏的叫喊声停歇，才举着麦克风微笑着说道：今天是嘟嘟茶饮最新一代门店重装开业的全球首发庆典，感谢各位的到来。此话一出，越来越多逛街的人被热闹吸引，渐渐地围了过来。而钱运发听见全球首发几个字，不由得脸皮一颤，看了看土气的门头，悄悄叹了一口气。这门头配不上全球首发，只配得上全村首发几个字啊！那些潜伏在人群中的营销策划师看着站在店门口意气风发的秦寻，心里有些不爽。有人撇了撇嘴，有人啐了一口，纷纷吐槽道：啊，这全球首发，说他虚假宣传倒也真没有，但是口气真的好大啊！按他这种说法，我家隔壁昨天新开了一个臭豆腐摊子，有一款芥末拌臭豆腐，那算不算全宇宙首发？正当他们吐槽时，那50多个网红又大声嚎叫喝彩，仿佛今天是他们第3次结婚一样高兴。全球首发，被我遇上了，荣幸之至，幸运感恩，好，我今天要喝100杯奶茶。祝嘟嘟茶饮在秦先生的带领下，从花城杀向全国，席卷全球，统治全宇宙，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吃瓜群众被网红们的癫狂给震撼到了，怪不得人家能成网红呢，这哪里是脸皮厚啊，这根本就是不要脸。要是秦寻往奶茶杯里尿一泡卖给他们，怕是他们都能面带笑容的夸赞。这一杯柠檬水真是颜色清亮，味道醇厚，乃是人间可遇不可求的佳酿啊！台下场面热烈，秦寻朝着网红聚集的方向伸了伸手，示意他们冷静一些，声音顿时就小了很多，谁也不敢造次。他继续笑着说道：相信刚才看嘟嘟茶饮的品牌形象公仔雪王的表现，就能看出来新升级的嘟嘟茶饮就一个字。他的视线扫过众人，等大家都伸着脖子一脸期待时，突然大声说道：见！此话一出，底下沉默了，傻了，愣住了，惊呆了。吃瓜群众面面相觑，他们从小到大见过不少店铺开业，全都是变招法夸自己的，什么匠心设计、卓越品质，什么物美价廉、买2送1，什么2块钱买不了吃亏，2块钱买不了上当。这辈子还是头一次在开业典礼上骂自己的。网红们，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道这一句贱该怎么去捧场，总不能扯着嗓子说贱得好，是怎么个贱法啊？到底有多贱？钱运发脸色有些不好看，抬头看了一眼明晃晃的太阳，想着自己是不是干脆装中暑算了。什么奶茶贱不贱？我才贱啊！从魔都飞岭南干什么？犯贱啊！这让我以后在同行们面前怎么抬得起头？奶茶行业大会，我去还是不去？那些营销界的同行们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神里看到了笑意，低声议论了起来。秦寻想要剑走偏锋，玩脱了吧？你们看嘟嘟茶饮高管团，一个个脸色难看的跟死了妈一样，恨不得冲上去暴打秦寻。我们老板之前还说，我们公司的策划部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如秦寻的一根毛。呵，当着几百人的面骂甲方贱，这小子飘了，身价要掉没了。忽然，只听得人群中有一个银铃般的女声：哥哥，请问嘟嘟茶饮到底有多贱呢？秦寻看过去，见宋印一脸得意，还冲着他挑了挑眉。他有些欣慰，这孩子就是机灵，不去讲相声当捧哏真是可惜了。他拿着麦克风笑着大声说道：相信有不少人都接到了嘟嘟茶饮的宣传单，上面有我们的新品奶茶，但是都没有价格。他停顿了一下，看见底下不少人拿起传单又看了看，才继续说道：现在我就公布价格。他深吸一口气，看着众人：你们准备好了吗？话音刚落，那一群不要脸放得开的网红们扯着嗓子大喊：准备好了，我已经饥渴难耐了。秦寻，我要吗？要是光听声音，不知道的还
还以为是哪家会所在进行开业典礼呢。吃瓜群众、嘟嘟茶饮高管团、营销界的对手们纷纷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卧槽，这大概是史上最强气氛组吧？就这么放得开吗？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你们在乎的人了？这个秦巡给你他们下蛊了吧？秦巡笑了笑，很满意，被人捧臭脚的感觉真是爽。难怪古时候皇帝那么喜欢太监总管呢，人家嘴甜。他看着众人大声说道：我们不能让高端奶茶越来越嚣张，性价比奶茶才是最吊的。他的视线扫过众人，大声说了起来：嘟嘟奶茶要把价格狠狠地打下去，甜筒2块，草莓摇摇奶昔6块，草莓雪王大圣代6块，冰鲜柠檬4块，原味奶茶9块大杯，红豆奶茶9块大杯，奶盖四季春10块。听着这些价格，吃瓜群众们纷纷露出了欣喜的神色。想不到在这充满奶茶刺客，一杯奶茶动不动就能高达20多块钱的时代，竟然冒出了这么一股清流。众人蠢蠢欲动，大喊：不要墨迹了，你快点卖吧，我要买啊，爱死了爱死了，快给我一点甜头尝尝。突然有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喊了起来：这么便宜，这些奶茶该不会是拿奶茶粉拿果浆兑的水吧？第126章加更，这是拿粉料兑的，我认错但不改。这么便宜，不会是拿奶茶粉拿果浆兑的水吧？那个人的声音很大，语气很冲，带着戏谑和嘲讽。此话一出，现场安静了下来。刚刚上头的吃瓜群众们冷静了许多，想到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顿时他们觉得也有没那么想喝奶茶了。钱运发脸皮抽搐了2下，忽然觉得全身像被猪毛扎一样难受，抬头看了一眼太阳，想着要不要现在晕倒，免得等下发生更加丢人的场面。几个月前，嘟嘟茶饮刚刚升级完产品，往奶茶里面加了茶汤，加了牛奶，提升了格调。现在又要被狠狠摔在地上了吗？安可静静地看着秦巡，想到了那天他质疑可能会喝出香精味，秦巡回答的光棍又无赖，说几块钱的东西不喝出香精味，难道还想喝出一头奶牛来？此时当着众人的面被揭发，不知道他会早那么应变。夏宁站在奶茶店柜台里，看着秦巡的背影，脸上依然冷淡，但是眼底隐隐有一抹担忧。他一下就听出来了，那人是来砸场子的。他看了一眼柜台底下码放整齐的各种粉料、果浆，有一种被人点住了死穴的感觉。这时候的秦巡一定像被人架在火上烤一样难受吧？秦巡循着声音看过去，发现声音果然是从那几个人中间传出来的。他早就注意到了那群人，发现他们一直在窃窃私语，而且脸上没有什么好脸色，一看就知道是来找茬的人。只是不知道他们是别的奶茶店的对手，还是营销界的对手，或者只是单纯的老婆喜欢看他果体卖苹果的视频，觉得他绿了他们，气愤地赶过来捣乱的牛头人。秦巡面带微笑，完全没有被影响，视线缓缓扫过众人，最后落在那伙人脸上。他拿着麦克风看着他们，笑着大声道：哎，朋友，2块钱的甜筒，4块钱的柠檬水，你不吃粉料和果浆兑的，你还想要喝出一头奶牛来吗？只见那人一惊，瞳孔微缩，然后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情。他急了，他急了，秦巡他急了，竟然在开业典礼上自爆，你完蛋了。他以为秦巡会说一些没有营养的官话，打一拳太极，最后打个哈哈就糊弄过去，没想到这小子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了。拿粉冲，拿果浆兑，这是往嘟嘟茶饮心窝里捅刀子啊！安可愣住了，这个答案他听过一次，可是当时只有秦巡、夏宁和他3个人。但是现在，他转头看了看四周，一脸震惊的吃瓜群众，只见有些人摇了摇头，离开了人群，似乎对嘟嘟茶饮失去了兴趣。他又转头看着秦巡面带微笑的脸，心中一声叹息，这种话是能当着大家的面说的吗？人们都夸我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脸上的笑容。唉，今天不行了，累了。钱运发听见秦巡的这个回答，只觉得头有些晕，眼前一黑，身子一软，就想要借势晕倒过去。一来可以离开这里，免得被羞死；二来让夏董知道他尽力了，都累倒在工作上了。一个大写的惨字啊！他的身子慢慢往下倒，忽然感觉腰上、胳膊上各多了一只强有力的大手。转头一看，只见孙华一脸正色地看着他，表着忠心：钱总，我扶着点您，您放心，有我在，不会让您倒下去。嘟嘟茶饮不能没有您。钱运发愣愣地看着孙华，心里骂起了脏话：我可去你妈的，拍马屁也不看什么情况，我现在要你扶着，我现在就想要晕倒。嘟嘟茶饮都要没了，你还管他们的有没有我？夏宁愣了一下，看着秦巡的背影，又看了一眼们外乌泱泱的人群，都在目不转睛盯着秦巡。忽然他生出一种错觉，秦巡成了一个一夫当关的勇士，
而自己则是他身后一个瑟瑟发抖的小姑娘。他刚想要离柜台，走到秦寻身边，给他一些鼓励，却忽然听见秦寻开了口：“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也知道用粉料、核果姜冲兑奶茶不是一种高级的做法。”秦寻看着众人，忽然一笑：“我认错，但是不改。”话音刚落，底下就响起一阵骚动。秦寻没有给这股怨气发酵的机会，提高了音量，打断了他们的议论，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嘟嘟茶饮卖的是奶茶吗？众人一头雾水。啊！秦寻抬起头，看了一眼天上的大太阳，眼神放空，似乎回忆起了什么青葱岁月。他知道一个品牌最有效的传播是讲故事，而他从小在妈妈的鸡毛掸子的高压训练下，变得很会编造故事。他低下头，目光温柔地扫过众人，声音略微低沉了些，道：“重新做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秦寻，我家里面特别的困难，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声音有些悲凉，情绪感染力又强。顿时，围观的人群安静了下来。夏宁又来这套，这套说辞他已经听秦寻说过3遍了。秦寻看见大家都在看着自己，有些人眼中还带着同情，声音又柔又缓，继续说道：“后来啊，我读书了，离开了家。有一次和一个很安静的女同学逛街，进了一家奶茶店，结果2杯奶茶要32块啊，32块。最后是他请了我，但是那一天我并没有很开心。”他没有说下去，微微仰头，眨了眨眼，把眼睛的泪光眨了进去，深呼吸几口，略带哽咽地说道：“我以为我总有一天能请回去，可是我再也没有机会请回去了。”众人听到这里，心仿佛被针扎了一下。就算他们再傻，也大概推测出了一故事：一个穷小子到大城市读书，遇见了一个安静的女孩子，两人互生欢喜。可惜最后女孩子在男孩子成功名就前就离开了，好凄美。此时秦寻仰头看着天空，声音大了一些，非常深情地说道：“在他离我远去那一天，蓝色的雨落在我眼前。”第127章。加完。每年桃花开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个人。众人屏息凝神，看着秦寻。那个姑娘真的走了吗？蓝色的雨是什么？难道她伤心的出现了幻觉？众人目不转睛地看着秦寻，只见他握起了拳头，神色一凛，大声说道：“那一天，我发誓，此生一定要让开一家让所有人都喝得起的奶茶店。这不仅仅是一杯奶茶，还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女孩的亏欠。”围观的群众越发安静了，隐隐传出抽鼻子的声音，不少女生红了眼睛，依偎在男友怀里，静静地看着秦寻。秦寻向前走了一小步，一脸正色，有些不能自已，声音有些激动：“所以嘟嘟茶饮卖的是奶茶吗？不仅仅是奶茶，我要让他照顾那些在最青春最没钱时期的少年们的尊严。”围观的人眼睛微红，明白了那个少年正是他过去的自己。安可红了眼睛。夏宁看着秦寻的背影，心情复杂，不知道秦寻这一次说的是真是假。正在大家感动时，那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你编的吧？”那几个营销策划师听着秦寻的故事，感到周围的人被感染了，被秦寻重新掌握了局面，心中有些不爽。编故事做营销这种套路流传了几千年了，几乎每一种现在流传于世的小吃都有一个听起来光鲜亮丽的故事，不是哪个历史名人的最爱，就是行军打仗时的杰作。外行人不懂，他们还能不懂？忽然有个营销策划师想到他的老板把他比作秦寻的一根鸡巴毛，心情非常不爽，又喊了起来：“你就是编的吧？不然你说说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几岁？头发什么颜色？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你回答呀，你回答呀！你说不上来了吧？骗子！”人群中里又响起一阵骚乱，不少人心中已经动摇，但还有一些人固执地认为是真实的。人们更愿意相信美好。秦寻看了那个有些得意的策划师一眼，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他慢慢低下头，闭上了眼睛，调整着呼吸。吃瓜群众看着秦寻，以为他想起了故人，伤心了。营销策划师们看着秦寻，以为他被拆穿，有些无力招架了，不敢睁眼看人了。安可静静地看着秦寻，目光很是温柔。宋映看着秦寻，眼中只有心疼。夏宁默默地看着秦寻的背影，想要走出柜台，牵起他的手带他离开。他好像真的累了。忽然，秦寻缓缓抬起了头，慢慢睁开了眼睛，把话筒放到嘴边，轻声唱起了歌。19岁的那一天，我来到黄淮的面前，为了能和你在这遇见，我支付了我的4年。声音低沉且缓慢，仿佛娓娓诉说着一个故事。人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相应的画面，一幅少男少女相遇时的场景，他们的心间仿佛被柳条拂过一般。夏宁默默地看着秦寻的背影，一颗心沉了下去。20岁的那一天，吉他在我身边，张开了笨拙的手，对你的爱涌上了心头。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毕竟这穿越山河的剑，刺的都是用情至极的人。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慢慢朝嘟嘟茶饮门口围过去，却静静的、悄悄的，生怕打扰了秦寻。这个用歌声思念故人的可怜人。宋印站在人群中，看着秦寻，泪水不断涌出眼眶。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闽南姑娘总那么温柔。当我羞涩的拉起你的手，以为你会陪我走到最后，而你离开我了以后，我开始在人世间漂流，选择过大大小小的梦想。谢谢你，不再让我彷徨。听着这歌声，四周越发的安静，连呼吸声都小了许多，连周围商业街上叫卖的小贩都停止了叫喊，纷纷走出店铺，站在店门口看向秦寻。安可静静地看着秦寻，眼里噙着泪花。也是闽南姑娘吗？好巧啊！一首歌深夜写给黄淮，你是我无法言语诉说的爱。当我在原地无助徘徊，你告诉我理想必须热爱，你要我坚持我的执着，你让我明白为谁而活，永恒不只是那一瞬间。我的未来，谢谢你让我看见。歌曲唱到副歌，秦寻闭上眼睛，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深情演唱。观众们感觉有一只大手抓住了他们的心脏，有些隐隐作痛，胸口仿佛压着一块石头，堵得厉害。有不少学妹已经泪满面，伸手擦拭眼泪，却怎么都擦不干净。有些人扑在男友怀里，低声啜泣。他们看着秦寻，忽然觉得他好可怜。门店柜台里，夏宁低着头，不敢看秦寻，轻手轻脚做着一杯奶茶，没有发出任何一丝噪音。他苦笑了一下，喃喃道：“原来他叫黄淮吗？”唱完，放下麦克风，把奶茶店围得水泄不通的人都看向秦寻，保持着安静，谁也没有说话，谁也没有鼓掌，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演唱，而是思念，是遗憾，是一个少年再也无法圆满的梦。他们静静地盯着秦寻，只见他的脸上慢慢露出了一个淡淡的微笑，这一笑又让他们心中一痛，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很多人扭开了头，不敢再看。秦寻面带微笑地站在门口，忽然听见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响起，转头一看，是夏宁。他一向高冷的脸上竟然露出了甜美的微笑。秦寻不禁一愣，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是甜美的，多巴胺女孩的那种甜美微笑。夏宁面带微笑，默默地递上了一杯奶茶。秦寻接过，看了一眼，喃喃道：“奶盖四季春。”他把吸管插入奶茶，喝了一口，抬起头看向围观的数百人，微笑着说道：“每年桃花开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个人，他曾经很喜欢我。”话筒在秦寻手上，离嘴巴的距离不近，但是因为周围太安静，还是清晰地传了出去。第128章补一，这个秦寻，妈的，真特么的猛！本就安静的人群变得更加沉默了，在他们眼中，秦寻已经成了一个无比深情、陷入情网无法自拔的大情种。秦寻拿起麦克风，面带微笑，看着眼含泪光的众人。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他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他扬了扬手里的奶茶，轻声说道：“嘟嘟茶饮盛大开业，做一杯少年的我也买得起的奶茶。我很感激嘟嘟茶饮能让我们橡树公司做他们的品牌升级改造，也请原谅我带着私心去做。”他看向围观的群众，举起奶茶杯，微笑着说道：“请你的那个他喝一杯奶茶吧。”他停顿了一下，眼神闪过一丝疼痛，苦笑道：“其实32块钱也没那么贵的。”围观的人默默地看着秦寻脸上的微笑，心如刀割，没有任何人说话。秦寻把麦克风交给夏宁，转身往外走。人群沉默，安静又有序地分开，给他让出了一条道路。他往商业街外走了，无人挽留，全在目送他落寞的背影。秦寻上了出租车，拿出手机启动游戏，叹了一口气：“他大爷的，今天可特么的累死我了。”金石广场商业街嘟嘟茶饮门口，人群聚集着，久久不愿意散去。突然，有哭声传来，众人看去，只见竟然是将近500万粉丝的大网红小印公仔蹲在地上，把头埋在膝盖上，嚎啕大哭。人群中一阵骚动：“我操你妈的，老子今天打死你！非说人家秦寻编的，你去编一个试试，非要往人家心窝子里捅刀子。人家姑娘叫黄淮，听见了吗？叫黄淮，畜生！操你姥姥的！”夏宁看过去，发现是那伙找茬的人正在被一群人围殴，战况激烈，把他们围成了一个圈。外面还有源源不断地人想要挤进去踹他们一脚，却怎么也挤不进去，急得跳脚。别打死了，留一口气给我打！围殴圈里痛苦的叫声传来：“啊，好痛！别踢我这里啊！还有没有王法？谁能报个警啊？救命啊！啊，我知道错了，饶命啊！”有人在打架，有人在吃瓜，还有很多人涌入嘟嘟茶饮店门。我要一杯四季春，我也要，我要一个冰淇淋，我现在特别想吃甜的，请给我一杯能够治愈我心灵创伤的甜品，谢谢。随便给我一个什么，我就是要支持你们。安可看着这混乱的场面，
眼睛微亮。嘟嘟茶饮似乎成了。眼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往嘟嘟茶饮门口涌入，安可脸色微变，拼命挤了进去，拿到了麦克风。各位，请注意安全，小心发生踩踏事件。今天这里聚集的人过多，下单太多了，排队要排好久，请大家理智消费。这附近周围还有49家嘟嘟茶饮门店开业，请大家可以移步到附近享受新品。安可嗓子都喊哑了，可是却发现没什么用。这群人听了秦寻一首歌，似乎准备把命都交代在这里，非要在这里野性消费，还在争先恐后地下单，把店长店员的脸都吓白了。钱运发抖了一下肩膀，挣脱了扶着他的孙华，从刚才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瞬间化身成了一夜五次郎的猛士，变得精神抖擞。他双手整理了一下光秃秃的发型，恢复了上位者的气势，大声道：赵芳。随行的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应道：在。钱运发大声吩咐，抽调附近一切可以动用的员工，挑老员工，手脚快的，给每家新开的店再增加3名员工，按3倍工资算。赵芳大声回答：好的，钱总。钱运发继续说道：王光亮。一个中年男子大声应道：在。钱运发吩咐道：做一份把岭南省全省300家店全部改造的预算，等过几天，如果嘟嘟茶饮新店热度不减，我去找夏董申请。王光亮大声回答：好的。钱运发看着在店门口努力维持秩序的安可，心里一声叹息，本来想要敲打你，没想到给你送了一份泼天的功劳，我再不加把劲，嘟嘟茶饮总经理的位置怕是要换人了哦。这个秦寻，妈的，见鬼了，真他妈的猛！有刚到金石广场的人看着嘟嘟奶茶店门口聚集了一大波人，门口还有几个人在挨打，被打得嗷嗷叫，他们的 CPU 直接干坏了。这是咋地了？这些人疯掉了？奶茶免费？还是打人就可以免费喝一杯奶茶？夏宁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人群，走到了商业街外，回头看了一眼爆火的场面，不知为何心里却并没有特别高兴。他拦了一出租车，先去饭店打包了2个炒粉，一些烤串，几罐冰啤酒，才回到了酒店。他记得秦寻爱吃这些。一酒店套房的门，夏宁看见秦寻和平常一样趴在沙发上玩游戏，莫名的松了一口气。他把食物放在茶几上。秦寻，你喝酒吗？他的声音小了一些。我陪你喝一些。秦寻听见声音，回头看了一眼，摇了摇头，又转回了头。不喝，我不跟你喝，你酒品不好，喝醉了喜欢到处认儿子。夏宁，他有些尴尬，过了一会儿才说道：那你自己吃一点，喝一点，我就不喝了。只见秦寻有些奇怪的回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又转过头去继续打游戏。等我先打完这把。夏宁坐在沙发上，声音还是冷淡，却透着一丝柔和。哦，那你快些，凉了不好吃。秦寻听着这话，不禁有些无奈。凉了不好吃这种话，他经常在他妈妈嘴里听见。看来夏宁真的浑身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啊。宋英哭了一会儿，站起来，转头看着身后一群网红们，大叫一声：兄弟姐妹们，开始整活了！为了黄淮，拼了！众人齐声大喊：拼了！整个花城以金石广场为中心，又一股流量龙卷风正在蕴积力量，似乎又要席卷全国。第129章，义父，我刚才整的活好不好？酒店套房客厅里，好吃。秦寻吃完了一盒炒粉，一把肉串，又喝了2瓶啤酒，拿着纸巾擦着嘴巴，挺着浑圆的肚子去往卧室里走。小夏，记得保存好羊肉串的发票，等我们回到公司还要报销的。夏宁看见没事人一样的秦寻，心里却越发的担心。故作坚强，化悲愤为食欲。他看着秦寻要进卧室，都能想象到他躲在被窝里哭泣的样子了。当秦寻打开卧室门时，忽然听见夏宁轻轻喊了一句：那个。他转过头看着夏宁，咋啦？只见夏宁站起身来，脸上露出一抹温暖的笑容。今天50家店开业庆典，我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吧。他没办法进卧室去陪伴秦寻，想要把他拉到外面散散心，免得一个人胡思乱想。秦寻看了一眼窗外的大太阳，有些为难。夏宁语气平静，态度坚决。我们收了1000万，总要拿出一点该有的态度。秦寻慢慢转过身，拿纸巾仔细地擦拭着嘴角，叹了一口气。唉，屎难吃，钱难赚。却看见夏宁笑了起来，笑得眯起了眼睛。秦寻一怔，看着夏宁脸上罕见的温柔笑容，有些出神。这个高冷野蛮、喜欢薅人头发的小妮子，难道真的相信了我曾经有一个心上人叫黄淮？他抬起手指着夏宁：夏宁，你真是个……想了一下，觉得立着悲伤大情种的人设，夏宁似乎都变得好相处了一些。他把傻逼2个字咽了下去，说道：真是个和蔼可亲的好姑娘。夏宁，和蔼可亲，不应该是善良吗？和蔼可亲是形容妈妈
奶奶背的吧。秦寻戴了口罩和夏宁出了酒店。新开的50家店虽然相对集中，但是相互之间也有一段距离，不过距离又不算远。打车去巡店路上又堵又不好停车，实在是不方便。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车。在马路旁，秦寻扫了一辆电动车，看着夏宁傻站着。你怎么不扫？只见夏宁脸色有些尴尬。我不会骑。秦寻一怔，盯着夏宁看了一会儿，发现他不像撒谎的样子，叹了一口气。废物！夏宁，他骂我。算了，忍了。他冷声道。你载我呀？平常都是你载我的。秦寻睁大了双眼，伸手指着电动车。共享电动车载人？他那么小。夏宁，我很轻。秦寻，这孩子是傻的吗？这是轻不轻的事情吗？这是大不大的事？却看见夏宁说道：你技术不行，骑不了小车。秦寻一挑眉，跨上了共享电动车。上车。夏宁低头看了一眼，发现小车似乎真的不怎么好坐，有些挤，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坐了上去。秦寻在前面，夏宁在后，两个人贴在了一起，是从上到下都紧紧地贴在了一起。顿时，两个人身子都僵硬了，感受到背上的柔软温热，秦寻有些紧张，又下了车，上了锁。那个，我们还是打的吧？只见夏宁脸色微红，赶紧点了点头。秦寻和夏宁打了车，按着地图导航上的嘟嘟茶饮店铺去巡店了。出租车师傅按要求开向目的地，一转弯看见了这条街上的嘟嘟茶饮门口，竟然被20-30个人围得水泄不通，吓了一大跳。卧槽，这是什么情况？有钱捡啊！秦寻和夏宁下了车，就看见一个穿着嘟嘟茶饮制服的小妹，拿着喇叭在门口喊卖：花小钱买好货，不买就是你的错。有圣代，有奶昔，蜜雪冰城价格低，冰淇淋化得快，不如来个大圣代，大金链子，小手表，蜜雪冰城就是好。有一些顾客在等待的时候掏出手机来拍摄奶茶小妹喊卖，都觉得有些新奇。他们听见过各种开店的喊话，买一送一，倒闭清仓，最后3天，最后3天，优惠大酬宾。厂长跟小姨子跑了，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意思的喊卖，都准备你拍摄视频发到抖音上去。这也太逗了，搞不好能火哦。现在的生意是真难做，卖杯奶茶都要上才艺了。这到底是谁编的？真是个人才，肯定是个骚包。看了一会儿，秦寻转头看着夏宁，笑道：这喊卖你教的真好。夏宁见秦寻笑了，看他似乎没有被黄淮影响，也笑了起来，笑容温暖。秦寻看着夏宁一怔，感叹道：小夏，你越来越好看了。闻言，夏宁立刻抿起了嘴唇，冷下了一张脸，转过身，快步往附近的另外一家店走去。我们去寻下一家吧。秦寻，我就随口一夸，你尾巴翘上天了。夏宁走在前面，把秦寻甩在了身后，脸上有些发烫。到了下一家店，这是一家社区店，开在一个小区的门口。秦寻看这家店门口的空地上，竟然有几十个人围成了一个圈，但是都在尽力保持安静。他带着夏宁挤进去一看，竟然是一个网红在拍摄抖音。只见一个清瘦的男人坐在一张小椅子上，翘起2郎腿，端着一杯嘟嘟茶饮的奶茶，一脸严肃地教训着：谁花钱来看你们的脸色的啊？人家给钱了，主动去蹭蹭客人，让他感觉到舒适，谁也不欠谁的，有必要弄这一出吗？社会压力这么大，大家都不容易，咱们做这行提供的就是一个情感上的服务。客人既然来玩，就一定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要尽可能的满足他。生意越来越难做，如果咱们再不改变，结果可想而知。店倒闭了，你们呢？你们以后就只能去流浪，自己去找奶茶喝。而面前站着的是一只一脸懵逼的雪王人偶，伸出了粗短的手，挠了挠头，还挠不到。拍完，那个胖子拱手向围观的朋友拱手致谢，谢谢大家刚才保持安静，配合我的工作。我的抖音 ID 叫一个达不流男士，欢迎点赞关注。围观的人笑了，擦边主播那么多，像你这样擦的我还是头一次见，要是没看到那个呆头雪人，我都要向你要地址了。呵呵，真是你良心老板啊。忽然他的视线落在了某一处，脸上涌出了兴奋的神色。义父！围观的人一惊，卧槽，网红都这么会整活吗？当街喊路人义父。秦寻看见一个达不流男士的看过来，心中大叫不好，抓起夏宁的手就往外跑，身后响起一声声撕心裂肺的义父，等等我，义父，你看我刚才整的活好不好？秦寻牵着夏宁的手跑了。他们又去看了几家店，发现很多店门口都有1到2个网红在整活，为了得到起风了，卖力的表演着。巡了几家店，秦寻实在没兴趣了，带着夏宁回到了酒店。这一夜安可回来的很晚，几乎累瘫了。52个网红们录制好了素材，连夜剪辑发布，投放豆家。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抖音上暗流涌动。第二天一早，一条视频冲上了抖音热榜。无法无天，大网红秦寻竟然当街殴打无辜路人。第130章，听懂了吗？我可能听懂了。第二天一早，秦寻打着哈欠从卧室里走出来时，看见夏宁和安已经坐在了沙发上，茶几上放着早餐，但是两人都没有动，而且他们的脸色有些不好看。秦寻有些奇怪，你们这是怎么了？夏宁和安可昨天一晚上都没怎么睡踏实，想到秦寻有着这么沉痛的青春，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没想到今天早上想要看看昨天的宣传效果，却看见关于秦寻的最火的视频竟然是一条丑闻。无法无天，大网红秦寻竟然当街殴打无辜路人。夏宁抬头看着秦寻打着哈欠，一副被蒙在鼓里傻憨憨的样子，就更觉得他可怜了。那个秦寻，现在网上有一条关于你的丑闻热搜。安可想要给秦寻这个可怜人一点安慰，替他骂起了人。造你谣的人真不是个东西。夏宁附和，简直不是人。安可，畜生都不如。夏宁一怔，看着安可，来了劲，简直是败类。安可，丧尽天良。夏宁，卑鄙无耻。安可，猪狗不如。夏宁，衣冠禽兽。秦寻看着两个脑子有大病的女人，不知道他们怎么突然就较上了劲，在这里秀一些毫无杀伤力的骂人成语。他听得心烦，大声骂道：我操死了他的大爷！话一出口，夏宁和安可就安静下来了，转过头一脸震惊地看着秦寻。秦寻懒洋洋打了个哈欠，教育道：你们两个要骂人就别拽文，别用成语，要简单粗暴，直接问候他的家人就行，就像我刚才一样。夏宁，安可说的很有道理，才高八斗的才子一定骂不过村头的悍妇。秦寻扶着墙打着哈欠问道：那个什么丑闻啊？夏宁说道：有一个拥有230万粉丝的网红叫米仙儿的造你的谣，说你昨天当街殴打路人，把人打进了医院。秦寻一怔，米仙儿。紧接着又听见夏宁冷声说道：最可气的是，米仙儿是我们起妖疯了群里的成员，他这是背刺。秦寻立即明白了，他的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伸手指着夏宁和安可，气得胸膛起伏。你们两个妇道人家，长得又那么好看，看起来也很斯文，怎么一早上起来牙也不刷，饭也不吃，搁这里满口污言秽语，什么素质啊？夏宁和安可对视一眼，有些奇怪，怎么秦寻说变脸就变脸呢？他刚才不是也骂人的挺起劲的吗？秦寻走到茶几旁坐下，想到刚才他的大爷遭受到了无妄之灾，叹了一口气。那个谣言的始作俑者是我。夏宁，安可，难怪秦寻不乐意了，原来我们是当着他的面骂了他一顿啊！他自己也骂了，就属他骂得很。昨天下午，秦寻和夏宁在巡店，夏宁忽然接到了宋印的电话，又是找他哥哥。他把手机递给了秦寻，就走到了一边，暂时给这个可怜的大秦种留几分隐私。秦寻接了电话，喂。宋印的声音显得有些着急，哥，其他网红都好不要脸，好会整活，我感觉打不过他们，你说我该怎么才能获得巨大的流量？秦寻有些为难，如果我告诉你怎么做，对其他人是不是不太公平？宋印的声音里立刻带起了哭腔。哥哥，秦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忙道：你别这样，我简单提示一下，你自己去悟。宋印的声音轻快了起来。秦寻轻轻说出4个字：欲扬先抑。啊！宋印急声说道：你这提示也太简单了吧，我现在又不是写作文，你说清楚一点点吗？秦寻实在受不了这越发嗲嗲的声音。第一，发布视频说秦寻打人了。第二，设置成仅允许作者评论。第三，秦寻，对不起，我错了。冰雪聪明的小鹰公仔，你明白了吗？宋印迟疑了一下，声音中有些不确定。我可能明白了。挂了电话，宋印站无人的街角，忽然感觉他被冰雪聪明几个字压得好累。我明白了什么啊？忽然，他远远地看见一家嘟嘟茶饮店门口，一个身材火辣高挑的美女在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他走过去一看，是拥有230万粉丝的唱跳博主米仙儿。围观的路人们一个个睁大着眼睛，那些男的拿着手机拍摄，恨不得把镜头对人家胸口。等米仙儿跳完，宋印在路人的欢呼声中把他拉到了角落，说悄悄话：米仙儿，我有一计，但是现在没空，不过我可以把计谋献给你，但是你用我的计谋吃到的流量换成的抽奖签，我要拿走1/3。米仙儿一愣，1/3？宋印有些心虚，但是脸上没有表露出来，默默地点点头。1/3？米仙儿微微皱眉，你先说说你的计。宋印左右张望了一眼，神秘兮兮地说道：第一，发布视频说秦寻打人了。第二，设置成仅允许作者评论。第三，秦寻，对不起，我错了。说完，
他就看见米歇尔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米歇尔激动的一把拦过他的肩膀，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成交！小鹰公仔，你真是个天才。宋英看着米歇尔快速远去的背影，好像生怕自己反悔似的。宋英忽然觉得失去了很多。他真的听懂了吗？花城第5人民医院住院部的一个病房里，5个身上缠着绷带，站满了一间5人床的病房，正在不停地呻吟着。痛啊！惨啊！你们谁？那个地方挨了一脚不？你更惨啊！都特么是秦巡害的。忽然，他们听见了一阵清脆有节奏的高跟鞋的声音，立即闭上了嘴巴，因为从有些脚步声也能听出，来的人是个大美女。第131章，长得漂亮，人也好，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不一会儿，门口果然出现了一个身材火辣，上身粉色露脐背心，下身穿着短款牛仔裤，却踩着红色高跟鞋的时尚美女出现。米歇尔带着助理，提着一篮子水果走进病房，他微笑着自我介绍：你们好，我是一名自媒体博主，我刚才看见金石广场嘟嘟茶饮店门口，你们在被人围殴，看起来伤得很严重。他停顿了一下，撒了一个谎，我就赶紧通知物业，让他们打了急救电话，现在过来看看你们。这几个人一听，原来是这个身材爆好的大长腿的妹子救的他们，纷纷感激。谢谢，谢谢你美女，你这可救了我们的老命了。感恩，我们今天差点嘎在那了，要不是你，我可能就……哎。米歇尔把果篮放床头，说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们作为有良知的自媒体人应该做的。他找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很自然地撩了一下额头上的发丝，笑着问道：那个，你们方不方便告诉我，你们是因为什么遭到殴打呢？我或许能帮上一点忙。几个人对视一眼，看了看米歇尔助理手里的摄像机，摇了摇头：罢了罢了，我们等下就报警，交给警察解决。米歇尔忽然笑了起来，用手捂着嘴，更显妩媚风情。有事情找警察，可是有些东西警察不一定有时间管，比如谣言。现在金石广场那边流传开了，说你们5个人在街上尾随女孩子，想骗女孩子去酒店，人家不肯，你们就偷偷摸女孩子的屁股，引起了公愤，然后才被打的。5个人顿时激动起来，有人坐了起来，有人捶床，有人抽搐着身体，有人嘴巴里发出了猴子的叫声。他们七嘴八舌地骂道：他们放屁！谁骗人了？谁摸女孩子屁股了？我的屁股都快被踹烂了，到底是谁的屁股在遭殃啊？这种漏洞百出的谣言，怎么会有人信啊？无耻！米歇尔见他们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已经失了智，问道：那真实的情况是，挨了一顿打，眼看着一个摸女人屁股的屎盆子又扣在了头上，几个人气得不行，说话就格外猛朗了。么的，都怪秦巡，我们跟秦巡一样，都是营销界的专业人士，听说秦巡接了个1000万的大单子，给嘟嘟茶饮做营销。哦，你可能不认识秦巡，他是……米歇尔微笑着打断了他的话：我认识，他在网上很火。那个人一怔，觉得有些扫兴。哦，随后声音就更大了。我们听说今天嘟嘟茶饮重装开业，就想要来瞻仰一下秦巡的营销成果，想要学习一下。哪里晓得，哼，他制作的主题曲又土，设计的店门又土，这不是骗人家嘟嘟茶饮的1000万营销费吗？这不是抢劫吗？更可气的是，秦巡根本没把消费者当人看，不尊重消费者，他竟然让嘟嘟茶饮用粉料和果浆勾兑奶茶卖给广大民众。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了他几句，结果秦巡不但不认错，还煽动围观的人打我们，打得可狠了。我怀疑那些人是秦巡安插在人观众里的托儿。畜生，败类！秦巡不配为人啊！米歇尔站起身，笑着对他们说：我会还你们一个清白的，祝你们早日康复。那些人感动，鼻子发酸，不愧是大网红，长得漂亮，野人好，真是个善良的人啊！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医院地下车库，一辆商务车里，米歇尔说道：刚才秦巡唱歌感动了几百个路人，有很多人拍了视频，我相信一定能在网上小小的火一把。不过素人是不太愿意投豆家的，毕竟是秦巡的高光场面，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没办法靠着播流量变现，所以我判定这些视频不会有爆炸性的发酵速度，至少要个2-3天的时间。他转头看着助理，笑道：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另辟蹊径，来一个欲扬先抑。你先去把医院里的视频剪辑出来，然后投入5万块的豆家，先买200万的流量看看。你今天持续关注抖音热榜，必须要让我这条视频远远超过金石广场其他路人拍摄的。当其他素人的视频有苗头要超过我时，私聊那个博主给一些钱，买下他的视频，一定确保只有我的这个秦巡的丑闻上热搜，丑闻可比正能量更抓人眼球。助理吃了一惊，声音有些犹豫：姐，那手起风了，最终能不能拿到还是要靠抽奖，而且还要分1/3的奖签给宋英。我们下的本会不会太大了？米歇尔笑了笑：哪怕
起风了，没抽到，但是这一波写给黄淮的流量，我是要吃够的，也要吃到饱。再者，我花费这么多时间、金钱、精力，最后要秦寻一个微信号，不过分吧？他停顿了一下，沉声道：“在关键时候和秦寻的这一点点情谊，或许可以让我爆火。”助理，好的，姐。忽然，米歇尔又说道，激动那个把视频设置成只允许作者评论。助理一惊，为什么？米歇尔笑道：“我要憋死那些知道情况的路人，想要给秦寻解释的路人。等他们的怒气值攒得差不多时，恨不得当场杀了我时，再打开评论承受他们的滔天怒火。”助理看着米歇尔，觉得有些陌生。姐，你今天真猛。米歇尔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不是我，是宋映背后的高人，不会又是秦寻吧？”想到这个可能，他脑海不可抑制地冒出2句话。第一句，秦寻好可怕；第二句，必须要睡了他。一夜过去，在秦寻自带的流量、负面新闻的冲突性，加上5万块钱的斗家，各方面原因综合起来，无法无天。大网红秦寻竟然当街殴打无辜路人，终于在第2天一早就冲上了热搜，引起了各方面的震动。第132章，什么？事情有了反转。第2天，魔都的一家营销公司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老总还没来，底下的人在窃窃私语：“哎，今天怎么又要开会？咋了？公司出什么事情了？”“不是我们，是橡树公司。听说橡树公司又闹出了一些动静，又是在抖音上玩营销吗？这短视频的流量算是让秦寻这小子玩明白了。你们今天没刷抖音吗？是丑闻。秦寻当街殴打路人，这路人还是营销界的同行，下手可狠了，但都差点给人踹碎。难道今天开的是联合营销业内同行抵制秦寻的会议？海城的几家猎头公司，众人看着秦寻的丑闻，也是议论纷纷。这小子人品不行，我就算准了他会有这么一天，我从门缝底下塞了那么多钱给他，他们的连一句话都没说上。哎，可惜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价玩没了，在甲方的开业典礼上殴打路人，这是多么狂妄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啊！还把人打进医院，这种暴力行为不但打了甲方的脸，也给公司抹了黑。他这是要坐牢的。现在应该没有公司愿意去找他做营销了吧？哎，可惜。有什么可惜的？反正这家伙也油盐不进，挖墙脚也挖不到。花城，其他一些奶茶连锁公司的总部，可可奶茶、CC 奶茶、大王茶、小骚风奶茶等竞争对手的公司里，各种声音也在讨论着，有些幸灾乐祸。砸了吧，玩砸了吧！抖音热搜上挂着的可是秦寻在嘟嘟茶饮开业典礼上当街殴打无辜观众的视频，让你贱卖，让你用粉料冲兑，想要用低价冲击抢夺市场，做梦！1000万买个笑话，钱运发的头发都要掉光了吧？大家抓紧准备一下，之前就听说嘟嘟茶饮要关掉，我们赶紧去联系，把一些好地段的店面吃下来。1000万买了个丑闻热搜，真有他们的！哈哈！嘟嘟茶饮花城子公司总部，孙华把秦寻殴打路人的视频给钱运发看了，有些忧虑。钱总，这明明是假的，有人要搞我们，下手这么快？钱运发皱着眉，不着急，我总感觉不对，怕不是也秦寻自导自演的。孙华一惊，您这么看得起他？钱运发叹了口气，不怕你笑话，我现在你都有点怕他。孙华，花城某个酒店，米歇尔发布的冲上热搜的视频，把广大网友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正当大家疑惑为什么无法评论，到底隐藏着什么猫腻时，有些在线现场的网友，还有一些刷到了路人视角的视频的网友，都窝了一肚子火，想要点进去解释一下，发现不能评论，肺都快气炸了，只好给米歇尔发私信解释，言辞激烈，甚至带上了族谱。米歇尔看着私信里已经挤满了污言秽语，笑了一笑，把视频的评论限制打开。这些人嘴巴也太臭了吧！我就是给秦寻泼了脏水而已，又没有掘你们的祖坟。来，你们到评论区来去骂。顿时，发现可以评论的网友们跟吃了炸药一样，在米歇尔的评论区肆虐。评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像涨潮的海水。魔都那家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的营销公司，众人还在嘲讽着秦寻。忽然，有人大喊一句：“秦寻打人的事情反转了！”听到这话，众人赶紧点进米歇尔的抖音，观看那条秦寻打人了的置顶视频。发现评论区已经有了1000加的评论，网友们义愤填膺：“米歇尔，我错看了你了，你能不能尊重一下事实？我当时在现场，人家秦寻哪里打人了？你哪只眼睛看到他打人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可以作证，那5个人是他打的。取关了，取关了！妈的，这些人空口白牙，乱说话！请告诉我他们住在哪家医院，我去厨房带2瓶可乐去看看他们。人家秦寻还那么伤心，你还给人家头上泼脏水！”这家营销公司的人面面相觑，一脸震惊。
怎么回事？现在还有别的什么视频吗？你们谁刷到现场路人的视频？忽然有个声音响起，你们看米歇尔最新发布的视频，有完整版。众人赶紧点进去。首先进入人们耳朵的就是一句，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米歇尔找到了一些在现场的路人，向他们要了当场拍摄的视频。请随着小屏幕，让我们走进秦巡打人事件。画面里就是经过专业剪辑的几个拼接视频。嘟嘟茶饮开业点上，人声鼎沸，店长致辞，然后音响里歌声响起，你爱我，我爱你，嘟嘟茶饮甜蜜蜜。魔性又洗脑，逗乐了众人。之后蹦出来两个雪人，又萌又蠢又贱，逗了一会儿子舞蹈，举着大旗去挑衅别的奶茶店，又绑架了一对情侣来买奶茶。之后秦巡上台做致辞演讲，喊出嘟嘟茶饮重装全球首发，喊出价格，紧接着就被人质疑该不会是拿奶茶粉果浆兑的吧。秦巡开始用低沉的嗓音讲述了一对少男少女的32块钱奶茶的故事，喊出了一句让人头皮发麻的话，那一天我发誓此生一定要让开一家让所有人都喝得起的奶茶店，感动了围观的群众。结果还是有人铁石心肠，大声质疑，你编的吧？秦巡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深情地演唱了一首写给黄淮，讲述了一个朦胧凄美的故事。一首歌深夜写给黄淮，你是我无法言语诉说的爱。一个巨好看的奶茶小妹端来的奶茶，秦巡拿起奶茶，一声低喃，每年桃花开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个人，他曾经很喜欢我。围观的人群沉默又破防。结果秦巡还不放过那些心碎的观众，又爆出金句，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他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又在人们的心骨上重重捶了几拳，捶得破烂不堪。人们以为到此为止，秦巡却还带着追忆，充满遗憾地说了一句，其实32块钱也没那么贵的。他转身沉默地走人，众人目送他远去。然后那5个最贱的人就挨了一顿暴揍，被打得嗷嗷叫，比过年的猪叫的都欢。奶茶店门口被挤爆了，整条街都处于暴动的状态，令人震撼。点开评论区，里面已经有1000多条的评论区。第133章加更，秦巡又成香嬷嬷了。我喝的是奶茶吗？是我那死去的爱情。每年桃花开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个人，我曾经很喜欢他。勇敢牛牛，我要喝这个。秦巡是个深情的人啊，随便说几句就是经典。黄淮，你在天之灵看到了吗？秦巡给你开了50家奶茶店，那几个嘴臭的贱人到底在哪家医院？我要去线下真实他们。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他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说到我心坎去了，秦巡能不能写成歌呀？这家营销公司的人看完抬起头，你看我，我看你，谁都讲不出话。秦巡这家伙又狠狠地拿捏了顾客们的情绪，此刻他们有一种被人按在地上随意摩擦的无力感。忽然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哭声，有人安慰，那个黄姐，你冷静一些，我们是专业的营销人士，这故事大概率是编的呀。我知道，可我就是很想哭啊。我读书的时候我也喝不起那么贵奶茶，嘟嘟茶饮哪里见了，他们卖的贵的才是贱。完蛋，秦巡又搞出这么大动静，不但能整活，还能讲故事。突然有人激动地捶桌子，他们的人比人，气死人。这个秦巡天才，真他们是个天才啊。当嘟嘟茶和爱情挂钩了，那它还是一杯普通的奶茶吗？多少人可以正大光明的去买这种所谓的廉价奶茶，一点都不跌份的，因为这是爱情啊。爱情哪有高低贵贱？妈的，才收嘟嘟茶饮1000万，整出来这种一杯恒永久，奶茶永流传这种价值几个亿的策划案。另外一个人也愤愤不平，你说他一个动不动就唱歌的人，不跑娱乐圈，跑营销圈来跟我们抢饭吃干吗？这行业越来越卷了，本来我们可以混混日子，摸摸鱼，他一来，我们想好死都难。正在这时，公司老总风风火火走了进来，把手里的文件夹往桌子上一摔，扯着嗓子就骂了起来。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所有人，在座的所有的营销人员都是垃圾，都不如秦巡的一根毛。我说的不是汗毛，不是眉毛，就是鸡巴毛。众人吓了一跳，不知道老总为什么这么失态。虽然秦巡又在网上闹出了一番大动静，但也不至于上来就给他们扣这么大一顶帽子。什么毛不毛的，粗鄙！老总唾沫星子乱飞，大声道：刚刚本来在跟公司谈合作的3家公司都特么的说要再考虑一下，在我再三追问下，他们才说要找橡树，想要争取和橡树公司的合作机会。他越说越气，看着底下不争气的员工，我们是求着人家甲方，再看看人家橡树，
甲方求着人家橡树，为什么？就因为你们加起来都不如秦寻的一根毛。鸡毛！底下的人瑟瑟发抖，不敢说话，不少人尴尬地低下了头。老总疯了！忽然，老总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出来一看，瞬间就变了脸，堆上了满脸笑容。喂，王总，您要毁约，终止我们的合作，也去找橡树？他们开业大酬宾。电话挂断。开业大酬宾？老总愣了愣，想了想，才发现橡树公司成立好像才个把月的样子。他一脚踹翻了眼前的桌子。大酬宾？酬牛魔的宾？他们都不要休息的吗？就真给不给别的别橡树公司留活路了？他看向底下的员工，谁认识打手的？我要把秦寻打进 ICU。海城的几家猎头公司也看到了米歇尔的最新视频，短短半个小时，点赞量就达到了3万，评论数高达到1万多。他们立刻意识到了秦寻会变得多么抢手。卧槽！赶紧飞花城去赌秦寻，直接带上1箱子现金，给他一点震撼。在海城堵不住他，在花城还堵不住他。京城一家猎头公司去花城抢秦寻，可是现在没有公司找我们挖秦寻啊。糊涂啊，我们就不能先挖了再卖给营销公司吗？你把他攥在手里，还怕他卖不出好价钱不成？魔都一家猎头公司，兄弟们来大活了，有个演艺公司要挖秦寻，给了这个数，200万，是200万，拼了！他的助理那么好看，应该是看不上别的女人了。我给他换换口味，我穿上黑丝袜，带上肥皂，豁出去了。花城的几家奶茶公司全部都懵逼了，再也笑不出来了。什么情况？这1000万花的这么值吗？竟然引起了社会上大范围的讨论。现在就是一人尝一杯，也够嘟嘟茶饮转一阵子了。此时各个总司都收到了消息，今天嘟嘟茶饮那50家新店又开始排队了，而且有好多网红在那里自发的引流。这群为了流量臭不要脸的人，肯定不会放过这种流量了。完蛋，完蛋！不会以后嘟嘟茶饮成了奶茶界一霸吧？老总们慌了，纷纷出谋划策，赶紧去让营销部在1个小时内策划出一个活动，立刻落地执行。在那50家店铺周围搞活动，送奶茶、送券都行，不能让嘟嘟茶饮借着这一波起势，把它压下去。去请水军买通稿，往嘟嘟茶饮身上泼脏水，请职业打假的去闹事。这么忙的生意，卫生一定会出问题。嘟嘟茶饮领男子公司总部，钱运发拍了拍孙华的肩膀：小孙，等庆功宴你往死里喝酒，只要能逗秦寻开心，你学几声狗叫也是值得的。孙华，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花城某小区，原嘟嘟茶饮花城子公司主管李红海看着抖音热搜上的视频，气得奶子都快炸了。原本这份泼天的功劳是我的呀，这个钱老狗还说是为了保护我。你这几天巡店比地里的牛都勤快，嘟嘟茶饮没起来就算了，现在起来了，那我不是里外不是人了，那我这子公司主管的位置不是没了。花城太阳很大，安可没撑伞，顶着烈日在各家店之间来回奔跑。某家酒店，米歇尔的助手问道：姐，现在又有很多路人视角拍摄秦寻的视频冲了上来，要不要继续买了他们的视频？米歇尔摆了摆手：不必了，反正他们最后都要来看我的完整版，就让我沾沾秦寻的光，上一波热搜吧。第134章，加完，这奶茶的销售数据没有出错吧？第5人民医院，果然有几个上头的网友赶到了住院部，想要真实几个绑着绷带的病人，却发现5张床铺空无一人。地下停车场，5个浑身缠着绷带的男人一瘸一拐的往一辆车里钻进去，赶紧跑，赶紧跑，跑晚了就跑不掉了。最毒妇人心啊！长得跟妖精一样的女人果然是不能相信的，世界上还是坏人多啊。魔都，夏书杰刚开完一个会议，坐在办公室休息，秘书给他泡了杯茶，看着有些疲惫的他，有些不忍心，犹豫了一下，还是轻声说道：夏董，嘟嘟茶饮昨天新店重装开业，在网络上搞出了非常大的动静。我昨天晚上搜索了关键字嘟嘟茶饮重转开业关键字，发现了一些视频，但是很快就被博主下架。这事情有些奇怪，可能是竞争对手干的，我就把后面搜索出来的那些视频下载下来了。您需不需要过目一下？夏书杰看了一眼秘书，有些奇怪。这个秘书很懂事，一般不会在自己进行了高强度会议，正在休息的时候打扰自己，除非这事情很大。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给我看看。秘书立即递上了手机，把下载好的本地视频给夏书杰看。昨晚下载了一些视频后，他就睡觉了。今天一直忙着开会的事，都不知道网上已经有了完整版。夏书杰拿过手机一看，只见视频里一家嘟嘟茶饮店被几百人围得水泄不通，几百人竟然不吵闹，只有歌声传来。19岁的那一天，我来到黄淮的面前，一首歌深夜写给黄淮，你是我无法言语诉说的爱，唱得感人肺腑，
夏书杰看清了，那个站在嘟嘟茶饮店门口唱歌的人，分明是秦寻，而门店里那个模糊的身影，似乎是夏宁。他笑了一下，有些感慨，会唱歌就是容易撩妹啊，涉世未深的小姑娘总是容易被这种手段骗走。幸好夏宁很成熟。视频继续播放着，画面里秦寻低声呢喃，每天桃花开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个人，他曾经很喜欢我。夏书杰看见夏宁递给秦寻奶茶时脸上的笑容，有些惊讶，这种甜甜的笑容他都很多年没有见过了，上一次还是他上高中时。夏宁想要和牛啸军去野营，自己不肯，他撒娇时脸上露出来的。视频只到此为止，没有拍到下面的内容。夏书杰看得不明不白，有些奇怪，这是怎么了？秦寻虽然唱得很好，但不至于有这种让全场几百人保持安静的气场吧。秘书赶紧解释道，夏董，这是秦寻写给他的初恋，或者只是暗恋对象的。可是那个姑娘已经去世了。夏书杰微微动容，有些心疼夏宁。宁宁，无论你再好，也再没有机会赢黄怀了。夏书杰又划了一下手机，只见这个视频里一群人正在围殴几个人，他有些奇怪，怎么还打起来了？女秘书解释道，因为这几个人质疑秦寻是为了卖奶茶，编造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夏书杰，什么故事啊？女秘书伸手在手机上划了几下，找到了那个32块钱奶茶的故事。夏书杰低头看着，只见秦寻站在奶茶店门口讲述着往事。我家里面特别的困难，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有一次和一个很安静的女同学逛街，进了一家奶茶店，结果2杯奶茶要32块啊！在她离我远去那一天，蓝色的雨落在我眼前。那一天，我发誓，此生一定要让开一家让所有人都喝得起的奶茶店。这不仅仅是一杯奶茶，还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女孩的亏欠。所以，嘟嘟茶饮卖的是奶茶吗？不仅仅是奶茶，我要让他照顾那些在最青春最没钱时期的少年们的尊严。夏书杰眼睛一亮，一掌拍在桌子上，好小子，直接把价格低用粉料冲兑冠上了少年的尊严。这个帽子扣得大，扣得好，把想要用低价廉价冲击市场抢占下沉市场的心思包装得这么冠冕堂皇，我都快被他感动了。他有些激动，喝了一口茶，还是不能抑制激动的心情。好小子，好小子，会讲故事，能控制风向，是个营销的好手。当奶茶拥有了爱情的力量，必将一飞冲天。夏书杰站起身来，来回踱步，忽然吩咐道，去查一下昨天那50家新店的销售额。女秘书应了声好的，立即出去，不到5分钟拿着一份文件回来了。她神色有些激动，低头看着数据汇报道，夏董，嘟嘟茶饮的那50家店在重新装修升级之前，平均一家店在周6的销量是600杯，昨天的平均销量是2500杯，一共卖了12万5千杯，总营业额是75万3406元。夏书杰一惊，5倍的销量，75万的销售额，这太夸张了。虽然价格降低了，但也架不住量多呀，只要量多也是能赚钱的。秘书笑了一下，继续说道，其中金石广场店卖了1万2千杯，营业额是8万4千多块钱。夏书杰一惊，有些不可置信，数据没有出错吧？1万2千杯，就算店里站满了员，1分钟做10杯，1个小时600杯，也要20个小时。可是，一整天白天加黑夜才24个小时，这还是要他们不会累，不会停，这怎么做得出来？况且，哪家店能准备这么多材料？女秘书解释道，抖音的推流机制可能是先推向本地的网友，或者是那些路人发了朋友圈。昨天秦寻讲完故事，唱完歌之后，随着网络的发酵，感动了当地很多人。而且当时金石广场有很多网红都在做宣传，又吸引了很多人跑来金石广场店打卡。现在嘟嘟茶饮金石广场店已经成了网红打卡点，一个见证爱情、追忆心中白月光的地方。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夏董，昨天有很多人是直接付了款，直接就走，说这一杯是请黄怀，所以昨天大概有7000杯是送给黄怀的，他们根本没有要奶茶。夏书杰扶额摇头苦笑，我老了，看不懂现在的年轻人了，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疯狂了。他吩咐秘书，你去把这些视频发布到抖音，投钱推流。秘书收到。夏书杰缓了好一会儿，才把心中的情绪消解完，在电脑里找出秦寻的策划案。他眼神微动，此时他有了全新的感受。当初觉得你小子野心太大，和夏宁是一个路子，现在看来他不是野心大，而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着足够的自信。他想到了夏宁，微微皱眉，拿起手机拨打夏宁的电话。电话接通，他直接问，声音轻柔，宁宁，你还好吧？只听得手机那头的夏宁的声音很小，似乎所在的环境不方便大声讲话。他轻笑了一声，我很好啊。夏书杰叹了口气，有些心疼。如果你还好，
你为什么会笑出声音？你很少笑出声音的。手机那头沉默了，只听得见轻微的呼吸声。突然，一个熟悉的男人声音传来：夏宁，出事了！我刚刷到一个新闻，你爸爸嫖娼又被抓了。夏书杰，第135章，安可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姐姐。小夏，你不能这么说人家。夏书杰，他有些懵逼，他嫖娼还被抓了。正想要问夏宁什么情况，就听见手机那头夏宁压低声音说道：爸，以后再跟你解释，现在不方便讲话，先挂了。电话挂断，嘟嘟声响起。夏书杰坐在凳子上想了半天，始终想不出个头绪。忽然手机微信提示音响起来，拿起来一看，是他妈妈发过来的。书杰，书豪嫖娼又被抓了，真是气死我了，你有没有办法捞一下？夏书杰一怔，立刻想通了，气得一掌拍在桌子上。什么东西？夏宁骗秦寻说她是夏书豪的女儿，那这种说法，那我不是绿了吗？他气得发抖。逆子，真是个逆子，这种话能随便乱说的，跟在秦寻身边真是半点都学不到好。缓了一会儿，夏书杰给他的妈妈回了微信：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于法于规，我都不能捞他。花城酒店，秦寻躺在沙发上，看着从房间里出来的夏宁，眼神有些同情。小夏，还好吧？只见夏宁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声音不大。我还行。秦寻觉得夏宁的心真大，又听见他说道：习惯了。秦寻越发的觉得夏宁可怜了。夏宁坐在沙发上，二人对视一眼，都觉得对方是个可怜人，同时叹了一口气。秦寻见夏宁似乎没有多大事，又继续打游戏。夏宁看了一眼窗外的大太阳，又想到安可已经出去巡店了，没有等他，而且他跟安可也不怎么合得来。他提醒秦寻：秦寻，牛总在群里发了通知，说嘟嘟茶饮在网上引起了轰动，让橡树公司名声大振，现在已经让业务部的同事多接业务，搞一个开业大酬宾。这2天收到了很多合作意向，差不多有30多个。你现在要不要筛选几家公司？他说的脸不红心不跳，给牛啸军背上暗黑锅越来越顺手了。秦寻一听，操作着游戏里的角色，把就往敌人的屁股上捅，语气有些不悦：仇牛魔逼，这个公司不能指着我一个人压榨，我是个人啊，我不是头牛啊。他越说越气，你说说牛啸军还是个人不？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总，一个星期都不出现一次，天天骑着他那个破摩托浪，跟个精神小伙似的。橡树公司有这样的老总，迟早倒闭。夏宁已经忘记了这是第几次秦寻咒他的公司倒闭了，不过他这一次竟然没有生气，反而有些心虚，提醒道：你也是橡树公司的老总了，你有10%的股份。却看见秦寻头也没抬，认真的打着游戏。不稀罕，我的人生信仰就一条，摸鱼。哪家公司能让我摸鱼，我就去哪家公司。说着他抬起头，到时候我带你一起走，我们一起摸。夏宁，他听见他又准备跑路，心情有些不爽，不过转念一想，秦寻为了给嘟嘟茶饮做宣传，把自己的伤疤、青春的疼痛都在大庭广众下翻开给大家看。他压下了怒火，看见秦寻打完一把游戏，掏出了自己的手机。那个，我们一起玩。秦寻抬头，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你也会？夏宁半边嘴角一勾，显得有些高深莫测。我学东西一向很快，而且这款游戏在我读书时和室友玩过2、3把。秦寻有些不情愿，带安可玩还行，因为安可其实挺厉害的，但是夏宁这个陪玩，嘴巴又不甜，实力又没有，不就纯纯一个拖油瓶？可是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夏宁下载了游戏，二人加了好友，开了游戏。夏宁，我选个蒙恬。秦寻条件反射，那我就选妲己。夏宁低头看着手机，点头。好，我蒙恬你妲己吧。秦寻身子微僵，盯着手机，不敢抬头，一副认真的样子。忽然他感受到了夏宁的视线，抬起头，看见他的神色微冷，立即露出了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小夏，怎么？你怎么不确认英雄？只见夏宁看了他一眼，脸上闪过一丝狐疑，才慢慢低下头，确定了英雄。秦寻松了一口气，好险，头发又差一点被薅。2人玩了一上午，夏宁果然很聪明。秦寻不停地夸奖：小夏，你的技能越来越准了，哎呦喂，还能丝血反杀了，好走喂，哟，都学会当草丛表音人了啊。小夏，快给我挡子弹。哎，你怎么不挡？夏宁冷声道：我的命也是命。秦寻，大姐你蛮血啊，要是安可的话，他就是给我挡到死，他也不会毫不犹豫的。只见手机游戏界面里，夏宁在秦寻角色死去的尸体上凌空劈了几剑，声音更冷：
我没他那么绿茶。秦寻觉得背后说别人坏话不太好，一边低头看着游戏，一边说道：“小夏，你不能这样说别人。安可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姐姐，她最开始也是给我一种茶茶的感觉，甚至觉得她在勾引我。”夏宁转头深深看了秦寻一眼，又低头继续打游戏。秦寻继续说道：“不过经过后来的相处，我发现她这个人外面柔弱，内心坚强，是一个很要强的女孩子，外柔内刚型的。”不知为何，夏宁听见他夸安可就有些烦，沉声道：“哦，是吗？”秦寻打着游戏，认真点点头：“可不是吗？那天她在面试时跳舞，我以为她会是一个奔放的女孩子，可是现在觉得我就是摸她一下手都是摸不到的。她其实很骄傲的。”夏宁想到私底下安可在他面前表现出来的锐气，有一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气势，有些不相信。他转头看了秦寻一眼，忽然冒出了一个很幼稚的想法，想要考验一下秦寻还有安可。他迟疑了一下，让语气尽可能平淡：“要不我今天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让你今天去摸一摸安可，看他打不打你。”第136章，在花城这块地界，有我在，他秦寻就翻不了天。不摸。秦寻一惊，转头看了夏宁一眼，不知道这种话怎么会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夏宁就摸手。秦寻不摸，摸一下又不会怎么样，会挨打。不挨打的话，你摸不摸？也不摸。你犹豫了。嘿，我们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在背后议论人，容易遭天谴的。正在这时，两人听见了门口一阵咳嗽声，转头一看，只见安可站在门口。夏宁，秦寻。安可神情有些局促，不知道往哪里看，只好低下了头，尴尬的搓小手手。夏宁赶紧低头继续玩游戏，操作角色埋伏在草丛里，表情格外认真。秦寻就跟没事人一样，一边打游戏一边问道：“安可，你这个工作狂一般不都是要忙到晚上才回家吗？怎么今天这么早？”只见安可立刻抬起头，脸上已经没有了尴尬的神色，变得一脸严肃。他关上门，快步走向秦寻：“秦总，嘟嘟茶引出丑闻了。”夏宁一听，停止了操作游戏。秦寻却还低头操作，眉头皱起：“小夏，你怎么傻站着不动？你在草里都被人轮了，我去救你！”夏宁，他转头看了一眼秦寻，伸手按住了他的手机屏幕，一按电源键，熄了屏。秦寻一声叹息：“这下我也要被人轮了。”夏宁，他实在拿秦寻没办法，要是他是自己的儿子，一定狠狠地打他一顿。怎么又是儿子？难道我内心深处真的喜欢到处认儿子？秦寻抬起头看着安可，问道：“小安，嘟嘟茶饮出了什么事？”只见安可有些忧虑，急声道：“员工操作失误，客人在一杯奶茶里喝出了飞虫。”秦寻点点头：“哦，就没有然后了。”安可一怔，看着秦寻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又看向了夏宁，见他的脸色也是有些着急，知道自己才是正常的。秦寻这淡定的态度才正常。安可声音更急了，继续说道：“还有嘟嘟茶饮天河2店，因为卖得太好，原料准备的不够，店长端出之前的店里的粉料放在柜台上拆封，结果那箱原料过期了，被眼尖的客人看到了。”秦寻一听，脸色微变，一巴掌拍在沙发上：“什么？竟然还能出这种事？这个店长必须开除！”他站起来，气得在客厅兜了几圈。安可和夏宁看见秦寻气愤的样子，觉得他重视起来了，心里好受了很多。却听见秦寻大声说道：“这个店长随意篡改我定好的配方原料，简直就是无法无天！”安可、夏宁他们两人看着秦寻，一脸懵逼，觉得秦寻是不是听不懂人话？重点是配方的问题吗？过期啊，过期品啊，是买1赔3，不满1000按1000算的过期品啊！安可脸色更差了，急声道：“虫子和过期原料的事情都被人拍了照片、视频，发了抖音。公司初步判断是职业打假干的，而且背后有花城其他几家奶茶公司的影子。现在那2条抖音在以很快的速度传播，应该是其他对手投了豆荚。”他走到了秦寻面前，仰头看着他：“我已经让公司给2个客人各赔了1000块钱，并且道歉。但是这2件事在抖音上传播速度太快，公司担心这在开业之后立刻就爆发的2个丑闻会影响公司声誉，把我们起飞的势头按下来。”安可越说越激动，他现在还是花城子公司的代理总经理，要对新店转型全权负责，出了这一摊子事，他一定要背锅的。在嘟嘟茶饮的职业生涯可能到头了。秦寻看着安可的眼睛里已经微红，脸上终于露出认真的神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舆论这个东西是很容操控的。他拍了拍安可的肩膀，柔声道：“安姐，你放心，有我在，没意外。”安可看着秦寻的眼睛，莫名的放松下来，鼻子却更酸了。他是单亲家庭，跟妈妈长大，虽然家庭条件还好，是小康家庭，但是家里没有男人，
总是感觉有些缺憾。妈妈从小教她自尊、自强、自爱，而她也很争气，从小单打独斗惯了，也自信自己的能力。可是当她遇上了排山倒海的网络风暴时，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现在遇见了秦寻，发现身后有人的倚靠，心里真的好踏实。这就是传说中的父爱如山的感觉吗？正当安可感动时，秦寻忽然说道：其他公司砸钱，我们也砸钱。安可点点头，他大概也猜到了，应对水军的方式就是请另一波水军去引导舆论风向，最好再花点钱撤热搜。可是秦寻接下来的话却吓了他一跳：安姐，我们也给那2条视频投钱，一条投5万豆价。哦，安可点点头，然后反应过来，一脸震惊：啊，给我们的负面新闻投钱？夏宁走到秦寻面前，伸出手摸了一下他的额头，转头看着夏宁，冷着脸说道：他没病。停顿了一下，缓缓说道：应该是疯了。嘟嘟茶饮花城子公司总部，总经理办公室里，钱运发看着抖音上那个2条视频的评论，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感觉头发又要掉几根了。虫子，哇，嘟嘟茶饮真的良心，买素的还送肉。卧槽，原材料过期，难怪卖这么便宜，喝了不会死人吧？无良商家就知道炒作，恶心恶心，呕吐。孙华坐在一旁也翻看着评论，抱怨道：过期品，虫子，这种事情作为零售行业的从业人员，谁不知道哪怕管理的再严格都是有可能出现的。怎么就有了3万多的点赞，2000多的评论？这明显是有人在买水军搞我们。钱运发揉了揉秃头头皮，枪打出头鸟啊，枪打出头鸟啊。现在嘟嘟茶饮在网络上势头这么猛，闹这么一出，不知道能不能扛过去。现在其他所有奶茶品牌都恨不得我们死啊。李红还躺在床上刷到了嘟嘟茶饮虫子和过期品的丑闻，高兴的买了2斤猪头肉，喝了几两小酒。嘟嘟茶饮花城子公司没我可真不行。什么秦徐，什么橡树公司，在花城这块地界有我在，他就翻不了天。第137章，我能惯着他们。接下来该我舌战群儒了。花城其他奶茶公司，那些公司高层也是一脸笑容，拿出手机在视频底下疯狂点赞评论，带节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浪高，你就不能这么浪？你卖那么便宜，倒是显得我们赚的是黑心钱了。乐极生悲啊！哼，我们其他几个奶茶品牌根本就没有任何商量，结果就能同心协力的针对你。为什么？因为你异类，犯了众怒。大家都玩消费升级，你玩什么降级？全国各地一些营销公司里，嘟嘟茶饮出丑闻了，这么快，被人搞了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挺没底的。是啊，虫子，喝过期品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吧？谁没有买到过期食物呢？我的意思是，我感觉秦徐还能翻盘。有可能。那老板又要骂我们不如一根毛了。我明天开始休年假躲一躲。魔都，夏书杰很少刷抖音，但是刚才从视频里看见了夏宁竟然给秦寻亲手做奶茶，还笑得那么甜。他心里有些别扭，在抖音上搜索了一下嘟嘟茶饮，看到了米歇尔发的完整版，越发的觉得秦寻这个人有些危险，要是针对他的女儿使一些手段，怕夏宁还真是遭不住。他看完又滑到下一个视频，没想到竟然是嘟嘟茶饮的丑闻。嘟嘟茶饮奶茶里喝出虫子，嘟嘟茶饮原料过期。夏书杰笑了笑，果然天底下就没有那么顺利的事情，当你想要往上爬发财的时候，会有1万双手拉你下来。花城酒店套房里，安可静静地看着秦寻，看他神色认真，真的要给那2条嘟嘟茶饮的丑闻各投5万块钱吗？秦寻拿出手机打开抖音搜索一下，发现那2条视频的点赞量都已经过了4万了。他笑了一下，那算了，看来其他奶茶公司是真的气得不行，给这2条视频投了不少钱推流。他传播的速度够快了。秦寻看了夏宁和安可一眼，讲起了一个故事，道：在我们家的镇上有一家卖大肠粉的，口味很好。他停顿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神色。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在期末考完之后去犒劳自己一顿，结果在一块肥肠里发现了一小坨猪屎。他看了看夏宁，又看了看安可。听到这里，你们生气了吗？夏宁和安可对视一眼，都看向秦寻，轻轻摇了摇头。秦寻笑了笑，是吧？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其实没有多人少愿意去关心别人的事情。你看，有人差点吃到了屎，但是你们并没有感同身受，并不生气。忽然，夏宁问道：那个，你说的那个朋友是你吗？秦寻，他发现他不喜欢太聪明的女人。安可一怔，一脸认真看着秦寻说道：我现在有点生气了。夏宁一听，忙转头看向安可，微微眯起了眼睛，有些佩服。这个小绿茶见缝插针，哄男人开心果然有一手。秦寻没有看出来2个女人间的明争暗斗，继续说道：我跟你们分享我一个朋友的故事，
就是想要告诉你们，其实虫子和过期品的事情真的算不上大事。你们俩真的觉得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乎别人喝到了虫子，买到了过期品吗？都说买到过期品按售价的3倍赔偿，不满1000的按1000算，但是现实中除了那些职业打假人，谁会真的去死磕这1000块呢？他笑了笑，其实广大的人群群众比我们想象的宽容。说着，他把手机翻转过来给他们看了一眼。你们看，现在这2条丑闻视频下面的评论这么多，都在骂嘟嘟茶饮，可是有几条评论下面有跟评，说明现在只不过是水军在自嗨，那些话根本没说到人们心坎上，人们根本不在乎。这些负面舆论对嘟嘟茶饮的影响有限。安可伸出手指滑动了一下，发现确实像秦寻说的那样，那些评论根本没几个跟评。他稍微松了一口气，抬头看着秦寻，那我们就不管吗？只见秦寻摇了摇头，扭了扭脖子，脸上露出了一抹自信的笑容。既然其他奶茶品牌搞了我们，我还能惯着他们？接下来要看我表演了。安可眼睛亮了起来，夏宁也静静地看着秦寻，却看见秦寻身子一蹦，往沙发上一倒，把头靠在了沙发扶手上，美美地躺了下来。这个姿势舒服，适合我舌战群儒。夏宁，他皱起了眉头。安可脸色有些不好看。秦总，你这是要以一己之力和几千个水军对喷？秦寻摆了摆手，我只负责抛砖，引来更多的玉。趁着现在嘟嘟茶饮风头正盛，在花城已经积累了一部分粉丝的情况下，去煽动他们的情绪，让这些自来水去冲溃那些水军。他看着安可，我等下去评论区里评论，你找一些水军给我赞点，让我的评论置顶。安可点点头，收到。他走到一边，打了一个电话，联系好了水军公司。不一会儿走了回来。秦总，您的评论写好了吗？秦寻躺在沙发上，把手机里的小说软件关掉，脸上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笑容。还没。安可，秦寻，我马上开始。他启动了超频模式，疯狂地打字，躺在沙发上，身体都抖动了起来。夏宁和安可看了一眼在沙发上颤抖的秦寻，想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他们对视一眼，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想法，都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自己太污，是秦寻太孟浪了，是个正常人都会这么想。不一会儿，秦寻拿出手机翻转过来给安可看，写好了一条，让水军去点赞，把我顶上去。安可看了一眼，脸色有些怪异，又看向秦寻，有些怀疑，真的要这么发吗？第138章加更，请大家放心，秦总已经出手，就这么发。秦寻躺在沙发上，语气很笃定。夏宁看见安可的脸色有些不好看，把头探了过来，一看脸色也变得不太好看了。只见秦寻开小号在视频下面评论，我就是想求求你别再纠缠嘟嘟茶饮了，行吗？20块一杯的奶茶我喝了4年，房子喝没了，老婆被我喝跑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奶茶，你们非说是过期奶茶，那奶茶过不过期我能不知道吗？那柠檬水才4块钱一杯，老板根本不赚钱，你要不让我们买，我们都得渴死。夏宁看完默默地看着沙发上的秦寻，过了很久才吐出一句，我真想挖开你的脑袋看一看，你脑子里面装的是什么？秦寻傲娇的冷哼一声，只当他是在表扬自己了。他解释道，一个虫子，一个过期品，视频下面还是水军毫无感情的评论，并不会让网友有过多共鸣的。生活很苦，但是网友是很乐意当乐子人的，你别小看他们的脑洞。我这条评论顶上去，大概率可以激发网友们的创作激情，为了评论点赞数，一定会大秀脑洞，去玩乐子人文学的。他停顿了一下下，看着傻傻的看着自己的夏宁和安可，笑道，而你们要做的就是让水军让给向着我们说话的人点赞，给他们成就感，刺激更多的乐子人进来评论，让嘟嘟茶饮的丑闻评论区变成乐子人神评大赛。夏宁和安可还是没听太懂，不过也习惯了。秦寻行事向来没什么章法，如果有一天他突然蹦到路边学狗叫，他们也一定会认为秦寻此举大有深意。安可跟水军公司沟通，半个小时后，秦寻的那条评论就被顶到了最上面，已经有了2000多点赞。秦寻没管，继续打着游戏，而安可却不断地刷新着评论。过了半个小时，他忽然兴奋地叫了一声，秦总，风向变了，真是好荒诞啊。夏宁一听，赶紧拿出手机刷新，发现果然有一些网友在秦寻的评论下跟评论，笑死我了，什么奶茶能把房子喝没，老婆喝跑了呀，真是个乐子人。再往下一拉，有一网友的搞笑评论已经被水军顶了上来，小嘟这次就算了，下次也原谅你，哪有什么过期了，那是我来晚了，我如果不去喝别的牌子，它会过期吗？夏宁看着躺在沙发上玩游戏的秦寻，悄悄深吸了一口气，暗自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好好精进游戏水平，让秦寻保持良好的摸鱼状态，这样他才有更多奇思妙想。正在这时，安可忽然直接坐在了秦寻身边，拿着手机启动游戏。
秦总，我来助你超神。秦寻声音有些惊喜。好啊。夏宁看了他们一眼，默默退到了一旁。狗男女。嘟嘟茶饮花城子公司总部，钱运发在电脑上查看了一下50家新店的实时数据，发现今天的奶茶销量依然可观，心情好了一些。他笑道，好像销量没受什么影响。果然，低价对人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忽然，孙华从沙发上窜了起来，把手机拿到了钱运发面前。钱总，风向变了。钱运发被孙华咋咋呼呼的吓了一跳，有些不悦，低头往他手机上一看，眼睛亮了起来。活了半辈子，还没见过这种事情。现在的网友们都这么宽容的吗？何止是宽容，简直就是对我们的偏爱。只见嘟嘟茶饮丑闻视频评论区更加热闹了。我不知道一杯20块的奶茶能赚我多少钱，但我知道一杯4块钱的柠檬水肯定赚不到5块。他都不嫌弃我穷了，我怎么还能嫌弃他呢？你们说都是添加剂，添加剂也是要钱的呀。哪家奶茶敢拍着胸脯说没放添加剂？大家都一个样，谁都别装白莲花。嘟嘟茶饮不好喝，虫子能飞进去吗？孙华犹豫了一下，说道：钱总，我刚才看了一下微信群里的信息，在半个多小时以前，安可发了一条信息，说关于负面新闻，秦总已经出手，请大家放心。钱运发一愣，随后心里有些佩服，英雄出少年啊，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看着孙华，今晚给秦总设宴庆功，你要伺候好了，就是他让你学狗叫，你也要响亮的嚎2声。孙华，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李红海坐在茶几旁，翻看着风向立刻变了的评论区，他气得一脚踹翻了猪头肉，摔碎了啤酒瓶。我凉了，彻底凉了，本来这份功劳是我的呀。花城其他奶茶公司，那些公司高层此时一脸愁容，看着评论区有些评论，只觉得头大，太阳穴头一跳一跳的。小骚风奶茶注意卫生，虫子都飞到我们小都这边来了。嘟嘟茶饮真的很让我失望，以后再也不喝大王茶了。怎么嘟嘟茶饮都出事了？心寒，再也不喝 CC 了。怪不得我喝了嘟嘟茶饮会肚子疼，原来是因为去年喝了一杯可可奶茶。他们气得不行，骂了起来。有虫子，过期品这么严肃的事情，这些网友在这里干什么？到底是谁在背后搞的鬼？不会又是秦寻吧？全国各地一些营销公司里，讨论声又起。我就说吧，会有反转，真有意思。一个丑闻又让他给做成了一场营销。这个秦寻真的是感觉营销界要出一头史前巨兽一样的怪物了。完蛋，等下老板又要发飙。听说橡树公司生意火爆，在到处挖策划师，给的待遇很不错，要不然我不是为了钱，能跟在秦寻身边学上1年半载也是好的。嘘，这种心里话是能说出来的吗？我现在去招聘网站上看一眼，就一眼，绝对不投简历。魔都夏书杰办公室，他揉着眉心，内心有些纠结，叹了一口气。这个秦寻搞这一出，这下可怎么办？第139章加完，是我不懂事了，回来的早了。夏书杰翻看着嘟嘟茶饮丑闻视频下面的高赞评论，小嘟推着我身后，不要伤他。嘟嘟茶饮是当着我的面摇出来的，他真不真我能不知道吗？错的是我，不是他。别人要看你身败名裂，我要看你扶摇直上。没了你，别的奶茶都敢20起。夏书杰不禁苦笑着摇了摇头，专业，很专业。秦寻另辟蹊径，带得一手好节奏，化腐朽为神奇呀。他站起身来，走到落地窗前，看着外面的林立的高楼大厦，感叹道：营销界里唱歌最好的，歌手里商业眼光最好的，经商人里最会营销的，3项才能形成了一个闭环，一个6边形战士。他一声叹息，入赘我们家也不算委屈了夏宁。忽然他想到一件事，可是秦寻把夏宁的风水鱼做成了菜吃了，会不会有些不吉利？过了一会儿，夏书杰给秘书发了信息，发一份任命书，让安可转正，成为嘟嘟茶饮花城子公司主管，负责新店的全国推广。花城酒店套房里，秦寻和安可打着游戏，夏宁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见他们2人配合默契，比刚才自己和秦寻配合起来效果好得多。他心里有些不舒服，冷哼一声，暗道：玩物丧志。他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索嘟嘟茶饮，竟然发现一条这样的内容：米歇尔道歉。点进去一看，原来是昨天发布秦寻打人了的米歇尔又发布了一条道歉视频，标题是米歇尔在金石广场送1000杯柠檬水向秦寻道歉，向广大网友道歉。视频里，只见一个穿着大胆火辣的高挑美女站在嘟嘟茶饮金石广场店门口，在叫卖：柠檬水免费喝了，冰冰凉凉的柠檬水免费喝了。夏宁小声地播放着，抬头看了一眼秦寻，见他和安可战况激烈，替我挡子弹。好，我会替你报仇的。不用了，你残血，先跑，等一会儿我们复活一起杀他。好。夏宁抿了抿嘴，把视频播放的声音放大了一些，却发现根本没有影响到秦寻。
他忽然开口说道：“那个秦寻，米歇尔在网上发视频跟你道歉。”却看见秦寻头也没抬。好的，我原谅他了。本来事情也是他一手策划给宋应博流量吸粉用的，有什么原谅不原谅？夏宁看见秦寻头也不抬。你不看一眼？秦寻还是没抬头。没什么看的。夏宁犹豫了一下，说道：“米歇尔穿的可火辣了。”只见秦寻猛然抬头，转过脸，露出了一个笑容。那就看一眼。夏宁，他起身往房间里走去，只留下冷冰冰的一句话：幼稚。秦寻看着夏宁的背影，挑眉：“你骂我？”只见夏宁脚步慢了一些，没有回头，说道：“没骂你。”秦寻听得一头雾水，转过头看着脸上带着温婉笑容的安宁，问道：“安姐，他为什么骂你？”安可，他心底一声叹息。夏宁明明骂的是他自己，这个秦寻能准确把握网友心思，引导舆论风向，却完全把握不了女人的心思，真是个直男啊！秦寻和安可一直在玩游戏。夏宁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走出房间看了他们一眼，想要走一走散散心，默默走向门口。我去买饭。秦寻有些奇怪，点外卖啊？夏宁，外卖不干净。秦寻，他有一种副业受到侮辱的感觉。夏宁打开门，回头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两人，又补充了一句：“我很快就回来。”只见秦寻头也没抬。不用急，慢慢来。夏宁语气坚决，重复了一遍：“我很快就会回来。”门关上了。安姐，你觉不觉得夏宁今天有些奇怪？秦寻抬头看了一眼关闭的房门，微微皱眉，转头看向安可，见他脸色有些微红。啊，你也挺奇怪的，怎么突然红了脸？安可，难怪秦寻这么有才华，都是拿电商换的。两人又打了几把游戏，正准备休息一下，忽然，安可的微信不断的跳出信息：“恭喜，恭喜安总，恭喜安总！”撒花，撒花！他点进去一看，嘴巴长得老大，惊叫了一声，伸手捂住嘴巴，眼眶慢慢红了。秦寻看见他哭了，有些紧张：“你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却看见安可转头看着秦寻，略带娇嗔的瞪了他一眼，紧接着扑哧一笑。他把手机递给秦寻，秦寻接过看了一眼，只见是一个叫嘟嘟实业有限公司的微信群里，一堆人在恭喜安总。往上一拉，是一份电子档的任命书，大概意思就是正式任命安可为嘟嘟茶饮岭男子公司主管，主持新店型的全国推广工作。秦寻把手机还给安可，鼓掌：“恭喜，恭喜！安姐，你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省的负责人，还要负责全国性的推广工作，那在公司岂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以后要抱你的大腿了。”安可笑中带泪：“这多亏了你，应该是我要抱你的大腿。”秦寻，我抱你的大腿，我抱你的，我抱你的，我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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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中，二人互相恭维。突然，他们听见砰的一声响，吓了一大跳，转头一看，只见是夏宁把手里提着的一袋子饭菜丢进了垃圾桶。夏宁冷着脸走过来，看了一眼红着眼睛的安可，脑海里浮现了一副龌龊的画面。他的视线最终落在一脸懵逼又无辜的秦寻脸上，他的声音又冷又沉：“秦寻，是我不懂事了，回来的太早。”说完，他转身朝门外缓缓走去，摘下门后的请勿打扰的牌子。他走出门，把牌子挂在了门把手上，慢慢关上了门。“我不打扰你们了，抱吧。”第140章，误会解释清楚了吗？似乎更深了。夏宁是不是误会了什么？秦寻看着轻轻关上的客厅房门，转头看着红着眼眶，脸色更红的安可，问道。安可犹豫了一下，慢慢说道：“误会得很深。”两人同时起身往门口追出去。忽然，安可见秦寻蹲在了垃圾桶旁，一脸心疼地把里面装饭菜的袋子提出来。他停下了脚步，看着秦寻，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秦寻提着袋子，仰头看着安可：“你愣着干啥？去追啊！”安可：“哦。”他开门往走廊一看，只见夏宁已经走到了电梯口等电梯，赶紧跑了过去，张开手拦在了夏宁身前：“你听我解释，我们说的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夏宁没有说话。安可解释道：“我们说的不是拥抱的抱，而是抱大腿的抱。”夏宁一怔，脸色更冷，有一种被人起脸输出的感觉。他某些方面的知识不是很丰富，但也知道有一种手法要用到大腿。电梯门开了，夏宁拨开安可的手走了进去，微讽道：“玩得挺花。”安可一怔，知道他误会更深了，脸更红。他跟了进去，拿出手机打开群消息，递到夏宁面前，解释起来：“夏宁，你看，我眼睛红了，是因为我升职了。秦寻说以后要抱我大腿，我说以后要抱着他大腿，我们两个互相恭维，慢慢的就说成了我抱你，都是误会。”
只见夏宁缓缓转过头，看着他，然后又缓缓转了回去。夏宁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不过呼吸似乎粗重了一些，白皙的脸好像也有些红润。电梯门到了1楼大厅，门开了，夏宁静静地站着，没有走出去，一直等到电梯门自然关上，慢慢抬起手按了一下6楼。他看也没看安可，声音却带着真诚道：恭喜。安可轻轻笑了起来，谢谢。电梯上升，气氛有些尴尬。回到房间客厅，夏宁打开门一看，只见秦寻已经把饭菜摆在了茶几上。他在门口停顿了1秒，若无其事地走了进去，坐下，他拿起筷子，低着头默默地吃饭。秦寻一怔，转头看了安可一眼，见他轻轻笑着点了点头，明白了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他知道夏宁脸皮薄的，不准备调侃他，免得他恼羞成怒，又薅自己的头发。三人沉默地低着头吃饭，没有谁在意这些东西是从垃圾桶里捡起来的。几人安静地像监狱的缝纫机小能手。秦寻低着头扒饭，忽然看见一双筷子把一块鱼肚子夹到了他的碗里。鱼肚子无刺，鲜嫩入味，是鱼身上很好的一块肉。他微微一怔，头也没抬。安姐，谢谢你。夹起鱼肉就要往嘴巴里送，却看到一双筷子从他的筷子上把那块肉抢走了。他抬起头，看见夏宁的筷子上夹着那块肉，抬起头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小夏，现在还不到12点，没下班，现在还是上班时间，我是你的上司，你不能这么放肆。只见夏宁静静地看着他。此时秦寻听见身旁安可的声音响起，有些小，那个秦总，那块鱼肉是宁姐给你夹的。秦寻一怔，睁大了眼睛盯着夏宁看。只见夏宁面无表情地抿了抿嘴，他实在想不到，一向高冷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夏大小姐竟然会给人夹菜，又是母性的光辉吗？他笑了起来，小夏，你是除我妈之外第一个给我夹菜的女人，我好感动。却看见夏宁微微皱眉，轻轻把筷子移到茶几旁的垃圾桶上方，松开了手，鱼肉掉进垃圾桶。秦寻，他有些不爽，却听见夏宁用更不爽的语气淡淡说道：我才24岁，你以后不要老是把我比作你妈，我没那么伟大。秦寻，哦。他低头继续吃饭，忽然又看见一双筷子夹了一块鱼肚子放在了他的碗里。他抬起头看着夏宁，只见夏宁也默默地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露出一个清淡的笑容。不用谢。秦寻，晚上7点，钱运发订好了餐厅，要给秦寻、安可、夏宁3人庆功。打车来到餐厅门口，钱运发、孙华和嘟嘟茶引领男子公司的主管们一行15、16个人已经早早地候在了餐厅门口。下了出租车，夏宁和安可一左一右，把秦寻护在中间，慢慢往餐厅门口走去。钱运发一行人赶紧走向秦寻，满脸堆笑地去迎接。秦总、安总，今晚非常荣幸，非常感谢几位。正在这时，听得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伴随着一声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凄厉无比的喊叫声。秦总！众人转头看去，只见一个穿着西服、提着一个手提箱的男子快步冲向秦寻。夏宁和安可转头看向秦寻，一脸的狐疑。秦寻，他是个男的。听着那人凄厉的叫喊声，他都差点以为自己曾经始乱终弃，把那男人给抛弃了。钱运发脸色一冷，来者不善啊！他吩咐身边的人动手护着秦总。话音刚落，他身后10几个人齐刷刷往前一站，瞪眼、握拳、秀弓2头肌，气势惊人。那黑衣男子见状吓了一跳，在离秦寻2米外，双膝一软，一个滑跪到他面前。别打我！那男子大喊一声，把手提箱往地上一拍，打开，露出了里面满满的一箱子软妹币，红花花的，整整齐齐的码放着。秦寻、安可，夏宁想到了什么，脸色微冷。钱运发一行人看着跪倒在秦寻面前的男子和那满满当当的一箱子钱，心头大震。这特么的是要干嘛啊？秦寻低头看着黑衣男子说道：你行这么大一个脸，这位有钱人，你到底想要干什么？第141章猛兽看到了猎物。秦总！只见黑衣男子抬头仰面看着秦寻，一脸真诚，大声喊道：我是当初往您门缝底下塞钱的小张啊。秦寻想了想，想起来了，却装作不知道，疑惑道：小张？小张说道：飞豹猎头公司的客户经理小张。他拍了拍手里箱里的钱，满脸笑容。秦先生，有个大公司给您开出了1年1000万的年薪，这是100万成一金，希望您能给我5分钟，让我详细的给您讲解一下。秦寻居高临下看着小张，有些尴尬。他抬起头，发现四周很多路人都看了过来，眼神有些怪异，怕不是把小张当成了一个老嫂子，在提着钱跟自己跪地求爱。他双手虚扶：小张，你起来，我们慢慢谈。小张摇摇头：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四周响起一阵惊呼：
吃瓜群众慢慢的围了过来。人群中，夏宁听见慢慢谈几个字，眉头一皱，冲着钱运发使了一个眼色。钱运发立即明白，这是有人要抢下小姐橡树公司里的绝对核心员工。他伸手用力拍了拍孙华的肩膀，压低声音说道：“把小张往死里打！”孙华一惊，转头看着钱运发，见他脸色郑重，知道立功的时候到了。他点了点头，叫骂着扑上了小张：“我操你妈的！什么猎头公司这么嚣张，敢当着人家公司同事的面直接挖人？你特么的坏了规矩，知道吗？”两人扭打在一起，小张的声音也叫了起来：“操你妈的！下手这么黑！哎，我的蛋，关你吊事！”秦寻忙往后退到了夏宁和安可身旁。四周的吃瓜群众掏出手机拍摄，不少女孩子嘴里啧啧称奇。两个男人为了另外一个男人打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那人下手还黑，想要断人家的子孙根，想要取得根本性的胜利。哎，钱撒了，这么多钱给我多好！秦寻听着四周的议论，一脸黑线，真是腐女看人机。很快，动静吸引了巡逻警察，把他们两个人扭送派出所。在远去的路上，小张大喊：“秦总，你等我，你一定要等我出来啊！你要等我呀，千万不要答应别人！”四周的腐女们兴奋的跺脚脚，纷纷看向了秦寻。那个就是爱情，异性是为了繁衍后代，同性才是真爱。羡慕秦寻，爱你妈卖麻花情。此时看见孙华在被警察扭送远去的过程中，一步三回头，扯着嗓子大喊：“老总，你要记住，我为公司立过功，我为公司流过血。”秦寻看向钱运发，想要看他什么表示。夏宁注意到了秦寻动作，脸色不变，他知道孙华这句话是说给他听的。孙华被带走了，钱运发觉得这一出苦肉计演的妙，心情大好，招呼着秦寻一行人进了包间。孙华的死活立刻就没人关心了。酒菜上桌，钱运发直接提了一杯，一口气干了。秦总，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其实当初看到这个策划案的时候，我觉得实施的难度有些大，万万没想到效果竟然这么好。您这一手可算是把我们公司盘活了，给了我们这些拖家带口的中年男人一条生路啊！说着，招呼着其他人一起去给秦寻敬酒。盛情难却，秦寻喝了一杯又一杯，喝得醉醺醺的，有些意识不清了。众人才放过他，让他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傻笑。夏宁拿着纸巾给你秦寻擦拭着嘴角，像是一个照顾地主家傻儿子的妈妈。安可喝了几杯酒，想到这几天的压力和劳累，忽然眼眶一红，悄悄流了一滴泪。忽然他感觉身旁有人靠了过来，秦寻的声音响起：“哎，安可，哭了。”安可眨了眨眼睛，把眼泪眨了回去，转过头看着醉了的秦寻：“秦总，我没哭。”秦寻头一歪，认真的盯着安可看了一会儿，含糊不清的说道，眼睛又红又湿，还说没哭。安可，他气笑了，亏得秦寻还是一个打游戏高手，都说交闪不杀，他现在怎么还追着人屁股后面打？忽然他又看见秦寻转过头，对身边的夏宁说道：“小夏，你抱抱安可，他哭了。”夏宁啊，安可。秦寻解释道：“你不是喜欢到处认人做儿子，你今天再认一个女儿，凑一个好字。”安可有些尴尬的看了夏宁一眼，忙给秦寻倒了一杯水：“秦总，您醉了。”夏宁却冷着脸，又给秦寻倒了一个杯底的白酒，往他嘴巴里灌。不，他还没醉，他还记得好字怎么写呢。不知道吃了多久。庆功宴终于散了，秦寻被夏宁和安可一左一右架着，踉踉跄跄的走出了餐厅。刚走到几步，突然，哥哥，远远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秦寻转头一看，睁大了双眼，模模糊糊的看见一个女孩子冲了过来，越来越近，似乎是宋映，更近，果然是宋映。他脸上刚露出一个笑容，就看见宋映一个急刹停在了他的面前。只见宋映一脸笑得的笑着，抬起双手捂住了他的脸：“哥，你猜猜我？”他停了一下，声音忽然带着几分怒气：“猜猜我特么的是谁？”秦寻眼前一片漆黑，甩了甩头，没能甩脱宋映的手掌，反而觉得头越发的晕了。他无奈的叹了一口气：“小映，你这是干嘛？”只听得宋映气呼呼的说道：“我在花城这么多天，你找过我一次没有？”秦寻有些理亏，无言以对，干脆闭上了眼睛装睡。眼睛一闭，就觉得头脑飘飘然，似乎随时能睡过去，舒服得很。他的意识越来越淡，似乎陷入了一片混沌。忽然，夏宁和安可感觉秦寻的身体重了许多，吃力的轻呼一声，赶紧双手托住了秦寻。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重？睡着了？宋映松开了手掌，看着秦寻紧闭眼睛，呼吸绵长。他叹了一口气：“唉，见过尿遁，没想到竟然还有睡遁。”忽然，
身后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他转头一看，是米歇尔穿着一身旗袍，优雅又魅惑地走了过来。他的身后跟着他的助理。米歇尔看了一眼被2个美女架着，垂着头的秦寻，微微眯眼，像猛兽看到了猎物。第142章，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秦寻被劫走了？你们好。米歇尔慢慢走了过去，笑着跟夏宁他们打了招呼。夏宁点点头。安可，你好。宋印跟米歇尔说道。我们先把我哥架到你的车里面去吧。他刚才在抖音上刷到了一个视频，见有个男人提着1箱子钱向另外一个男人跪地求爱，紧接着又冲出另外一个男人争抢打架。虽然路灯昏黄，不过他一眼就看出了那个被争抢的男人是秦寻，于是喊上米歇尔过来堵门，要一个说法。他是坐着米歇尔的商务车过来的。听见宋印的话，夏宁和安可点点头，米歇尔也上来帮忙。几个女人慢慢把秦寻架到路边，塞进了米歇尔的商务车后座上，让他躺在上面。米歇尔上了车，宋印几人准备上车时，车门缓缓关上，然后直接开走了。宋印看着车子远去，大喊：哎，我没上车啊，我没上车啊。夏宁、安可2人一脸懵逼，这是发生了什么？秦寻被劫走了？他们的视线落在宋印脸上，变得冷淡尖锐。宋印见状，悄悄往后退一步，急声解释道：不关我的事啊，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忽然他一拍大腿，大叫不好，糟糕，哥哥要遭殃了，米歇尔是个玩擦边的。夏宁、安可，宋印赶紧打米歇尔的电话，可是很快就被挂断。他气得牙痒痒。米歇尔，你要敢脱我家哥哥一件衣服，我要你好看。睡梦中，秦寻闻到一阵香味，皱了皱鼻尖，慢慢睁开了眼睛，只觉得口干舌燥的，四周昏暗，看不清事物。但他立刻就感觉出了不对劲，身下的床比他之前的更大、更软，也更香。房间没有开灯，他听见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转过头看去，只见房间窗户外微弱的光线透进来，衬出了飘窗上的一个妖娆剪影。他斜躺在飘窗上抽着烟，雾气飘散，有薄荷的香味，是电子烟。秦寻看着那道充满着竞技美感的剪影，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身体，从下到下摸了一个遍，发现身上只剩下一条内裤了。他的一颗心沉到了谷底。你是谁？只见那个人影转过头，又深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声音里带着媚意。你醒了？秦寻不答，声音有些冷。事后烟的感觉怎么样？那女子淡笑，很爽。停顿了一会儿，你呢？爽吗？秦寻听见这话，感觉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仿佛自己是一个柔弱的女子，被一头野猪拖进苞米店拱了3天3夜。他伸手要去摸床头的灯开关，却听见黑暗中那个女子的声音响起：别开灯，我现在卸了妆，别给你今晚留下了什么阴影。而且我现在脱光了，也给我留2份脸面，我这个人脸皮薄。停顿了一下，那女子声音变得有些媚：你可以走了，今晚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再见，一切随缘。我认识你，但你不必认识我，我不纠缠你，你也别纠缠我。秦寻脸皮一颤，只想爆粗口，他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你这是犯法的，知道吗？哦。那女子吸了一口烟，语气毫不在意：是吗？他微微侧过身，面向秦寻，伸出双手并在一起摇晃着，声音嗲嗲的：警察叔叔，抓我！秦寻感觉胸口堵得慌。你好贱！那女子把电子烟啪的一声拍在飘窗上，声音大了几分：刚才可是你先把猪蹄子塞到我衣服里的，然后又激烈又生猛，我只是配合着你而已，还那么久，把我累坏了。你现在倒好，提起裤子不认人，反倒骂我贱。听到这话，秦寻愣了一下，激烈、生猛、持久。他冷笑一声，说道：米歇尔，你露馅了。啊！黑暗中，那女子的声音有些紧张：你怎么知道是我？秦寻笑了笑，唱歌厉害的人对声音的敏锐程度也是一流的。我今天正好看到了你在嘟嘟茶饮店门口的视频，听见你嗲嗲的叫柠檬水免费喝了。那女子沉默了片刻，忽然轻轻笑了一声，夸赞道：秦先生，你的听力和你的本事一样好。秦寻笑了笑，笑出了声音：米歇尔，我刚才说了，你露馅了。他伸手打开了灯，只见一个身材火辣的女子穿着一身宽松的睡裙，斜躺在飘窗上，裙摆只堪堪遮到大腿根部，露出了一双修长笔直的大腿。见灯光亮了，他伸手轻轻扯了扯衣领，遮住了胸口，正是那个喜欢穿着大胆风格唱跳的网红米歇尔。米歇尔坐直了身体，背靠在窗户玻璃上，拿起电子烟抽了一口，从鼻孔里轻轻喷出。他笑了：秦先生，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秦寻掀开被子，光着脚站到了地板上，冷冷地看着米歇尔。贱货！
你刚才为什么要骗我说你睡了我？只见米歇尔微微撇开了头，不敢和秦寻对视。什么骗？你拔掉不认人？却听见秦寻冷淡的声音，充满着骄傲的意味。我一个黄花大小伙子，怎么可能又激烈又生猛，还持久？你当我是奥特曼啊？米歇尔心头一震，转过头看着秦寻修长健硕的身材，棱角分明的硬朗脸颊，他有些不可置信。处男？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处男呢？这样的男人身边怎么可能缺女人？秦寻脸上带着危险的笑容，慢慢走向米歇尔，吓得米歇尔双腿蜷起，往飘窗角落缩去，双手抱住了膝盖，一脸惊恐地看着秦寻。秦先生，你冷静，你这是犯法的，你知道吗？秦寻冷笑一声。哦，是吗？他学着刚才米歇尔的样子，伸出2条胳膊并在一起摇晃着。警察姐姐，抓我！米歇尔，我刚才原来这么贱吗？忽然，秦寻听见身后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眼角余光看见一个黑影悄悄靠近，手里还拿着一根棒子。阿爸！他顿时紧张起来，学着李小龙的样子叫唤了一声，背对着那个黑影，右腿往后一踢，直捣黄龙！啊！只听得一个女人的惨叫声响起。米歇尔双手抱住膝盖，缩在角落瑟瑟发抖，一脸惊恐地看着秦寻。难道今天真的要出大事？第143章防卫过当。我过当了吗？身后有人倒地的声音响起，秦寻转过身，就看见一个穿着黑色休闲西服的女子，像一只虾一样蜷缩在地上，身体微微抽搐。好疼啊，痛死了！她不停地痛苦呻吟。秦寻有些尴尬，挠了挠头。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是个男的，才出了那一脚。我一般不打女人的。那个女子一脸痛苦，虽然不是男人，但是也遭受到了暴击，没有力气跟秦寻对话。缩在窗户角落的米歇尔听见秦寻说不打女人，松了一大口气，却看见他弯腰捡起了脚边的电击棒，一棒子捅在了自己助理的腰上。吱吱吱吱，助理在地上抽搐的惨叫。米歇尔吓得脸色煞白，这还不如被打一顿呢。只见秦寻直起身子，在房间里兜了一圈，一双锐利的眼睛巡视着周围，特别是检查了一下浴室，甚至是床底。见没了外人，又走到门口，反锁上了门。米歇尔傻眼了，你这是要干什么？秦寻一脸笑容，手持着电击棒。这话应该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设局陷害我？米歇尔一脸惶恐。我没有想要陷害你啊。秦寻冷声道。那你给我这玩仙人跳，还叫人带着电击棒藏在卫生间里，你到底有什么图谋？米歇尔看了一眼那根电击棒，害怕的直哆嗦，急声解释道。我只是想要让你误会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让你魂牵梦绕，对我茶不思饭不想，然后让你给我写歌做营销，像打造宋印一样打造我。他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秦寻，一眨不眨，想要尽可能的让秦寻看见他眼里的真诚。秦寻停下了脚步，微微皱眉，想了一会儿，啊呸！他啐了一口，好你个臭娘们，直钩钓鱼却一点饵料都不放的吗？什么都不付出，就想要让我给你当舔狗？米歇尔立刻明白了他嘴里说的饵料，应该是指实际上发生某种关系，脸色变得更加惨白。见秦寻光着身体，只穿着一条裤子，慢慢走向自己，他双手抱着膝盖往角落里缩。秦寻，你冷静，违背妇女意愿是犯法的。秦寻冷笑，难道你把我扒光了丢床上就不犯法吗？米歇尔脑回路清奇，指了指地上躺着的助理，那你还故意伤人，罪加一等。你不要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秦寻冷声道。我那是正当防卫。米歇尔立刻说道。是防卫过当。秦寻一怔，他实在无法理解，米歇尔都死到临头了，还跟我一个悍匪掰扯这个。他转身走到那个助理身边，蹲下，拿起电击棒又捅在他腰上。吱吱吱吱，一阵火光四溅，助理痛苦地抽搐着，大叫着，啊呀，痛痛痛！秦寻停了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柔声问道：我防卫过当了吗？那个助理躺在地上蜷成一团，满头大汗，声音里充满了委屈。不过当，不过当，正好，分寸拿捏的正合适。他留下2行屈辱的泪水，绝亏的慌。本来以为米歇尔是什么大网红，肯定很有钱，结果连商务车都是租的，给他的工资不高，没想到还要干绑架的事情，最后被人反打一顿。米歇尔傻眼了，终于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惹到了一个可怕的人物。见秦寻越来越近，他赶紧从飘窗上跳下来，双膝一弯，跪在秦寻面前。对不起，我错了。秦寻一怔，停下了脚步。只见米歇尔抬起头，双眼中充满了泪水，恳求道：秦先生，我跟你一样，也是一个童子母鸡，只要你不糟蹋我，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他双手合十，拜佛一样拜了拜手秦寻。啊！
秦寻仿佛听见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看着米歇儿，一副你没病吧的表情。你一个唱歌都要擦边的，听见你唱歌的声音，我都觉得进了青楼。你跟我说你跟我一样纯洁。只见米歇儿脸色变得通红，谁也不是生下来就是个擦边女啊，而且我真的卖艺不卖身的。说着，他扬起脖子，用手扯开了睡裙领口，只见里面穿着文胸，外面还套了一层抹胸。紧接着，他又提起裙摆，露出了一条黑色的打底裤。秦寻穿这么严实，这特么的是要防二郎神呢？米歇儿抬起头，眼泪汪汪。秦先生，我擦边也就擦了半年啊，你可以翻看我以前的抖音，那时候的我看起来比白莲花都纯洁，不过一直都不火呀。不是我要擦边，是你们男的喜欢看擦边。秦寻，他算是见识到了这个娘们儿的胡搅蛮缠，莫名其妙的就替全天下的男人背了一个黑锅。什么叫男的都喜欢看擦边呢？只有小男孩才喜欢看擦边，真男人都看3-8大杠拉香蕉、修驴蹄子、断刀大赛、荒野求生，还有他娘的意大利炮。秦寻走到床边坐下，看着跪在前面的米歇儿，只见米歇儿衣服凌乱，眨了眨眼睛，有些楚楚可怜。大哥，我从来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虽然擦边，但是从来不越界的呀。秦寻冷笑了一下，伸手拿过床头的手机。米歇儿慌了，你要干什么？秦寻道，报警。虽然女性对男性施暴不能判定成强奸罪，但是也是可以判故意伤害罪和猥亵罪的。米歇儿一路跪过来，双手抓住了秦寻的手机，求饶道，你不要这样嘛，万一上了新闻，我的职业生涯就完蛋了。秦寻挣脱了米歇儿的手，抬脚想要一脚踹开他，却又看见米歇儿哭得梨花带雨。秦先生，我家里特别的困难，从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他头一歪，啊，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那可是我的台词。只见米歇儿抽了抽鼻子，秦先生，我家里真的特别的困难，全家都靠我一个人养活。他擦了擦眼泪，仰着头，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只要你不报警，不对我做一些过分的行为，你让我干什么都行。第144章，泰山，你个司马玩意，是不是在演我啊？秦寻的视线在米歇儿身上上上下下的打量，总觉得他身上透着一股魅意，不是柳依依那种略带矫揉造作的媚态，而是骨子里透出的天生魅意。他冷笑一声，你除了擦边还会干什么？米歇儿一把鼻涕一把泪，如数家珍。我会唱歌，我会跳舞，我会打牌，我会做饭，我会打游戏，我会弹琴，我还会放牛。秦寻听着听着，忽然冒出一个想法，这不是一个天生的摸鱼小跟班？之前做宋映的策划案的时候，跟他出去玩几天，摸鱼只长得飞快，换成这个看起来就不是好东西的米歇儿，会不会长得更快？秦寻俯身看着米歇儿，笑了笑，那我要先看一看你的手艺，如果我还满意，你就陪我几天，陪吃陪喝陪玩。米歇儿脸色有些难看，3陪啊？秦寻脸色一冷，你想得美，除了睡觉之外，其他一些合理的娱乐消遣活动。米歇儿弱弱地问道，那要陪多久？秦寻想了想，如果你通过了我的考核的话，最多半个月。米歇儿咬咬牙，行。他观察着秦寻的脸色，慢慢站了起来，见他没有阻止，心里松了一口气。那我现在先给你表演一个唱跳。秦寻摆了摆手，大晚上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别把自己的贞操跳没了。米歇儿，这个人说话好直接。秦寻闭上了眼睛，调出了摸鱼系统，摸鱼值15300，备注下一次抽奖需要10万点摸鱼值。他睁开眼，叹了一口气，这些天给嘟嘟茶饮做策划，只是躲在酒店打游戏，常规摸鱼办法果然涨不了很多摸鱼值。秦寻拿起手机，看着一脸懵逼看着自己的米歇儿，我先看看你的打游戏水平。米歇尔眼睛亮了起来，看了一眼秦寻屁股下的床铺，悄悄往后退，重新坐到了飘窗上。秦寻发现自己的手机被关机了，应该是米歇尔干的。一开机就看到了10几个未接电话，夏宁的、安可的、宋映的，还有一堆微信信息。秦寻，你在哪儿？你还好吗？秦总，你手机开机之后回个电话。哥哥，我对不起你啊。秦寻直接给夏宁发了一个地址定位。他看了一眼窗外的夜色，想了想，得加个班，不然怎么能算摸鱼呢？他在类似前世钉钉这种企业办公软件上走了一个加班申请流程，因为他现在是橡树公司的2号人物，权限比较大，加班申请直接自动通过。秦寻启动了游戏，和米歇尔加了好友。你的游戏 ID 叫泰山。米歇尔有些得意，听起来有没有很霸气？秦寻头也没抬，没有，听起来挺蠢的。米歇尔脸色有些不好看，强颜欢笑。秦先生，不是我跟你吹，平常我也玩荣耀王者，国服有名有姓的选手，还有几个游戏主播，我都有好友，经常和他们一起开黑，他们都夸我打得好，都夸我打也很有灵性，
一去就有，一去就有。秦寻没有理会。游戏开始，他玩的射手，米歇尔玩的打野。秦寻提醒道：“我晋级赛啊，你认真点。”米歇尔自信满满，开始在游戏里疯狂带节奏。渐渐的，发现不太对劲，怎么没了和那些游戏主播开黑时的大杀四方的感觉？怎么走到哪儿死到哪儿？他悄悄看了一眼秦寻的脸色，见他有些不高兴了，赶紧低下头，皱起眉头，更认真的玩。我去帮上路。我在帮中路。那个，算了，我去打小龙。不一会儿，他就满头大汗，默默地闭上了嘴巴，不敢再说话了。打了3把，忍耐了3把，秦寻忍不了了，直接红温。泰山，你特么的脑子里面有屎是不是？要么梦游逛街，要么去就送，去就送。3局游戏，一条小龙都控不到啊？那你还打个锤子野？刷野都刷不明白，在自己野区满血让对面打野残血干死了。你说你是不是故意在送？米歇尔默默的不敢说话。秦寻仍在激情输出。你一个出纯肉的打野，打团不顶上去，躲在射手屁股后面800米开外，又是几个意思？你刚才那一波从野区跳人家中单和打野面前送，又是几个意思？那一波闪现绑个大肉，又是几个意思？泰山，你特么的是不是在演我呀？米歇尔被教训得面红耳赤，声音很小。我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我以前技术还可以的。听了这话，秦寻冷笑一声，说实话，泰山你这打野水平不如小黑。你可能不认识小黑，他是我们镇上的一条狗，还是瘸了2条腿的老狗。米歇尔听着这话，觉得受到了侮辱，又开始甩锅。刚才那个中单，我觉得也有些问题。秦寻气得把手机往床上一摔。那个中单看着像是收钱了，关键时候送一送，空几个技能。但是泰山你倒是不像收钱了。米歇尔抿着嘴，脸憋得通红，看着只穿了一条裤衩的秦寻。他扯过被子盖住了胯部，露出了上身和一双腿，看起来更像是全身光着的了。只听得他继续骂道：“你就像是那个爹妈连着亲戚被土匪绑架了，控一条小龙杀一个亲戚，赢一小局，爹妈生死难测。”米歇尔不敢说话，一句都不敢说。他觉得自己貌似不能通过秦寻的考核了，只希望他不要真的报警抓自己。正在这时，秦寻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之前响了几次，他在专心打游戏，都给挂断了。接了电话，夏宁急声问道：“秦寻，是你吗？”秦寻声音平静：“是我。”手机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夏宁的声音大了几分：“你为什么一直挂我电话？”秦寻：“我有事。”手机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我们已经进了酒店大堂，你在几号房间？”秦寻抬起头看着米歇尔问道：“几号房间？”米歇尔回答道：“609。”秦寻刚要回答，却听见夏宁挂了电话：“底下大堂。”夏宁挂了电话。宋印和安可2个人眼巴巴地看着他，急声问道：“哥哥还好吗？秦总在哪儿？”夏宁冷着脸走向电梯口：“他在69。”安可。宋印跟了过去，急声道：“你说的是房间号还是别的什么啊？”第145章，宋印，你能不能不要老学一些奇奇怪怪的医学小知识？晚上，秦寻被米歇尔带走之后，3个女人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打秦寻电话，发现他的手机关机；打米歇尔电话，却总是被直接挂断。宋印报了警，在他聪明的大脑瓜子下，把事情前前后后讲了一遍。最后传达出来的意思就是，秦寻酒醉被他的朋友带走了，换来了警察一句：“小妹妹，报假警可是犯法的哦。”3人只好在花城一家酒店找过去，问有没有2个女人带着一个醉酒的男人入住，一直找了23家店都没找到。宋印哭了：“完蛋了，过了这么久，哥哥脏了。”后来夏宁发现10几分钟前秦寻给他发了个定位，赶紧打了电话过去，却被挂断。安可打过去也被挂断，宋印打过去还是被挂断。忽然夏宁发现钉钉有一条消息提示，是系统自动抄送给他这个秦寻小助理的加班申请。秦寻申请今天凌晨1点到3点加班，加班理由是临时小助理的专业能力测试。顿时夏宁大感不妙，深更半夜对米歇尔进行专业能力测试，哪方面的能力要在大半夜测试啊？还是在酒店？夏宁3人拦了一辆车，急冲冲地赶向酒店。在酒店大堂，夏宁终于打通了秦寻的电话。夏宁3人赶到了609室门口，夏宁敲了敲门，很快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穿着黑色休闲西服的女人，脸上带着一些痛苦的神色。夏宁、安可、宋印3人立即看向房间里面，顿时变了脸色。只见秦寻背对着他们坐在床上，光着上身，下半身裹了一条被子，不知道穿没穿裤子。而飘窗上，一个有着大波浪头发的女子，穿着风格大胆的睡裙的女人，正低着头挨秦寻训话：“米歇尔，就你这种手法，这点本事，还想要当我小助理？”
真是中看不中用。你还吹嘘你节奏好，能准确预判对手的行为。我刚才差点想给你一个大嘴巴子，你预判到了不？米歇尔低着头不敢还嘴。突然，啪啪啪，连续3声清脆的耳光声响起。米歇尔抬头看向门口，秦寻转过头，只见夏宁、安可、宋应3人从门口挤了进来，一个比一个脸色难看。而那个助理一手捂着脸，一手捂着嘴，背靠在门上，忍着不出声，肩膀抖动了起来。夏宁走到米歇尔面前，二话不说，啪的一巴掌扇在了米歇尔左脸上，他让开了位置。安可跟上，一巴掌扇在了米歇尔的右脸上，他也让开了位置。宋应怒目圆睁，伸出双手，左右开弓，打了米歇尔2个耳光。米歇尔双手捂着脸，低头痛哭。夏宁转过身，看了一眼看着像浑身赤骨的秦寻，冷声道：“你穿好衣服，我们回家。”他深呼吸一口气，回去之后再跟你算账。宋应看着秦寻，哭出了声音：“哥，我对不起你。”安可默默地看了秦寻一会儿，柔声道：“你还好吗？”秦寻被一堆女人围观，忽然觉得有些难为情，伸手把被子提到了脖子处，遮住了身体。“我还好，你们转过去，我先穿下衣服。”3个女人默默转过身，米歇尔忍住哭声，也转过头看向窗外。秦寻从床头柜上拿起衣服，飞快地穿上了，跳下床，看着3个女人的背影：“我们走吧。”3人转过身，看着穿戴整齐的秦寻，脑海里不可遏制地浮现他刚才光着的画面，都有些好奇，到底脱光了没有？秦寻带着3人正要离去，却听见身后米歇尔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秦先生，骂也骂了，打也打了，你不会还要报警吧？”秦寻转头看了米歇尔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过身就要走。宋应却忍不了了：“怎么不会报警？你这是侮辱良家妇男，你犯法了，你知道吗？”米歇尔声音很没底气：“我没有。”看到3个女人3道锐利的目光，他默默地低下了头，不敢再说话。女人打起人来可凶，刚刚扇了耳光，接下来要扯头发了，再发展下去就是撕衣服，连安全裤都不安全。秦寻往外走，3人往外跟。忽然他听见宋应抽了抽鼻子，委屈巴巴地说道：“哥，我不会嫌弃你脏了的，都是我交友不慎啊。”秦寻停下脚步，猛然转头看着宋应，见夏宁和安可眼神中也是带着怪异的神色。他冷笑一声，挺起了胸膛，傲娇道：“我秦某人贞操依然在。”夏宁想到刚进门时，秦寻气冲冲地点凭米歇尔的手艺不行，根本不信，他这是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夏宁冷声道：“我不信。”宋应叹了口气：“我不会往外说的。”安可看着秦寻，轻轻笑了一下：“没事的，我们不怪你。”秦寻，他感觉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急声说道：“要不要我去医院验一下我的纯阳肢体？”宋应科普道：“女的验得出来，男的验不出来的。”秦寻，忽然角落里响起米歇尔弱弱的声音：“要么我去验一下，还我们一个清白。”宋应转头看着米歇尔，一脸震惊：“你去做修复了？”米歇尔目瞪口呆，紧接着掩面哭泣。秦寻拍了一下宋应的脑袋：“小小年纪怎么净学一些乱七八糟的医学小知识？”宋应有些不服气：“这是常识好不好？”说着他指着安可：“安姐，你说这是不是女人都知道的常识？”安可脸微红，转开了脸。宋应又指向夏宁：“宁姐，你见多识广，跟我哥科普一下。”夏宁，他很无语。忽然他脑袋灵光一闪，想通了什么，看着宋应和安可低声说道：“米歇尔既然敢说去医院检查，不管他是原装的还是修复的，至少今天晚上他和秦寻是没有发生什么的。”话音刚落，几人松了一口气，然后不约而同的3人的视线缓缓看向门口角落的助理。那个助理见他们看来，愣了一下，气得跺脚：“你们看着我干啥？我今天又是挨一脚，又挨2下电击棒，还给你们打了3耳光。我长得那么丑，他怎么下得去手？你们这是非要逼死我！”3个女人看见助理崩溃的样子，纷纷收回视线，转头看着秦寻，沉默着。此时的沉默振聋发聩。第146章，嘉哥，新仇旧恨就在今天。秦寻冷哼一声，简单解释一下：“他们趁着我酒醉，把我脱光了放到床上，营造一种我失了身的假象，想要玩仙人跳，要求我给他写歌做营销，被我识破了，打了他们一顿。”3人一脸震惊，他们转头看着米歇尔，这个身材火辣、穿着大胆、行事风格也出格的女人。夏宁问道：“那你的加班申请说要做临时小助理的专业能力测试，又是什么意思？”秦寻立即想起了他们刚进门时自己教训米歇尔的那一通话，他脸色微变，伸手指着夏宁：“你好污！”他掏出手机给夏宁看了一下他的游戏战绩：
我刚才是在测试他的打游戏能力，是在点评他游戏水平不行，节奏不对。你想到哪里去了？夏宁看着秦寻，默默的不说话。不知为何，他竟然有些无言以对。我污吗？他转过头看着宋印，问道：你们刚进门时听到秦寻说那些话是怎么想的？宋印干笑了2声，说道：我就觉得我哥在点评米歇尔的游戏水平啊。夏宁一惊，有一种被人背叛的感觉，又看向了安可。你呢？你是怎么想的？却看见安可眨了眨无辜的大眼睛，面不改色地说道：手法、节奏、预判，秦总用的这些词语不都是形容游戏水平的吗？难道还能用来形容别的？他微微摇了摇头。我不懂哎。夏宁闭上了眼睛，深深吸一口气，大概体会到了秦寻刚才的心情，真的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他睁开眼睛，却看见秦寻面带笑容走过来安慰他：你年纪大一点，思想比他们成熟一些，也是正常的。夏宁，累了，这个世界赶紧毁灭吧，解释清楚。秦寻3人往外走去，忽然他又听见米歇尔问道：那个秦总，那我的临时小助理测试通过了吗？他只觉得好笑，摇了摇头，闭上眼睛调出面板。摸鱼值16300，备注：下一次抽奖需要10万点摸鱼值。秦寻浑身一震，3把游戏涨了1000点摸鱼值，这是见鬼了吗？他转过头盯着米歇尔，米歇尔被看得浑身难受，低下了头，缩在角落。当我没问，求你不要报警，我真的有一大家子要养的。秦寻转过身往外走去，米歇尔抬起头看着秦寻的背影，一颗心悬了起来。他到底报不报警啊？突然听见秦寻说道：后天飞海城到橡树公司报道，上午9点上班，不要踩点，不要迟到，工期15天，没有工资。米歇尔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谢谢秦总。几人出了酒店，站在夜风里，气氛有些沉默。秦寻有些奇怪，转头看着他们问道：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只见宋印鼻子里重重出了一口气，翻了一个白眼。哥，米歇尔差点糟蹋了你，你为什么要留着他在身边？是不是听见他是个完璧之身，又忽然来了兴致？秦寻叹了一口气：小印，你小看我了，我留着他有用。宋印急声道：我也要当你的小助理。秦寻摸了摸宋印的狗头：你先读书，等毕业了之后再说。宋印摇头：不，我放寒假就去打寒假工。秦寻无奈：随你。宋印笑了。夏宁立即出声，声音有些冷漠：你要那么多小助理有什么用？他觉得米歇尔如同蛇蝎一般，留在身边简直是养虎为患。宋印的心思全写在脸上，倒是不足为患。秦寻当然不能说出真实原因，随口胡诌道：公司的下一个策划案，我要用他，让他给我打白工，节约公司成本，省道就是赚道。夏宁虽然不太信，但是心情好了一些，不过也不敢表现得太过，免得被秦寻察觉出他和橡树的关系不一般。他冷声道：想不到你现在倒是挺有事业心的。秦寻笑道：跟你学的。夏宁有些紧张，转头看向路边，淡淡说道：不用硬夸我，我跟橡树不熟，他只是我锻炼技能的跳板而已，我迟早要走的。却听见秦寻立即说道：我也是。夏宁，怪我嘴贱。宋印忽然说道：哥，我也可以给你打白工啊。秦寻转头看着他，缓缓说道：你不够骚。宋印只当他是在夸我了。忽然安可仰着头看着秦寻，脸上带着温婉的笑容：秦寻，我请你吃夜宵吧。夏宁注意到了安可的称呼是秦寻而不是秦总，不禁心生警惕。宋印却跟个哈儿一样：好啊好啊，正好我也饿了。安可拿出手机查了一下，附近就有烧烤店，带着几人慢悠悠地走去。夜风微凉，几人沉默地赶路，心情十分放松。忽然走在最前面的安可头也没回，这一顿烧烤可不能白吃，我最近会很忙，可是等我哪天闲下来了去海城旅游，你们要请回来的。秦寻正想说话，却被宋印抢了先：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夏宁轻轻一笑，原来宋印不是个孩儿，他贼得很。第二天，宋印飞往京城，他要回去读书，同时要统计起妖疯了群里那些网红的点赞量，进行有奖抽签。他暗自决定米歇尔要被排除在外的。秦寻和夏宁飞回了花城，安可看着天上的飞机远去，钻入白云，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眼角有2滴眼泪滑落。当天下午，米歇尔乘坐飞机飞往了海城。海城，夏野提着行李箱先回了家。秦寻去外面口碑好的一家馆子打包粉面，他们实在是累到了，不愿意自己动手煮饭，而保姆阿姨还在照顾她生病的女儿，这些天一直都没回来。一进门，夏宁就看见了牛啸军站在客厅里的鱼缸面前，背着双手盯着里面游泳的甲鱼看。
牛哥，你怎么来了？他有些紧张，转头看了一眼身后，见秦寻还没过来，才稍微松了一口气。牛孝军是有他们家门锁的密码，1年会来上几回的，一般都会提前打招呼的。牛孝军转过头看着夏宁，冷哼一声：“你们在花城搞的动静够大的呀。”夏宁摘下墨镜，轻轻笑了笑：“还行。”牛孝军冷笑道：“你没听见秦寻唱一首歌写给黄淮，那才是他无法言语诉说的爱。你还给他泡奶茶，真是热脸贴冷屁股。”夏宁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脱掉防伞衣，摘下帽子，走到牛孝军身边，拉着他的手就要往外走。“牛哥，你这阵子不要来这里，赶紧走，从西门出去，不要从东门。”牛孝军甩开了夏宁的手，一脸被抛弃的痛苦神色。“宁宁，你在家里藏男人了？”正在这时，门外秦寻大喊：“夏宁，出来搭把手，我拿不住了！”夏宁脸色大变，牛孝军一脸震惊，撸起袖子，握紧了拳头，咬着牙说道：“新仇旧恨，就在今天。”第147章，嘉庚，你妈送人的礼物挺特别的呀。看见牛孝军杀气腾腾的样子，夏宁吓了一跳，他赶紧看了一眼门外，发现秦寻已经在用肩膀拱小院的铁门。他二话不说，一把抓起牛孝军的手，往厨房里走去。走到最里面，打开了里面的那扇门，把牛孝军塞进了养鱼的小房间。夏宁看着目瞪口呆的牛孝军，伸出手指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牛哥，来不及解释了，你先在里面待一会儿，我会尽快把秦寻支开，放你出来。”门关上了，牛孝军傻眼了，他环视一周，看着几个鱼缸里的各种鱼虾，最终视线落在了一只王八身上，长叹一声：“我们真是难兄难弟啊！初中时都说好了一起孤独终老，他却开始思春了。”秦寻用肩膀顶开了院门，一手提着行李箱，一手提着一袋饭盒，胳肢窝下还夹着一个包裹。他艰难地回到客厅，看着夏宁：“可累死我了，刚才喊你，你怎么不来帮忙？”夏宁没听到。秦寻察觉到了不对，见他脸色有些异常，问道：“你该不会在家里藏了个男人吧？”夏宁一怔，气不打一处来，看着秦寻，冷声道：“是啊。”他指着秦寻：“不就是藏了一个你吗？”秦寻他反倒有些不好意思，放下行李箱和包裹，把2份汤粉拿了出来，放在茶几上。“吃饭吧。”夏宁坐下。他之前一向习惯在餐桌上吃饭，可是跟秦寻住在一起之后，秦寻却喜欢在茶几上吃饭。吃过几次之后，他也就不再挣扎去纠正秦寻的坏习惯，反而被他同化了，甚至渐渐忽略了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忽然，他看见了被秦寻丢在沙发上的包裹，问道：“你的快递？”秦寻点点头，又摇摇头。夏宁看不明白，秦寻笑着解释：“这是我妈寄给你的礼物。”夏宁一惊：“给我的礼物？”秦寻拿起快递递了过去：“我之前为了骗我妈2000块钱，不是自拍了一张我们的合照，发给了我妈吗？虽然你后来说是你是一个路人，但是经过我妈缜密的分析，觉得你在撒谎，她觉得我们可能在谈，然后就给你寄了礼物。”夏宁手里拿着快递，心情有些怪异，沉默下来。秦寻见状，以为他没记起来，提醒道：“就是下雨那天。”夏宁抬头：“啊？”秦寻在解释，试图勾起他的回忆：“就是你拿着电击棒追杀我的那天。”夏宁的脸瞬间红了，瞪着秦寻：“我记得，你不用讲得这么细致。”夏宁低下头，看了看手里不大不小的包裹，抬头悄悄看了秦寻一眼，见他在低头干饭，他开始拆包裹。只听得秦寻说了一句：“是好东西，我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夏宁抬起头，露出一个微笑，他又低下头继续拆，结果拆出了3条内裤，红色的，大红色，颜色很正。他愣住了，怀疑是秦寻拿错了快递，他赶紧拿起快递盒子确认了一下上面的信息，确实是写的秦寻的信息。他把3条内裤塞回快递盒，看着还在低头嗦粉的秦寻：“这是你妈给我的惊喜。”秦寻抬起头，一脸笑容：“是的，喜欢吗？”夏宁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作为一个有素养的人，不管别人送的礼物喜不喜欢，一般都要回答喜欢。可是3条红内裤，这喜欢2个字时再难以说出口。秦寻见他犹豫，知道他嫌弃了，伸手拎出1条内裤抖了抖：“这可不是一般的内裤。”夏宁问道：“难道有什么说法？”秦寻笑道：“这是王维诗里的内裤。”夏宁他柳眉倒数。秦寻笑容更盛，忙说道：“逗你玩呢，我之前不是跟我妈说你比我大3岁吗？她聪明的小脑瓜一推算，就知道你是24岁，正好是本命年，就买了3条红内裤，去我们当地很有名的寺庙里开了光，主打一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夏宁到底是什么样的寺庙，还会给人家的内裤开光啊？秦寻见夏宁发呆，抖了抖红内裤：“你要不要？”
夏宁看见秦寻提着红内裤抖来抖去，一点都不尊重女性隐私，有些不悦。你把我内裤放下。秦寻乖乖的放下，他知道夏宁收下了。他低下头吃饭，很随意的说着，就像说明天去哪儿吃早餐一样。中秋，你跟着我去我家一趟，假扮一下我的女友。我交个叉。夏宁抬头看了秦寻一眼，见他低头吃粉，也低下头。到时候再说。秦寻，好。夏宁，二人低着头，沉默的吃着饭。忽然，一阵哗啦声，似乎是有鱼跳水的声音传来。秦寻抬起头，仔细听了听。小夏，厨房里的鱼缸好像有鱼跳出来了，我吃完粉，带把刀去把它做了，留着晚上烧着吃。夏宁一听，有些紧张。他猜测牛孝军是听见了他们在谈论假装女友的事情，正在拿鱼缸里的鱼撒气。他实在不敢想秦寻提着一把刀走进小房间，看见牛孝军时的场景。到时候两人一通乱打不说，还会暴露自己和牛孝军的关系，发现橡树实际上是他的公司，可能会让秦寻直接离职。夏宁笑了笑，指了指客厅鱼缸里的甲鱼。我听着倒是像是这只甲鱼划水的声音。秦寻一怔，摇了摇头。这孩子的耳朵真是有大问题。他看向鱼缸里的甲鱼，点点头。甲鱼也可以，甲鱼烧鸡脚，辣的那种，你吃不吃？夏宁转头看了一眼那只在鱼缸里悠哉悠哉的甲鱼，面不改色，淡淡说道：留着吧，怪可爱的。秦寻转头看着那只黑不溜秋的王八，可爱？这是什么审美？二人又继续吃着粉。客厅里很安静。忽然，秦寻有些忧虑地说道：小夏，万一我明天去公司见到了牛胖子怎么办？夏宁抬头，声音有些紧张。牛胖子？秦寻解释道：就是那个又矮又胖又黑素质又低的牛孝军啊。牛胖子，这个外号怎么样？形象不？第148章。不一，你是想死我了，还是想我死啊？夏宁，不怎么形象。秦寻想了想，那就叫小黑胖子。夏宁，给别人取外号不好。秦寻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夏宁的素质之高，有时候真的让他觉得有些自惭形秽。他继续说道：万一牛孝军明天在公司跟我碰了面，那可怎么办？夏宁有些疑惑。人家公司老总出现在公司很合理吧？秦寻有些忧虑，主要是马上就要发工资了，我还有好几十万奖金。现在我风头这么盛，已经功高震主，我担心他对我穿小鞋，卡我的工资。夏宁脸色有些尴尬。不会的。怎么不会？秦寻的声音有些急。你是不知道这个人有多龌龊，幸好他是个女的，要是个男的，不知道多少姑娘要遭他的毒手。这个败类。此时，厨房里传出一阵清晰的水声，比刚才大得多。秦寻起身，我就说厨房里面有鱼跳水，跳出鱼缸了吧，我去超度他。忽然，一只手拉住了他的手，他低头一看，是夏宁。夏宁抿着嘴唇，摇了摇头。你妈信佛又求佛，我今天收了她的礼物，今天不宜杀生。说着，他站起身来，露出一抹笑容。还是我去把鱼轻轻抱回鱼缸吧。又指了一下那3条内裤，开过光的内裤，我不知道怎么洗，你去帮我一下。秦寻一个后撤步，一脸警惕地看着夏宁。你是不是想骗我一个大男人帮你洗内裤？你以后好以此要挟我？夏宁，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不是。秦寻说道。那我直接丢洗衣机里洗。夏宁点点头。可以。秦寻松了一口气，一把抓起快递盒子里的3条内裤，同时勾住了开裆处，在食指上摇晃着转圈圈。他慢慢走向洗衣房，却忽然听见夏宁咳嗽了一声。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秦寻停下脚步，两只手掌并在一起，把内裤高高托举起来，像给皇上进宫贡品美食一般，迈着太监总管的小碎步，无比崇敬地走向洗衣房。夏宁看着他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这家伙能活这么大，多亏了这个社会法制健全。见秦寻消失在拐角，他脸色一冷，急匆匆钻进厨房，走到最里面的小房间。推开门一看，只见牛孝军手里抓着一只螃蟹，正在折断他的钳子、几只脚，非常残暴。牛孝军见夏宁开了门，咬牙切齿道：你家厨房里的刀借我用一用。夏宁知道他说气话，拉起他的手往外走。来不解释了，时间不多，你赶紧走。牛孝军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夏宁，颤声说道：3条王维诗里的内裤就把你收买了？夏宁拉着牛孝军往外走。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牛孝军，他刚才骂我牛胖子。夏宁，我听见了。牛孝军还说我是小黑胖子，还矮。夏宁，我听见了，跟个复读机一样。牛孝军，他甩开夏宁的手，把螃蟹丢在客厅地板上，大步离去。重色轻友的玩意，我自己会走。走到客厅门口，他回头压低声音：我明天一定会去公司弄死他。然后大步离去。
夏宁从地上捡起那只半死不活的螃蟹，觉得它有些可怜。不一会儿，他就听见一阵脚步声从身后传来，转头一看，只见秦寻一脸疑惑。我听见有人在说话。夏宁提起那只螃蟹，捧在手心。刚才厨房里的水声是一只螃蟹爬了出来，我想把它放回去，它夹了我一下，我一个没忍住，超度了它，念了一会儿紫经。秦寻，他看着那只断钳子、断了腿的螃蟹，叹了一口气。你会念经？夏宁张嘴就来。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齐都绝山中。秦寻吓了一跳，他实在想不到到底是夏宁的爱好广泛，还是从小的家庭教育竟然让他真的会念经。他双手合十，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这位女施主，你的佛性配得上3条开了光的内裤。夏宁。第二天一早，夏宁先走了，没有等秦寻。他实在享受不了每天踩点到公司，随时都可能要迟到的刺激感。秦寻踩着点赶到了公司，习惯性的走进总经理办公室，见办公桌后面已经坐着一个人，被电脑显示器遮挡住了视线，只露出了一个脑袋尖尖。他往沙发上一躺，掏出手机，赶紧打卡，立即启动游戏。小夏，今天那个小黑胖子来了没？忽然，他听见一个略带沙哑、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你说的小黑胖子是谁？公司新招的同事吗？秦寻浑身一僵，坐直了身体，关了手机。他站起身，脸上露出了老村长般的笑容，走向办公桌。牛总，牛总，你不在的这些天，我们可想死你了呀！只见牛啸军皮笑肉不笑，是想死我了，还是想我死啊？秦寻脸上的笑容不变，说道：当然是想死你了。那天跟你在海城山上飙车，虽然发生了一点点的不愉快，但是后来想想，真是回味无穷。牛啸军眯起眼睛，看着脸皮比城墙厚的秦寻，想要看看他到底会怎么圆。只听得秦寻继续说道：那日一别，我就想啊，什么时候能和你再飙一把？牛啸军一听这话，顿时来了劲。那天他被秦寻用一辆电动摩托飙了一个5-5开，心里十分不爽。这些天请了职业车手，一直教导自己过弯，就想着报一箭之仇。没想到秦寻自己提起来了。他本来打算今天狠狠地教训秦寻，当着大家的面侮辱他，责骂他，讽刺他，给他取外号。可是在飙车之耻面前，其他的一切恩恩怨怨都可以往后稍一稍。牛啸军站起身，一拍桌子：秦寻，你这一次可别再放我鸽子，明天早上6点，我在山上老地方等你。秦寻伸出手和牛啸军击了一个掌，一言为定。牛啸军驷马难追，二人相视一笑，各怀鬼胎。突然敲门声音响起，秦寻和牛啸军同时喊了一句：请进。牛啸军看着秦寻，瞪大了眼睛。秦寻脸上露出略带歉意的笑容，伸手轻轻打了打自己的嘴巴。门开了，程婉走了进来，先跟牛啸军问好：牛总好。牛啸军点点头：你找我有什么事？程婉迟疑了一下：那个，我找秦总。牛啸军。秦寻脸上不敢露出任何得意的表情，问道：你找我什么事？只见程婉神色有些怪异：今天早上有一个叫雷招娣美女，说是您最新找的临时小助理，我让她在您的新办公室等。秦寻一怔，米歇尔原名叫雷招娣，听起来就很可怜。随后他又捕捉到了另外一个信息：我的新办公室。嘿，进度这么快，几天不见办公室都有了。程婉声音有些急：秦总，您赶紧过去看看吧。雷招娣和夏宁刚才吵得可凶，两个人马上就要打起来了。第149章，这些人是瞎了眼还是瞎了心？谁才是这个公司的老大啊？啊！秦寻一惊，两个人快要打起来了。见程婉郑重的点点头，他赶紧往办公室外走，脚步匆匆，生怕晚了一点。我得赶紧去看看，别等我过去，他们两个人都打完了。程婉跟在后面。是的，一定要阻止他们。秦寻点点头，没有说话，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夏宁这种性子的人还会打架，想想都有些小激动呢，得赶紧过去瞅一眼。秦寻从总经理办公室出来，就看见公司公共办公区在最角落的地方隔出了一个新的办公室。他快步穿过长廊，往那边走去。一路上，同事们纷纷从工位上起身打招呼：秦总好。秦总早上好。秦总你回来了。秦寻看着一张张笑容洋溢的脸，面带微笑，不停地点头示意。而他不知道的是，他身后除了跟着程婉，牛啸军也跟在后面。牛啸军迈着小短腿，有些吃力地跟在程婉身后，见到手底下的员工一个个站起来打招呼，一个个带着笑容，声音诚恳又尊重，但是一个个都喊着秦总好。他的脸色有些不好看。特么的，这些人是瞎了眼还是瞎了心？到底谁才是这个公司的老大啊？倒反天罡。牛啸军以为是秦寻太高，挡住了众人的视线，
两条小短腿迈得飞快，小跑到了秦寻面前。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目不斜视，余光却在观察同事们的动作。可是